东荒，吞星圣地，飞仙主峰。恢宏辽阔的演武广场上，人声鼎沸，数以万计的弟子翘首以盼，每个人都压抑着一种激动与期待的心情。只因今日吞星圣地将会从3个候选圣子中决出一个最强者，立为圣子。然而戏剧性的是，3位候选圣子居然彼此打平，3人的实力不分上下，分不出胜负，太离谱了。3个人实力不分伯仲，谁会被册封圣子？应该是郭俊峰，他的师尊乃是大长老，背景摆在那里最合适。难道潘良不行吗？别忘了，潘良的家族是东荒3大商会联盟中的一员。高耸的丰盛台上，3道英挺的身影沐浴在晨光之中，宛如3位年轻神奇。左侧郭俊峰，一袭青衫，面容俊朗，嘴角习惯性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眼神扫过台下时带着几分自矜。右侧潘良，他穿着华贵紫袍，身姿挺拔，目光锐利，周身隐隐有灵光流转。他背负双手，一副对圣子之位志在必得的神色。而居中者便是主角陈阳。陈阳一袭单色白衣，身形颀长，面容并非那种阴柔的妖异俊美，却极为耐看，棱角分明。一双眼眸沉静如古井深潭，带着一种与周遭狂热格格不入的淡然。他静静立着，仿佛今日这场决定命运的大典与他并无太大干系。肃静！一道冰冷威仪的女子声音从圣地深处传来，乃是吞星圣地之主。今日我吞星圣的将册封圣子，代表吞星圣的行走天下。声音传遍四方，如今3位候选圣子实力难分轩轾，每个人均可独当一面，均有资格被立圣子。故此依照鼓励，若同存圣子与圣女，则2人无特殊情况时需结为道侣，共同作为圣地未来继承者。因而在多位候选圣子难平高下，皆有资格册封圣子的情况下，为尊重圣女意愿，圣子之位的最终人选由圣女来定夺。话音落下，高台后方走出一道令全场失声的绝美身影，吞星圣女于雪静。女子仿佛集天地灵秀于一身，这一袭流云般的月白纱裙，裙摆飘飘，似欲乘风归去，青丝如瀑，仅用一根简单的玉簪挽住，露出线条优美的雪白脖颈。她容颜完美的近乎虚幻，眉如远山寒带，眸似秋水横波，琼鼻挺翘，唇瓣丰润，却抿着一丝天然的冷意。然而最令人心折的并非那绝世容颜，而是她周身笼罩的那种气质，清冷、高贵、圣洁，仿佛9天玄女误落凡尘，不食人间烟火，俯瞰众生皆如蝼蚁。于雪静目光平静地掠过台下，所及之处，弟子们无不自惭形秽地低下头，不敢直视。拜见圣女！人声呼喊，包括郭俊峰和潘良在内，都对着于雪静微微一礼。陈阳也不外乎如此，但他向来对于雪静不太感冒，只因这个女人太过高傲，从来就没有看得起过她。所以如果让于雪静来选圣子，他是不抱任何希望的。3位圣子有礼，接下来我将平心做出选择，不管是否被选为圣子，都请以圣地大局为重，你们依旧是圣地的骄傲。于雪静唇齿轻启，嗓音清冷动人，话语一出，全场目光炽热地聚焦于于雪静身上，台下的议论瞬间炸锅般爆发。终于要选了，你们说圣女会选谁？必然是潘良师兄，他出身潘家，家世显赫，与圣女最为般配。我看未必。论形象，郭俊峰师兄更有吸引力，待人亲和，听说很得一些女长老青睐呢。陈阳师兄呢？他虽沉默寡言，但修为扎实，从不弱于人。呵呵，陈阳，他毫无背景，除了修为实力之外一无是处，圣女何等眼光，怎会选他？是啊，圣女如天上明月，能配得上他的，自是家世天赋皆为顶尖之人。议论声从四面八方丝丝缕缕传来。郭俊峰脸上笑容更盛，不着痕迹地挺直了脊背。潘良则下颌微抬，眼神中自信满满，仿佛圣子之位已是囊中之物。陈阳听到这些话语，心中波澜微起，他内心暗叹，穿越到这个世界10年苦修，拜入吞星圣地，一步步走到今天，距离圣子之位只差一步。要说他不想当圣子，那肯定是假的，只可惜他目光掠过于雪静那清冷绝尘的容颜，心下摇头。自己曾经与这于雪静有过一次不愉快，再加上自己背景平平，长相也并非绝世，论希望自然是最渺茫的。而结果也是如陈阳所想，于雪静莲步轻移，目光如水，缓缓流过台上的3人，在郭俊峰身上停留了一瞬，他秋眸毫无涟漪，掠过陈阳时，似乎是注意到了陈阳那无所谓的平静，他眼底略有讶然，但接着也是化作了淡漠。最终于雪静的目光落到潘良身上，斟酌片刻。潘良此时感受到了全场注视，他指尖微微颤抖，尽力露出一个自以为完美的笑容。就他吧。于雪静红唇微动，清冷的声音如玉珠落盘，十分清晰地回荡在每个人的耳边。潘良2个字一出，
尘埃落定。这一刻，广场上爆发出惊人的欢呼，许多支持潘良的弟子和其家族势力欣喜若狂。潘良脸上瞬间绽放出无法抑制的狂喜与得意，大步上前，深深一揖：“潘良多谢圣女厚爱，此生定不负圣女今日之选，不负圣帝厚恩。”再看一旁的郭俊峰，嘴角的笑意僵硬，他苦涩的摇摇头，拳头悄无声息的攥紧。风度翩翩的他内心相当不甘，却只能尽量保持着平静。至于陈阳，好似早就预料，他对着圣地伸出的方向略一颔首作揖，接着转身悄无声息地离开。广场上隆重的圣子册封大典开始进行，古老号角长鸣，祭祀吟唱响起，大道符文漫天飞舞，凝聚无上气运，加持于潘良之身。圣子衣冠加身，印信入手，光华万丈，锐气千条。潘良立于高台中央，享受住万千瞩目与祝福，意气风发，如日中天。清冷绝世的圣女于雪静静立一旁，面容依旧清冷无波，似乎方才那个决定于她而言只是完成了一项微不足道的仪式。与热闹的册封大典相比，陈阳的山峰显得寂寥孤独。穿越19年也就落了个候选的名头。陈阳轻叹一声，感觉自己给蓝星的穿越者丢了脸。谁料就在这个时候，至高天围上突然传来了一声经久不绝的钟声，钟声荡过辽阔的天地，东荒、西漠、南疆、北原，还有那浩瀚无垠的中州，一座座不朽圣地，一座座古老皇朝，无数强者举目遥望。全世界在这一刻都停下了动作，抬头朝天穹望去。只见天边出现一个巨大的金色屏幕，天道金榜第一期，当世天命榜，10大天命之子。金榜如画卷般展开，所有人瞬间就理解了这是什么，大抵便是某一类的排行榜。此刻武道世界，凡是修士，不论修为高低，皆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只见榜单上出现了一道灰衣青年身影，年纪刚及弱冠，他身如青松，容貌平凡，却流淌着一股无人能及的霸绝之气，眼眸中藏着睥睨天下的可怕锋芒。第一位天命之子，北帝王腾，一介凡体，生来耀眼，逆伐上苍，大帝之资。1岁接受乱天大帝传承，5岁骑蛟龙越九霄，7岁自天庭遗迹的金色麒麟战车，9岁踏入藏星，海拔出轩辕地剑，13岁修成9重天宫圆满，开辟无敌之势，15岁打遍北原，同辈无敌手。评价：问此间天骄谁敌手？荒古，生子当如王腾。本书境界：斑血、轮海、子府、天宫、关键、4级、化龙、大能、王者、圣人、圣王、大圣、准帝、大帝。苍穹之上，巨大的金色榜单熠熠生辉，仿佛由最纯粹的法则与道运凝聚而成。北原一片冰封的古老神山上，身着灰衣，容貌并不出众的青年负手而立，仰望着天穹上自己的名讳与事迹。他眼神平静，仿佛这一切理所应当，唯有眼底深处那一抹睥睨群星的锋芒，令人不敢直视。他轻声自语，带着一丝无人理解的寂寞：天道金榜，只可惜这世间能懂我之人太少。此时此刻，金色榜单上每一个字都重若万钧，敲击在无数生灵的心头。短暂的死寂之后，是整个真武世界的彻底沸腾。王腾是北原那个怪物，他居然是凡体，怎么可能？凡体怎能做到这些？1岁得大地传承，5岁骑蛟龙，9岁拔地剑，13岁9重天宫圆满，这简直是神话！大地之资，天道清平的大地之资啊！惊呼声如海啸般席卷天下东南西北中。凡体逆天，战绩辉煌到令人绝望。北帝王腾之名，以前或许只在高层流传，现在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皆知，无人不震撼。其逆天之处，金榜并未给众人太多消化的时间，光芒在变。第二道身影凝聚，那是一个身影略显消瘦，却仿佛蕴藏着无尽力量的青年。他周身气血磅礴，隐隐有金色神辉流淌，一举一动似乎都能引动天地共鸣。第二位天命之子，荒古圣体叶晨，圣体天成，气血如龙，同阶无敌，肉身不灭。于微末中崛起，凭圣体之威，战尽八方敌，沐浴强者之血而狂，脚踏万敌之骨铺路。曾于轮海境徒手撕裂天宫大妖，子府境硬汉4级高手3击不死，反杀强敌。其血炽热，可焚邪祟；其拳刚猛，可碎星辰。评价：圣体之路虽艰，然旗帜不改，必于当世再现荒古圣体之辉煌。东荒北域某处神秘的古战场遗迹中，浑身染血，刚刚经历惨烈搏杀的青年猛地抬头，看着金榜上自己的名字和荒古圣体4个字，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有骄傲，更有无尽的沉重与坚定。哈哈，天道诅咒在身，你也知我圣体之路艰难吗？但哪怕如此，
我叶晨必不会辱没圣体一脉。荒古圣体，这不是已经废掉的体质吗？居然还能是天命之子！轮海司天宫，子府汉4级，曾经无敌于荒古岁月的绝代圣体要归来了吗？圣体一旦大成，可是能叫板大地的存在啊！同样是在东荒，某几个强大道统，甚至是不朽圣地和荒古世家，他们的高层神色复杂。在不久前，他们亲手将一尊荒古圣体赶走，只因在这个时代，圣体已成废体，不可能踏足修行。却不曾想叶晨居然真走出了一条路。世人还未从荒古圣体的震撼中回过神来，第3位天命之子的信息已然显现。那是一个霸道无匹的身影，周身缠绕着紫色雷霆，气血之盛，仿佛一头人形暴龙，眼神狂野而充满侵略性。第3位天命之子，苍天霸体，霸王重楼，霸血无双，力压寰宇，唯我独尊。生于古霸王家族，血脉返祖，霸体之威震古烁今。年少时便以双拳打穿一族祖地，镇压同代所有天骄。其血狂暴，可引9天雷霆；其势霸烈，能摄万灵星神。与荒古圣体乃宿命之敌，相遇必有一战。评价：霸者之路，唯有征伐。西末，一片雷暴肆虐的峡谷中，魁梧身影沐浴雷霆而出，看着金榜，发出震天大笑。好，天道金榜，有点意思。叶晨，荒古圣体，我等着你，看是你的圣体强，还是我的霸体更猛。苍天霸体，是与圣体齐名的至强体质，宿命之敌。天啊，这一世竟然同时出现了圣体和霸体。众楼听名字就知道是个狠角色。紧接着金榜接连显化，一个比一个震撼人心。第4位天命之子，轮回永生体，历劫轮回，真灵不灭，掌生死之秘，无人知其真名，无人晓其来历。疑似于漫长轮回中积淀，每一世皆达极高境界，积累无尽底蕴与感悟。这一世觉醒，携滔天轮回之力归来，欲窥永生之秘。评价：无尽轮回，永生不死，存在即禁忌。第5位天命之子，时空掌控者，游离时光之外，执掌空间法则，于时空裂缝中诞生，天生亲近时空大道，可窥过去未来一角，可漫步虚空如履平地。其名若尘，微小如尘，却可影响时空洪流。其宗缥缈，其力诡谲，触及天地本源之秘。评价：超脱3界，不在5行光阴之外。第6位天命之子，至尊战神谷，帝坤，战鼓天成，为战而生，愈战愈强。天生至尊骨变异，化为战神骨，蕴含无上战意与战斗法则。自幼便展露无敌战姿，任何神通术法一学便会，一会便精，于战斗中极尽升华，被誉为中州年轻一代最可怕的战斗机器。评价：战天、战地、战众生。第7位天命之子，吞噬魔体，吞噬万物，掠夺造化，魔威盖世。身负上古魔体，可吞噬他人修为、血脉、本源乃至气运为己用。成长速度骇人听闻，所过之处天骄凋零，如同魔劫降临。其能力有伤天河，成长方式极度危险，与整个天下为敌。评价：智如妖，人如魔，天下皆敌。第8位天命之子，混沌体，混沌初开，万道之源，先天至尊。传说中最强体质，天生亲近万道，可演化混沌，破灭万物。一出世便引动万道共鸣，意象惊天，潜力无极，力量本质超越常理，因果沉重。评价：无敌。第9位天命之子，不死真神体，血肉不朽，神魂不灭，滴血重生，拥有近乎不死的生命力，肉身与灵魂难以磨灭，即便受到致命重创，亦能快速恢复，甚至滴血便可重生，堪称所有敌人的噩梦。欲杀其者，终将被其无尽的生命力拖垮。评价：不死不灭，真神之躯。每一个名字的出现，每一种体质的曝光，都引动天地异象，引发亿万修士的惊呼与骇然。禁忌之名让人恐惧又好奇，那些已知的体质则让人感受到深深的无力与震撼。这些人真的和我们存在于一个时代吗？有人喃喃低语，却让人沉默而又无力。只因这些天命之子，每一个都仿佛传说中的存在。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天赋，他们的潜力，都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极限。整个真武世界都沉浸在这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沸腾之中。吞星圣地广场上，册封大典早已中断，所有人都痴痴地望着天空，包括圣地高层们、圣女于雪静，以及那位刚刚加冕还未来得及享受荣耀的新任圣子潘良。潘良脸上的狂喜早已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言的震惊和隐隐的不安。
与金榜上这些怪物相比，他这吞星圣子的名头突然显得那样苍白无力。郭俊峰一时面色变幻，拳头紧握，既震撼于那些天命之子的恐怖，又因自己落选圣子而愈发不甘。此刻，于雪静清冷的眼眸中第一次出现了剧烈的波澜。他看着金榜上一个比一个惊世骇俗的名字和体质，那完美无瑕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他下意识地看向四周，想要看看那个叫做陈阳的候选圣子是否依旧会保持淡然平静。只是他视线流转，却并未寻到对方身影，这让他心中莫名地泛起一丝极细微的，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异样。第10位天命之子是谁？悠悠之音漂浮在无数人的心头。东荒、西漠、南疆、北原、中州5块神秘浩瀚的大陆上，亿万生灵翘首以待，充满了期待和好奇。天地间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最后一位，也是压轴的第10位天命之子的揭晓。金榜的光芒似乎变得更加璀璨，大道之音轰鸣，仿佛在迎接最重要的存在。榜单缓缓滚动，最后一行信息伴随着一道模糊却让吞星圣地的弟子们看到无比熟悉的身影，缓缓凝聚第10位天命之子，即到众阳仙体陈阳。苍穹之下，万籁俱寂，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锁定在天道金榜那最后一行缓缓凝聚的字迹和那道逐渐清晰的身影上。第10位天命之子，即到众阳仙体陈阳。风起于清平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跌谷底也要开花，沉海底也要望远。与其抱怨于黑暗，不如提灯向前行。拜入吞星圣地修行的无名少年，不断迎难而上，成就候选圣子之位，虽终究落选，但依旧向前。当那熟悉的名字和虽然模糊但轮廓分明、一袭白衣的身影彻底显现时，吞星圣地演武广场上，时间仿佛凝固了。欢呼、议论、惊叹，所有声音戛然而止。数万弟子，包括长老、执事，乃至高台上的圣女与雪镜、新晋圣子潘良，全都像是被无形的巨手扼住了喉咙，瞠目结舌，呆若木鸡。陈阳师兄，一个弟子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声音干涩嘶哑，仿佛怕惊扰了这梦幻般的一幕。是陈阳师兄，真的是他，他的名字在天道金榜上。第10位天命之子，即到众阳仙体。那是什么体质？我怎么从未听说过？天命之子陈阳师兄竟然是和北帝王腾、荒古圣体他们并列的天命之子。巨大的哗然和难以置信的惊呼，如同迟来的海啸，瞬间淹没了整个吞星圣地。前一刻，陈阳还是落选圣子，黯然离场的失败者；下一刻，他的名字却高悬于天，与那些震古烁今的怪物并列为当世10大天命之子。这戏剧性的惊天逆转，让所有人的大脑都陷入了短暂的空白和极致的震撼之中。新任吞星圣子潘良本就已经变得凝重黯然的脸上，那最后一丝侥幸彻底破碎，如同戴上了一张拙劣的面具。他的眼睛瞪得滚圆，死死盯着金榜上那个名字，一股冰凉的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伴随着的是无法言喻的尴尬、嫉妒和一丝恐惧。他刚刚夺得的圣子之位，在这天道金榜见证的天命之子称号面前，一下子变得渺小可笑，如同萤火之于皓月，浮游之于沧海。郭俊峰紧攥的拳头缓缓松开，脸上只剩下荒谬和苦涩。他看了看头顶的金榜，又看了看陈阳之前站立的位置，最终化为一声长长的叹息。原来他们3人所谓的不分伯仲，或许只是别人根本未曾全力争夺，亦或尚未成长起来。与如此耀眼的天命之子同台竞技，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圣女雨雪竟那万年不变的清冷容颜，此刻终于彻底破碎。她完美无瑕的脸上写满了惊愕，秋水般的眸子里瞳孔剧烈收缩，倒映着金榜上陈阳2字和那极道众阳仙体的称谓。一股前所未有的尖锐的悔意，如同毒蛇般骤然是咬在他的心头。他刚刚亲手拒绝了什么？一个天道认证的当世为10的天命之子，就因为他的背景平平，就因为那次微不足道的不愉快，就因为自己那可笑的高傲和偏见。然而天道金榜并未因吞星圣地的震惊与死寂而有丝毫停顿。关于极道重阳仙体的详细阐述，如同洪钟大吕，响彻在真武世界每一个角落，也如同最狂暴的惊雷，炸响在每一个修士的脑海中。极道众阳仙体，蕴极道本源，乃仙古遗泽，人道之光。仙体非为战而生，却为护道而至。得此体者，可望其成地。凡与此体修行之女子，可得极道重阳本源滋养，天赋蜕变，潜能无限，大道亲和。纵是凡尘俗女，若能得伴其身，持之以恒，只要不死，终有一日必能正道成地。100%助其成地。评价：人族之光，仙道荣耀，至情至性，护其成道。静，死一般的寂静。
如果说之前9位天命之子的曝光带来的是震撼、恐惧、崇拜等复杂的情绪，那么陈阳极道众阳仙体的功效曝光带来的则是彻底的、颠覆性的，足以让整个世界陷入疯狂的骇然。筑期成帝，100%。纵是凡俗女子，只要不死，终能成帝者，这怎么可能？大帝是什么？那是镇压一个时代、寰宇共尊、执掌天道、寿元10万载的无上存在。古往今来，多少经才绝艳之辈倒在地路之前，亿万修士终其一生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而现在，天道金榜居然告诉他们，有一种体质可以100%帝，必然的造就一位女帝。短暂的死寂之后，是真武世界有史以来最疯狂的爆发。吾是不是听错了？望妻成帝，100%。天道在上，这世上怎会有如此逆天的体质？极道众阳仙体，仙古遗泽，我明白了，这是人道辅佐之体，是为了造就大帝而生的体质啊！疯了，疯了！老婆，你收拾东西做什么？是的，疯了！整个真武世界，东荒、西漠、南疆、北元、中州，所有女修，无论修为高低，无论出身何处，无论正邪善恶，在彻底理解这极道众阳仙体意味着什么之后，全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痴狂与惊喜之中。中州不朽皇朝的深宫之中，一位身份尊贵、容颜轻视的皇女猛地站起身，美眸中爆发出骇人的金光。陈阳，找到他，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本宫主要他成为我的驸马。可是公主，那吞星圣地，吞星圣地算什么？与本公主的地路相比，一切阻碍皆可踏平。西漠，一座终年缭绕着靡靡之音的魔教神殿内，一位妖娆绝世、魅惑众生的妖女舔了舔红唇，眼中满是势在必得的贪婪。100%成帝，呵呵呵，好一个极道重阳仙体！这小郎君，本座要定了。传令下去，全力搜寻陈阳踪迹，谁敢伤他一根汗毛，本座灭其满门。南疆，古老的隐士家族秘境，一位清冷如月、天赋卓绝的圣女，原本正在进修，此刻却道心失守，喃喃自语：筑期成帝，若得他相助，我族复兴指日可待。他眼中闪过一丝决然，即刻出关，前往东荒。北原某处雪原之上，一个骑着白狼、野性难驯的部落少女，看着金榜，眼中充满了炽热的光芒。能让我成为部落最强女帝的人，有意思，她是我的。无数不朽圣地、古老皇朝、隐士宗门的圣女、神女、公主、妖女、魔女，全都为之疯狂。陈阳的名字瞬间成为了真武世界所有顶尖女修天骄最渴望得到的存在。一道道命令迅速下达，无数势力闻风而动，目标直指东荒，直指吞星圣地，直指陈阳。当然，天地间亦有阴暗角落响起了不同的声音。极道众阳仙体若能擒住、豢养起来，岂非能源源不断造就女帝级强者供我驱使？哼，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此子身怀如此逆天体质，却无强大背景，简直是移动的瑰宝。抓住他！通知下去，暗中搜寻，务必在其他势力之前得手。风暴的中心，吞星圣地。无数道目光再次聚焦，但这一次不再是之前的惋惜或无视，而是充满了无比的炽热、羡慕、嫉妒以及懊悔。雨雪静郊区微不可察地晃动了一下，脸色微微发白，那清冷的气质早已消散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慌乱和刺痛般的悔恨。望妻成帝100%这几个字如同魔咒，在他脑海中反复回荡，每一次回荡都让他心脏抽搐一次。他原本是有机会的，就在刚才，他本可以选择他，只要他点一点头，这个能助他登临帝位、实现他所有野望的天命之子，或许就会属于他。可是他做了什么？他因为不喜对方那种骨子里的悠然和傲气，就将之忽略。他选择了潘良，选择了那可笑的家族背景，而将真正的无上瑰宝弃如敝履。陈阳人呢？吞星圣地深处，圣主修炼大殿，一道笼罩在神秘华光中的绝丽女子身影走出，她的声音含着激动和颤抖：快快去找她过来，她是我吞星圣地的弟子，是我圣地的骄傲，本座要立她为圣子。吞星圣地之主凤羽生，他此刻的心情可谓是喜疯了。宗门竟然出了一位天命之子，而且是如此特殊的体质，这简直是上天赐予吞星圣地最大的机缘。只要留住陈阳，何愁圣地不兴？然而，当几个执事长老匆忙前去寻找时，却带回了一个让所有人再次愣住的消息：回禀圣主，陈阳他不在自己的山峰。守山弟子说，看到他一刻钟前已经独自一人离开了圣地。离开了。凤羽生何其聪慧，一瞬间就推演出了各中关键，包括陈阳可能离开的原因。他峨眉紧锁，又缓缓舒展，
立即派人大肆寻找陈阳，广布消息。一场圣子册封大典不了了之，吞星圣地上下已经没了心情参加什么大典。陈阳师兄为什么突然离开了？这还不明显吗？肯定是陈阳师兄没被选为圣子，心灰意冷走了呗。不会吧？我觉得陈阳师兄应该只是出去避风头了，毕竟金榜曝光，他肯定不得安稳。弟子议论纷纷，此时再无人敢提陈阳没有背景，因为吞星圣地的所有女修弟子、长老们，每一个人的眼神都是那样迫切，他们也都巴不得找到陈阳。谁敢说陈阳的不是，恐怕立马就能被口诛笔伐。我竟然……台上的吞星圣女于雪静红唇微张，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觉得一股巨大的苦涩和懊恼几乎要将她淹没。殊不知一刻钟前，已经令5块大陆陷入疯狂的当事人陈阳，正站在距离吞星圣地100里之外的一处荒芜山崖之上。他自然也看到了天道金榜上关于自己的信息，内心同样震撼无比。即到众阳仙体，望妻成帝。100%陈阳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表情有些古怪，这金手指有点特别啊。这时脑海内响起了只有他能听到的冰冷女子机械音。叮！恭喜宿主解锁签到点占星崖。占星崖，吞星大帝曾在此地夜观星象，顿悟吞星之道，创出28星宿颠倒乾坤攻杀术。星运是否签到？是。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首次签到豪华大礼包星号1份。奖励1：神通28星宿颠倒乾坤攻杀术。星运。奖励2：完美5行混沌灵物，包含金木水火土5种，不含本源。奖励3：地品功法吞星古经。恭喜宿主进入天命榜，奖励天命大礼包星号1份。奖励1：5品秘术遮天易容术，自动学会。奖励2：机缘情报图卷星号1份。奖励3：100万里传送符星号1份。陈阳的目光瞬间落在了遮天易容术的信息上。遮天易容术1：遮天机，可随心所欲遮掩自身的容貌、体型、气质与气息，如同彻底换了一个人。混淆天机推演，圣人亦难以追溯根脚。2：藏因果，骗男不骗女，骗敌不骗友，骗无关人等于狗。任何与自己产生善意、正向的深厚因果、情感羁绊、超强执念或灵觉超凡的女子，会在潜意识中逐渐勘破自己所隐藏的天机，乃至窥破真容。窥破的时间快慢与强度有关，包括但不限于以结合的道侣，未结合但存在超强情感羁绊的女子，超强信念以认定主角身份的女子，拥有特殊灵觉且善意正向的女子。3: 隐风险，若与超过自身3个大境界之人近距离相处超过1个时辰，则天机可能泄露，对方将能够察觉到遮掩痕迹。简单来说，就是一层障眼法。凡是对他善意的仙子，只要能窥破天机，看到的就是他的真容，其余者则被障眼法蒙蔽。说时迟，那时快，得到奖励的瞬间，陈阳立即就施展了遮天易容术，而后匆忙离开陨星崖。话说他在离开册封大典高台，回到自己的修炼山峰之后，就激活了天榜签到系统。他也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居然还能够激活系统，可算是没有丢穿越者的脸。这个系统的作用很简单，2个：1: 进入天道金榜即可获得奖励；2: 签到特定地点即可获得奖励。方才他签到占星崖，同时入了天命榜，因此获得了2个奖励大礼包：28星宿颠倒乾坤攻杀术、星运。这可是吞星圣地的传世神通，就算是圣子圣女，也要得到了祖地中仙辈意志的认可，方可获得修行。吞星古经，没想到我一个候选圣子居然能修炼完整的吞星古经。陈阳一边飞速远离吞星圣地，一边查看自己获得的奖励。毫不客气地说，他得到的这些奖励，任何一件传出去，都会令圣人眼红。吞星圣地位于东荒南域扶摇州，这里有一条磅礴的山脉，名为陨石山脉，传闻是由天外陨石坠下而形成，蕴含神秘机遇和危险。横穿陨石山脉就能到扶摇州西面，那里是另外一个不朽道统弱水圣地的地盘。如今天道金榜曝光了他的体质，他必须快速离开，不然恐有心怀叵测的奸邪人物抓他去当人形种马，修炼炉鼎。1个时辰后，陨石山脉某处隐蔽的山洞，武道修行第3个境界，子府境共分为5层，乃是在人体内修炼5脏秘境，对应心脾肝肾肺。每修成一个5脏子府神藏，就是一层天，需要用5行之物来修行。陈阳的身前摆着5个完美5行混沌灵物，他原本已是子府一层天，但还并未修出第1个子府神藏，正愁着去哪里寻找5行灵物，没想到简简单单的签到就给他送上了大礼。事不宜迟，开始炼化。火之混沌5行灵物，炼化至心之秘境；土之混沌5行灵物，炼化至脾之秘境；水之混沌5行灵物，
炼化至肾之秘境；木之混沌五行灵物，炼化至肝之秘境；金之混沌五行灵物，炼化至肺之秘境。在陈阳专心修行子府境的时候，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东荒圣人们纷纷动用玉台，跨越超过千万里空间，降临吞星圣地。太初圣地拜访吞星圣地，求见陈阳圣子；五行圣地拜访吞星圣地，求见陈阳圣子；子府圣地拜访吞星圣地，求见陈阳圣子。吞星圣主凤羽生正在发愁陈阳去了何处，耳边却忽然传来一道道高喝，这让他更加心烦意乱，脸色阴沉。尔等不请自来，是想与我吞星圣的开战吗？凤羽生一袭绛紫宫装，裙摆以金线绣着展翅欲飞的吞星神皇纹路，华贵而威严。他身姿高挑丰腴，云鬓高耸，插着一只振翅凤钗，流苏轻摇。其面容精致绝美，却并非少女的柔媚，而是带着久居上位的雍容与冷冽，眉宇间英气逼人，一双凤眸开合间金光流转，仿佛能洞穿虚空，直视人心。此刻他玉面寒霜，周身隐有圣威弥漫，一步踏出圣主殿，便已出现在吞星圣地上空，与那一道道跨越虚空而来的强大气息隔空对峙。话音出口的刹那，一股恐怖的地威从吞星圣的禁地中升起，此乃极道地兵吞星朱日剑。地威一出，前来拜访的那些圣人当场色变。凤道友何必动怒？太初圣地的圣人连忙陪笑，收敛气息，却并不罢休。天道金榜现世，陈阳小友乃当世奇才，更是深系人族兴旺体质。哼，我等前来不过是想见一见这位少年英杰，以示庆贺，绝无恶意。庆贺！凤羽生红唇勾起一抹冷峭的弧度，声音清越，却传遍四方，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势，空手而来。圣人威压直逼我山门，这便是诸位圣地的庆贺之道。当我吞星圣地无人吗？他凤目扫过虚空中的数道模糊身影，语气陡然凌厉。陈阳乃我吞星圣地弟子，不劳外人智慧，你们不过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此阵仗前来，是欺我凤羽生一介女流，还是觉得我吞星圣地的地兵吞星朱日剑斩不得圣人？他话落，圣地深处爆发出的地威更重，一抹尊贵无比的金色神皇虚影浮现，环绕着一张如凤飞舞的金色弓箭。传闻吞星朱日剑的是由凤凰之骨所铸炼而成，威能相当可怕。几位降临的圣人气息顿时一致。吞星圣地底蕴深厚，有地阵守护，凤羽生本人更是强势霸道，在东荒一众圣人中都能排在前列，是出了名的不好惹。五行圣地的圣人干笑一声：凤圣主言重了，我等绝无此意，只是陈阳小友体质特殊，关乎甚大，恐有邪祟之辈觊觎，我等一时担忧其安危，想与贵圣地共商保护之策。保护？凤羽生打断他，语气嘲讽：本座的门人，本座自会护他周全，不劳诸位费心。若真有心，便请回吧。吞星圣地今日闭门谢客，恕不接待。他袖袍一挥，胜利澎湃，竟是要强行送客的姿态，态度强硬至极。几位圣人虚影晃动，似乎没想到凤羽生如此强硬，丝毫不给转圜余地。但他们也知今日难以如愿，强行动手更是不智。这里乃是吞星圣地主场，在别人的地盘打架，那不是找死吗？哈哈哈哈！就在这时，一阵狂笑声自天际传来，回荡不绝。明明是当世天命之子，在吞星圣地却只能沦为候选圣子。你们吞星圣地如此有眼无珠，凤羽生，你哪来的脸好意思说庇护陈阳小友？伴随着一片深紫色的雷云掠来，一道粗犷魁梧的中年男子身影浮现，其他几个方向也不乏人影再度降临。不错，吞星圣地给不了的，我天剑圣地来给。巨剑破空而至，无数可以轻易割破肌肤的剑气如瀑布冲来。我倒是觉得陈阳小友可以入我姬家修行，姬家保证给陈阳小友少主待遇，等其踏入圣人便可接管姬家。我江家是比你姬家差吗？一道道身影浮现，这回是东荒大部分道统的圣人都来了。北域万雷圣地，荒古江家，西部飘雪仙宫，中部天剑圣地，南域荒古姬家。日月魔教目光扫过这些人影，凤羽生脸色骤然之间变得极其阴沉，就要催动地兵来震慑群雄。可就在这时，一座神秘大鼎突兀撕破虚空撞出。地兵可不止你们吞星圣地有，在那座大鼎周身，4种神秘古老的意象旋绕，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更有冬夏春秋道道岁月轮转的神韵光华流淌。看到4项圣地之主居然把地兵4项鼎都带来了，场面为之一震。要么交出陈阳，要么就让我4项圣地的4项鼎和你吞星圣地的吞星朱日剑碰一碰。此时的吞星圣地内，所有弟子机遇窒息，强大的长老也浑身发颤，心神惶恐。圣女于雪静清冷的眸子为之动容，她目光怔怔，内心充满了震撼和恐惧，还有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凤羽生眼神凝重，没想到4项圣主把4项鼎带了过来，
真是个疯子。陈阳已经离开，不在我圣地中。不得已，凤羽生脸色相当难看的将实情说出。也幸好陈阳已经提前离开，不然这回怕是真的保不住。凤道有没有诓骗我们吧？四象圣主眸子一眯，似乎并不大相信。爱信不信。凤羽生杀机凌厉，冷然道：他没选上圣子，负气离开，难道不能吗？你们若有本事，就自己找到他。此刻的凤羽声语气松得很快，实际上他一早就知道守不住陈阳的，因为陈阳的体质曝光，5块大陆的人都知道了。要不了多久，中州那边都会来人，吞星圣地如何能保住？他现在所谓不过是为陈阳多争取一点逃走的时间罢了。一群圣人探查过后，的确并未找到陈阳的踪迹，并且也发现了连吞星圣地自己都在寻找陈阳。了解了一些前因后果后，四象圣主冷笑：呵呵，贵圣地的圣女眼光还真是高。说完他身形消失，竟是沿着周围开始探查而去。其他圣人自然也不会继续浪费时间，纷纷遁去踏出寻找陈阳，甚至开始推演天机。这些人离去，吞星圣地暂时恢复平静。如果我当时选了他，圣女雨雪静低声呢喃，内心萦绕着一股难言的酸楚和懊悔。这么多东荒大佬现身只为寻找陈阳，可他之前却看不上陈阳，何其讽刺。好好修炼吧，天命榜现世，东荒要热闹了。凤羽生传音于他，不忍看到他道心沉沦。你和陈阳还有机会的，毕竟谁也不知道陈阳会是天命之子，而且还拥有那等望妻成帝的体质。一转眼，时间过去了3天，凭借遮天翼榕术的天机遮掩，东荒各大道统的圣人都没有找到他的踪迹，连气息都捕捉不到。忽的，陈阳睁开眸子，一抹金芒闪过，子府境5层天圆满，5种完美5行混沌灵物，让他直接在短短3天内从子府1层天修成子府境圆满。不得不说，觉醒了金手指就是不一样。叮，下一个签到地点刷新，森罗玄沙湖，位于陨石山脉靠近弱水圣地一段的深处，曾为上古时期邪道势力森罗宗据点。覆灭之后，森罗玄沙湖也被掩埋，但其底部汇聚的无数阴气，经过30万年发展，孕育出水源至极至宝，蕴含水行大道本源，乃为极品大道之种。蕴含水之本源的至宝，陈阳眼睛猛然一亮，毫不迟疑便起身前往。修炼到子府圆满，他正愁如何证到天宫，没想到机缘这就送上门来了。说起来，这天宫境乃是整个武道修行中除了大地之外最重要的境界，甚至可以说决定未来有没有资格证地。陨石山脉西段，愈往深处，景象愈发诡谲，参天古木渐渐扭曲，覆盖上了一层黑色，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腐朽与阴冷气息。突然，一道尖利的交翅声回荡山脉，伴随着破空疾风拂过。只见一个约莫18岁的少女赤着一双小巧精美的玉足急速飞掠，而身后则是一群统一制式黑袍、面戴白银面具的修士在追杀。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敢抓姬家子弟，不想活了吗？少女一身鹅黄色衣裙，梳着高马尾，刘海如云。她脸蛋精致的如同瓷娃娃，肌肤雪白细腻，此刻因愤怒和急切而染上一抹绯红。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瞪得浑圆，蕴藏恼怒与杀意。樱桃般的唇瓣紧紧抿着，虽然处境不妙，但陶顿之间仍透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气和傲娇。姬家小公主姬莲心对吧？我们抓的就是你。一名白银面具人冷笑，修为赫然达到了4级境，如此境界在东荒也算是一名真人高手。姬莲心暗自恼恨，他本是偷偷跑出家族，想去那吞星圣的瞧一瞧身怀极道众阳仙体的天命之子，但是还没赶到呢，就被这些人盯上了。原本他只被家里人追，现在倒好，一个不知来历的神秘势力居然也敢追杀他。什么时候荒古姬家一点威慑力都没有了？真是可恶！倏然，3支缠绕着绿色毒液的箭矢急速射向了姬莲心。不好！姬莲心脸色一白，附近毫无掩体，根本避无可避。而他身上的法宝、符箓各种手段都已经用完了。就在这时，一抹白衣悄无声息出现在他身侧，一把拦住他纤细的腰肢，足尖轻点，身形如鬼魅般向后飘飞数丈，恰到好处地避开了3支毒箭。与此同时，四周虚空陡然发生巨变，顷刻间化作黑暗无垠的星宇，28颗星辰居于天地四方，映照出神秘异象。28星宿颠倒乾坤，星陨。随着白衣少年口中字句吐出，漫天星光骤然坠下，化作了一幅流星雨美景，却暗藏杀伐。每一粒星光都有着重伤4级真人的威能。那群黑袍之人面色巨变，猝不及防之下，直接有一班人马被星光埋葬，慌不迭乱的他们不断后退，而陈阳则是携着姬莲心趁机逃走。惊魂未定的姬莲心下意识抬头看向救他之人，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俊逸且异常淡定的脸庞，那双眸子古井无波，仿佛救他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谢谢。
姬连星愣了一下，红着脸轻道：“他明白是对方救了自己，而且自己好像还在对方怀中。你是姬家的人？”陈阳将他放了下来，目光有些好奇。荒古姬家距离扶摇州可不算近，这少女看起来是一个人，她怎么过来的？那你又是什么人？姬连星刚问出口，忽然美眸一彩流转。等等，你刚才施展的是吞星圣地的传世神通颠倒乾坤星陨，你是吞星圣地弟子？陈阳目光闪烁的颔首道：“不错。那你肯定认识陈阳对不对？你能不能带我去找他啊？”姬连星满脸兴奋，目中充满了期待的色彩。不能。陈阳说完扭头就走，心下却是腹诽，又是一个缠自己身子的女人。呸，不要脸。别急啊兄台，我对陈阳没有恶意的，我只是想和他认识一下。姬连星忙追上去。山脉深处，一片被浓浓黑雾完全笼罩的湖泊仿佛从地底拔起，占据了大片谷地。隐约可见黑色雾气中各种扭曲痛苦的鬼脸在沉浮丝毫，张牙舞爪。然而湖泊中央却有一点柔和的青色光华，顽强地穿透雾气，若隐若现。一株神异的青莲扎根于死寂湖水中，亭亭玉立，散发着磅礴的生机，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魑魅九重天，青莲一现间，没想到这是真的。传闻在极阴极恶之地会孕育出孽世青莲这种奇物，物极必反，果然不假。若是能得到孽世青莲的莲心，说不定可以挣出一重天宫。湖岸四周已经聚集了不少身影，气息强弱不一，各自占据一方，彼此警惕。东面，一群身着水蓝色衣裙的女修尤为醒目，气息清冷柔和。为首女子身姿曼妙，轻纱遮面，虽看不清全貌，但露出的那双眸子宛如秋水寒潭，顾盼间自有不容亵渎的圣洁与高贵，周身隐隐有水流道纹环绕。南面，一群红衣修士簇拥着一对男女，男子身形挺拔，面容倨傲，周身有炽热火焰符文跳跃。他身旁的女子一袭红裙似火，身材曲线惊人，容貌妩媚而又艳丽，眼波流转间却又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神性光辉。秦瑶仙子、木仙子，你们来的还真是早啊！呵呵。远处，一个浑身缠绕着血色气流的青年走来，他背负一柄深红古剑，嘴角噙着邪魅笑意。咦，林兄居然也在！哦，我懂了，莫不是怕木仙子跑去吞星圣地找那位可以望妻成帝的天命之子？人渣话音刚落，离火神宗的圣子林勇直接抬手冲他拍出一掌，炽热的暗红色火焰弥漫，四周草木眨眼冒出一阵阵被烧焦的黑烟。人渣拔出背后的血剑，随意一劈，灭掉那些火焰后，淡淡一笑：“我也没说错啊，林兄对我出手做什么？闭上你的狗嘴！”林勇目光冰冷，身上戾气极重。谁不知道他一直心系圣女木神韵？为了木神韵，他成为圣子以来各种送礼追求，花费了极多的资源，眼看就快要追到手了，可以与其结为道侣，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天命榜出现了。天命榜上10大天命之子，前9个他比不过，也打不过，但他不在意。可就是最后一个，身怀什么狗屁的极道众阳仙体，可以望妻成帝，直接令他对木神韵3年以来的所有付出化作泡影。连离火神宗的掌教都亲自下令，只要找到那个陈阳，就让木神韵嫁给对方。试问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他如何能忍？这次木神韵前来森罗玄刹湖寻找机缘，他自然必须紧跟着。万一木神韵真跑去了吞星圣地，他绝对接受不了。场面氛围一度剑拔弩张，远处的散修强者和其他宗门之人遥遥观望，不敢靠近这几方大势力。木仙子，不知你对那位名为陈阳的天命之子有何看法？人渣似乎一直在挑衅林勇，继续开口询问。林勇面色难看，正欲说什么，却听木神韵谈口轻启，悠悠轻语：“身怀天命并不等于可以正得天命。那人虽身怀仙体，但我亦有自信独自走上巅峰。”此话一出，周遭之人无不吃惊，目光惊讶。没想到木仙子品格竟如此高洁，连极道众阳仙体都瞧不上。你懂什么？这叫仙子当自强。人群纷纷议论。修罗宫圣子人渣相当诧异，自己猜错了。林勇脸上也扬起了笑容，可下一秒却又变得僵硬。不过话又说回来，木神韵微微一顿，武道之徒，路漫漫其修远兮，如有贵人相助，也不失为福泽。木神韵嗓音空灵妩媚，宛如天籁，旁人如醉如痴，林勇却听得满脸阴沉，拳头不由自主地攥紧，有气无处发泄。妙哉妙哉，木仙子说的在理。人渣捧着肚子，看到林勇那铁青的脸色，都快笑出了眼泪。说真的，如果我也是女儿身就好了。你说对吧，林兄？你他妈找死！他刚说完，林勇压抑的怒火就再也无法遏制。只见林勇化作一抹残红，扑杀向了人渣。怕你不成？人渣修罗血剑起手，煞气凛凛，
毫不示弱地迎了上去。两人均是各自道统的圣子，都挣出了一道天宫，战力强横。霎时间，熊熊烈火和无边杀气交锋，周遭修士忍不住后退，暗暗惊呼：人渣所证天宫应该是修罗道，杀力恐怖。据说挣出3道天宫就能堪比4级战力，不知道如今东荒的圣子天骄是否有人挣出了3道天宫，也不知道这阴冥死物何时散去，都等3天了。在人渣林勇二人激战的时候，一道黑影悄无声息的从另一边竟然直接掠入被浓浓阴冥死亡雾气笼罩的森罗玄刹湖。要知道这阴冥死亡之气能够轻易将化龙境修士腐蚀，所以岸边的修士都不敢贸然踏入。极品大道之种，是我韩立的。黑衣青年韩立眼神狂热，含着一抹对岸上修士的轻蔑。他身上佩戴着鬼王教的圣物森罗幽冥印，所以完全可以无视那些阴冥死气。只因鬼王教的来历乃是森罗宗覆灭后传承下来的势力，与森罗宗有着极深的联系。而他作为鬼王教圣子，在教中老祖推演出玄刹湖即将出世，并且伴随极品大道之种后，便早已开始谋划。只要得到那件极品大道之种，他就能再挣出第2道天宫，并且据老祖推断，那件极品大道之种对应水行大道，而水之道包容万物，与他所修炼的阴冥之道不会冲突，不存在失败的可能性。岸上的离火圣子林勇和修罗宫圣子人渣还在交手，这时2抹人影由远及近到来，正是陈阳和荒古姬家的小公主姬莲心。人群的视线扫过陈阳，落在了姬莲心身上，皆是露出惊艳的目光。这少女是何人？好生绝色，难道是难遇其他不朽道统的圣女？也就只有圣女能有如此容颜气质吧。她旁边是什么人物？好像挺普通的。场中，若水圣女秦瑶仙子、离火圣女穆神韵同时转过视线，盯住了姬莲心，似乎已经认了出来姬莲心的来历。可接着他们的目光却是情不自禁地转移到一旁的陈阳身上，好似有一股特殊的魔力吸引着他们。就在这时，偌大的森罗玄刹湖发出一声巨响，湖面上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阴冥死物开始迅速退去。一时间，所有修士纷纷惊坐而起。玄刹湖要开了！呼！孽世青莲，我一定要得到一颗莲子。埋葬30万年的极阴极寒之地，定然会有某种本源至宝。人群纷纷提起了精气神，每个修士气息上涨。这边，姬莲心美眸流转，朝着陈阳看过来：杨晨兄，我们2个要不要联手？不了，我俩不熟。陈阳果断决绝，并且走到一边，没工夫搭理姬莲心。叮！恭喜宿主解锁签到点森罗玄刹湖。森罗玄刹湖曾为上古邪教森罗宗祖地，覆灭后被埋葬30万年，积攒无数鬼力亡魂，怨气不散，极阴极恶极寒，物极必反之下，孕育出世间纯洁圣物孽世青莲。此外，此地极阴极寒之力具引天地水行大道本源，诞生极品大道之种上善水灵珠为一。是否签到？是。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签到大礼包。奖励1，可成长性宝物人皇幡，初始品阶为天品，人、灵、玄、天、王、圣、地。奖励2，天地一青莲意象修炼法，施展可暂时提升自己3个小境界实力。好东西。默默签到完毕，陈阳心下暗爽，这一下那件极品大道之种岂不是他的囊中之物？这时他的思绪被耳边的嘈杂拉回：不要这样子啊，杨晨大哥，我一个小姑娘在这里也不认识别人，就只有你能帮我。姬莲心缠着陈阳不放，在他耳边叽叽喳喳不停：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拖后腿的。我……陈阳瞥了他一眼，下一秒钟就撇开了他，朝着玄刹湖直接跳了进去。这一幕让不少人都惊讶，因为那些阴冥死气还没有完全散去。不是吧？姬莲心美眸瞪得浑圆，懊恼地跺了跺脚：可恶，不等我。其实陈阳后知后觉，身为极道重阳仙体的他，本身就蕴有极道重阳本源，就算这阴冥死气再如何阴寒，也无法穿透他的身躯。没入玄刹湖后，陈阳直奔湖底最深处而去。湖水中央那株孽世青莲只是表象，真正最珍贵之物在湖底。当陈阳赶到的时候，发现这里还有一道门户，好似泉眼，有人已经来了。陈阳眼眸微凝，察觉到了其他气息，他毫不犹豫地冲进了同样更深处的门户。半刻钟后，他看到了四通八达的隧道，不由得陈阳释放自己的气息，极道重阳本源进行感应。最终他选择了最右边的通道，只因这里的极寒之气最为浓郁，疑似有大道本源在与他共鸣。陈阳跳下玄刹湖不久，湖面上的阴冥死气就已经完全退去，十分稀薄。而岸上的修士再也按捺不住，纷纷冲出：都特么别抢，宝物是我的！操！你特么算老几在这吼？
就连林勇和人渣这两个大势力的圣子也没有再交手，而是第一时间冲向了玄刹湖。若水圣女秦瑶仙子、离火圣女穆神韵两人则是更快地朝着玄刹湖中央飞去。杨晨那家伙去哪儿了？姬连心蹙着画眉，似乎对那朱聂氏青莲不是很上心，而更在意杨晨这个人。杨晨倒过来不就是陈阳吗？而且他刚好会吞星圣地的传世神通，哪有那么巧？聪明如他，其实在第一时间就感觉到了陈阳的古怪之处。稍作思索后，姬连心阴唇轻咬，竟是直接跳入玄刹湖，朝着下方没去。可恶！我乃鬼王教圣子，也算是森罗宗之后，为什么不认可我？玄刹湖地底下的溶洞深处，一片更加冰寒的冥潭，仅有2个巴掌大小，就像是一汪泉眼。玄刹湖的所有阴冥死气，全部都是从这里流淌而出。此时，鬼王教圣子韩立步履艰难，面目狰狞。只见在泉眼冥潭表面漂浮着一枚散发着柔和的蓝色水晕、通体晶莹剔透的神秘珠子。珠子周身仿若有万千大道神华流淌，极品大道之种，上善水灵珠。韩立每一步的前行都颇为乏力，即便他拥有鬼王教圣物森罗幽冥印，但那股源自于上善水灵珠的威压太过强横，阻挠着他前行。只要得到了上善水灵珠，我便能证出最强水行天宫，届时2道天宫的我足以走在东荒诸圣子的上游。天宫之境，每一道天宫都需要证出来，需要寻找到合适的大道之种。所谓大道之种，便是蕴含某种大道本源的奇物，将其炼化铸造天宫，铸成之后会有天劫降临，渡劫成功后才算是证出一道天宫。同一个时代，如果之后再有别人想要证这一道的天宫，便会受到先证者的压制。从大道上来讲，每一道天宫便是一层天，一条大道之基。证出天宫数量越多，未来潜力越大，上限越高。同时，证到天宫时所用的大道之种越好，那么证出来的天宫越强，压制力也就越高。就在韩立距离那枚上善水灵珠只有10步之遥的时候，一抹白衣身影赶到。谁？韩立惊觉回头，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人找到这里？陈阳没有应声，而是直接朝着泉眼冥潭处冲去。真是找死！韩立露出冷嘲之色，连他也不能够直接冲过去，此人怎么敢？可下一秒钟他就呆住了。只见陈阳宛如无人之境般靠近上善水灵珠，完全不受其威压影响，而周遭弥漫的阴冥死亡之气对他更是没有半点效果。极品水行大道之种，归我了。陈阳嘴角一咧，毫不客气地收下，接着一转身就走。上善水灵珠被收走，那股威压也就消散，留下宝物。韩立瞪大眼睛，怒吼着径直追上去。死！他朝着陈阳催动鬼王教圣物森罗幽冥印，刹那间大量青面獠牙的亡魂厉鬼从其中冲出，更有黑白无常阴兵鬼将。来得好！陈阳大笑一声，刚签到的人皇幡瞬间出现手中，一阵耀眼金光从人皇幡中冒出，眨眼过后，不管什么厉鬼亡魂，什么幽冥鬼将，统统化作了人皇幡中的天兵天将。噗！森罗幽冥印瞬间变得暗淡无光，韩立一口鲜血猛然喷出，面无血色。下次记得再给我送点好东西，我是不会客气的。陈阳留下一句大笑，身形转瞬消失。噗啊！可恶！韩立被气得再次吐血，一想着到嘴边的极品道种就这么没了，他直接昏死过去。夺下极品道种上善水灵珠后，陈阳本想着就此离开，不曾想那些正在争夺聂氏青莲的修士，打着打着居然把最重要的莲心给震到湖水中来了。给我的吗？陈阳目光一亮，抬手就要去抓，却发现一道水袖仙裙的女子已经提前抓住。若水圣女秦瑶。秦瑶抬眸盯住了陈阳，那眼神仿佛就是在说，我的，别跟我抢，小心。陈阳愣了愣，下意识地喊道，什么？秦瑶话出口时就已经反应了过来，但还是来不及了，一道泛着烈焰的恐怖拳印落在了秦瑶的背后。噗！秦瑶身形瞬间被击退，更是喷出一口鲜血，恰好他是朝着陈阳的方向撞来，不得已陈阳充当了一堵人形墙壁。仙子没事吧？陈阳扶住他的腰肢询问道。秦瑶在被陈阳的手触碰到身体的刹那，有过一丝丝的僵硬，可不知为何，随即就有一股温热的能量流淌进他的身子。接着他就感觉自己刚受的伤正在极快的恢复，把青莲之心交出来。这时离火神教圣子林勇神色冰冷无情地走来。聂氏青莲也蕴含大道本源，尤其是莲心部位，虽然拆分后那些莲子连上品道种都达不到，但再差也是下品道种，足以证出一道天宫，价值连城。公子可否？秦瑶对着陈阳轻唤一声，陈阳立马松开了他，悄然后退一步，将他护至身前。哼，仙子看起来并无大碍，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插手了。陈阳笑了笑，转身就逃。
秦瑶，陈阳虽然也很想英雄救美，但是他自己都身怀重宝，这要是等那个鬼王教韩立来了，他岂不就暴露了？彼时如果让人知道他身上拥有极品道种，不得围攻死他。见陈阳逃走，离火圣子林勇脸上露出一抹冷嘲，可立马就变了脸色。只见秦瑶忽然化作一抹水波，就这样流淌在了湖水中，急速朝着陈阳追去。另一边，陈阳朝着岸边快速游去，忽然听到一声微弱的呼唤：“陈阳救我！”陈阳愣了愣，这是姬连心的声音，没错。不过他叫我陈阳，他认出我了。一时间，陈阳脸色阴晴不定。也许出于一种于心不忍的心理，陈阳迅速朝下方掠去。很快，他就看到了姬连心。此时的姬连心正被一群阴冥鬼物围攻，而且好像还受到了阴冥死气的侵蚀，状态非常之差，气息萎靡，已是险象环生。眼看他就要葬身那些鬼物手下，陈阳选择了出手。都给我进人皇幡吧！陈阳甩出人皇幡，赫然将那些本就死去的鬼物全部收走，连带着周围的阴冥死气都消散一空。将眸子疲惫羸弱的姬连心抱在怀中，陈阳朝着湖面扑去。但在这时，离火圣子林勇再次追来，一道凶狠的拳印直逼陈阳。你没完没了了！陈阳心生恼怒，自己可没招惹对方，怎么就揪着他不放？下一刻，28星宿颠倒乾坤攻杀术星陨，恐怖的星辰陨石坠落光晕以陈阳为中心激荡开来，一道天宫修为的林勇瞬间被震飞出去，目光骇然。这是吞星圣地的传世神通，他到底是谁？陈阳抱着姬连心冲出了悬岔湖，落在了岸上，但同时还伴随着另一道水花。若水圣女秦瑶也冲了出来。陈阳愣了愣：“你是跟着我一起出来的？”多谢公子搭救，秦瑶感激不尽。秦瑶玉面微红，略衣欠身。方才林勇追的不是陈阳，而是他。陈阳无奈地摆了摆手，只是接着又一道身影掠出，一袭红裙似火，身材极其惊艳的离火圣女穆神韵。秦瑶还以为他是要来抢夺自己获得的聂氏青莲之心，不由得打起警惕，却不料穆神韵连步迈出，竟是朝着陈阳走来。小女子穆神韵，敢问公子可是吞星圣地弟子？为何会吞星圣地的传世神通乾坤星陨？穆神韵嗓音妩媚空灵，光是听着就让人心头酥酥麻麻。我只是吞星圣地一个普通弟子，其他的无可奉告。陈阳心头暗道糟糕，自己不会因为这门神通秘术被认出来吧？说完，陈阳带着姬连心就要离开，哪知穆神韵竟是不依不饶，直接拦住陈阳：“公子可是吞星圣子？吞星圣子是潘良，你找错人了。”陈阳直接绕开他，接着拔腿开溜。呼！陈阳松了口气，心道有点麻烦了，看来自己得再换一副面孔了。就在这时，怀中的姬连心突然醒了过来，抱着陈阳的脖子道：“陈阳，谢谢你救了我哦。”陈阳心头猛然一惊，矢口否认：“你在说什么？我好心救你，你却在叫别人的名字。”他眼眸阴沉，故作愤懑：“哎，别生气嘛，那你告诉我。”姬连心眨了眨美眸，其实他早就醒了，就是想等陈阳甩开离火圣女和弱水圣女，然后和陈阳单独相处。告诉你个屁！陈阳直接把他放了下来，没好气道：“你自己多重心里没数吗？”姬连心愣住了的姬连心反应过来时，陈阳已经消失在了视野中。陈阳，你个大骗子！姬连心被齿紧咬，愤愤不已地追了上去。明明自己都找到了，居然还不承认，可恶！甩开姬连心之后，陈阳再度施展遮天易容术，改变相貌和气息，接着快速地躲进了山脉中的荒林。吞星圣地的秘法神通不能再用了，现在我一用就会被人揣测，毕竟这门传世神通最次也得圣子才有可能出现，虽然我的确不是吞星圣子，可还是会被怀疑。陈阳目光闪烁，但现在他修炼的功法是吞星地经，掌握的最强秘术也是吞星圣地的传世神通。此外，他的其他手段也都是源自于吞星圣地，还是会被认出来。我得修炼其他的功法秘术，这样改头换面之后才不会被人猜测身份。一念至此，陈阳拿出了自己进入天命榜获得的另外2个奖励。消耗机缘情报图卷1份。机缘情报：若水圣地禁地天河谷中埋藏有一块先天太阴庚金，蕴含金之大道本源，为上品金行大道之种，可与先天太阳庚金融合形成极品金行道种太白斩道金。先天太阴庚金，陈阳目光一亮，这也是好宝贝啊！五行道天宫是许多修士在天宫境最喜欢证的天宫，一来是容易证，来自先证者的压制力没那么强；二来是五行大道的道种相对于其他大道而言比较容易获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五行大道和许多大道都能够相适配。如果暂时找不到心仪大道的道种，那么证五行道的天宫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我只要得到先天太阴庚金，
再想办法找到太阳庚金，就可以融合出极品金型道种。大道之种按照品质等级分为下品、中品、上品和极品。等级越高的大道之种，铸造出来的天宫越强，天宫越强，修士实力也就越强。而极品道种铸造出的天宫都是最强天宫。略作思索，陈阳决定前往弱水圣地，必须将那块先天太阴庚金得到手。身为极道众阳仙体，他在战斗方面的确是不如什么荒古圣体、苍天霸体、至尊战神体，但只要在天宫境铸造出9道最强天宫，他的战力也能不输那些擅长战斗的体质。天宫数量极限为9，但只要能挣出1道天宫，就可以选择突破到下一个境界4级境。不过基本上没有人会这么做，那无异于是自断前程。100万里传送符可传送到方圆100万里处的任意地点，就去弱水圣地。陈阳捏碎传送符，心念直奔弱水圣地。他不想在陨石山脉继续走了，万一要是再遇到荒古姬家的姬连星，很难说还能够再逃掉。此刻姬连星、离火圣女穆神韵、弱水圣女秦瑶都在山脉中寻找陈阳，或者说是改头换面后化名杨晨的他。原来他就是陈阳。秦瑶抿着粉嫩的柔唇，通过姬连星和穆神韵的反应，他就猜测了出来陈阳的身份。毕竟天道金榜第1期的天命榜还在这高苍穹上挂着，凡是和吞星圣地挂钩，任谁都会去联想。然而经过了数个时辰的寻找，3个来自3大不朽道统的天之娇女却是连陈阳的影子也没再看见。可恶，真让他跑了。姬连星懊恼至极，眸子闪烁，故做出一副十分烦躁的模样。连星妹妹，若有那位杨晨公子的消息，还请传讯于我。穆神韵与姬连星互赠了传讯玉牌，嗓音妩媚。放心吧穆姐姐，不过说好了，你如果找到了也得告诉我。姬连星眼神狡黠道。秦瑶看了2人一眼，没有参与，轻轻摇头便直接离开了陨石山脉。虽然他也很眼馋极道众阳仙体，但倘若不能一直携手相伴，又如何能够依靠对方成帝呢？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姬连星与穆神韵分别后，快速地走到一边，手中出现了一块罗盘。罗盘上中心的绿点代表他的位置，而正在移动的红点则表示陈阳的位置。西西陈阳，我就是想和你交个朋友。你说你跑那么快做什么？不过就算你跑得再快，也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地。原来就在之前陈阳从玄刹湖中救出姬连星的时候，姬连星就趁机在陈阳的身上留下了一枚无形无相的空间印记。凭借那道空间印记，他就可以锁定陈阳的方位。刚才和穆神韵互赠传讯玉牌，也不过是故意蒙蔽对方，假装他不知道陈阳去了哪里而已。毕竟少一个竞争对手总是好的。姬连星狡黠一笑，悄无声息地离开陨石山脉。陈阳还不知道自己被姬连星算计了，此时的他已经传送到了弱水圣地附近的一座小镇。一番打听，得知弱水圣地近期正在招收弟子。据说目前的弱水圣地还没有圣子，如果出现天赋惊人且实力强大的天骄，很可能会直接被立为圣子。圣子，陈阳目光晦暗不定，他想要进入弱水圣地的那处境地，如果只是寻常身份，恐怕去不了。既然如此，那么一个想法在陈阳心头浮现。扶摇州弱水圣地，圣主修炼大殿，真是一群蠢货，以为众阳仙体会乖乖坐等他们找过来吗？圣洁如玉的莲花宝座上，一位身材婀娜高挑、丰腴曼妙的绝色女子，玉手撑着下巴，神态慵懒，赤着玉足，水蛇般的美腿交织翘成2郎腿。她身穿紫衣，细柳腰，玉兔肥，不施粉黛的精致容颜上，桃花眸一片水盈盈的秋波。紫裙宽大，却遮不住那凝如羊脂的大白腿，底下似乎也无亵裤。女子乃是弱水圣地的掌教温荣宇。当东荒各大圣地、古教、古世家的圣人都跑去吞星圣的找陈阳的时候，他却并没有。无名少年靠着自己打拼成为候选圣子，这样的人不是傻子。温荣宇妖艳欲滴的红唇勾起，白嫩如瓷的足尖轻点，这个时候他应该乔装打扮，改头换面了。或许还有某种遮掩改变气息的手段，能够被天道认可为天命之子，又岂会那般容易被人拿捏抓住？温荣宇细细分析着，忽然一个带着激动和焦急的呼声传了进来：圣主，有个陌生的年轻天骄在我们圣地外正到天宫，而且还是正的水行天宫，对方炼化的道种至少也是上品。什么？温荣宇一愣，陌生的年轻天骄？东荒大陆天骄常有，而陌生天骄不常有。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冒出来个陌生天骄，真是很耐人寻味啊。他脸上浮现一个古怪笑容，压抑着某种猜测和激动，身形瞬间消失在了殿中。弱水圣地山门之外的空旷大地上，没错，陈阳正在渡劫。他将上善水灵珠炼化体内，铸造出了一座水行大道天宫。天宫铸成的刹那，便引起了天劫。正天宫可以称为小正道，需要渡劫，
只有渡过了劫，天宫到姬方城，才能得到天地认可。陈阳之所以选在这里众目睽睽之下渡劫，便是想要引起弱水圣地的关注，一步到位，直接拜入弱水圣地，并成为圣子，彻底的先换一个身份，不然走到哪里都是一身的吞星圣地功法秘术，根本藏不住。轰隆，雷劫落下，狠狠劈在陈阳的身上，但其实是在淬炼轰击他铸就的水行天宫。在他的背后，一座巍峨神秘、笼罩着水韵神华的天宫矗立。而这时，陈阳明显地感受到了一股额外的压力，并非来自雷劫，而是来自于这个时代与他相近的同辈之中也正出了水行天宫的人物。这就是天宫压制，一座天宫便是一条道。倘若有无上天骄证出了某座极其霸道的天宫，绝对压制了同辈中其他也想要证此道天宫的人，那么唯一破局办法就是击杀对方。只要击杀掉对方，对方所铸就的大道天宫自然崩毁，那么其他人也就能够证了。连上品天宫都没达到，也想压制我。在察觉出那股压制力的强度后，陈阳嘴角升起一抹不屑的弧度。他炼化的可是极品道种上善水灵珠，他铸造出来的亦是水行大道最强天宫，谁能压制他？谁敢压制他？砰！冥冥中一声脆响，那股压制悄然崩毁。劫云中似乎有一座水行天宫的虚影消散。看到这一幕，弱水圣地已经出来围观的弟子们惊呆了。他是何人？好可怕！竟然硬生生地撞破了别人的天宫压制。那座天宫该不会是最强极品天宫吧？水行极品道种稀世罕见，万年难出，莫非他得到了？轰隆，余下的雷劫一一落下，但反而令陈阳的天宫更加坚韧，华光四溢，道韵盎然。一刻钟后，攻城。陈阳刚落在地，10数道人影便从弱水圣地内飞了出来。小子，你可愿拜我为师？是否是来加入弱水圣地的？我膝下尚无男弟子，你若愿意拜我为师，圣地内除了圣女之外的女弟子都给你耍。这些人无不是弱水圣地的长老，不是大能境界就是王者境界，气息可怕。女长老居多，除了几个老妪外，皆是貌美妇人，剩下的便是几个中年长老，皆是目光灼灼地盯着陈阳。见过各位前辈，在下。陈阳微微拱手作揖，正要介绍自己。不必说了，本座收你为徒。一个强势霸道的女子嗓音打断了陈阳的话。众人浑身一颤，转过头去，只见一袭紫裙绝美凛然的圣主温荣宇飞来，拜见圣主。这些长老纷行礼拜见。陈阳却是愣住了。啥情况？我什么时候说拜他为师了？本座且问你，是否想加入弱水圣地修行？温荣宇那双妩媚的桃花眸变得凌厉起来，直逼陈阳。是。本座在问你，你故意在我圣地之外渡劫正天宫，是否想借此展现你的天赋实力，引起弱水圣地的关注？温荣宇目光更加霸道。陈阳莫名有一种自己被看透了的感觉。对方虽然没有释放威压，但那股属于圣人的气魄实在让他心悸。是。陈阳只能捏着鼻子说是。好，如果本座没猜错，你是奔着我弱水圣地的圣子之位来的，对吧？当温荣宇问出这句话，其他的长老们都惊呆了，远处山门前的弱水圣地弟子们也是咂舌不已。陈阳苦笑着点头，他的那点心机在这种圣人级别的老狐狸面前无处可藏。既然如此，你展现出了天赋价值，本座收你为徒，可直接立你为圣子。你有什么意见？温荣宇字如珍珠落在陈阳的心头，让他很是无奈，自己完全没有主动权，可偏偏自己还不能说不是。毕竟在这样的圣人面前撒太明显的谎，一眼就会被看穿。没意见。陈阳挠了挠头，虽然很憋屈，但是这口气他咽下去了。好。温荣宇十分欣然的颔首。那么从今天起，对了，你叫什么名字？陈阳都差点以为这位弱水圣地的圣主连他的名字都不问，就要把他立为圣子，那样的话也太草率了。我叫……陈阳本想说自己叫杨晨，但这个名字已经用过了，那个弱水圣女秦瑶应该也记住了，所以不能再用。我叫叶晨。陈阳目光微闪，一脸淡然地说道。荒古圣体叶晨。听到他的话，周遭那些不敢在温荣宇面前发话的长老们愣了愣。不，此叶晨非彼叶晨。陈阳摇头道，这是他忽然一时兴起的想法，头顶天围上的天命榜熠熠生辉，荒古圣体叶晨的大名何其响亮，自己用其名字岂不是就转移了注意力？没人会联想到他其实是极道众阳仙体陈阳。叶晨就叶晨吧，从今以后叶晨便是本座之徒，也是弱水圣地圣子。温荣宇似乎十分迫不及待，当场就立陈阳为圣子。他的话回荡在周边，也传回了弱水圣地。走吧，
本座带你入圣地。接着，温荣宇抓着陈阳的手臂，直奔弱水圣地而回。陈阳总感觉哪里怪怪的，自己这也太一帆风顺了吧？嘿嘿，那个，叫本座师尊。温荣宇淡淡道：“师尊，我就没啥圣子册封仪式之类的嘛，亦或者给我安排2个对手，比试比试。”陈阳实再忍不住道：“这好像有点草率。”草率？本座的话就是指令，谁敢不遵？温荣宇红唇勾起，余光瞥着内心不安的陈阳。这会儿他几乎可以100%的肯定陈阳的真实身份了。弱水圣地，当听到陈阳被立为圣子时，许多弟子义愤填膺。不公平！凭什么让这个叶晨直接成为圣子？难道就因为他证出了一道天宫吗？那柳飞扬师兄还证出2道天宫了。说这话，唐毅师兄不也是2道天宫吗？闭嘴！回归的长老们听到这些话，脸色淡漠的厉斥。圣主的决定是你们这些弟子可以揣测的吗？叶晨所证水行天宫乃是最强极品天宫，潜力无限，是你们可以妄加议论的吗？都给我散开，回去修炼。不得已，那些弟子们只能忍下憋屈和怒火，但这事儿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柳师兄和唐师兄都是候选圣子，等着吧，他们得知这件事之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哼，那个叶晨要真有实力也就罢了，但如果只是虚有其表，那就不配当圣子。陈阳还不知道自己一下子就莫名得罪一大批人。他跟着温荣宇很快就来到了弱水圣地的传道碑所在。弱水之畔，地经蕴含大道至理，无法刻印，你只能自己参悟。参悟完之后，来圣主峰大殿找我。温荣宇嘱咐2句后就直接离开，完全没有仔细盘问陈阳的信息，比如从哪来、具体实力情况等等，仿佛弱水圣地的地经一点也不重要，随随便便就能给。啥情况？陈阳不理解，很懵逼，但这些烦恼马上就烟消云散。叮！恭喜宿主解锁签到地点：弱水河畔。弱水，3000弱水，我只取1瓢饮。弱水女帝曾在此悟道，参悟出弱水古经，创立弱水圣地。是否签到？是。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弱水签到大礼包。奖励1：地品功法弱水古经。奖励2：银河落9天意象修炼法，施展后敌人会遭遇弱水压制，行动迟缓，削弱至少30%综合实力。奖励3：神通弱水3万里，碧落9重天。霎时间，关于弱水古经、银河落9天、弱水3万里、碧落9重天的信息一股脑的流入陈阳的脑海。大地古经都是兼容的，弱水之道正好主宰我证出的水行天宫。令陈阳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又得到了一门异象修炼法。之前在玄刹湖签到所得的天地一青莲，他都还没有修炼。异象和神通不一样，后者是道法，境界越高则效果越差，前者更像是一种天赋手段，随着修士成长而增强，不过也分先天和后天。一般像是荒古圣体、混沌体这种都有天生自带的异象。当然了，陈阳的极道众阳仙体可能也有异象，不过他自己不知道。随后陈阳静下心来，全力专修弱水古经。圣主峰上，温荣宇美眸遥望弱水之畔，望着陈阳苦修的身影，他绝美妩媚的脸庞上浮起一抹笑容。各大道统找了几天都没找到的天命之子，没想到跑我这里来了。啧。温荣宇忍不住想笑，乐得憋不住，趁他现在修炼，我先去找一本上好的双修功法。他舔了舔妖艳的红唇，闪身离开。半天的时间过去，天色渐晚，弱水圣地内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1号候选圣子峰，柳飞扬刚从修炼中醒来，就看到了追随者传来的消息。叶晨，圣主立一个刚入门的人为圣子。他怒目圆睁，惊坐而起。苦等了3年的他都没能坐上圣子之位，凭什么一个刚入门的家伙能当圣子？如果不是唐毅那家伙一直和他争，2人有胜有负，谁也无法完全胜过谁，各自的追随者也多，他说不定早就成圣子了。现在倒好，半路居然杀出来个与荒古圣体同名的叶晨，该死！柳飞扬眼神暴戾漆黑，一股怒火在他心头汹涌澎湃。成为圣子不仅能获得最好的资源待遇，更能代表圣地行走天下，哪怕是其他道统的强者见了也要给予尊重。不仅如此，还能够与圣女结为道侣，享受圣女秦瑶娜等曼妙绝世的仙姿动体，是可忍孰不可忍。就算圣主庇护那人，我也要将他的翔给打出来。另一边，同为候选圣子的唐毅刚做完一个大任务回归，就听到了圣子已立的消息。荒古圣体叶晨。唐毅愣住了，不是，那人只是和荒古圣体同名。原来如此。唐毅闻言面色冷了下来，哼，有荒古圣体的名，但却无荒古圣体的命。柳飞扬想当圣子都得先问过我，
他一个刚入门的就想一步登天，给我传出去，我唐毅不服，挑战他叶晨的圣子之位。正当若水圣地内风云乍起，柳飞扬和唐毅的支持者都在摇旗呐喊，散播消息，发出战书挑战陈阳的时候，若水河畔，一条雪白色的瀑布从云霄倒灌而下，那瀑布清亮厚重，威仪磅礴，好似银河自9天坠落，又如一条银色神龙俯冲而下，睥睨人间。有神秘的弱水道韵流转，冰冷的银白光华缠绕，如此景象在黑夜之下显得异常突兀，却是转瞬间万众瞩目。若水圣地内数万弟子长老望见这一幕，皆面色骇然。那是异象，银河落9天，圣地之中除了圣主之外，无人修成这一异象，哪怕是秦瑶圣女也没修成功。难道是圣主有所感悟，圣道显化吗？银河落9天，藏宫殿，温荣宇有所察觉，走了出去。他视线转动，好似穿过层层阻碍，看到了弱水河畔的陈阳。不愧是天命之子，非同一般。此等悟性天赋，哪怕没有那等忘妻体质，也必是绝世天骄。温荣宇一想到自己修炼了上百年的冰清玉洁的身子，马上就要和弱小青涩的徒儿一起做羞羞的事情，整个人就有些发烫。他柔唇紧咬，悄无声息地并拢玉足，夹紧玉腿。时间慢如流水，这一夜许多人夜不能寐一日。清晨，陈阳已经顺利修成弱水古经。不仅如此，银河落9天异象以及弱水3万里碧落9重天神通他也同样修成。也不知道是不是觉醒了系统的原因，陈阳感觉自己悟性极高，修炼功法神通如切菜喝水，毫无难度。陈阳离开了弱水之畔，打算好好瞧一瞧弱水圣地的情况，和吞星圣地有什么不同。而且他现在也没有住处，等会儿还得去找他那位师尊。相比于吞星圣地，弱水圣地的女弟子更多，与男弟子的比例大概为7比3。快看快看，他就是与荒古圣体同名的叶晨，圣主已经立他为圣子了，那柳飞扬和唐毅岂不是？走走走，去通知柳师兄。陈阳很奇怪，怎么路上的这些人看到自己就跑呢？不过没多久，他就听到了些大概情况。果然，如此草率的立圣子，必定会有人不服。陈阳心下暗叹，却没有什么意外，他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吞星圣地的时候，他明明与另外2人不分伯仲，但偏偏圣子不是他，说到底他心底还是不服的。也罢，我就等着他们来挑战我。陈阳循着开阔平坦的地方找去，很快就来到了弱水圣地的广场。他就站在这里，等着别人来挑战他。既然成了弱水圣地的圣子，那他也该立立威，坐实这个身份。1刻钟不到，便有大量的弟子发现了陈阳，不断的汇聚过来。大部分人对陈阳还是十分好奇的，毕竟能够证出一道最强极品天功，已是天赋和实力的象征。他就是叶晨啊，好像有些腼腆。有胆大开放的女子忍不住调笑陈阳：叶晨圣子，马上就会有2个强大的师兄来挑战你，你怕不怕？陈阳抬眸扫向对方，淡然一笑：我就站在这里，你觉得我怕吗？话语一出，唏嘘声四起。不愧是被圣主钦点的圣子，那我柳飞扬道是要看看你这个与荒古圣体同名之人有何实力。一个阴沉冰冷的声音传来，夹杂着怒火与冷意。身材挺拔面容俊朗的柳飞扬略智，瞬间就吸引了大量的目光。柳师兄来了，有好戏看了。论实力，柳师兄证出了2道天功，而叶晨昨天才刚证出1道天功，虽然是极品天功吧，但是数量摆在那儿呢。柳飞扬身形稳稳落地，一股磅礴的气息席卷而出。身为弱水圣地2位候选圣子之一，他不怒自威，受人敬畏，气势相当不俗。陈阳面不改色，淡淡道：就只有你吗？轻飘飘的一句话落在所有人耳边，让人不禁眼皮狂跳，目光惊讶。证出极品天功的人果真狂妄。柳飞扬眯起了眼睛，一抹冷意释放：当然不止他。另一道声音出现，第2位候选圣子唐毅快速疾奔而来。相比柳飞扬，他略显消瘦，但那股无形间的气势却是十分逼人。唐毅冷漠的眸子盯着陈阳：你就是圣主新收的弟子？你以为圣主直接立你为圣子，就代表你有这个实力了吗？那不过是圣主给你的考验。有我在，你想成为圣子可没这么容易。此时此刻，弱水圣地的2位候选圣子都已经到场，气氛变得剑拔弩张。周遭的弟子纷纷退开，不敢掺和。不过柳飞扬和唐毅各自的支持者们还是在摇旗呐喊：你们都想挑战我？陈阳神态从容，平静一笑：既然这样，那你们就一起出手吧。笑话，1个人就足够了，你还不配让我们2人联手？柳飞扬不屑道：我承认你能证出1道极品天功有点本事，但实力可不仅仅看天功。话音落罢，他快速朝着陈阳冲去。只见虚空中浮现1道倒水滴，形成万千箭矢，席卷向陈阳。
每一颗都仿佛重若千钧，能够洞穿山岳。砰！弱水3万里，必落9重天。陈阳二话不说，直接施展签到得来的这门弱水圣地传世神通。凭借这门神通，对抗4级境的修士没有问题。他的周遭仿佛变成了弱水的海洋，3万里弱水滔滔不绝，自东方奔腾而来。须知弱水乃是重水，十分沉重，因而这门神通看似柔，实则刚柔并济。陈阳一拳轰出，滔滔弱水瞬间覆灭柳飞扬的攻势。哐哐，冲杀而来的柳飞扬直接被震退，一抹鲜血自嘴角浮现。你们2个还是一起上吧。陈阳握拳转而杀向了唐毅。猖狂！唐毅脸色一沉，看出了陈阳的不好招惹。这一刻，他的背后显化出了2座天宫，一道是中品水行道天宫，另一道则是中品剑道天宫，他也修剑道。枪！一柄宽剑落在手中，唐毅持剑挥出，他的剑势大力沉，融合弱水之众，十分蛮横。弱水之秘，一剑千钧。唐毅威势极盛，剑气锋利，但下一秒钟，一条如同神龙般的浩瀚弱水横冲而过，压他一切。噗！唐毅瞬间如炮弹般倒飞而出，虎口一阵发麻，手中的剑都差点掉落。这是那门传世神通。唐毅终于是认了出来，他脸色相当难看。明明是圣子才有资格修炼的传世神通，这个才刚来圣地1天的家伙就修炼了。广场上的人群看到这一幕已经全然惊呆。如此电光火石的时间里，2大候选圣子居然都被击伤。难道正出极品天宫的修士真有那么强吗？一座最强极品天宫就胜过了别人的2座天宫。如果你们就只有这点实力，我奉劝你们还是认输。我没有兴趣和弱者浪费时间。陈阳目光睥睨地扫向2人，他宛如神奇般俯瞰的姿态让柳飞扬和唐毅瞬间暴怒。这是你自找的。2人相视一眼，作为老对手的他们在这一刻不约而同地发起了攻击。一门各自施展却可以完美融合在一起，威能暴增的大神通，一旦合击之后能堪比传世神通。天际弱水逆涌，这一刹那，虚空风起云涌，天空都变得灰暗了下来。一层层波纹涟漪浮现，左右两方浮现2道由弱水大道力量凝聚而成的雄狮。2头弱水雄狮互相碰撞，犹如弱水倒流，猛地产生无比可怕的威能。一头10丈之高的狰狞水蓝色虚幻雄狮身影浮现，下一秒便朝着陈阳扑杀而去。那恐怖的威势让四周的人群都下意识的后退。柳师兄和唐师兄联手发出大神通合击，已然堪比传世神通之威。就算这个叶晨修炼了传世神通，也恐怕挡不住。支持柳、唐2人的弟子们情绪高涨。可就在这一瞬间，所有人的呼吸都为之一滞，眼瞳死死的瞪大。只见陈阳这方区域的天空一下子变得黑暗下来，宛若黑夜。一条如银河般波澜壮阔、巍峨神秘的弱水瀑布从9天之上倒灌而下。在漆黑的夜空中，那条银河瀑布异常耀眼，恢宏至极。异象：银河落9天。当银河落9天异象在陈阳背后展现的刹那，朝他扑来的那头弱水雄狮瞬间就好似蔫了一般，直接就下降了1半还要多的力量。恐怖的威压席卷全场，属于陈阳的异象之威。陈阳未曾出拳，银河落9天升起之时，那银河瀑布的威能就开始令本就削弱的弱水雄狮虚影寸寸崩毁。再加上陈阳正出的最强水行天宫，异象之力更是暴涨到极致。噗！看到这一幕的柳飞扬和唐毅2人瞳孔狠狠一缩，下一刻便同时倒飞出去，重重砸落在地。嘶！一阵死寂过后，道吸冷气声疯狂地响起。叶晨居然修出了银河落9天异象，这怎么可能啊？难道昨天夜里出现的异象就是他修炼所化吗？连圣女都没有修炼成功，他才刚来1天，是怎么做到的？所有人都惊呆了。除了圣地中沉睡、必死关、游历的圣人老祖外，目前也就只有圣主温荣宇1人修成了异象银河落9天。这个异象也是弱水圣地的标志之一，哪怕是圣女秦瑶仙子修炼许久，也未曾成功。而现在，一个昨天拜入圣地的人，今天就修炼成功了。你们败了。陈阳身形落在2人前方，居高临下的俯瞰着2人。银河落9天的异象之威横扫而过，柳飞扬、唐毅再次喷出一口鲜血，面色苍白，目光惊恐。他们眼中皆有一股绝望和无力，以及深深的不甘。是我们败了，不过你是怎么修成这个异象的？这么短的时间，2人相当不可思议。我能修成，所以我是圣子，而你们只能是候选。陈阳淡淡吐出一句话，就此转身离去。全场的人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耳边回荡着陈阳霸道无匹的话，狂咽口水。咱们这位与荒古圣体同名的圣子，真的深藏不露啊！击败2人后，陈阳朝着圣主峰而来，他并没有太多的喜悦，
都觉醒经手指了。要是连2个候选圣子都解决不了，那他还不如找面墙一头撞死算了。我得想办法去进地天河谷，那里有先天太阴庚金，这是我必须要得到的。陈阳眼神闪烁，思索着要怎么和温荣宇开口说这件事。弟子叶晨求见师尊。今天的圣主风薄雾蒙蒙，似乎下过了一场雨，透露着湿湿的气息。来到温荣宇的修炼大殿外，陈阳微微作揖：“进来吧。”妖娆妩媚的嗓音传出，不同于昨日那般清冷霸道。陈阳感觉有些奇怪，师尊这是在干嘛？他旋即抬脚迈入了大殿，殿内也就是灵雾缭绕，还有一种奇异特殊的香气，可有参悟出若水古精？魅惑的嗓音从深处传来。陈阳颔首道：“已参悟出，不错，你到里边来，本座有些事情要问你。”听到这话，陈阳暗道该来的还是来了，不过陈阳有信心可以应付过去。他修炼的遮天易容术乃是千道奖励，哪怕是圣人也看不破，只要和温荣宇近距离接触的时间不超过1个时辰，绝对不会被发现。对方总不能无缘无故的猜测他是陈阳，直接认定他吧。陈阳自认为没有暴露任何踪迹和令人怀疑之处。是。陈阳穿梭于烟雾之中，殿内光线昏暗，却又有特殊宝石散发着五彩霞光，他莫名感觉氛围有些暧昧。哗哗，一阵水流声传来，深处好似是一座浴池。陈阳很快就瞪大了眼睛，飘满鲜红花瓣的浴池中，朦胧的热气升腾。原本位仪端庄的弱水圣地之主温荣宇，此时居然在沐浴。他背靠浴池边，秋眸微闭，那宛若天仙的绝美容颜上，挂着一抹令人无法恣意渴望采摘的醉人酡红。冒着热气的水面，清晰可见温荣宇那吹弹可破、雪白细腻的肌肤，锁骨线条分明，羊脂般的绝色胴体，简直就像是一具艺术瑰宝。咕咚，陈阳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转身就想走。站住！本座让你走了吗？温荣宇柔软却又带着强势的声音传出。陈阳浑身一颤，惊惧道：“师尊，我不是故意的，我什么也没看到。本座修炼了118年，如今已是中位圣人后期之境，在东荒的所有圣主中也在上游行列。”温荣宇悠悠的话语响起，自顾自地说着，没有在意陈阳的话。可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弱水圣地逐渐没落的趋势。这100年间，圣地陨落了圣人超过双手之数，新晋圣人却仅仅只有1个。后辈弟子更是不堪大用，2个候选圣子为了觐见，甘愿只证中品天功，自断前力。唯一的圣女却连异象也无法修成。你可知本座的内心有多煎熬？听着这些话，陈阳已经冷静了下来，他躬身拱手作揖，颔首道：“师尊肩上的担子太重，压力太大，弟子虽未曾亲身感触，但可以想象。”温荣宇话音悠悠，继续说着：“10年前，本座前往中州参加圣人功德战，你可知那中州的圣人如何看待弱水圣地？如何看待本座？他们视我弱水圣地的女修为玩物，视我为极品炉鼎，更有多位圣人联手围攻于我。若非当时我暗中携带地兵傍身，恐怕早已蒙受屈辱。”闻言，陈阳内心也是深有感触。穿越到这个世界20年，他早就体会过了这里的残酷。弱肉强食，利益杀伐徒儿，你可愿助为师一臂之力，洗刷当年耻辱？这时，温荣宇充满了蛊惑的动人嗓音回荡在陈阳的脑海。陈阳不禁幻想出温荣宇去中州参加圣人功德战，却是遭到中州的圣人围攻，妄图侵犯凌辱温荣宇的情景。一想到师尊温荣宇那样完美如仙的胴体，差点就可能被侵犯，那样的可怜凄美，陈阳心底升起一股火气，不由自主道：“弟子愿意为师尊报仇，弟子责无旁贷。”好，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你。温荣宇红唇勾起，下一秒他竟是突兀地飞出浴池，从天而降落在了陈阳的身前。师尊你……眼前浮现大片白花花的画面，良魔血柱瞬间从陈阳的鼻腔中飙出。不愧是极道重阳仙体，重阳之气冲天盖地。当温荣宇的话落下，陈阳猛地瞪大眼睛，当即就想逃跑，可他惊骇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动不了了。徒儿，为师会好好待你的。说着，温荣宇赤裸着那完美绝世的仙躯玉体，抬手便抱起陈阳，朝着深处的床榻掠去。呜！陈阳想说什么，可是他的嘴已经被温荣宇那抹鲜艳欲滴的柔唇堵住。你是啊！陈阳内心大哭，他就说这一路怎么可能会一帆风顺？原来温荣宇早就猜出了他的身份，一步步引他上钩，给他设局。柔软奢华的玉榻上，徒儿，你也不想自己是极道重阳仙体的事情被东荒诸道统发现吧？温荣宇捧着陈阳的脸颊，眸子温柔地笑道：“你是？”陈阳无比悲愤地怒视他，亏我还这么相信你，以为你是真心收我为徒，没想到你只是贪图我的身子。咯咯喽！温荣宇那葱根般的玉指划过陈阳结实的胸膛，
指尖画着圈圈，嗓音柔软而又妩媚。徒儿，为师虽然修炼了100多年，非与你同辈，但曾经也是东荒的10大美人，你就委屈一下，助为师修行可好？李治告诉陈阳，温荣宇就是在贪图她，和别的女子没什么区别，无非是想拿她当炉鼎，但是身体本能却让陈阳无法自禁。逆师，算我看错你了。陈阳悲愤欲绝，徒儿，你的嘴巴这么硬，那里倒是很诚实呢。柳腰如水蛇般的温荣宇悄然俯下身来，顿时一股无比澎湃的热气涌上陈阳的心头。12个时辰后，温荣宇扭头看向躺在身旁依旧傲立抬头已经恢复了真容的脸庞上却挂着委屈和泪痕的陈阳。感受到他的目光，陈阳捂住脸颊，羞愤欲死。自己堂堂7尺男儿，身怀签到系统的天命之子，居然被逆推了。徒儿，你都和为师赤诚相见了，难道还害羞吗？温荣宇抚摸着陈阳的脸庞，瞥了一眼仍然抬头的他，温柔歉意道：不是为师不想继续帮你，而是为师扛不住了，等为师先炼化了体内的能量，再帮你解决好不好？他揉了揉微隆起的雪白丹田部位。陈阳眸子委屈的发红，死死地盯着他，一字一句逼问：你是不是想囚禁我，把我当炉鼎，日日夜夜折磨凌辱？怎么可能？温荣宇连忙摇头，柔声安抚：为师怎么会囚禁你呢？徒儿，你的自由为师从不会禁锢，甚至哪怕现在你想离开圣地，为师也应允。只不过如今东荒各大道统都在搜寻你的踪迹，其他大陆的人也很快会到来，吞星圣地都已经被光顾了，你若独自在外的话，太过危险。这么易容秘法虽高深了得，但还是存在一定的破绽，比如和我这样级别的修士待上1个时辰。你还说？陈阳怒极，悲愤道：有你这样的师尊吗？12个时辰啊，你都不带让我动弹一下的，你这分明就是囚禁奴役。好啦好啦，是为师的错。温荣宇抿着红唇，轻轻安抚着陈阳，咕噜，徒儿，这样你好受了些吗？陈阳无力地张开双臂，绝望地闭上眼睛。或许有人觉得他身怀几道重阳仙体是香饽饽，哪个道统都会奉为座上宾，掌中宝。殊不知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充满着杀戮的危险玄幻世界，他就是移动的人形机缘和炉鼎。如果有人天真的以为他能够活得好好的，那真是太愚蠢了。试问，倘若有能够让你证到成帝的东西，你想不想将之掌握在手中呢？囚禁起来，不让他人知道，自己偷偷成帝，然后惊艳所有人。陈阳想到这里，就觉得自己未来的人生一片灰暗。或许有人以为他虽然是护妻成道，但阴阳合修的话，他的修为也能够提升，但这是大错特错。他的修为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提升。极道重阳仙体免疫世间任何的阴道力量，阴阳合修对别人来说可能有用，但是对他而言毫无效果。如果他被囚禁100年，那么这100年里他的修为不会有半点增加，这才是陈阳绝望和悲愤的根本原因。半个时辰过去，温荣宇周身的气息开始剧烈波动上浮，一条条圣人道运旋绕在他婀娜高挑的玉体周围，令他更加尊贵绝尘。原本境界在中位圣人境界后期的他，极快地朝着中位圣人巅峰冲刺，仿佛捅破了某一重薄薄的瓶颈。中位圣人巅峰，但他的气息并未就此停下，而是继续朝着圆满前行。床榻上抱着膝盖的陈阳呆呆地望着温荣宇突破，震撼而又无力。逆师，靠着我突破，还这样对我！陈阳恨得咬牙切齿，望着温荣宇那曼妙婀娜的绝美背影，却又情不自禁地生出了一股冲动。时间已是陈阳进入温荣宇修炼大殿的第2日的傍晚，温荣宇终于结束了修炼，而他的修为境界直接告破中位圆满，踏入了上位圣人行列。徒儿，等着急了吗？为师这就来。温荣宇突破之后，连忙来到床榻边，给陈阳解开禁制。陈阳满脸幽怨地盯着他，恨恨道：你给我设下禁制，不让我动，是怕我打扰你突破吧？怎么会呢？温荣宇苦笑着摇头，我先前太过激动，而且已经压制不住体内的能量，必须立即炼化，这才忘了顾及你。他的话是真是假，陈阳已经无法分辨。陈阳只感觉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我要进入禁地天河谷。这时陈阳的心情平静下来，他低沉开口：事情已经发生，无法挽回，自己的第一次已经被师尊温荣宇夺走了，唯一的安慰就是去天河谷找到先天太阴庚金，弥补损失。天河谷，那里是埋葬圣地前辈的坟冢，你去那里做什么？温荣宇十分诧异。我要正天宫，那里有我需要的大道之种。陈阳目光淡漠地盯着他，心下恨得直痒痒。如果温荣宇不带他去的话，那么接下来他说什么，宁死也不会从。绝不会。徒儿，你不要这样子看着为师。温荣宇把陈阳抱在怀中，柔声轻语：为师带你去就是了。你想要什么，
为师都给你找。是夜，温荣宇没有任何犹豫地带着陈阳前往禁地天河谷。夜色漆黑，但修士的目力远非普通人可比，即便在夜里也能够看得清楚。徒儿，听说你在吞星圣地的时候是候选圣子，和另外2个候选圣子打平，但是吞星圣地的圣女没有选择你，所以你才落选是吗？温荣宇拉着陈阳的手，似乎生怕陈阳逃跑。陈阳是这样揣测的，但不知为何被温荣宇牵着，他反而有一种莫名的依靠感。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吗？陈阳冷着脸翻了翻白眼，你这个师尊当的，揭我短做什么？呵，温荣宇摇头一笑，揶揄地看向陈阳。看样子，徒儿你到现在也是没有释怀啊。从陈阳的话语中，他分辨了出来，陈阳对这件事还是十分在意的。其实想想也对，一个靠着自己努力修炼到候选圣子之位的少年，却只因他人的目光和态度，而错失一直追求的圣子之位，换作是谁都会在心里留下一个坎。徒儿，你喜欢那个吞星圣女于雪静？温荣宇秋眸闪烁着水波问道。我喜不喜欢她，就好像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师尊想不想占有我，这个问题没有意义。陈阳淡淡回应。哥哥，温荣宇掩嘴娇笑，笑声如银铃般悦耳勾人。徒儿，你是不是以前从未结过道侣？那是你的第一次啊。虽然早就猜到了答案，但温荣宇还是想知道，因为那同样也是他的第一次。你说呢？陈阳转过头冷冽地盯着他，咬牙切齿地道。我本来想留给我未来的道侣，没想到竟然被你这个可恶的师尊。啧，没想到啊，徒儿还是个小丑男呢。温荣宇忍不住调笑，却是立马遭到了陈阳的白眼。你不也是吗？陈阳还记得之前被温荣宇强推的时候看到的那大片嫣红，而且他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那层温荣宇真守了100多年的修为薄膜。从某种程度上来，陈阳也不算亏，但修为上他却是没有半点收获。当然，温荣宇傲然一笑，我虽然修炼了100多年，但始终孤身一人，清白如玉。他眸光一闪，忽然道：徒儿，你可知道，以我的年纪在圣人境界中也是妥妥的年轻一辈。你……陈阳讶然，圣人可活5000岁，这个境界相当之浩瀚，9成9的人5000年都走不完。那些老辈圣人动辄就是上千岁。别的不说，东荒诸道统的掌教，不管是圣地之主还是什么古教教主、世家主宰，年纪基本都在500岁以上。像我这样的，那是妥妥的年轻一辈。温荣宇十分骄傲地扬起雪白纤细的玉颈，没和你开玩笑，我现在依旧是东荒圣人境界的10大美人之一。哪怕是现在东荒的年轻一辈修士，与你同辈的那些天之娇女、仙子圣女，倘若没有逆天机缘和天赋，等他们修炼到圣人境界的时候，也必然超过100岁。他们和我是一样的，并且大多都还不如我。像我这样118岁的上位圣人，就相当于18岁的天宫境4极境仙子。徒儿，你说是不是啊？他的话让陈阳绷不住了，听起来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其实陈阳生气的原因不是自己的第一次被温荣宇夺了，而是他不想被温荣宇禁锢失去自由。那12个时辰下来，虽然他很爽，但是也很不爽。哼，是又怎样？陈阳咬牙愤愤道：18岁的仙子难道能囚禁我吗？你还不是仗着强大的修为逼我就范？闻言，温荣宇眸子中泛起一抹疼惜和无奈。我这不是怕你不同意吗？毕竟现在的你可是5块大陆闻名的天命之子，可以望妻成帝。温荣宇停下脚步，望着比他略高一个头的陈阳笑道：我如果不用强，你肯定不从我。陈阳再次无语，这个可恶的师尊居然能把这种事情说得如此清新脱俗、理直气壮，实在可恶。不过徒儿，你刚才的话我可不太认同。温荣宇穷鼻微皱，挽住陈阳的手臂，像个小女儿一般蹭了蹭。18岁的仙子可不会疼惜你，你想想，那吞星圣女于雪竟何其高傲，3个候选圣子中为什么不选你？只有我才会心疼你，保护你。陈阳瞪大眼睛，忍不住反驳：你在我身上12个时辰也不让我动弹，你管这叫心疼我？被陈阳这一对对，温荣宇也有些脸红羞臊，一抹粉嫩的烟霞爬上他那张诱惑十足、充满了成熟风韵的绝美动人脸庞。徒儿，那下次我们换个位置，你上好不好？陈阳眼睛一亮，刚想点头，却猛地觉得不对。还有下次？徒儿，我们已经是道侣了，难道你不想对我负责吗？温荣宇眸子含着3分羞怯、3分清冷、3分霸道以及1分柔弱。陈阳沉默了。徒儿，我是你这一生第一个女人，你也是我这一生第一个且是唯一的男人，我们结为道侣又如何呢？我也不会束缚你，反而你我结了道侣，还能放下一切防备，我可以守护你前期成长，拼尽一切的保你。即便是东荒诸圣人杀至，
我也会护你到最后一滴血。而你偶尔助我修行，我也任你所为。温荣宇美眸直勾勾地盯着陈阳，忽地上前一步，依偎在陈阳的胸膛上。我温荣宇以大道为誓，此生与陈阳结为道侣，忠诚于陈阳，永不背叛。如为此事，修为尽毁，道行崩塌。他正说着，陈阳皱眉，不禁捂住他的嘴。不过已经晚了一步。温荣宇逼出了一滴心头血，已经发下了大道誓言。只听苍穹之上隐约闪过一道雷鸣，一抹冥冥之中的契约在温荣宇和陈阳之间形成，但约束的却是温荣宇，因为这是他所发下的大道誓言。你这是做什么？陈阳悲愤道。逆师，你就是个逆师，一点也不尊重我这个当徒弟的意愿。徒儿就当我是逆师吧。温荣宇伸出雪白纤细的莲藕玉臂，环住陈阳的脖子，眸子动人而又坚决。大道誓言已经许下，不管你认不认，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道侣。除非你愿意看到我这位高高在上的弱水圣地之主，东荒圣人境的绝色美人，大道崩塌，跌落凡尘，被昔日那些与我为敌，被我踩在脚下的敌人羞辱、蹂躏、奸。住嘴！陈阳冷冷一喝，这回堵住了他的嘴。温荣宇眨了眨美眸，秋波粼粼地与陈阳对视，两人鼻尖近乎相碰。师尊现在是我的女人，再敢说这样糟践自己的话，休怪我不轻饶。这一刻的陈阳无比霸道，仿佛一头苏醒的野兽，要占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好，为师答应你。温荣宇神色动人，内心喜悦。趁徒儿弱小，忽悠他当道侣，成功。作为弱水圣地的禁地之一，埋葬诸多前辈的坟冢天河谷散发着浓浓的阴气和死气。后辈弱水圣地掌教温荣宇携圣子陈阳前来探访，多有叨扰，请诸位前辈海涵。温荣宇的声音传进去，与此同时，他释放弱水古经的气息，圣主之令同样散发着光芒，似乎是确认了他的身份。原本阴气森森、飘着白雾的天河谷，一下子就变得清风浩然起来。陈阳见状颇为诧异，此地埋葬的俱是为圣地付出过汗血功劳的先辈，即便时间长了，有个别执念不灭，滋生神念，但只要释放弱水古经的气息，便也不会被为难。温荣宇叹口清气，这里阴气极重，却也是弱水圣地的一层防护。倘若他日强敌来袭，兵临城下，坟冢内的先辈亡魂都将会复苏，为圣地战至终章。陈阳轻轻点头，眸色恍惚，心想前世的那些烈士陵园莫不是如此，阴魂不灭，谁又敢犯？徒儿，你要找什么？温荣宇好奇地问道。先天太阴庚经。陈阳说着，背后显化他的极品水行大道天宫。五行之道相生相克，金行生水行，他的水行天宫与先天太阴庚经之间必然能有所感应。听到陈阳的话，温荣宇低声呢喃，同时也开始寻找。大概率那先天太阴庚经在某位圣地前辈的储物界或是坟墓之中。没过多久，陈阳便有所发现。当靠近天河谷深处的某一座墓碑时，陈阳的水行天宫微微颤动，而温荣宇同样也来到了这座墓碑前。挖开坟墓，里面赫然是一具死去无数年的圣人白骨之躯，其一节手指骨上赫然有一枚银亮的储物戒指。温荣宇直接取了下来，神念一扫，便将里面的物品取了出来。一块散发着耀眼金光，类似铁片一般的物品，巴掌大小。此外就是一张流淌着神秘道纹的羊皮图纸，像是一张地图。就是它。陈阳目光一亮，机缘情报所指示的物品先天太阴庚经，上品大道这种级别，就是这块巴掌大的晶片。这张图，天门山。温荣宇却是忍不住惊呼。陈阳愣了愣，疑惑道：天门山是什么地方？天门山是一个特殊的小世界，自古有之，乃是年轻一辈的机缘战场。温荣宇叹道：可惜我当年的时候没有等到天门山出世，不然我也能在里面获得不俗机缘，挣出更多的天宫。什么？天门山和正天宫有关？陈阳这回是真的好奇了。天门山素来是东荒年轻修士的大机缘，不论是圣地古世家的天才，还是普通的年轻散修，都可以进去。它虽然名字为山，实则是蕴藏无数机遇和危险的小世界。天门又称为叩问天宫之门。众所周知，正天宫需要找到合适的大道之种，然而越是品级高的道种越是难寻。对于一些罕见强大的道，如时间之道、空间之道、死亡之道，它的道种更可能是唯一，一旦被人证了之后，其他人很难再证。但是在天门山中却不乏各类道种，哪怕是极品道种都不算少。历来天门山开启，运气好的修士进去之后能够证出2-3道中上品的天宫，如果是强大的天骄，一连证出4-5座上品，乃至是最强极品天宫都有可能。温荣宇凝望着陈阳的眸子，欣喜道：徒儿，这是你的机会。如果你想找太阳庚金来和这块太阴庚金融成极品金型道种，那么天门山绝对是最佳去处。这张地图上大概记载了一处机缘宝地，既然和太阴庚金放在一起，那么或许就是找寻太阳庚金的路线图。
听到这里，陈阳也是心情激动起来。得到太阴庚金后，他的下一步自然是寻找太阴庚金以融合处极品道种太白斩道金。没想到运气这么好，直接获得了线索。算算时间，天门山也就在近期开启，快的话1个月内，慢的话3个月。温荣宇思索了一下，不过徒儿，如若天门山开启，到时候东荒的所有顶级天骄，只要能来的都会来，甚至是其他大陆也可能有强横人物到来。温荣宇目光担忧，他知道陈阳很强，但目前也只挣出一座极品水行天宫，而极道重阳仙体虽然逆天，但战力却不如荒古圣体霸体之流突出，而且一旦被发现身份，必将沦为众矢之的。师尊这是小瞧我吗？陈阳龇牙咧嘴，忽地搂住温荣宇那柔弱无骨的腰肢，霸道地将他拦腰抱起。徒儿，温荣宇脸颊微红，嗓音软糯，这里是埋葬先辈的地方，不能查。根根，等回去看我怎么好好收拾你这个逆师。一转眼，自陈阳进入弱水圣地已经过去了4天时间。这一日，弱水圣女秦瑶终于从陨石山脉归来，她得到了聂氏青莲的莲心，更是将其炼化，幸运地挣出了一道极品天宫。当然，这是因为她所修行的大道以及身怀代表生机的天宇之体，才能将那颗莲心提升为极品道种。否则换作是别人得到了聂氏青莲之心，最多也只能挣出上品天宫。秦瑶刚回归圣地，便得知了一个令他无比吃惊的消息：与荒古圣体同名的圣子叶辰，他修出了异象银河落九天，击败柳飞扬和唐毅联手。秦瑶懵了，那门属于弱水圣地的标志异象，他修炼许久都不曾成功。这个叫做叶辰的人刚入门就修成了。秦瑶来到了圣主峰，想要找圣主温荣宇问个究竟，乃至温荣宇已经感应到他的到来，说道：瑶儿，你进来吧，正好来见一见你师弟。秦瑶同样也是温荣宇的弟子，在陈阳还没来之前是其唯一的徒弟，只可惜秦瑶连银河落九天异象都没能修成功，让温荣宇一度很失望。是。秦瑶迈着莲步踏入殿中，一眼就看到了伫立在殿中的白衣青年，遮天一榕树之下，呈现样貌为叶辰面容的陈阳。拜见师尊。秦瑶对着斜躺在莲花宝座上的温荣宇行礼。温荣宇一袭紫裙曼妙，仙躯婀娜，雪白玉腿翘成2郎腿，似乎毫不避讳他新收的徒弟叶辰。叶辰是我新收的弟子，也是我弱水圣地的圣子，他是你的师弟。随着温荣宇话音落下，陈阳主动朝圣女秦瑶打招呼。他也有些无奈，不久前才刚在陨石山脉见过，哪知一转身自己就成了对方的师弟。叶辰师弟。秦瑶一汪水眸直直地盯着陈阳，不知为何，他总觉得在哪里见过陈阳，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虽然他对这张脸很陌生。瑶儿，他虽比你后入，但天赋资质界在你之上，他为圣子，你为圣女，你们2个便从此结为道侣，你可有意见？可接着当温荣宇此话一出，秦瑶和陈阳同时愣住。师尊，我……秦瑶眸子呆滞，下意识望向叶辰那张脸，而陈阳也忍不住看向他，视线稍一触碰便立即分开。师尊，这恐怕不妥。秦瑶咬紧牙关，嗓音低沉：叶辰师弟才刚成为圣子，我若与他结为道侣，对他的影响怕是太大，而且我恐怕还配不上叶辰师弟。你是在质疑为师的决定吗？温荣宇脸色冷了下来，声音也泛着一丝怒火。秦瑶知道他这位师尊从来是说一不二的，完全是一把手一言堂。也正是因为温荣宇的强势，本该迅速没落的弱水圣地才能够又支撑了一段时间。可他实在是不愿啊，因为他已经有心上人了。弟子不敢。秦瑶当即扑通一声双膝跪了下来，他低着头，背齿紧咬，俨然一副十分委屈的模样。陈阳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心疼，也不明白温荣宇到底在干什么。师尊，我和秦瑶师姐不过初次见面，结为道侣的确不妥。陈阳站出来道，眼睛却是暗暗瞪了瞪温荣宇，那眼神赫然是在说：你这个逆师不要瞎搞。温荣宇却视而不见，气息更加冰冷，直接对秦瑶施压，冰冷质问：为师给你钦点的道侣，你为何不满意？我……圣人威压袭来，秦瑶感觉身上仿佛压着一座大山，她牙关紧咬，美眸泛红，脑海中闪过了一道身影，她在玄刹湖中遇到的那个名为杨晨的男子，她知道对方就是陈阳。师尊，我已有心上人。秦瑶目光变得坚定，决绝开口：我此去陨石山脉玄刹湖寻求机缘，遇到了当世天命之子陈阳。此话一出，温荣宇愣了愣：你说什么？他吃惊询问，同时眼神古怪地转向陈阳：这事儿你怎么没告诉我？陈阳眼神飘忽闪躲，他哪里有时间说啊？再者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啊。陈阳化名杨晨，出现在了森罗玄刹湖，他救了我一命，我此生已经认定了他，非他不嫁。秦瑶抬起头来，
鼓起勇气的直视稳居宝座、向来霸道强势的师尊温荣宇。呵，温荣宇心下玩味，脸上却是冷笑。我看你分明就是贪图陈阳的望妻成帝体质。你可知道此刻的东荒有多少人在寻找陈阳？有多少仙子圣女八不得找到陈阳将他带走？你连一个异象都修炼不出来，凭什么觉得能嫁给陈阳？还是说你觉得我若水圣地能招揽到陈阳？师尊！一瞬间秦瑶直接被温荣宇的逼问给骂哭了。他悲愤道：为什么不能？你不敢想，那是因为你的肩上有圣地，担子重，可我没有。我能和陈阳在陨石山脉相遇，那么以后就还会再遇到。反正我除了陈阳之外，绝不会与任何人结为道侣。这对师徒之间的对话把陈阳都给整懵逼了。不得不说，在秦瑶被温荣宇骂哭的时候，陈阳的确还挺心疼他的。可是他听着听着就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转念一想 TMD， 又有一个女人要赖上我了。不是我看不起叶晨师弟，叶晨师弟虽然天赋惊人，但是还远远比不上陈阳。秦瑶恼恨地扫了陈阳一眼，莫名地把他恨上了。陈阳瞪大眼睛，我擦，这剧情不对啊！你逆徒！温荣宇故意憋出一股怒火，冷冷呵斥：给我滚！秦瑶对着温荣宇微微一拱手，再度愤恨地盯了一眼陈阳，转身离去，仿佛此时的他已经对陈阳厌恶上了。不，确切地说，秦瑶是厌恶陈阳化名出来的叶晨。秦瑶离开后，陈阳无语地看向温荣宇：温荣宇，你在搞什么飞机啊？温荣宇笑道：秦瑶是我徒儿，也是东荒1等1的绝色美人，她给你当道侣不委屈？陈阳睁大眼睛绷不住了：有你这样搞的吗？都已经和你结为道侣了，你又把自己的徒弟拉下水，如果传出去，你让别人怎么看我？陈阳相当愤懑，这简直就是把自己当牛马，不，种马了。徒儿，难道你不想吃一碗秀色可餐的师徒盖饭吗？温荣宇曼妙的身姿悄然离开宝座，来到了陈阳怀中，一双柔嫩的粉臂环住陈阳的脖子，在陈阳耳边呵气如兰。可恶啊，你这个逆师一点都不尊重我！陈阳恨得咬牙切齿，一把抱起他往殿内深处走去，一定要给这个有大病的师尊狠狠治疗一下，哪怕自己修为得不到进步，也要给师尊打一针。秦瑶离开圣主峰后，心情很是低沉失落，脑海中不断浮现玄刹湖内自己被陈阳救下的一幕。这个叶晨修出了银河落九天异象，的确很强，但只要我能击败他，那么他就没资格与我结为道侣。就算到时候师尊再提此事，也没有理由。秦瑶攥紧粉拳，暗暗想到，我一定要修出天地一青莲异象，到时候我必能击败那叶晨。炼化了聂氏青莲的莲心之后，他得到了一门强大的异象修炼法，名为天地一青莲。虽然他没能修成弱水圣地的标志异象银河落九天，但是现在他已经证出了生命青莲天宫，修炼与之相伴相生的天地一青莲异象，没理由会失败。如果不是着急回归圣地，他或许直接就在陨石山脉闭关修炼异象了。若是早知如此，他还不如修成了异象再回来。等着！秦瑶心下冷冷呢喃，哪怕你与荒古圣体同名，也远不及陈阳在我心中的地位。要是让陈阳知道他内心的想法，还真不好说是该高兴还是该难受。不过秦瑶却是想不到，陈阳早就已经签到获得了天地一青莲这门异象，而且在和温荣宇这几日的相处中已经顺利修成，所以哪怕他也修成了天地一青莲，也不可能击败陈阳。奇怪，怎么会是弱水圣地？难道他躲进弱水圣地了？弱水圣地之外，一身鹅黄色衣裙的绝美灵动少女荒古姬家小公主姬莲心追了过来。她惊讶地发现陈阳的位置选是在弱水圣地内。姬莲心眸子闪烁，很快就拉到了几个走出山门的弱水圣地弟子打听消息。这一打听可不得了，与荒古圣体同名的新任圣子叶晨。好家伙，这一次居然化名叶晨！陈阳，真有你的！姬莲心一口可爱的小虎牙，咬着鲜艳欲滴的樱桃唇瓣，暗暗攥紧小拳头。自从天道金榜出现，第一期天命榜曝光以来，整个世界5块大陆都发生了极大的震动。只因极道众阳仙体这等人族荣耀体质出世，各个区域的道统都掀起了轩然大波。例如向来为人诟病视为邪修的合欢宗，合欢宗的女修们不卖了，反而开始注重提升自己的气质容貌，更有一些人剑走偏锋，钻研什么薄膜修复技术、手工杀恢复秘法，意图不明。再比如明面上清风浩然，自诩正道，暗地里也藏污纳垢的阴阳圣地。圣地的仙子们不再与男弟子、男长老们结缘了，给多少钱都不能结缘1日，他们开始变得高冷纯洁。这些举措和变化直接就苦了那些依靠阴阳大道修行的男修，
让他们叫苦不迭，对某个天命之地暗暗恨了起来。若只是如此，倒也还不算太夸张。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中州大陆一对向来名满四方、为人所艳羡的神仙眷侣风月夫妇，居然在闹分手。素来被称为白月剑圣，年轻时曾被中州无数女修迷恋爱慕的月婷，染满脸苦涩，泪水模糊眼眶。雨柔，难道我们之间几百年的感情，还比不过一个极道重阳仙体吗？短短几天的时间，原本一头黑发的她已经染了几分白鬓。远处，一袭青色衣袍宽大轻柔，裙摆下玉腿修长而笔直，柳腰酥胸的绝美圣境仙子风雨柔亭亭而立。她红唇紧咬，手持冰冷宝剑，似乎在阻拦月婷染的靠近。婷染，我只想要一个孩子，我不为成帝，我只希望未来我能有一个孩子，他一出生就可以享受世间最顶级的身份待遇，享受无数的荣光，而你却是无法。听到这里，岳庭然整个人就像是突然失去了力气，瘫倒下来。他满脸苦涩。所以你还是为了成帝，不是吗？地境缥缈，只有那个天命之子能帮你，是吗？风雨揉攥锦玉拳，咬牙道：我不为成帝，但我希望以后我的孩子拥有一个大地母亲。我们分手吧。一度令人津津乐道，只羡鸳鸯不羡仙的中州风月夫妇就此终结恋情，令人唏嘘至极。可这样的事情却是在最近屡屡出现，多得根本数不过来。某位大教教主只是在门中弟子大比时多看了一眼穿着白裙、白皙水嫩的修长玉腿裸露在外的圣女。教主夫人，你居然背着我偷看别的女人，分手！教主，某宗门掌门为了讨好道侣，特地去东海之滨猎杀了一头肉质美味的圣境海妖，再辅以各类仙药灵草熬制出一锅色香味俱全的美味鱼汤。圣人之下的修士若是喝了，怕是能力的破镜成圣；圣人喝了，也极可能突破瓶颈。然而道侣却道：我不吃鱼肉，你根本不懂我，分手。说完，道侣便直奔东荒大地而去，目的未知。中州、西漠、南疆、北原不断出现各类奇葩消息。有年近1000岁的圣人发现自己刚满18岁的孙女离家出走，有绝世高手发现自己向来不染胭脂的夫人开始化起了妆，梳起了头发，时不时地叮嘱膝下的儿女以后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更令人咂舌的是，有臭名昭著、威名赫赫的邪恶大修居然自宫，转修某种能将自己变成女人的功法，不知道在图谋什么。当然了，最热闹的当属东荒大陆。东荒中部、北域、极东之地、西部，许许多多大教教主、世家主宰、圣地掌门接连降临吞星圣地。虽然并没有在吞星圣的找到那位被称为人族之光的天命之子，但也没有就此离去，而是派遣人手就在吞星圣地外建立了据点驻扎，时不时的就拜访一下吞星圣地，这里瞧一瞧，那里逛一逛。吞星圣地从最初的如临大敌，即到地兵随时启动，到后面的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反正吞星圣地的弟子都知道，那位名为陈阳的候选圣子早就在落选圣子之位后负气离开了圣地，不知所踪。素来清冷绝世的圣女于雪静，现在走在圣地中都需要戴着面纱隐藏气息，免得被外界道统的人认出来后说她有眼无珠、眼高于顶等等的话。新任圣子潘良在继位之后，虽有圣子待遇，可是门中下到普通弟子，上到长老，没有谁把他当圣子。因为在如今的所有人看来，吞星圣地真正的圣子应该是天命榜曝光的天命之子陈阳。潘良终日脸色发黑，彻底疯狂，不顾一切的修炼，只为有朝一日证明他自己。陈阳并不知道大陆上的风波，他现在正头疼该怎么解决和弱水圣女秦瑶的事情。但没等他想出办法，一个更令他吃惊的消息传出：圣女秦瑶被新晋后选圣女希儿挑战，二人打成平手。不只是他，圣主温荣宇都惊呆了，弱水圣地的其他圣人长老们也都是瞠目结舌，合不拢嘴。话说不久前，姬连心确定了陈阳现在的身份，那就是弱水圣地的新晋圣子，化名之后与荒古圣体同名的叶晨。于是姬连心也化名星儿，改换面容气息之后加入了弱水圣地。凭借出色的容貌以及强大的实力，当然他并未暴露荒古姬家的道法秘术，硬生生击败了一位候选圣女，取代了对方身份。然后没过2天就直接挑战圣女秦瑶。秦瑶正在修炼天地一青莲异象，却是突然收到了有人要挑战他的消息，并且还大放厥词，说他连异象都修炼不成功，不配当圣女。本就积压着一股怒火的秦瑶直接出关与星儿交手。你要挑战我？圣地广场上，秦瑶一袭水袖衣裙，姿态冷傲却又柔美，五官精致绝美，肌肤雪白细腻。她周身有着淡淡的水蓝色华光神韵笼罩，身姿飘渺曼妙，宛若一株粒在空谷中的幽兰仙葩。不错，
我想挑战秦瑶师姐，还请秦瑶师姐让出圣女之位。化名希儿的姬莲心同样极美，她变化了面容、身形和气息，但也同样不输秦瑶。身材玲珑婀娜，曲线格外诱人。她气质灵动出尘，像是寒宫仙子，却又仿佛人间的精灵。容貌清新脱俗，水灵灵的大眼睛似乎装着一片星空，闪耀着光彩，令人沉迷。希儿师妹刚入门不过几天就想当圣女，真以为人人都能当那叶晨吗？秦瑶声音平静至极，但却蕴含着一股压抑的冷意，尤其是在提到叶晨二字的时候，似乎更有一种不屑。漠视，能与不能，站过就知道了。化名希儿的姬莲心盈盈一笑，十分动人纯洁。不少围观的弱水圣地男弟子都被她的笑俘获。希儿仙子好美啊，她的笑好治愈，好可耐。去一边去，我支持秦瑶仙子。嘿嘿，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都支持。风波闹得很大，许多正在修炼的弟子都出关跑过来观看，人群数量不断扩张，议论声不绝。秦瑶不想再浪费时间，击败了这个叫做希儿的女子之后，她还要修炼天地一青莲意象。出手吧。秦瑶谈口轻气，语气淡漠。那我就不客气了。姬莲心唇角上扬，微微露出一颗小虎牙。她身形妙曼，瞬间来到了秦瑶的前方，粉拳一握，抬手拍出似有惊涛骇浪汹涌。荒古姬家有一条积水，乃是姬家的发源之地，但积水和弱水却是全然不同，两者并非一物。积水神秘，埋有古老的空间之秘。传闻姬家始祖在积水悟道，参悟出无上功法虚空古经。姬莲心修炼的功法自然也是虚空古经，各种秘术也都是姬家的传承。但他身怀万灵之体，能够变化模仿他人的道法攻击，因此只要不使用姬家的传世神通，核心传承就不会被人认出来。砰！一击碰撞，姬莲心和秦瑶的身形都在后退，而秦瑶的眸子中浮现惊讶之色，他没想到姬莲心的实力这么强。看来你是专门有备而来。秦瑶脸色微寒，他不明白自己这刚一回归弱水圣地，怎么就一堆麻烦找上门来。他现在是真的火了。秦瑶师姐，看我这招水漫金山。姬莲心轻喝一声，再度出手。秦瑶打出弱水圣地的神通秘术，正式开始发起进攻。两人的修为都一样，秦瑶正出了2道天宫，一道上品水行天宫，一道极品生命青莲天宫。姬莲心则是正出了一道极品虚空道天宫，以及一道极品木行天宫。没错，作为荒古姬家的小公主，真正的核心嫡系，姬家少主，姬莲心想要正什么道的天宫，姬家强者都会给她寻来最好的极品道种，这就是底蕴的体现。反之，逐渐衰退没落的弱水圣地，哪怕是门中圣女，也需要依靠自己去寻找道种五行，孕育于空间之中，同时又能够反哺空间，因而姬莲心也会正五行之道的天宫。拥有2道极品天宫的姬莲心，实力赫然在仅有1道天宫是极品天宫的秦瑶之上。秦瑶神通不断，姬莲心秘术层出不穷。当最后一击落下，秦瑶施展弱水圣地的传世神通，而姬莲心则是施展一门不弱于传世神通，非姬家传承的秘术。砰！二人的攻击碰撞，秦瑶身形一连倒退10余米，嘴角流出一抹嫣红鲜血。姬莲心原本身形只是踉跄，但接着突然猛地退后数十步，同时也喷出了一小口鲜血。他是故意如此，给秦瑶留点面子，同时也少出点风头，保障自己不被发现真实身份。平手，秦瑶仙子和希儿仙子打成了平手。这希儿仙子到底是什么来历？连秦瑶圣女都没能击败她。人群惊骇不已，但同时已经有许多人开始欢呼追捧姬莲心。希儿仙子和秦瑶仙子打平，是不是也可以当圣女？嘘，能不能当还得是圣主说了算。秦瑶目光惊动，峨眉微微蹙起，叹声道：应该是我败了。她那绝美温婉的容颜浮现一抹黯然，令人心疼。姬莲心吐了吐粉舌，摇晃着脑袋，笑嘻嘻道：我们是平手，不过秦瑶师姐应该是让着我的吧。我感觉秦瑶师姐正在修炼一门强大的秘法，如果修成的话，恐怕我就不是对手了。两人战斗的消息和结果传到了圣主峰，陈阳和温荣宇皆因此而惊动。从哪里冒出来的候选圣女能和秦瑶打成平手？陈阳皱眉，一般也只有圣女与圣女之间打平，同层次身份地位天骄出现这样的情况。启禀圣主，候选圣女希儿欲求见。一名女长老在殿外传来消息，实则这名女长老便是引领姬莲心加入弱水圣地的人。对于姬莲心和圣女秦瑶打平，她非常高兴，觉得自己为圣的招来了一名优秀杰出的弟子。温荣宇黛眉似蹙非蹙，眸子直直盯着陈阳看了一会儿，让希儿和秦瑶都来圣主峰一趟。他道：你看我做什么？陈阳不解，你的行踪或者你的身份是不是还被别人猜出来了？温荣宇猜测道，在整个东荒大陆，弱水圣地并不算多么强大的道统，
当然他也是顶尖。但如果和荒古姬家、和万雷圣地、天剑圣地、荒古江家等等一些强圣道同比起来，整体就要差了不少，更别说弱水圣地如今已是没落颓败之态。因此怎么会有那般强大的天之娇女主动加入弱水圣地呢？而且还直奔圣女之位而来，这要是没有什么别的目的意图，温荣宇绝不会相信。这个……陈阳眼神闪烁，脸色难看的开始回想。逃离吞星圣地后，他也就只在陨石山脉那边留下过踪迹，化名杨晨，与几个人有过一些交集。离火圣女穆神韵、弱水圣女秦瑶、姬家小公主姬莲心、鬼王焦寒丽。离火神教林勇穆神韵没那么聪明，也不可能背弃离火神教。难道是姬莲心？陈阳浑身一颤，越想越有可能。就在这时，脚步声传来，哒哒哒，两道窈窕绝色的人影已经来到了圣主峰大殿，正是秦瑶和化名心儿的姬莲心。姬莲心内心的确有些紧张，不过她的这件宝贝那可是族中老祖给她的，变化面容、遮掩气息什么的很厉害，哪怕是圣人也不能够轻易看出来。秦瑶神色平静，似乎与姬莲心打成平手也没什么。而且如果当圣女就要和那个叶晨结为道侣的话，她乐得把这个圣女之位让出去。她的内心早已被陈阳塞满，再也装不下别人。叶晨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姬莲心在看到陈阳的那一刹，虽然是一张陌生的脸，但她瞬间就认出了陈阳的眼睛和目光。一个人的面容、身材、气息都可以变化，但是目光和眼神却是极难改变。姬莲心直接朝着陈阳扑了过去。我为你翻过山，跨过海，今天我们终于重逢了。陈阳猝不及防之下，姬莲心直接扑进了陈阳的怀中，软玉温香入怀，陈阳猛圈了。嗨嗨，你是心儿师妹吧？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虽然叫叶晨，但同名的人多了去了，比如荒古圣体叶晨。少女身上独有的厨子幽香传入鼻尖，陈阳身体有些燥热，连忙说道：没有啊，我找的就是你。姬莲心紧紧地抱着陈阳，小脑袋依偎在陈阳的胸膛上，水汪汪的灵动心眸直勾勾地望着陈阳。她神色狡黠，藏着笑意，那眼神好像在说：陈阳，我抓到你了哦。陈阳心下一个咯噔，满满的无语。果然是姬莲心这个小妮子，闻着气味就找来了。看到这一幕的秦瑶和温荣宇均是十分惊讶。温荣宇咳嗽一声，美眸闪烁的他似乎也明白了什么，内心已经有了主意。姬莲心粉舌轻吐，从陈阳的怀中离开，但仍旧抱着陈阳的手臂，似乎生怕陈阳飞走。拜见圣主。姬莲心眸光隐隐清亮，毫无惧意地与温荣宇对视。温荣宇并未难为姬莲心，淡淡笑道：虽然圣地一般只立一个圣女，但既然你和秦瑶打平，而秦瑶本身已是圣女，也不会撤下，那么从今天起，你便是我弱水圣地的第二位圣女，你可愿意？愿意，愿意，非常愿意。姬莲心十分欢喜地点点头，又问道：圣主大人，我既然成为圣女，那能不能和叶晨哥哥结为道侣啊？说着，他趁陈阳愣神，直接扑到陈阳身上，莲藕玉臂环住陈阳的脖子，就差扒开陈阳的衣服往里面钻了。温荣宇神情古怪，看了陈阳一眼后颔首道：自然可以，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本座不强求。听到这话，旁边的秦瑶眸子睁大，忍不住出言：师尊，既然心儿师妹心系叶晨师弟，那我便不用与叶晨师弟结为道侣了。我同意了吗？温荣宇冷冽地扫了他一眼，冷声道：为师亲自钦点，你没有拒绝的资格。秦瑶闻言顿时满脸委屈之色，他咬牙悲愤道：我心中只有陈阳，死也不会与他结为道侣。说完，他愤恨盯了盯陈阳，委屈的直接转身离去。姬莲心暗暗咂舌，忍不住同情起来秦瑶。如果秦瑶知道他所心仪的天命之子陈阳赫然就是眼前这个化名的叶晨，不知道会不会后悔死。那圣主大人，我们也先下去了。姬莲心回过神来说道，随即便拉着陈阳朝殿外走去。陈阳无语的回过头，而温荣宇却是笑意古怪，暗中传音：徒儿，拿下他，为我弱水圣地增添一份背景。温荣宇虽然没有看出姬莲心的根脚来历，但可以肯定姬莲心必是某一个不朽道统的圣女级人物。如果陈阳拿下了对方，那么毫无疑问，对方背后的势力也就与弱水圣的站在了同一战线，变相的为弱水圣的增加实力。姬莲心，你到底要做什么？离开圣主峰后，陈阳咬牙切齿的在他耳边低声质问：杨晨哥哥，你怎么摇身一变变成了叶晨啊？姬莲心眨动着美眸，玉臂环着陈阳的脖子，狡黠一笑：杨晨哥哥，你不开心吗？我们可是熟人呢。陈阳绷不住了，此时的姬莲心像只小猫依偎在他的怀中，两条修长匀称的玉腿夹在他的腰身，不得已陈阳也只能拖住他。姬莲心，你不知道这样很危险，你一个堂堂荒古姬家的公主，偷偷加入弱水圣地算怎么回事啊？
陈阳沉声开口，还有，你为什么要一直跟着我？姬瑶花星辰般璀璨的眸子闪了闪，笑盈盈道：杨晨哥哥，你非要我把你的底细说出来吗？底细？我能有什么底细？陈阳面不改色，依旧仿佛什么都不知道。姬莲心忽地挺腰起身，趴在陈阳的耳边，樱桃小嘴轻轻吐气。陈阳哥哥，你也不想被别人知道你躲在弱水圣地吧？话语入耳，陈阳浑身一颤，神情变得悲愤羞耻起来。去我的山峰，我慢慢和你说。姬莲心笑盈盈地指着路，看到陈阳的反应，他并不意外。你个小妮子！陈阳满脸愤愤，却又无可奈何。他感觉自己现在像极了一个无能的天命之子，谁都能来欺负他。一转眼，两人来到了一座优美静谧的修炼灵峰，这是姬莲心的候选圣女峰。当然，姬莲心现在已经是新的弱水圣女了。刚走进一座清新典雅的居住阁楼，姬莲心就忍不住笑道：陈阳哥哥，你还真是聪明啊！化名叶晨，躲在弱水圣地，让荒古圣体给你背锅吸引注意力。根根，你能不能先从我身上下来？陈阳十分无语，为什么要下来啊？难道人家不香吗？不软吗？姬莲心背齿轻抿唇瓣，忽然捧起陈阳的脸，那抹温柔的樱桃小嘴直接印在了陈阳的嘴唇上。戳的马的。几个呼吸后，姬莲心面红耳赤，但仍旧不松手。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跑，行了吧？陈阳强忍住内心逐渐苏醒的野兽，脸色无奈。你现在知道我的底细，我肯定也不敢跑，对不对？何况我也没地方可去，你没必要这样。姬莲心想了想，便从陈阳身上下来。他捂住羞红发烫的小脸，摸了摸自己的唇瓣，羞涩又失神。怎么，这是你初吻？陈阳好笑地问道。刚才强吻自己的时候怎么不害羞？哼，废话。姬莲心皱了皱琼鼻，眼珠子一转道：陈阳哥哥，我的初吻给你了，如果你不负责任的话，我爹爹是不会饶过你的哦。你现在又威胁上我了。陈阳目光喷火，恨得牙痒痒。弱？他还是太弱了。哎呀，这不是威胁，你不要误会嘛。陈阳哥哥，我是真的喜欢你，我要和你结为道侣，我要给你生孩子。姬莲心抱住陈阳的手臂，亲密地在陈阳胸膛上蹭着。我看你分明就是想让我帮你成弟。陈阳气呼呼道：你的那点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姬莲心脸蛋嫣红，略微羞涩，嗓音软糯黏腻道：那陈阳哥哥，你既然看出来了，要怎么样才能与我结为道侣吗？我现在都已经是你的人了，你不和我结为道侣也是不行的，我爹爹知道了肯定会过来打死你的。你……陈阳郁闷不已，还不是在威胁自己。陈阳哥哥，我把我姬家的海上生明月意象修炼法传给你好不好？我还可以把虚空古经也给你，还有我姬家的传世神通，总之我的就是你的，都给你。姬莲心拉着陈阳就往阁楼里面走。陈阳眉宇紧锁，忍不住叹道：莲心姑娘，你这又是何苦呢？人生漫漫，你又何必为了正道成帝而强行与我在一起？先不说我哪怕拥有可以助你成帝的体质，也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助你达到那等境界，就说你难道没有喜欢的人吗？如果你把自己给了我，那你的心上人该怎么办？姬莲心很是惊奇，也很感动。陈阳居然唤她莲心姑娘，看来已经是很语重心长的认真和她交流了。我的心上人就是你啊！姬莲心那双水汪汪的灵动大眼睛像星星一般眨了眨。我……陈阳气笑了，我们就之前在陨石山脉见了一面好吧？而且我还变化了容貌姓名，你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姬莲心琼鼻皱了皱，哼道：怎么不可能？我就是对你一见钟情啊，不可以吗？再说除了你之外，我又不喜欢别人。陈阳盯着他的眼眸，神色深邃。姬莲心笑盈盈的开口：我知道，你觉得我只是为了你的极道重阳仙体而来的，对不对？不然呢？陈阳目光平静。哼，你只说对了一半。姬莲心傲娇道：我好歹也是姬家的公主，我和我大哥、二姐并称为姬家的日月星少主，以往追求我的人可以从东荒排到中州，可是我都看不上。但是陈阳哥哥你不一样啊，你是天命之子，本身就招人喜欢，女人都是慕强的，我也是，所以我喜欢上了你，这没有问题啊。陈阳皱了皱眉，不是还有其他的天命之子吗？是啊，但我又不喜欢他们，我就喜欢你。姬莲心道：哎，陈阳可不相信他的话，只能感慨这破体质真尼玛种马。陈阳哥哥，那我们先谈恋爱，等你喜欢上了我，到时候我们再结为道侣好不好？姬莲心说道。说着，陈阳已经被他拉到了阁楼中的床榻上。那陈阳哥哥，我现在就传你虚空古经、海上生明月意象修炼法，还有我姬家的一门传世神通。姬莲心把手放在陈阳的额头上，就准备传法。陈阳不由得道：还是别了吧，这是你家族的核心传承，我要了
那岂不是？没事的，我偷偷传给你，谁敢说半个不字？姬连心声音软糯动人，接着不由分说地传过来了一片信息。很快，完整的地品功法、虚空古经以及一门异象修炼法和一门传世神通出现在了陈阳的脑海中。稍微浏览一小段，陈阳就忍不住惊讶。虚空古经的浩瀚深邃程度，更在弱水圣地和吞星圣地的地经之上。陈阳哥哥，你先参悟一下再修炼吧，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我哦。我给你按按摩，捶捶腿。向来傲娇的姬家小公主像个小媳妇一样，开始帮陈阳捏肩捶腿，让陈阳都不好意思了。好了好了，你别这样。陈阳忍不住一叹，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算是栽在你手里面了。啊，陈阳哥哥，你在说什么呀？姬连心天真无邪地望着陈阳，仿佛不明白陈阳的意思。你说我在说什么？陈阳一把将姬连心香软的娇躯搂在怀中，直勾勾盯着他。我拿了姬家的地经，我现在除了成为你们姬家的女婿之外，别无他法。你说呢？你这小妮子，故意给我下套？才没有呢，我偷偷传给你，不让别人知道不就好了？姬连心不承认道：纸包得住火吗？到时候你们姬家还是得找我麻烦。陈阳恨恨道：你太坏了。姬连心眸子狡黠，笑嘻嘻道：放心吧，陈阳哥哥，真的不会有人找你麻烦的。我爹都和我说过了，如果遇到你，就直接把虚空古经传给你，什么海上生明月异象，什么传世神通，统统都传给你。我爹说这些就是嫁妆。嫁妆？陈阳瞪大眼睛，嘴唇都在哆嗦。你家嫁妆送大地古经啊？咋不送极道地兵呢？也可以啊，不过这个需要陈阳哥哥你自己去姬家取。姬连心认真道。噗！陈阳欲哭无泪，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他要是敢去姬家，那不就是自投罗网？陈阳哥哥，你收了我的嫁妆，就相当于娶了我，我们结为道侣，好不好？姬连心眼巴巴地望着陈阳，少女身上散发着的幽香不断吸引着陈阳。陈阳目光恍惚，无奈一叹：假如我不是极道众阳仙体，你还会这样对我吗？假如是谁啊？姬连心撇撇嘴道：陈阳哥哥，极道众阳仙体是你的体质，是你的资本和底气，有人因此对你妄图抓你囚禁你，把你当炉鼎，这是事实，但也会有人对你善。固然对你善的人也是因为你的极道众阳仙体，可这难道不是好的结果吗？你强大，别人对你善；你有厉害的背景，不俗的来历，别人对你善，这和你拥有极道众阳仙体，乃是天命之子，别人对你善，本质上是一样的。也许过程不同，但重要的是结果。陈阳哥哥，你是很抵触身怀极道重阳仙体吗？这会不会是你的心结啊？姬连心忍不住问道。抵触？陈阳目光闪烁，神情变得悠哉游离起来。他是从蓝星穿越到这个世界的穿越者，从小就是孤苦伶仃的那种，靠着身为穿越者的坚强信念，相信自己一定是主角的决心意志，这才一步步成为吞星圣地的候选圣子。其实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觉醒金手指，快意人生，行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吗？而现在他觉醒了天榜签到系统，还知道了自己的体质是极道众阳仙体，可以望妻成帝。虽然被第一期天命榜曝光了，让他很被动，但整体上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不过自从体质曝光以来，他的确因为这门体质一直在被牵着走，躲着走。是了，一个体质而已，决定不了我。我应该借助体质和系统快速成长，成为天地间真正的强者，而不是抵触，哪怕这个体质本身对我的修为并无帮助。善恶的结果不因他的出发点不同而就有所改变。这一刻，陈阳悟了，也许是在他离开吞星圣地的那个时候，悄然埋下的心结就此打开。严星，你多大了？满18了吗？心结一解开的陈阳立马直勾勾地盯住了姬连心。啊！姬连心怔了怔，旋即红着小脸点头。人家肯定满了啊！既然满了，那我们就成亲吧。择日不如撞日。好哦，陈阳哥哥终于露出马脚了。原来陈阳哥哥是这样的人。姬连心打开灵风阵法，将整座修炼灵风笼罩，他修炼的阁楼也笼罩上了一层光罩。悄然间，灵风如春。咦，连心你还修炼有白狐秘法？陈阳惊讶不已。听闻此言，姬连心那张绝美雪白的脸颊瞬间变得绯红滚烫。陈阳哥哥，不要说了。东荒北域某个神秘禁区内的古战场遗迹中，哈哈哈哈，成了，我终于成了。浑身浴血，衣袍褴褛的青年仰头狂笑。天地枷锁，你困不住我。叶晨身躯一震，体内阻碍他突破天宫境的第4道诅咒枷锁轰然破碎。这一刻，天地间似有一道雷鸣炸响，遗迹中凭空出现雷劫，朝着叶晨劈来。我乃荒古圣体，何足惧哉？
强盛的金光与霸道的气血在叶晨体内绽放，他拳出如龙，背后浮现神秘恐怖的意象。天地宇宙一片混沌无垠之中，一株傲立于世间的神秘青莲绽放。青莲生有3叶，可又仿佛千万道绿叶，有混沌霞光萦绕不散，大道神华流淌不绝，演化着混沌中的一切。某一刻，天劫散去，叶晨背后浮现一座通体金色、散发着霸烈纯阳气息的天宫，蕴含着无比可怕的战意。圣战天宫，极品天宫。凝聚这一道天宫，它无需任何道种，因为它是荒古圣体，圣体本源即是最好的极品道种。也该离开这里了。叶晨找到了战场遗迹中的传送出口，可以直接传送离开。3秒过后，他眼前的眩晕感消失，再出现时已是一片陌生的环境。这是东荒南域。叶晨目光闪了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天门山快出现了。他身形很快消失不见。在天门山开启之前，往往会出现一座古城，名为风云古城。风云古城所指引的方向尽头，便是天门山入口所在。因此各方势力的天骄弟子往往都会先聚集在风云古城，不论是圣地世家的传人少主，还是普通的年轻修士，天门山也只有30岁之下的修士可以进入。如今风云古城巍峨神秘的轮廓已经在东荒南域靠近中部的一处地界若隐若现，引起了周围众多门派的关注。消息一经传出，东荒的所有强大道统的弟子也开始行动，要么是子府境圆满，要么就是天宫境，毕竟进入天门山秘境世界就是为了证天宫。弱水圣地，陈阳哥哥，我居然凭空证出了一道极品天宫，你好厉害！春色满园的阁楼中，姬连心兴奋得快跳起来，他抱住陈阳的头，左脸亲一亲，右脸亲一亲，乐得合不拢嘴。然而陈阳自己都惊呆了，难道这就是极道众阳仙体这种望妻成帝体质的可怕吗？只见在姬连心的背后，3座极品天宫虚影巍然矗立，一座虚空道天宫，一座木形天宫，一座水形天宫。我明明没有炼化对应水形天宫的大道之种，却证出来了水形天宫，而且还是极品天宫。陈阳哥哥，你就是最好的极品道种，而且还是通用。姬连心激动的手舞足蹈，而陈阳则是满脸无语。什么叫通用？这话说的好像跟那啥似的。陈阳哥哥，可不可以再来啊？姬连心食髓之味扑在陈阳的身上，笑盈盈道：我还没有恢复，来不了。陈阳满脸无语，他起身道：你先稳固一番自己的修为，近期天门山要出现了，我不能错过。闻言，姬连心会意的点点头，那的确是一桩大机缘，他也会去。虽然这次依靠陈阳空证出了极品水形天宫，但那是因为他本身也有修炼水形之道的力量，他想要证出其他的天宫，也必须有所修炼才可。这时一个声音传进了山峰：徒儿，秦瑶挑战你，速来圣主峰应战。这是温荣宇的声音。陈阳愣住了，他挑战我做什么？旋即陈阳直接离开了姬连心的山峰，前去看看是什么情况。不多时，陈阳来到了圣主峰，秦瑶早在这里等候多时了。话说秦瑶在与姬连心打成平手之后，便进入闭关状态，修炼天地一青莲异象，而现在的他已经修成了这门异象。凭借这门异象，他的战力可以增幅3个小境界。换言之，目前只证出了2道天宫的他，一旦施展天地一青莲，就可以堪比证出5道天宫的修士，相当强大。所以他才有信心过来挑战陈阳。只要他击败了陈阳，那么一个实力还不如他的圣子，凭什么与他结为道侣？相信就算是温荣宇也不会再说什么。秦瑶师姐，你这又是何必呢？看到一袭水蓝色衣裙绝美挺秀的秦瑶，陈阳有些哭笑不得。我与你必有一战，师尊让我与你结为道侣，但我早已说过，我的心上人是陈阳，我非陈阳不嫁。秦瑶眸子冷漠地看着陈阳，眼神中藏着些许不屑。陈阳摸了摸鼻子，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对方当着自己陈阳本人的面说喜欢自己，马德！秦瑶被温荣宇坑了。陈阳也只能够这样想，只要你能击败他，本座可以答应你，此事作罢。温荣宇走出大殿，目光平静，实则藏着揶揄和玩味之色。听到了吗？今天我非要击败你不可。秦瑶脸色一冷，蓦地朝着陈阳出手杀来。我可以答应不与你结为道侣啊，为什么非要交手呢？陈阳忍不住道：你说了不算，师尊说了才算。秦瑶咬牙怒道。对此，陈阳还是只能够把这口锅扔到温荣宇身上。没办法，温荣宇太霸道了，就连自己也只有在一起修炼的时候才能够让他乖乖臣服，其他的时间大都被拿捏，强硬不起来。既然要战斗，青瑶师姐请全力出手吧，这点实力在我面前可不够看。陈阳步履从容，游刃有余地回应着秦瑶的攻势。秦瑶玉面微沉，忽得利翅，天地一青莲。刹那之间，天地变得无垠缥缈起来，
一株似乎历经万古，仍旧苍翠欲滴的青莲飘摇于虚空之中，秦瑶的气息陡然飙升。这一想，陈阳愣住了，没想到秦瑶居然也会天地一青莲。不过他稍一思索，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秦瑶当时在玄刹湖得到了聂氏青莲的莲心，大概是因此得到了这门异象修炼法，而他是通过系统签到所获得。我已修出强大异象，即便你拥有银河落九天，也只能败给我，因为你的修为不如我。秦瑶嗓音清冷傲寒，他素手挥动，一抹强横的秘术攻击袭来，而他现在的攻击威能堪比武道天宫。陈阳嘴角勾起，目光古怪。天地一青莲这门异象的确很强，在这样的武道早期阶段，提升3个小境界的战力不可谓不惊人。但问题是自己也会啊，如果秦瑶对阵别人，那基本上就赢了，可偏偏是自己。秦瑶师姐，你确定吗？陈阳坏笑一声，下一秒钟，他的背后另一株青莲悄然浮现于天地之间，而他的气息也是飙升3个层次。什么？看到这一幕的秦瑶满脸呆滞，大脑仿佛宕机一般，不知所措。天地一青莲，可不止秦瑶师姐你会啊？陈阳哈哈大笑，身形急速掠出，抬起一拳就与秦瑶打过来的秘术碰撞。一击过后，秦瑶极快地倒飞而出，似要砸落在地，但陈阳却是如鬼魅般出现在他的身后，将他接在了怀中。温软的娇躯玉体入怀，陈阳只觉秦瑶的身子就好像水做的，太软太柔。混蛋，走开！秦瑶在愣了一瞬间过后，猛地一掌轰开陈阳，满脸耻辱悲愤，好似自己被玷污了一般。他目光死死盯住陈阳，愤怒的杀意流淌，豆大的泪珠在眼眶中打转。我只是想接住你。陈阳有种做错了事的感觉，但是怎么想怎么别扭，自己去接他，以免他砸在地上受伤，这还有错了？谁要你接？秦瑶眸子发红，自己冰清玉洁的身子居然被除了陈阳之外的男子碰了，哪怕只是抱一下。叶晨，从今以后我与你不共戴天，你等着。秦瑶留下了一句狠话，委屈愤懑地瞅了陈阳一眼，就此转身离开。当陈阳也施展出天地一青莲异象后，他就知道自己不是陈阳的对手。陈阳绷不住了，好端端的怎么就不共戴天了？自己不就是抱了一下他吗？也不算亲密吧。陈阳摸了摸鼻子，忍不住想冲上去拉住秦瑶，然后告诉对方其实他就是陈阳。但是仔细想了想，陈阳觉得暂时还是算了，每多一个红颜道侣就意味着他要多操一分心力，而且还出力不讨好，自己毫无收获。他自己也是要修炼的，毕竟他也梦想成帝。如果他认出我再说，认不出的话，陈阳摇摇头。徒儿，为师找你有事，来吧。温柔语蕴含着魅惑的嗓音传来，陈阳不由得浑身一颤，特么的，刚满足姬莲心，这个逆师又来索取了，总是索取，却连谢谢也不说，可恶！这一日，风云古城出事的消息席卷整个东荒大陆。何谓风云？代表东荒的年轻已被修士风云忌讳。风云现，天门开，历来如此。风云古城已经出事，该出发了。此次天门山之行，无必要证出5座天宫。当时不知除了北帝王腾之外，谁还能证出9道天宫？那可是整整9道天宫啊，乃是天宫境的极限。天命之子还有另外9位，或许都可以。妈的，说到这个，我道侣前天跑了，说是要去找陈阳。东荒各地皆有议论，北域的太初圣地、五行圣地、万雷圣地等，西部的飘雪仙宫、天妖宫、古黄崖等，中部的紫府圣地、大眼圣地等，均有强大的圣子圣女走出，朝着风云古城而来。东荒南域更是如此，不过恰逢天命之子陈阳的风波席卷，使得南域更加的混乱和热闹。吞星圣地，一个狂喜的大笑声从某圣子峰传出。我潘良证出极品天宫了。新任圣子潘良穿着一身华丽的圣子衣袍走出，他意气风发，姿态傲然。在天命之子陈阳的压力之下，他让家族费尽一切手段，也要给他找来一枚极品道种。于是，当族里送来了一个山岳之道极品道种后，他开始了闭关。这种道属于土行大道的衍生，相对而言，修炼者并不多，比较好证。天宫之劫陡然浮现，一下子吸引了大量的目光关注。潘良修出极品天宫了，好强！他的境界岂不是和圣女一样了？哎，可惜啊，生不逢时。潘良渡完天宫之劫后，已经恢复了自信，他春风得意地朝着圣女峰掠去。于师姐，我想与你探讨一下天宫之境的修行，可否？一身白衣胜雪，容貌有一股阴柔俊逸之美的潘良来到了雨雪境的山峰。然而，过来迎接的只有2个侍女。回禀潘圣子，圣女她已于昨日离开圣地。一个侍女欠身道：什么？潘良惊讶，脸色微沉道：那你们可知于师姐去了何处？2个侍女犹豫了一下，一人道：圣女下山去找陈阳了。
短短的一句话，对潘良而言犹如五雷轰顶。他这么疯狂地修炼正出极品天功，就是为了真正得到于雪静的认可。因为他知道，当初于雪静之所以选他为圣子，与他自身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吞星圣地与他背后家族所属的3大商盟之一非洲商盟结下了合作契约。潘氏家族是非洲商盟的10大领袖家族之一，正是如此，于雪静才会选择他。甚至于这其中恐怕还有圣主凤羽生以及其他圣地高层的授意。高傲如于雪静，哪怕看不上当时的陈阳和郭俊峰，也同样不会看上他。然而此刻，在得知于雪静离开圣地居然是去找陈阳之后，潘良感觉内心生出一股难以抒发的愤怒和屈辱。你明明当初选择了我，为什么现在又要去找那个陈阳？为什么？潘良瞬间眼眸发红，仰头咆哮。不，不，不！他的声音回荡在四周，让那2个侍女都吓了一跳。听到这声音的弟子们愕然发愣，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满脸唏嘘，只觉得潘良站在圣女峰上不甘咆哮的画面充满了悲伤和落寞。潘良刚正出天宫，这就遭受打击了。其实也不怪他，谁让陈阳师兄是天命之子呢？那可是被称为人族之光的体质啊，管你什么仙子圣女都巴不得倒贴。潘良，你在吼什么？圣主凤羽生冰冷威严的声音传来，含着不悦，显然也是察觉到了潘良的情况。圣主！潘良顿时如同被浇了一盆冷水，浑身发颤道：我在修炼上遇到了瓶颈，冲不过，遇到瓶颈就出去历练，别在这里扰乱圣地氛围。凤羽生冷冷的声音再度传来，要是因为你大吵大闹，把圣地的氛围破坏了，等陈阳回来感觉不舒服，你就给我滚出圣地！我恨啊！待圣主凤羽生的声音消失后，潘良终于是气得一口心血喷出，眼里布满血丝，胸膛剧烈起伏。他感觉自己的胸腔中充斥着一股无法言语的屈辱和怒火。陈阳，我与你不共戴天！他在内心咆哮，彻底的把陈阳嫉恨上了。还是找不到。东荒南域，离火神教。穆神韵悠悠一叹，他本欲寻找化名杨晨的陈阳，表明自己的心意，却始终找不到其踪迹，就好像凭空消失了。穆师妹，风云古城开了，掌教说我们该启程了。林勇面带笑意的走来，他嗓音温和，彬彬有礼。多谢林师兄告知，不过这次我想独自一人前往。穆神韵微微颔首，背齿轻启，补了一句：我不想让陈阳误会。林勇刚到嘴边的为什么瞬间就咽了回去。望着穆神韵的背影消失，林勇的脸色变得无比铁青，拳头无意识地攥紧，手臂上脸上皆有青筋暴起。该死的陈阳，我林勇和你不死不休！他在心底暗暗发誓，如果再遇到陈阳，或者说上次在陨石山脉陈阳化名的杨晨，那么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击杀对方，将其碎尸万段。婉婉，你是合欢宗的圣女，而我是合欢宗的圣子，我们已是道侣，你知晓我对你的情谊。吕毛满脸深情地望着一身白衫素裙，清冷绝尘的绝色女子，她就好像淤泥中的一朵莲花，圣洁唯美，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那双从裙摆中暴露出来的雪白大腿，水嫩细腻，吹弹可破。偏偏她的气质无比圣洁，令人只敢远观而不敢亵渎。合欢宗目前唯一一位处子之身尚在的女弟子，我从未答应与你结为道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戚婉婉唇齿轻启，清新绝俗的脸庞，五官近乎完美，不妖不艳，不施粉黛，却已胜过了世间9成9的女子。合欢宗的规矩本就如此。吕毛眉宇阴鸷，圣子圣女自动结为道侣，自古有之，那到我这里就作废了。戚婉婉声音依旧平静，我的意中人已经出现，有一天他会身披金甲圣衣，驾着七彩祥云来娶我，我现在要去找他。说完，戚婉婉转身离去。见状，吕毛脸庞狰狞，内心怒骂：装你妈的清高，贱货，还不是想被那陈阳撤，还不是想成帝？操，臭婊子！不久后，脸色阴郁的吕毛带着人离开合欢宗，赶往风云古城。路上，其他的弟子纷纷抱怨：圣子师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自从天命榜曝光，那个陈阳的名字出现，咱们合欢宗的女子都跟变了人似的。他们难道真以为自己有机会接触陈阳啊？他妈的，一群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陈阳再怎么着也是吞星圣地的候选圣子，是他们那群胭脂烂货有资格觊觎的吗？真是日了狗了！我那2个偏头和我断了往来，居然说什么要改邪归正，上岸从良，做他妈的春秋大梦！圣子师兄，圣女该不会也……周围弟子的话也让吕毛十分烦躁。吕毛冷冷道：你们以为那戚婉婉是什么清高的女人吗？那臭女人已经去找所谓的极道众阳仙踢了。闻言，众人唏嘘不已。可惜啊，圣女还是蠢儿呢。有人刚感叹一声，就感受到了吕毛杀人般的目光，连忙畏惧地缩了缩头。话说这么多天没有双修，
我的功法已经停滞不前了。哎，谁不是啊？真是令人操蛋，那些师姐师妹都跟疯了一样。忽然，吕毛目光一凝，猛地抬手指住身后众人，他嘴角缓缓勾起，都压抑了好些天是吧？跟，既然合欢宗的女子不让碰，那就找外面的。听到这话，一众弟子目光晶亮，跟本圣子来。却说当日秦瑶与陈阳交手过后，便离开了弱水圣地。风云古城出世，天门山世界将开启，陈阳公子肯定也会去的。秦瑶心想道，或许这一次我能在天门山再遇到他。风云古城在东荒南域靠近中部的边界地带，距离弱水圣地极远，饶是秦瑶也需要不断传送以及中途赶路。雾隐山脉终年被茫茫灰雾所笼罩，散发着阴森寒冷的气息，它像是一具鳄头头盘踞，占据了相当辽阔的区域。从弱水圣地到风云古城的路线，要么直接穿过雾隐山脉，要么绕路，但却是需要多花1倍的路程。秦瑶身为弱水圣女，如今又修出了天地一青莲异象，自诩艺高人胆大，选择独自横穿雾隐山脉。谁料进入山脉不久后，他就感觉有人在跟着自己。谁？澎湃沉重的弱水之力从他身上冲出，朝着四周狠狠席卷而去。眨眼间，那些躲在暗中的合欢宗弟子都不得已暴露了身形。合欢宗圣子吕毛现身，他抬手轰出一道秘术，击溃了那些弱水波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仙子当是弱水圣地的圣女秦瑶仙子吧？吕毛眼神贪婪地打量着秦瑶，眼中的淫秽欲望毫不掩饰。他气息淫靡阴邪，让人颇为不适。合欢宗的阿杂东西。秦瑶脸色冰冷，同样认出了吕毛这些人的来历。合欢宗不是什么不朽道统，但是在东荒南域也是一座大教，因为修炼合欢之道，弟子门人修炼速度极快，因此整体实力还不错，在东荒的诸多大师盛会中都有合欢宗的身影。但如此臭名昭著的势力，秦瑶不仅看不上，还厌恶至极。啧，吕毛咂舌邪笑，不愧是弱水圣女，说的真不错，我们还真就是一群阿杂东西。但是仙子似乎是孤身一人啊。他话锋一转，目光变得玩味戏谑，就平儿等脏东西也配觊觎我？秦瑶冷声厉斥，话音落下便毫无预兆地出手了。弱水圣地传世神通，弱水3000重，碧落9重天。背后显化出2座巍峨天宫虚影，2座天宫而已，我已证出5座。吕毛阴冷一笑，抬手便是各种秘术，更有一抹粉色雾气从他手中扔出。吕毛的年纪已经接近30岁，证出的5座天宫虽然没有一个极品天宫，但有3个上品2个中品，实力相当不俗。合欢宗敢对我出手，就不怕我弱水圣地灭了你合欢宗？看到那粉色雾气，秦瑶身形立即后退，屏住呼吸，一个光照笼罩周身。你只有一个人，偷偷拿下了你，神不知鬼不觉，弱水圣地又能如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也是独自出来找那个所谓的天命之子陈阳的吧？吕毛淫笑，只可惜你没机会了，你还不配。秦瑶咬牙冷喝，下一秒钟他的身后显化天地一青莲异象，刹那间秦瑶的气息高涨3个层次，来到了堪比5道天宫的地步。什么？这是异象？吕毛惊呆了，这个弱水圣女居然能修成神秘的异象，不是有传闻说对方连弱水圣地的银河落9天都没修出来吗？其他的合欢宗弟子也相当吃惊。这时秦瑶一记传世神通猛然朝着吕毛轰出，招式出手的那一瞬，他转身就逃离此地。对方人多势众，他的确孤身一人，这是劣势，而且合欢宗的人阴毒手段层出不穷。想跑？吕毛反应过来，咬牙出招挡住了那道神通，身形却也倒退数步。他脸色阴沉，急速追了上去，众多合欢宗弟子紧随其后。秦瑶目光凝重，身形在山脉中快速飞掠奔走。这群阿杂的东西！秦瑶面色难看，不断加快速度。殊不知在雾隐山脉中还有另外的邪道势力，鬼王教少主韩立带着鬼王教的精英弟子正在与南域的日月魔教会面。你有天命之子陈阳的消息？一个眸子猩红如同宝石般的绝色少女开口。少女一袭华贵的黑色长裙，勾勒出曼妙的身姿，鹅蛋脸，细柳眉，朱唇一点，不染而红，一双美腿比命还长，肌肤白皙胜雪，晶莹剔透。在少女身旁，一群日月魔教的年轻修士煞气萦绕，魔气缠身。当然，韩立目光阴冷道，我可以告诉你关于他的消息，但如果你抓到他，我需要从他的体内取出一样东西。之前在森罗玄刹湖，本该落入他手中的水行极品道种上善水灵珠，却是被那个改头换面的陈阳趁机夺走。如果不是对方施展了吞星圣地的传世神通，他还不一定能认得出来。这个仇恨和耻辱，他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看来你在陈阳的手中吃了瘪。少女玩味一笑，神色讥讽。韩立面色难看，冷声道：
洛西，奉劝你不要大意，那个陈阳再怎么说也是天命之子，他的体质纵然在战斗方面不突出，但如果你大意，也一样会失手。鬼王教有一门秘术，可以从别人体内练出大道之争，但前提是对方还是天宫境层次，没有突破4级。所以他的目的就是借助日月魔教这位妖女洛西的手对付陈阳，然后把上善水灵珠夺回来。我才不会像你这么废物，鬼王教也还不够资格与我日月魔教相比。洛西环抱手臂，神态傲慢。要知道日月魔教那可是真正的不朽道统，和东荒那些圣地一个级别。日月魔教是拥有大地古经传承的，而鬼王教不过只是曾经上古的森罗宗余孽势力罢了。韩立眯了眯眼睛，随即扔出一块玉简。洛西接过玉简，顿时一道虚幻的画面从玉简中飘出，正是当时陈阳化名杨晨时的面貌，以及出手招式、动作等等，还有离火神教的圣子林勇、圣女穆神韵以及弱水圣地的圣女秦瑶。这几个人当时也接触了那个陈阳，他们或许也知道一些消息。韩立道，正说着，远处的山林中传来动静。谁？洛西眼瞳中射出2道梦幻的光束，他像是发觉了什么，猛地直追上去。见此一幕，日月魔教其他人反应过来，也是连忙跟上。我们走，去风云古城。韩立目光深邃，转身就带着鬼王教的弟子离开。日月魔教妖女洛西追上去，只因他发现了那道正在疾奔的身影，赫然就是弱水圣地的圣女秦瑶。你是谁？追着我做什么？秦瑶发现洛西追上来，不禁冷声质问：你是不是知道陈阳在哪？或者说你认识杨晨？洛西目光灼灼地开口。听到这话，秦瑶浑身一颤，反而愈发加快速度，一种不妙的预感萦绕在他的心头。看来你真的认识，我想知道些事情，你还是给我停下吧。洛西嘴角勾起，素手挥动，眨眼间天旋地转，仿佛日月颠倒，周围的虚空直接变得暗淡下来。异象，日月倒悬天。眨眼间，地上仿佛出现了一轮太阳和一轮月亮，而头顶则是深邃虚无的夜空。紧接着，那轮太阳和月亮直追秦瑶而去，威能十分恐怖。只见在洛西背后隐隐有着4座天宫虚影浮现，重点是每一座天宫都是极品天宫。噗！秦瑶想要施展天地一青莲异象对抗，但还是猝不及防之下被那轮日月击中，一抹嫣红血迹自嘴角浮现。秦瑶的身躯倒在了密林中，但同时在这个时候，一道道身影自另一个方向追来，正是合欢宗圣子吕毛等人。原来是魔教妖女，这个猎物是我的。吕毛眼神淫邪地盯着洛西，但同时也含着一抹忌惮。合欢宗是邪道，而日月魔教是魔道，双方都不是什么好人。你的？洛西峨眉微皱，旋即也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冷笑着，合欢宗不愧是一群淫贱的垃圾。虽然身为魔教圣女，一向被称为妖女，但日月魔教可不像合欢宗那样肮脏。魔教规矩森严，作风非常清晰严酷。说到底，日月魔教是拥有大地传承的道统，有着大地信仰，而不是像肮脏的合欢宗靠着淫乐双修提升修为。滚！洛西吐出一个冰冷的字，以他的身份，还没必要看得起一个合欢宗圣子。洛西，别给脸不要脸！吕毛脸色一寒，抬手就朝着洛西杀了过来，掌中更有一股白色粉末洒出。然而，一阵纯粹霸道的魔气自洛西体内爆发，直接掀起狂风，将那些白色粉末倒吹回去。冰冷的一道掌印掠过，身怀5座天宫的吕毛镜是直接被击飞数十米，重重砸落在地。合欢宗弟子又惊又恐，忙去查看吕毛情况。什么档次，也配与我交手？洛西目光冰冷不屑，可当他转过身时，却是发现若水圣女秦瑶趁机逃了。你逃不掉的。洛西循着秦瑶的气息再度追了上去。另一边身负伤势正在逃亡的秦瑶，只觉身躯越来越疲惫。这是什么力量？秦瑶感觉体内有诡异的冰火2重天的气流在交织肆虐，乍一看居然是一轮太阳和月亮标记，这让他心情瞬间沉到了谷底。忽的一股带着摄魂之效的铃铛音飘入耳边，日月魔教妖女洛西手持一串金色铃铛走来，脸上挂着笑意。告诉我，陈阳，或者说杨晨在哪？秦瑶的脚步变得迟缓起来，他眼前一片模糊，情不自禁地开口：我不知道。不知道。洛西眸子一眯，可就在这一瞬间，一抹人影闪过，直接搂住了摇摇欲坠的秦瑶，带着其逃离此地。我的猎物也敢抢？洛西猛地一跺脚，腾空飞起，日月再度倒悬，天地颠倒。魔教妖女果然厉害。救下秦瑶的人影低声呢喃，接着其脚下浮现天地一青莲异象，头顶则是出现银河落九天异象。2大异象加持，银河弱水冲向背后那一轮交织的日月。砰！银河落九天。洛西宝石星眸中瞳孔狠狠一缩。银河落九天是弱水圣地独有的异象，
也是弱水圣地的标志之一。在武道前期，这门异象作用看似较小，可若是到了大能境、王者境，乃至是圣人，就可以发挥出极其强大的作用。一旦施展，可以压制削弱敌人至少30%的力量。不是说弱水圣地目前只有弱水圣主一人修成吗？怎么会？洛西被银河弱水击退，身形倒飞而出。而此时，秦瑶以及那抹白衣身影均已经消失不见。雾隐山脉某个山洞中，秦瑶迷迷糊糊醒来，下意识地查看自己的衣裙是否完整。他接着猛然抬头，看见了坐在一旁的陈阳。是你救了我。秦瑶被齿紧咬，目光相当复杂。不错，陈阳笑着点头。你若要来风云古城，完全可以等我和星儿一起。若非我及时赶到，你猜你会是什么下场？秦瑶无言以对。沉默一会儿后，他低沉道：叶晨，这一次谢谢你救了我，但我还是不会和你结为道侣。我心里只有陈阳。陈阳。姬连心刚好在这时走进了山洞，听到秦瑶的话，眼神相当怪异。秦瑶姐姐，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就想说什么，陈阳却是一把捂住了他的嘴。说什么说，不该说的别乱说。陈阳拉着姬连心就往外走去。秦瑶师姐，既然你想独自一人，我也不强求，但你还是小心点吧。他的声音传回来，秦瑶的脸色更加复杂。你刚才在干什么？陈阳瞪着姬连心，目光暗含威胁，再管不住自己的嘴。信不信我以后不让你吃了？姬连心眨了眨灵动的眼眸，苦兮兮道歉。对不起嘛，陈阳哥哥，我觉得秦瑶姐姐太可怜了，她明明心上人是你，已经决心非你不嫁，可你偏偏要假扮为叶晨，把她蒙在鼓里。你的意思是我错了？陈阳不爽道。你们一个个都贪图我的体质，知不知道这样我会很坏掉的？我帮助你们成帝，我自己的修为又不能有所提升，就算是再好的牛也会累坏的。哎呀，好啦，对不起好不好啊，陈阳哥哥。姬连心吐了吐粉舌，眸子闪烁着古怪的光彩。陈阳叹了口气，轻道：能拖一时是一时，等秦瑶什么时候认出我再说吧。如果不是你认出了我，然后纠缠我，你也和他差不了多少。略，陈阳哥哥，你知道我是怎么认出你的吗？姬连心笑盈盈道：其实之前在陨石山脉的时候，我偷偷在你的身上留下来一道特殊的空间印记，你察觉不到，但是我却可以通过那道空间印记锁定你的位置。什么？陈阳吃惊道：难怪你这么快就找过来，靠！嘻嘻，陈阳哥哥，我是不是很聪明啊？姬连心笑声软糯灵动，接着悄然蹲下身子，自顾自地开始咕噜鼓捣起来。姬连心，你在干什么？这在荒郊野外的。陈阳咬着嘴唇，想要阻止他，但已经来不及了。一种仿佛静电的感觉突然袭来。片刻后，姬连心舔了舔嘴角，意犹未尽。你……陈阳瘫坐在地上，衣衫凌乱，仿佛经过了一番蹂躏。他愤愤地盯着姬连心，满脸阴郁。陈阳哥哥，我二姐和大哥也会来风云古城，我得变回原貌了，不然他们肯定会发现的。姬连心俏皮道：刚才那些就当是我们暂时分别的礼物吧，等我跟他们知会一声，后面我还会来找你的哦。说完，一道虚空之门凭空出现，姬连心跨入其中，消失不见。这让陈阳看得又惊又疑。不愧是荒古姬家的小公主，姬连心的天赋可真高，对空间术法的掌握非我能比。陈阳暗叹一声，他虽然也修炼了虚空古经，但是现在还很浅，远不及姬连心。低头看了看，陈阳嘴角抽搐，这小馋猫吃的倒是挺干净。思索了姬连心的话，陈阳叹了口气，还是选择去找秦瑶。不管怎么说，秦瑶是温荣宇的弟子，也是自己的师姐，自己要是真让她一个人走，万一再遇到之前那个魔教妖女，那可就糟糕了。秦瑶早就离开了那个山洞，继续朝着风云古城赶去。这回的他更加警惕和小心。然而好巧不巧，他再度遇到了和欢宗吕毛那些人。不过不同的是，这一回合欢宗的修士在围攻离火神教圣女木神韵一袭红裙似火，绝美高傲，那双似狐媚般美眸含着冰冷与怒色。木仙子，听说你对你们离火神教的圣子林勇不感冒啊，不如考虑考虑我。吕毛舔了舔干涩的嘴角，脸上笑容邪异。周围的合欢宗弟子皆是挂着淫笑，更是布下了阵法，将木神韵彻底围困，以免再出现之前那般的状况。原本他们是想守株待兔，抓弱水圣女秦瑶，谁知道却等来了离火神教圣女。不过都一样，都是未经人事的仙子，恶心。木神韵目光冷漠，两只燃烧着烈焰的凤凰虚影在他的周身旋绕，他掌心悬浮着一种可怕的火焰，南冥离火。离火神教的开派仙族女帝得到了无上古老强大的存在，朱雀传承，以南冥离火正帝，更是将修炼后天南冥离火的术法传承下来。这种火焰阴邪不侵，乃是对付邪修的极好手段。哼，我就不信木仙子能够一直坚持，你的力量总有消耗完毕的时候。
吕毛狞笑着，我还是奉劝木仙子不要做无用功。我和欢宗的双修功法乃是人间极乐之道，只有那些不懂的人才会误以为是邪道，不如由我来助木仙子突破修为。木神韵脸色冰寒，杀意暴涨，一抹火焰风暴从他的身上爆发，开始猛烈地轰击周围的阵法。吕毛依旧不懈，他在消耗木神韵的力量。但就在这时，一道弱水光柱冲了过来，直直地撞在了阵法光幕上。砰！一个巨大的口子浮现。谁？吕毛惊怒厉喝，定睛望去，居然是弱水圣女秦瑶。木神韵趁此机会直接从那处缺口逃了出去，十分感激地看了秦瑶一眼。好好好，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那我吕某人就不客气了。吕毛眼神阴翳，一抹诡异的笑容在他的脸上浮现。下一刻，100米之内的四面八方大地上突兀地升起一团团银亮的绿光。若是仔细看的话，那些绿光分明是一只只细小的虫子——欢喜蛊虫。大量的欢喜蛊虫出现，瞬间就释放出无形无色的气味。这种欢喜蛊虫发出的气味，即便是屏蔽了60也无用，依旧会进入体内。那是欢喜蛊虫的特殊毒气，一旦吸入那种毒气，效果比中了合欢毒还要严重。秦瑶和木神韵在这一刻脸色皆是发生变化，两人靠在一起，弱水之力和离火之力交织。先冲出去！木神韵咬牙道。接着两人同时出手，而秦瑶也是直接施展天地一青莲异象，战力提升3个小境界。出手吧，尽情的出手吧，你们越是催动体内的力量，毒发效果就越快。吕毛的笑声响起，其他的合欢宗弟子皆是露出邪笑，开始再度包围二女。果不其然，随着木神韵和秦瑶发动攻击，想要击杀那些欢喜蛊虫，可他们的眼神却是情不自禁的变得朦胧模糊起来，一股燥热之感从体内莫名升起。结！吕毛见状淫笑不已，都准备好了，排好队，本圣子用完之后，少不得你们玩耍。他的话一出，一众合欢宗弟子变得更加兴奋激动。圣子师兄威武！已经中了欢喜蛊虫之毒，并且毒发的秦瑶和木神韵身形变得踉跄起来，二人开始逃亡，可是连稳住身形都很难做到。不，我绝不能栽在这些阿杂东西手中。秦瑶红唇紧咬，那双原本温婉的秋眸变得猩红，她咬破舌尖，意识清醒了许多。我还没找到陈阳公子，我也不能就此沉沦。木神韵的意志力同样极强，南明离火陡然弥漫而出，包裹了他全身，开始淬炼他的神魂。还在挣扎吗？我吕某人还真是要尝一尝未经人事的圣女到底是什么个滋味。吕毛舔了舔嘴角，急速飞身扑来，大手朝着二女抓出。两女面色变化，正欲出手，突然一条自云霄上落下的弱水银河从天边升起，好似瀑布倒灌，刹那之间便从天而降。弱水3万里，碧落9重天。一抹白衣绝世的身影降临，天地一青莲，两大异象施展，陈阳的战力达到巅峰，他的手中更是出现了一杆散发着浩然之气的金色旗幡。操！你又他妈是谁？吕毛睁大眼睛，忍不住破口大骂。之前是那个日月魔教的妖女洛曦，遇到洛曦也就罢了，他还真打不过。可是现在居然又杀出来一个程咬金，真当他是软柿子吗？弱水圣子叶晨。陈阳面色从容地顶着叶晨的名字。当听到叶晨2字的时候，吕毛瞳孔下意识地一缩，那些合欢宗的弟子也是浑身颤了颤。天命榜曝光之后，叶晨这个名字就家喻户晓了。逆天崛起，打破诅咒的荒古圣体，10大天命之子，谁也不想遇到这样的人物。而听到陈阳自称叶晨，这些人下意识的就觉得他是荒古圣体。下一秒钟，人皇幡漂浮当空，一股强横可怕的攻杀之力扑向那些合欢宗弟子。初始品阶为天阶的人皇幡，足以让陈阳在天宫境、4级境乃至化龙境都大展神威。陈阳也就是之前在森罗玄刹湖地底深处争夺上善水灵珠对付鬼王教韩立的时候使用过一次。砰砰砰！短短的眨眼光景，那些合欢宗弟子一个个被人皇幡震碎身躯，魂魄直接收进了幡中。你怎么会2种异象？让吕毛震惊的是，陈阳居然施展了2种异象。要知道，不管是哪个不朽道统独有的异象，都是极难修炼的，而且十分珍贵，基本上能修成1种已经是顶天了，除非是一些先天就自带异象的体质。难道这个人真是荒古圣体？你还不配知道？陈阳淡淡一喝，人皇幡的威能化作一道金色拳印，砸向了吕毛。噗！吕毛瞬间被击飞出去，血洒半空。正当人皇幡要击碎吕毛的身躯，收服他的神魂的时候，一道白色光幕突兀地从他身上飞出，包裹着他的身体，急速远遁逃走。陈阳眯了眯眼睛，纵然还想追击也来不及了，显然是逼出了对方的保命手段，他追不上。陈阳刚转过身，就发现秦瑶和木神韵的状态极其之差，
两人面色酡红，肌肤滚烫，眼眸迷离。不过陈阳还发现周围散落着许多散发着晶莹绿光的虫子。什么脏东西，都给我进人黄幡！陈阳淡淡一喝，再次催动人黄幡，将那些欢喜蛊虫全部灭杀，掳走吞没其神魂，彻底的禁锢在了人黄幡中。做完这一切，陈阳眼神闪烁的盯着两个女子，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忙。他看得出来秦瑶和穆神韵皆是中了类似和欢散的毒，这让他很为难啊。别过来，你若敢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的心我的身都是属于陈阳的，叶晨，我和你不可能。秦瑶银牙紧咬，那雪白细腻的脸蛋上晶莹剔透的汗珠流淌下，额头密密麻麻的冷汗。饶是如此，她绝美容颜上依旧是决绝和顽强之色。穆神韵的状态也和她差不多，两人此刻都在经受着欢喜蛊虫之毒的折磨。多谢叶晨公子相救，但还请叶晨公子勿要靠近。小女子此生非陈阳不嫁，完璧之身只属于陈阳，不容他人侵犯，请叶晨公子自重。穆神韵艰难开口，她嗓音清冷而又带着一丝风韵和虚弱，让人情不自禁浮想联翩。听着两个绝色仙子声称心系自己，非自己不嫁，却又无比排斥化名叶晨的自己的话语，陈阳摸了摸鼻子，总感觉浑身不自在，有点爽，但是又有点不爽。真当自己看得上你们两个是吧？说到底还不是贪图老子的体质。 TMD， 一个个整得好像多高贵，别到时候跪下求老子。陈阳心下腹诽了一番，转身走到远处坐下。那欢喜蛊虫之毒虽然厉害，但以秦瑶和穆神韵的境界，只要花费一定时间，还是能够慢慢压制。毕竟两人修炼的功法都是大地蛊精，更别说穆神韵修炼的蛊精还是火焰一类，清除这种蛊毒也只是时间问题。幸好季连心不在这里，否则看到陈阳救了他们两个，给他们护法还不受待见的一幕，怕是会捧着肚子大笑。一座古老巍峨的古城屹立在天地之间，似有风云托起，左右四方皆是虚无浩荡之气，宛若盘龙横卧，充斥着沧桑神秘。风云古城，此时的风云古城已经汇聚了相当多的年轻修士，除了来自东荒大陆各个区域的天骄之外，散修天才也是不乏其数。远处三道红光疾驰而来，一蓝一红一白。叶晨公子，多谢你的守护，但是请不要继续了。红裙似火，三分妩媚，三分柔弱，和四分清纯的穆神韵谈口轻启。小女子心中只有陈阳一人，我会想别的办法回报叶晨公子此次的救命之恩。三道人影落在风云古城唯一的城门入口之前，穆神韵望着陈阳，微微欠身。陈阳对此表示无语，并且见怪不怪，他咧了咧嘴角，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我只是也要来风云古城而已，顺便护你们一程，穆仙子不要误会。谁知这个时候，那一身水蓝色仙裙如若神女的秦瑶也道：叶晨师弟，我知道你可能喜欢我，虽然你救了我2次，但是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和陈阳完全不可相比。即便师尊让我与你结为道侣，但我也是不可能答应的，希望你能明白。陈阳皱了皱眉，冷冷一哼：秦瑶师姐，我想你也是误会了，我救你只是因为你算是我师姐，我们师出同门，你若是死了，我也不好和师尊交代。话已至此，好自为之。话音落罢，陈阳袖子一甩，大踏步直接迈进了风云古城。这一幕恰恰落在了城墙上不少修士的眼中，让他们顿时八卦心大起，吃瓜味十足。那青年是何人？好像从来没见过，竟能和秦瑶仙子、穆仙子2人同行。不过看起来似乎不太被待见啊。如此消息极快的传播，没一会儿，冲越古城内所有人几乎都知道了陈阳这么一个人。陈阳迈入风云古城的时候，耳边刚好响起了一道声音：叮！恭喜宿主解锁签到地点，风云古城。风云古城拥有进入天门山的入口，历来天骄聚于此地，战原野，起风云，傲九霄。每当风云开启，必有旷世人杰。是否签到？是。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风云古城签到大礼包。奖励1：天上白玉晶，重阳仙体专属，异象修炼法，天上仙缺，我为仙主，世间凡夫皆需贵服。施展之后，压制一切异象，破灭一切神通，极少数如荒古圣体、混沌体等最强异象除外。白玉晶之下，战力飙升7个小境界，同阶无敌。奖励2：重阳血，重阳仙体专属，集到重阳仙体的本源真血，融合重阳血可强化肉身，增强战力，百战不殆，坚挺不疲。吸收元婴之力，重阳血可强化。奖励3：天门山机缘图卷1份。陈阳还没来得及平复内心的震惊和喜悦，这一次签到，他竟然得到了自己身为极道重阳仙体专属的奖励。一个声音从楼上传来：敢问这位仁兄高姓大名？竟能与弱水圣地的秦瑶仙子以及离火神教的穆仙子一路同行。抬眼望去，
只见那是一个眉目清秀、一副书生气的年轻公子，正笑着对陈阳开口：“在下中州大黎人士宋玉，生平喜好结交朋友。”宋玉笑了笑，给人一种十分平易近人的感觉。陈阳颔首道：“我名叶晨，东荒若水圣地圣子。”此言一出，宋玉顿时愣了一愣，而楼上的其他人也同样吃惊。叶晨，那不是荒古圣体？阁下是天命榜上的10大天命之子荒古圣体叶晨？不对啊，长得不一样。一道道惊疑不定的声音传来。要知道，风云古城本就是天骄汇聚，现在还只是刚开始，等再过几天，整个东荒基本上能来的年轻修士都回来，那时候才是真正的群龙共舞。如果荒古圣体这么早就来了的话，那还真是有好戏看，恐怕会有众多天骄欲要挑战。莫要误会，我只是与荒古圣体同名而已，非是那位打破天地枷锁的天命之子。陈阳平静从容地道，并未因他人的言语而变化神色。看到陈阳这般不俗的气质，宋玉哈哈一笑道：“原来是个乌龙，不知叶兄可否上来与我等一叙？此处是风云古城内第1楼，登高可以窥见古城内任意一处的光景。”陈阳目光微动，拱手一礼道：“在下刚至此地，恰有些感悟，需要消化一番，待我稍作调整过后再来赴会，还望宋玉兄届时不要拒绝。”当然。宋玉笑着点头，并未因陈阳的婉拒而恼怒。陈阳刚得到了签到奖励，自然得先消化了，这样一来，就算后面出现什么状况，他也能够从容应对。一转身，陈阳随便找了一家客栈，旋即躲入其中闭门修炼。我虽然也是天命之子，但是肉身方面的确没有什么优势，比起荒古圣体之流，差之甚远。陈阳心念一动，重阳血便从系统空间出来，直接融入了他的体内。这一刻，陈阳的丹田中好似燃起了一团极其炽热的烈火，接着这股火蔓延至他的全身上下，四肢百骸，噼里啪啦，他的五脏六腑仿佛在被淬炼、强化，全身骨头也不例外。一抹淡淡的金光包裹着他的身躯。时间一点点的过去，某一刻，陈阳长舒一口气，整个人都变得通透了许多，体表是大量的污垢杂质。毫无疑问，重阳血的融入让他脱胎换骨，犹如涅槃。陈阳握了握拳头，感觉自己现在普普通通的一拳，对付2道极品天宫的修士都没有问题。不愧是重阳血。陈阳嘴角一咧，接着开始看向了本次的另一个重大奖励——异象天上白玉晶。我的专属异象，压制一切异象和神通，同阶无敌，飙升7个小境界战力。不得不说，天地一青莲和弱水九重天与其比起来，差多了。陈阳心情忍不住激动，当即开始修行这门属于他的体质专属异象，仿佛为他量身定制，修炼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难度。半个时辰之后，异象天上白玉晶修成。这份机缘图卷等进入天门山之后再使用。陈阳目光闪了闪，走出客栈，朝着登高楼前去。而就在不久前，秦瑶和穆神韵也来到了登高楼，他们左顾右盼，猜测陈阳是否会藏在人群中。在下高姬见过2位仙子。秦瑶仙子和穆仙子的到来，简直令登高楼蓬荜生辉。2位仙子请。当看到秦瑶和穆神韵一起来到登高楼时，楼上的诸多年轻天才纷纷起身，笑脸相迎。秦瑶目光无波无澜，只是偶尔微微颔首。穆神韵则是视线环顾四周，似乎是想寻找谁，但他似乎没有收获，略有失落。作为目前登高楼中身份来历最高的人，宋玉刚要起身，一个笑声从外面传进来。啧，穆仙子居然没有和林勇一起到来，看来穆仙子这是已经和林勇彻底划清界限了，哈哈。修罗宫少主人渣的身形出现，浑身血煞之气，背负一柄血剑。看到人渣到来，不少人目光闪烁。修罗宫在东荒南域也是一方古老大教，底蕴虽比不了圣地，但却是后起之秀，整体实力还是挺强的。人渣的话也让登高楼上的人群惊讶。穆神韵淡淡瞥了他一眼，只当是个小丑，并不在意。话说当天在陨石山脉，那聂氏青莲的莲心是被秦瑶仙子夺去了吧？人渣继续开口，目光则是转向了秦瑶。不错，已被我炼化正出天宫。秦瑶嗓音平静，旁人则是忍不住吃惊。聂氏青莲，这恐怕是一株极品道种了吧？陨石山脉有这等奇物出世，什么时候的事？有人将事情原委道出，这才让人恍然，唏嘘不已。来自中州大黎皇朝的宋玉，则是开始结交新到来的修罗宫人渣，以及秦瑶和穆神韵2位圣地仙子。原来宋兄出自中州大黎，失敬。人渣笑眯眯的抱拳。中州大黎皇朝同样是屹立时间非常久远的不朽道统，非常可怕。哼，我也是刚好在游历东荒，不曾想这天命榜出世之后，风云古城就开启了，也就顺便过来看看。宋玉手中摇着折扇，风度翩翩的模样，也引得在场不少女修侧目。
倒是还望诸位不要排斥我这个中州人士。众人纷纷摇头捧场道：天门山机缘无数，能够得到多少全凭自身缘法。宋公子恰好在此便是缘，不错，机缘就摆在那儿，都是留给有准备的强者。宋公子得了，那也是命运使然。笑谈之间，陈阳悠哉悠哉地来到了登高楼。宋玉看到陈阳出现，顿时眼神一亮，喊道：叶兄果然来了。陈阳微微点头，正要说话，叶晨师弟，你来这里做什么？秦瑶峨眉轻蹙，神情不悦地开口，而他的话一出，众人的表情就变得古怪起来，纷纷看向了陈阳。他们都听出了些意味。叶晨，人渣诧异地看着陈阳，试探性问道：荒古圣体？叶晨阿布。陈阳皱了皱眉道：同名而已。说着他看向秦瑶，淡然道：我来这里貌似与秦瑶师姐无关吧，我救了秦瑶师姐2次，师姐不知感激也就罢了，现在倒是还管起我来了。师姐又不是我的道侣，试问有这个资格吗？陈阳的语气有些冷，仿佛他真的是叶晨，而不是陈阳。你……秦瑶被陈阳如此一对，表情变得羞愤起来，咬牙冷声道：你的救命之恩我日后自会报答，但你我之间不可能结为道侣，请不要再在我面前提及此事。秦瑶也相当的愤懑懊恼，好端端的偏偏提到侣做什么？要是让别人误会，比如可能隐藏在人群中的陈阳听到了怎么办？旁人乐得吃瓜，津津有味。宋玉轻咳一声说道：先前我已经邀请叶兄过来一叙，还望秦瑶仙子不要责怪叶兄。叶兄，这边请。宋玉抬手直应，算是为陈阳解了围。陈阳刚坐过来，修罗宫传人人渣也坐过来，笑问道：叶晨兄莫非是弱水圣地的圣子？哦，你知道？陈阳眼睛眯了眯。当时陨石山脉玄刹湖机缘争夺，这个人渣也在，不过自己并没有和对方交手，后来也没有遇到。料想此人并不知道自己夺得了玄刹湖最大的机缘宝物上善水灵珠，如此也就无法结合自己在弱水圣地外证极品天宫，猜出自己的身份。然而想到这里，陈阳却突然心神一凛，这个人渣猜不出来，那么鬼王教韩立呢？虽然自己成为弱水圣子的事情才刚发生，消息肯定还没有传播起来，但迟早也是会被人知道的。鬼王教韩立是个危险变数啊，有可能让自己这个叶晨的身份暴露。不由得陈阳内心杀机一闪而逝。我先前看到了一脸气急败坏的魔教妖女，得知其想抓住秦瑶仙子，却在关键时刻被人救走，想必是叶晨兄出手。再加上秦瑶仙子对叶晨兄的称呼，于是就有所猜测。人渣笑着说道：能从魔教妖女手下救人，叶晨兄深藏不露啊。他的话语传出去，周围落座之人皆是惊讶不已。听说魔教妖女已经证出了4座极品天宫，好像还修出了一种异象，实力端的可怕。这叶晨能在其手下救人，果然名为叶晨之人都不是简单之辈。就连穆神韵听了也不禁微微侧目，在陈阳脸上多看了2眼。日月魔教妖女洛曦绝对是一个危险人物，4座极品天宫外加一种异象，此等实力在东荒年轻一辈圣子圣女级天骄中绝对是上游顶尖行列。他自问要是自己遇到，定然不是对手，侥幸而已，不值一提。陈阳笑着微微摇头，宋玉则是听得眼眸锃亮，没想到随便结识的一位道兄实力竟是如此不俗。叶晨兄，为何你方才过来？那位秦瑶仙子？宋玉十分好奇，欲言又止地问道。听到这个问题，陈阳脸色微微一黑，人渣却是捧腹笑道：宋兄，你这就没必要问了。为何？宋玉不解道：如今这天下，我想每一个女子心中都已经有了一位心上人，而且他们的心上人必然都是同一人。他的大笑声吸引了登高楼上所有修士的注意。是谁？有人还没反应过来。自然是高居天命榜上身怀极道众阳仙体，被称为人族之光的天命之子陈阳。任渣视线斜瞟了一眼穆神韵，笑道：穆仙子部和那林勇一同出行，恐怕也是不想那个陈阳误会吧。只可惜我觉得那位天命之子陈阳不一定会来风云古城。众人神情古怪，想不到连堂堂一座不朽大教的圣女都已经为一个连影子都见不着的人倾心，而且守身如玉。这要是那个陈阳真的出现了，还能得了？穆神韵神情淡然平静，并不否认。忽然外面的天空好像变得阴沉了下来，眨眼就化作了黑夜。似有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翻滚激荡，而一轮皎皎皓月从壮阔的海平面上遥遥升起，那明月之耀眼浩大，仿佛近在眼前，让人心生敬畏和恐惧。那是姬家神王体意象，海上生明月。风云古城外，2道人影正在拼杀，其中一人身穿蓝色华袍，身材挺拔，气质不俗，周身有神秘华光笼罩。姬家神王体就这吗？一袭黑色罗裙，气质冰冷尊贵的魔教妖女洛曦目光冷嘲：既然你想见识我真正的实力，
那就如你所愿。姬耀日淡淡开口，面色依旧从容淡然。身为荒古姬家这一代日月星少主中的长子，姬耀日名气极大，身怀神王体，在东荒年轻一辈之中，他绝对是上游最顶尖的行列。这一刻，他的神王体之威爆发，一条条的蓝色神华在虚空中浮现，犹如空间锁链穿插四面八方。随着他步伐踏出，脚下有着一株株青莲自动浮现，步步青莲，无边的气浪若风暴般席卷，而他身处风暴中央，神态平静，目光古井无波。哼，神王体而已，我还不惧。洛熙冷冷一哼，他忽地闭上双眸，下一秒钟，他的双瞳化做了完全漆黑之色，唯有一抹白点在中心，好似暗夜下的一轮明月。周围的温度一瞬间变得极其寒冷，已然下降到了一个冰点，薄薄的冰雾萦绕在四周。洛熙同样身怀有一种强大的体质，太阴明月体，这是属于太阴之道幽冥之月的顶级体质，正是这样的天赋让他及早的证出4座极品天宫。刹那间，两人展开激烈的交锋。姬耀日目前同样也是证出了4座极品天宫，与洛熙的修为层次算是一模一样。对于姬耀日、洛熙这等上游顶尖行列的天骄，要证只证极品天宫，他们宁愿多停留一些时间，也不愿证极品以下的天宫。天宫的品级和数量都与未来的武道潜力、修炼下限、综合战力息息相关。某一刻，天空一下子变得暗淡下来，仿佛进入了黑夜。暗夜之下，突兀浮现波澜壮阔的神秘大海。只见一轮皎洁绝世的皓月从海面之上升起，散发着无比可怕威势气息，震荡一切。荒古姬家独有异象，海上生明月。如此强盛著名的异象一出，还在风云古城的修士们就已经瞪大了眼睛观望，大部分人都走了出来。海上生明月，此等异象绝对顶尖，荒古姬家的大名可是威震东荒。姬家这一代有3位绝世少主，并称为日月星神王体。姬耀日乃是姬家老大，实力绝对恐怖。快看，那魔教妖女也施展了异象。洛熙一身华丽墨色长裙袄立于黑夜之中，她身形修长，体态婀娜，冷酷而美艳。眨眼间，天地乾坤6合8方发生了颠倒，一轮耀眼的灼日和一轮幽暗的明月同时升起，却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地下。日月魔教标志异象，日月倒悬天，2轮日月急速冲去，化作了2只一红一蓝的凤凰，展入了姬耀日的海上生明月异象范围之中。肉眼清晰可见，姬耀日的那轮海上明月居然都在颤抖，有着被颠倒同化的趋势。暗夜融合，日月交锋，洛熙和姬耀日的这一战让人看得瞠目结舌，口干舌燥。他们万万没想到，闻名东荒的姬家神王体居然会与一个魔教妖女打到如此地步。不是神王体弱了，而是那魔教妖女的实力强得太过令人意外。这就是东荒的顶级天骄吗？中州大离宋氏的宋玉目光灼灼，他忽然后知后觉想起了什么，不禁朝着陈阳的方向瞥了一眼。叶兄能从魔教妖女的手中救人，恐怕实力更加不简单，他暗暗想到。很快，城外2人的大战逐渐平息下来，竟然是以平局收场。大哥，你该不会是放水了吧？连一个魔教妖女都拿不下。一个灵动悦耳的嗓音响起。姬莲心换上了一袭浅紫色长裙，显得端庄柔美，却偏偏又含着独有的狡黠与空灵气质。看来这个魔教妖女是没办法抓来给我当嫂子了。姬莲心的声音传出，洛熙脸色淡漠，视线转而扫向了他。姬家日月星少主，我还真想多会一会。说干就干，洛熙瞬间出手，目标转向姬莲心。与姬耀日战成了平手，难道他还对付不了一个姬莲心吗？哎，妖女姐姐，你不要欺负我啊！你敢欺负我，我就找帮手来镇压你。姬莲心说着，身形化作一抹紫色长虹，眨眼就冲向了风云古城。洛熙直追而去，显然非要教训一番姬莲心不可。姬耀日见此一幕，眉头皱起，但忽然另一个方向，一个身穿灰袍，眼瞳也呈现灰色的男子盯住了他。一股悄无声息的危机感笼罩了姬耀日。日月众瞳，云峰。姬耀日眼神略微凝重，对方乃是日月魔教的魔子，出手次数极少，显得更加神秘，而且不比洛熙弱。云峰左眼是日之众瞳，右眼是月之众瞳，不仅身怀古老的众瞳天赋，更携带先天日月大道之力，可以说他的天资一点也不比姬耀日的神王体差。云峰正要开口，城门的方向，洛熙却是轰然倒飞而出，玉容变色，惊怒冷斥：是你，叶晨哥哥，就是这个坏妖女想欺负我，你帮我镇压她。与此同时，软软糯糯听得人心头发痒，酥酥麻麻的少女声音响起。风云古城内，所有修士全都目瞪口呆。登高楼上，修罗宫传人人渣、离火圣女穆神韵，还有中州大离皇朝的宋玉，皆是十分吃惊，因为方才陈阳出手了。早已炼化融合了重阳血的陈阳，很想试一试自己的实力。
当姬连心有危险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冲了出去。和秦瑶、穆神韵那两个看似爱慕他，但却连他都无法辨认出来的仙子不同，姬连心已经成为他的女人，他的态度当然不同。陈阳一拳砸出，刚猛霸道，至刚至阳。没融合仲阳血之前，他还达不到这种程度，对付洛熙至少也得施展一种意象。可现在对方没有出全力，他也一拳足矣。叶晨哥哥，你真厉害！姬连心挽住陈阳的手臂，那对虽不是格外傲人，但也比较出色的玉兔紧紧地挤压着陈阳的手臂。叶晨，你是荒古圣体。洛熙听到姬连心喊陈阳的名字，不禁瞳孔狠狠一缩。10大天命之子之一，同阶无敌荒古圣体，孰能不惧？此时的陈阳体内重阳血激荡，浑身萦绕着一种霸烈灼热、至刚至阳的气息。他的气血犹如洪钟轰鸣，好似神龙咆哮。乍一看，的确与荒古圣体的描述十分相似。你猜我是不是？陈阳玩味一笑，故弄玄虚。洛熙脸色一冷，气息陡然爆发。哪怕是荒古圣体又如何？他亦有属于自己的自信。太阴明月之体，意象日月倒玄天，日月魔教传世神通。月落乌啼，厉！一道凄厉的乌啼之声响彻黑暗的夜空，乾坤颠倒的日月化作一红一蓝的凤凰，朝着陈阳杀来。洛熙四周虚空中薄雾蒙蒙，太阴之力弥漫开来，足以让范围中的修士行动受阻，战力受限。这一刹，陈阳也出手了。他朝前踏出一步，至刚至阳的霸道之气扩散，只见在他的背后，天地无垠浩荡，一株通透苍翠的青莲悄然绽放。与此同时，一条如银河般的弱水瀑布从天上突兀出现，倒灌而下。一世银河落九天。呵！陈阳厉声一喝，抬手轰出弱水圣地的传世神通，弱水3万里，必落9重天。其实他还掌握了其他的神通，如签到得来的吞星圣地传世神通星域。此外，姬连心把姬家的虚空古经，还有异象海上生明月以及一门传世神通也传给了他，但这些陈阳都无法使用，一旦用出来，他的身份就会遭人怀疑。不过融合重阳血后，虽只有一道极品天功，但凭借2种异象外加一门传世神通，对付洛熙已经足矣。一眨眼，陈阳双拳撼动袭来的日月凤凰虚影，一股巨大的反震之力从2人的碰撞交锋之处荡漾开来，洛熙身形一连道飞出数十米远，而陈阳身躯表层浮现一层滚烫如火的血红之光，仅仅是后退了几步泄力。哗！当这一幕落下，风云古城中诸多修士哗然声一片，目光呆滞。他是谁？居然把魔教妖女击败了，这起码也是绝对的上风。我知道，他是那个弱水圣地的圣子叶晨。叶晨，那不是荒古圣体吗？人群中的议论声瞬间传播起来，每个人都震撼不已。登高楼上的修士们更是看呆。叶晨兄这么猛的吗？卧槽，叶晨圣子深藏不露啊，魔教妖女都能击败。修罗宫人渣也惊叹不已。传言荒古圣体的力量无比霸道刚猛，克制一切阴邪道法，战斗更是大开大合。我咋感觉这位叶晨圣子的出招和真正的荒古圣体没啥区别呢？不是啊，他是弱水圣子啊，和荒古圣体只是同名。可是这要巧吗？此刻陈阳淡然伫立，姬连心再次挽住了陈阳的手臂，非常的粘人。叶晨哥哥，你又变厉害了呢。姬连心晶晶灿灿的大眼睛中闪烁着异彩和好奇。他知道陈阳有很多招式神通没有施展出来，但是他也能感觉得出来，现在的陈阳和不久前在雾隐山脉中的时候相比，绝对强大了一大截。可是这么短的时间里，陈阳是怎么做到的呢？可恶！洛熙稳住身形后，那冷酷雪白的容颜上浮现愠怒和不甘。在东荒南域地界与同辈交手，他还是头一回落得如此下风。就在洛熙打算再次爆发，一雪前耻之时，一张神秘恢宏的黑白8边形神图意象从远处天际升起。日月魔教，来战！洪亮的大喝声传过来，天边一黑袍青年踏着奇异的八卦图意象而来。日月魔教魔子云峰、妖女洛熙，2人的面色在这一刻皆是变得阴沉下来。那是中部大眼圣地的意象万象八卦图吗？据说大眼圣地的传承可通晓阴阳八卦，小眼阴阳日月，大眼天地万象，与日月魔教之间还有着大道之争和恩怨纠缠。莫非那人是大眼圣子赵怀真？云峰神色淡漠，那就试试。他身形化作一抹灰色长虹，直冲那赵怀真杀去。见此情景，原本还想对陈阳再度出手的洛熙也停了下来，他冰冷美眸闪烁不定。小妹，这位道友是？姬耀日走了过来，眉头紧皱着，目光古怪地盯着被姬连心抱着手臂的陈阳。他是叶晨，是我的道侣哦。姬连心眨了眨眸子，并未告诉姬耀日陈阳的真实身份。姬耀日讶然，神色晦暗不明。
他不明白自己这个古灵精怪的三妹在搞什么。他不是说心上人是那个天命之子陈阳吗？怎么一转眼就结了个与荒古圣体同名的道侣？在下叶晨，幸会耀日兄。陈阳冲着姬耀日微微抱拳，对方算是自己的大舅哥吧。姬耀日暗叹一声，也同样回礼。不管怎么说，陈阳表现出来的实力非常不俗，值得他尊重。至于这个妹妹，懒得管了。一行三人走进了风云古城，没有再掺和外面的战斗。事实上，如果不是那魔教妖女洛西要挑战姬耀日，姬耀日也不会与对方在城外大战。城中人群看到姬耀日、姬连心以及陈阳走进来，目光均是诧异不已。姬家神王体的威名无需多说，但真正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是，姬家这位小公主怎么和弱水圣地的圣子叶晨如此亲密。在下中州大黎皇朝宋玉，久仰神王体大名。宋玉早就等在了这里，看到姬耀日便笑着上来相迎。姬耀日目光微熠，大黎皇朝乃是中州的古皇朝之一，宋这个姓氏赫然便是大黎的皇姓。据说大黎有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皇子，喜好结交天下朋友。宋兄，姬耀日微微颔首，猜出了宋玉的身份来历。不如一起到登高楼饮酒。宋玉笑道。还有叶晨兄以及这位姬家姑娘。他的目光落在陈阳身上时有些奇怪，楼上那两位仙子不待见陈阳，怎么这位姬家的小公主就如此与其暧昧呢？陈阳摸了摸鼻子，忽然察觉到了一道目光，不禁朝楼上望去，赫然是穆神韵那双桃花眸子投来的意味莫名，含着狐疑、猜测、好奇、疑惑等等的目光。不妙，陈阳心下暗道，无奈地瞥了一眼姬连心。嘻嘻，叶晨哥哥，我们快上去吧。姬连心拉着陈阳就朝登高楼走去。一转眼，登高楼上的修士纷纷起身，对着姬耀日、姬连心微微拱手。有幸的见神王体。姬家小公主不愧是东荒的仙子，美煞我等。此时宋玉已经拉着姬耀日坐下，十分投机的交谈着。姬连心则是把陈阳带到一边，窃窃私语，说着悄悄话。场中，穆神韵起身走了过来，他的视线在姬连心和陈阳的脸上徘徊。穆姐姐，咱们又见面了。姬连心甜甜的喊道。穆神韵轻浅一笑，美眸直勾勾的盯着陈阳的脸，却是对姬连心问道：连心妹妹，此前陨石山脉一别，不知你可有陈阳公子的消息？没有啊。姬连心波浪鼓似的摇头，小口叹气道：穆姐姐，似陈阳那等天命之子，来无影去无踪，一心躲藏，很难找到的。我看你还是放弃吧。说着，他居然毫不在意楼上的人群目光，突然坐到了陈阳的大腿上，一双纤细白嫩的莲藕玉臂环住陈阳的脖子，娇软的樱桃柔唇吻住了陈阳的嘴。陈阳、穆神韵、姬耀日、旁人，嗨嗨，可嗨嗨。姬耀日的咳嗽声一声急过一声，试图打断那旁若无人的亲密。大庭广众之下，成何体统？即便真是道侣，也该有所收敛。然而，姬连心非但充耳不闻，反而吻得愈发投入，忘情。陈阳的身份瞒不了多久，他心知肚明。此刻，他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他姬连心早已将这颗地心牢牢握在手中，更要借此在他心中刻下最深的印记。毕竟，他几乎可以预见，未来陈阳身边的道侣绝不止他一个。若不早早占据先机，日后哪还有他说话的份？可一旁的穆神韵略显尴尬地移开视线，心头却疑云密布。陨石山脉中，姬连心对那化名杨晨、身负吞星神通的陈阳是何等倾心，他亲眼所见，怎地转眼之间就与这位弱水圣子叶晨如此缠绵？初见叶晨时，他只当是秦瑶心系陈阳，或者说杨晨，故而排斥这位圣子，合情合理。可方才城外一战，叶晨展现出的实力堪称惊世骇俗。一个寻常的弱水圣子能有这般战力，那魔教妖女洛西可是能与神王体抗衡的存在。而那个曾经红一线的杨晨，或者说陈阳，却如同人间蒸发，再无踪迹。这真的只是巧合？穆神韵将翻腾的疑虑死死压在心底，面上不露分毫。另一边，秦瑶不自觉地蹙起了峨眉，看着姬连心与叶晨那般亲密，他心头莫名涌起一股烦躁与不悦。哼，此人已有心儿师妹，还与姬家公主纠缠不清，果然是个渣男。他暗暗想到，全然未曾深想，那位与他同在雾隐山脉的心儿师妹，此刻又在何处？若他静心细思，或许便能将这错综复杂的线索串联起来。此刻，身为风暴中心的陈阳，在短暂的错愕后，也只能被动承受着姬连心如火的热烈，顺势将这副温香软玉揽入怀中。达清脆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打破了楼中微妙的气氛。众人循声望去，来人竟是去而复返的日月魔教妖女洛西。城外的激战似乎并未影响他，
云峰与赵怀真仍在缠斗，他已独自入城。洛熙身姿高挑曼妙，一袭华丽黑裙更衬得她肤光胜雪。裙摆之下，一双笔直匀称的玉腿若隐若现，仙足踩着流光溢彩的水晶高跟，每一步都摇曳生姿。她的出现瞬间攫取了全场目光。妖女虽独，却美得惊心动魄。洛熙视线扫过全场，最终定格在仍相拥在一起的陈阳与姬莲心身上。看着两人唇齿相交的一幕，他目光一滞，随即唇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哼，堂堂姬家小公主，竟如此不知廉耻！光天化日之下与男子行刺苟且，怕是和欢宗的女子都要自愧不如。他嗓音慵懒，话语却如淬毒的冰针，瞬间让楼内温度骤降。姬耀日面色瞬间一沉，妹妹行为虽有不妥，也轮不到一个魔教妖女来指摘。哼！姬莲心终于松开陈阳，俏脸微红，却毫不示弱的反唇相讥：你这妖女，话别说太满，只怕将来有一天，你遇到心仪的男子，会比我现在还要热情百倍，媚态横生呢。笑话！洛熙双臂环抱，将胸前弧度衬得愈发惊心动魄，神色冷傲至极。我洛熙此生只会让人攀附，何须攀附他人？哪个男子配得上我洛熙屈尊降贵？是吗？姬莲心嗤笑，语带挑衅。那你之前兴师动众，带着日月魔教的人满世界在找谁？莫非不是在找陈阳？你寻他，不也是想借他之力助你成道吗？此言一出，楼内众人虽不敢高声，却纷纷暗自点头。如今东荒寻找陈阳已成一股风气，无他，只因那天命之子身负望妻成帝的逆天体质。陈阳的出现早已搅动了无数春水，多少道侣因此反目，多少仙子悄然出走，皆因这行走的地缘。呵，洛熙发出一声冰冷的嗤笑，语气淡漠如霜。我的确在找陈阳，但绝非攀附。他眸中闪过一丝残酷的厉芒，而是找到之后，将其擒下，充作我修行路上的炉鼎。这等所谓的天命之子，不过是一具移动的人形大药。他若落在我手中，我自有万般手段，让他深刻体会这世道的残酷与现实。正在默默吃瓜的陈阳，猝不及防瓜就砸到了自己头上。洛熙的话语让他脸上的肌肉微微僵硬，神色极不自然。四周顿时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和窃窃私语。不愧是妖女，心思果真歹毒。旁人想着结缘，他却只想掠夺。但话说回来，那陈阳的体质相较于其他9位战力无双的天命之子，似乎确实更偏向辅助，与如鼎之说倒也有几分相似。周围的议论声隐隐传来，陈阳的眸子愈发幽深，寒意暗生。姬莲心感受到他情绪的波动，贝齿轻咬下唇，伸出小手在他胸口温柔地抚了抚，似在安抚。始终静坐一旁的穆神韵默默将姬莲心这细微的举动与陈阳瞬间的神色变化尽收眼底，心中的那个猜想愈发清晰坚定，倒是秦瑶。听闻洛熙竟欲将陈阳当作炉鼎，一股无名火起，当即冷声斥道：陈阳公子再如何，也是天道认可的天命之子，岂是你说擒拿就能擒拿的？天道既将他与另外9位绝世妖孽并列，自有其深意。若他真如你所说，只是个任人拿捏的炉鼎，天道又岂会降下金榜予以认可？天命2字乃天道意志所终，我就不信凭你一个魔教妖女能逆天而行。他言辞犀利，目光如炬，毫不客气地回敬着洛熙的不自量力。他这番维护之语让众人神色各异。有人低声笑道：看来秦瑶仙子对那陈阳果真是情根深种，难怪对自家圣子如此冷淡。洛熙的目光缓缓转向秦瑶，眸中幽光闪烁，阴晴不定。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一个阴森沙哑的笑声突兀的自楼梯口传来。我倒是觉得洛熙仙子的想法妙极，是鬼王叫少主韩立，一个普通的大娇罢了，不值一提。登高楼上看到来者是韩立，有人惊讶，有人不屑一顾。也许鬼王教整体实力还不错，但底蕴太差，也并非大地道统。倘若遇到真正的战争和乱世，很容易就覆灭了。无非是一个靠着体质闻名的天命之子罢了，终究是和那些青楼妓女无二，不为战而生。那么天资战力便必然不高，这种人说不定连我都不是对手。韩立话语平淡，刻意在贬低陈阳。事实上，当初在陨石山脉玄刹湖地底，本该属于他的极品道种上善水灵珠被改头换面的陈阳夺走之后，这桩梁子就已经结下。先前他与洛熙联手，告知了洛熙关于陈阳的一些消息。之所以晚来了风云古城，也是因为他在雾隐山脉中恰好偶遇了一件机缘。对于他的话，楼上的人群有人不置可否，有人暗暗点头，但都没有直白的表露。毕竟如今的东荒不知道有多少女子倾心那个陈阳，其中不乏圣地古世家的仙子圣女。若是直接说那陈阳的坏话，岂不是就得罪了这些人？比如方才出言的弱水圣女秦瑶。而此时的秦瑶的确非常愤怒，
直接就站起了身来，眼神冰冷森寒地盯着韩立。你算是什么东西，也有资格在这里评论一位天命之子？秦瑶作为弱水圣地的圣女，素来性格温婉恬静，少与人为敌，但也只是对于同门弟子以及同等身份地位的人物。现在一个普通大教的少主居然敢这样诋毁他早就认定的陈阳，自然是直接将他点燃。堂堂弱水圣地圣女，也是一介天之娇女，难不成也幻想着与那陈阳携手，靠着对方正道成帝吗？韩立唇角讥讽，气息森寒，同样不甘下风。都说弱水重若千钧，可我怎么感觉弱水圣女的骨头这么轻呢？此言一出，登高楼上的氛围直接下降到了冰点。说一个女子骨头轻，无疑是对对方最大的羞辱，更别说还是一位名传四方的圣女。即便是洛熙也微不可微地皱了皱眉。此刻秦瑶雪白的胸脯剧烈起伏，杀意和怒火在疯狂汇聚，她周遭的空间温度急剧下降，似乎下一秒就会动手。但就在她要爆发的时候，一个拳头已经轰了出去。谁？韩立目光大惊，这一拳之威十分沉重，他根本猝不及防。毕竟他先前的注意力一直在回复秦瑶的话，根本没想到会有人突然对他出手。砰！韩立整个人直接被轰飞出了登高楼。登高楼有阵法禁制保护，在韩立身体砸向墙壁的时候，墙壁虚化，他就砸了出去。要站去外面站。一个神秘的声音响起，不知从何处传来。众人心头一凛，下意识朝陈阳的方向望去，只不过陈阳已经消失在了原地。你是谁？韩立神情愤怒，脸庞阴沉地盯着陈阳。你这种东西也配冒犯我弱水圣地的圣女？陈阳目光淡漠如雪，藏着一种耐人寻味的平静和冰冷。刹那间，银河九重天异象在陈阳的背后浮现。这异象一出，韩立便大吃一惊。弱水圣地的异象？你是弱水圣子？他相当惊讶，不是说弱水圣地一直都还没有圣子吗？这个人哪冒出来的？既然知道，那就给我去死吧！陈阳抬起拳头，极快地砸出。恐怖的气息袭来，韩立面色骤变。韩立之前在玄刹湖的时候，仅有一座上品天宫，原本只要得到了上善水灵珠，他就可以证出第二道天宫，而且还是极品天宫。只可惜功亏一篑，被陈阳摘了桃。而不久前雾隐山脉中，他偶得机缘，这才证出了第二道天宫，但也是上品天宫。可即便是这样，区区两道上品天宫，在陈阳的面前根本就不够看。噗！韩立试图抵挡，可还是被打得猛吐鲜血，身形直接砸出了风云古城。死！陈阳杀心不减，早已决定必杀此人，因为只要韩立得到了最近弱水圣地的消息，就能够很轻易地猜出他的身份。而且他在玄刹湖地底使用人皇幡被对方看到过，同样在对付和欢宗吕毛那些人的时候，陈阳使用过人皇幡，所以一旦这个韩立和那个吕毛接触，自己就更有暴露的风险。不由得陈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这个机会直接击杀对方。他径直追出风云古城，在他之后，一袭绝色婀娜的黑裙倩影也飞了出去。鬼王叫我日月魔教罩着，你敢杀他？洛熙还需要韩立帮他寻找陈阳，自然不会眼睁睁看着韩立被杀，但他的速度跟不上陈阳。魔子救我！韩立此刻后背发凉，寒意直冒，没想到自己只是说了几句话，这个弱水圣子就要击杀他，这让他又是惊怒又是屈辱。城外的魔教魔子云峰和大眼圣子赵怀真还在交手，不过两人似乎也打累了，无法分出胜负。听到韩立的呼救，云峰眼眸一凝，直接朝着陈阳拍出一掌。我要杀他，天王老子也拦不住。陈阳声音冰冷，背后再次浮现一种异象，天地一青莲。这一刻，原本只有一道天宫的陈阳，直接堪比四道天宫。两大异象加成，传世神通施展，更有融合众阳血之后的强横肉身体魄。陈阳朝着云峰拍下的那道掌印轰出一拳，悍然击破。给我死！陈阳速度极快，第二拳才打向了那个韩立。不！韩立疯狂惊呼：魔子救我啊！鬼王教早已在暗中臣服了日月魔教，所以洛熙和云峰此刻才会救他。云峰见自己的攻势竟然被陈阳攻破，脸色也是阴沉冰冷下来。日月无光，他声音嘶哑地吐出几个字。下一瞬，这风云古城外的天空陡然变得昏暗，本为阴蒙蒙但也亮堂的天空转眼黑夜。一双无比神秘、古老、藏着可怕目光的眼瞳浮现在苍穹之上。云峰的众瞳，那对众瞳犹如一轮太阳和月亮高悬，给整个天地都带来了极其可怕的压制。此时此刻，悬浮夜空的日月众瞳释放出两道冰冷寂灭的光束，洞穿了天地。风云古城中登高楼上的一个个年轻修士，各方大教弟子，各路天才早已是惊骇至极。那就是日月众瞳。姬二人目光非常凝重，
仲童乃是乱古时期一种同样被称为无敌的天赋体质，很难有人觉醒。论潜力，他的神王体都要弱一筹。东荒果然人杰辈出，宋玉眼神深沉，但却不禁好奇陈阳会如何应对。姬连心揉唇紧咬，忍不住担心了起来。陈阳哥哥要小心啊！他虽然知道陈阳很强，可那个魔教魔子身怀日月重瞳，真正实力怕是比他大哥姬耀日还要强。就连原本不待见陈阳的秦瑶，也是流露出一抹忧色。这个叶晨我虽不喜，但他终究是我师弟，可千万别出什么事情。日月重瞳好生可怕。城外，大眼圣子赵怀真眉头紧锁，那双眼瞳让他感受到了一股危机。之前云峰与他交手，并未动用这种手段，显然没有用出多少实力。当然他也是一样，可仍旧心悸。魔子韩立作为求生之人，此时眼冒金光，马上就能够逃得一命的他，忍不住激动大呼。可就在这一刻，陈阳周身的气息陡然一变，似乎不再是普通的灵力波动，而是一种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缥缈仙韵。只见他并指如剑，遥指天穹，口中缓缓吐出5个字：天上白玉京。这一刻，似有先王律令，响彻寰宇。轰隆隆，一声开天辟地般的巨响自9天之上传来，直击众人灵魂深处。这一刻，风云古城城内城外所有人面容呆滞。只见因云峰的重瞳异象而漆黑下来的天穹，如同脆弱的琉璃片片碎裂。日月重瞳发出的2束神芒极光也消散得无影无踪，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无法形容的纯净天幕，其色如最极致的白玉，温润高贵，亘古永存。在这白玉天幕的中央，一座巍峨浩瀚精致到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仙家宫阙缓缓浮现凝实。宫阙通体由无瑕仙玉铸成，琉璃为瓦，金晶为檐，雕梁画栋间流淌着大道符文。亭台楼阁层层叠叠，绵延不知几万里，一直延伸到视野的尽头，仿佛那里就是传说中的仙界首都，是道的源头，是仙的归宿。白玉京，古老仙城散发着柔和而威严的仙光，照亮了天地。一种难以言喻的宏大、肃穆、高远的气息弥漫开来，仿佛有无数仙人在其中吟唱古老的道经。仙音袅袅，洗涤人心，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绝对威压。白玉京之下，陈阳的身影变得无比伟岸。他一步踏出，脚下瞬间出现无形的天梯，似凌空射击而上。只一瞬息，他的威势就已经强盛到让在场的任何天骄都感到惊恐。我要你3更死，谁敢留你到5更？悠悠一语飘出，陈阳抬手一点，一抹绝世的仙光自他指尖飞掠。不，韩立彻底绝望了，他的道心早已在那片神秘恢宏的白玉京出现时轰然破碎。凄厉悲愤的嘶吼响起，临死之际的韩立瞳孔忽然狠狠一缩，似乎认出了什么。你是？他惊恐的想要呼喊，说出最后一句话，因为在这一瞬间，他竟然发现这个弱水圣子的面容居然变成了杨晨。当日在玄刹湖地底截胡他机缘的那个人，天命之子陈阳。他明白了对方为什么要杀他，可是已经太晚。韩立的话音戛然而止，身躯在原野上轰然爆碎开来，化作了漫天血雨，尸骨无存。陈阳面容淡漠如神，方才那一瞬间的变化，除了韩立之外，没有任何人看到。而现在韩立已死，短时间内他的身份不会再有轻易暴露的风险，最大的一个漏洞已经消去。此刻，陈阳的视线转动，盯住了那个魔教魔子云峰。这一瞬间，云峰感觉自己的所有底牌好像都暴露在了陈阳的面前，一股不寒而栗的恐惧之感自心底浮现。远处的大眼圣子赵怀真更是心有同感，虽然他没有被针对，可是他的身躯也在情不自禁的发颤，好似立在虚空中的那道人影是什么古老无上的仙神，他连半点战意都生不起来。好在下一秒钟，恢宏肃穆的天上白玉京异象悄无声息的消散。一来维持这门异象消耗的力量太多，二来陈阳觉得威慑已经足够了。他和这个魔教魔子也没有大仇，如果将对方击杀，那么势必会引起所有人的忌惮，自己反而成为众矢之的。异象散去，陈阳身形稳稳的落地，转过头，身后远处的洛熙美眸呆滞骇然，不可思议的正看着陈阳。你罩着我就不敢杀吗？突然之间，幽灵般的声音在洛熙耳畔响起。陈阳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洛熙的跟前，一只大手掐住了他白嫩细腻的脖子。嗨，窒息感袭来，洛熙那张冷艳绝色的脸蛋一下子变得通红起来，他冷酷璀璨的眸子含着深深的惊惧和胆战，以及一抹哀求。他好似全然无法反抗，性命已经被陈阳拿捏在手中。魔子云峰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当他看到这一幕时，心脏都落了半拍。哼！陈阳冷冷一哼，还是松开了手，没有杀死这个洛熙。和那个韩立不一样，韩立只是鬼王教的少主，
而鬼王教只是一个普通大教，所以他杀也就杀了。但洛西不仅是日月魔教的圣女，更是绝对的核心人物，背后有着强大的圣人，甚至就是日月魔教的主导派系。而他现在的身份是弱水圣地的圣子，倘若击杀了洛西，那么便是为弱水圣的招来了大麻烦。虽然不可否认，这个女人之前的话语竟然想把他抓来当炉鼎，让他很不爽，但现实就是他还真不能够击杀对方。反正能够求稳，只要签到就能获得奖励变强，又何必去冒险呢？陈阳转而朝着风云古城走去。嗨！洛西捂住喉咙，目光无比复杂地望着陈阳的背影。他红唇紧咬，玉拳攥紧，相当屈辱。可是，一想到刚才那座高悬于天穹之上的白玉仙阙，无数仙人吟唱的神秘意象，他就情不自禁升起一股源自于灵魂的战栗。可恶！洛西气愤憋屈至极，偏偏内心已经开始惧怕。他现在感觉自己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陈阳刚才的眼神，都是陈阳站在神秘白玉京之前那伟岸的身影。似乎在这一刻，陈阳已经成了他的内心阴影。当陈阳再次走入风云古城，城中的修士才好似回过神来，疯狂地吞咽着口水，气氛显得相当压抑，居然没有人敢开口说话。叶晨哥哥，你没有受伤吧？直到姬莲心飞扑到陈阳的怀中，那软糯黏腻、宛若天籁的少女嗓音响起，城中的修士们忍不住脸皮抽搐。你家叶晨哥哥已经强大到爆了好吧？怎么可能受伤？再看看人家韩立不对，已经看不到了，韩立也爆了，是被打爆的。你看我像是受伤了的样子吗？陈阳嘴角勾起，捏了捏姬莲心的小脸。姬莲心享受地依偎着陈阳，正要回应，叶晨公子没受伤就好。穆神韵迈着莲步走来，眸光十分柔和，荡漾着一种奇异的色彩。陈阳，叶晨公子，之前神韵多有无礼，还请叶晨公子务必要原谅神韵。穆神韵身穿宽大的烈焰红裙，衣袍上绣着神异瑰丽的烈焰禽鸟图案，像是朱雀。她姿态优雅，举止轻柔，流露出一股尊贵出尘却又风韵动人的美。那双似有柔情涟漪的桃花眸子，崇拜而又羞涩地望着陈阳。他清浅的嗓音落下，居然双膝一弯就要给陈阳跪下。仙子这是做什么？陈阳直接惊呆了，赶忙将他扶住。触碰到穆神韵手臂的刹那，一股柔软滑腻的感觉浮上心头，但紧接着穆神韵却是直接握住了陈阳的大手，主动放在了自己的身前，咬着红唇，一副我见犹怜的欺弱神色，继续央求道：公子能原谅我吗？之前在雾隐山脉，承蒙公子相救，神韵却未能报答，甚至言语间有所冒犯，是神韵的错。说着，他再次想要跪下。这一幕让陈阳睁大眼睛，强硬地拖住他，忙道：这不过是一件小事，我并未放在心上。穆仙子万万不可如此。如此众目睽睽之下，陈阳要真的让穆神韵给他下跪了，那他从今天开始也就算是彻底的扬名东荒。先不说他的风评名声会怎么样，这一波关注焦点可不是他想要的。要是因此被人过度揣测探究，察觉他身份来历不对，那就很糟糕。此时此刻，风月古城中一道道目光齐刷刷地看过来，人群原本还处于震撼状态，惊骇于陈阳展现出来的恐怖神秘意象，但现在一下子就看得两眼发直，眼珠子都快凸了出来。我怎么感觉这位离火圣女不太对劲呢？嘿嘿，也不知道叶晨圣子的手感怎么样。话说叶晨圣子的实力当真是令我开眼，他不会真的是荒古圣体吧？啥？你的意思是他真是荒古圣体本尊？不少人低头议论，窃窃私语。穆仙子，有什么事还是换个地方再说吧，可千万别再这样了。扫了一眼四周，陈阳不禁苦笑。在众人无比敬畏惊叹的目光中，陈阳、姬莲心以及穆神韵三人一起回到了登高楼。叶兄，想不到你竟然藏得如此之深。宋玉连连感叹，不断摇着头。叶兄此等人杰，实在是让我压力山大。陈阳愕然笑道：宋兄过誉了。楼上之人看向陈阳的眼神，相比于之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倘若之前的陈阳只是和魔教妖女洛西、神王体基要日一个层次的东荒上游顶尖行列的天骄，那么现在的陈阳毫无疑问已经超越了这个层次，真正的力压众人，一枝独秀。光是那一种神秘的白玉京意象就足以叫人惶恐惊惧，哪怕是基要日此刻看到陈阳也势如大敌，目光凝重，氛围逐渐的缓和轻松下来。陈阳和姬莲心坐在一边，远处的秦瑶神色相当复杂，震撼叶晨，他竟然如此强大，怎么会呢？秦瑶抿着粉嫩的唇瓣，心下思索。忽然他目光一闪，发现穆神韵居然再度朝着陈阳那边走去。之前穆神韵给陈阳道歉，甚至要下跪的一幕就已经让他格外震惊且不解了。就算叶晨展现这般实力，穆神韵也不应该如此啊。秦瑶眸子微凝，心头的疑惑愈发浓郁。穆姐姐，你怎么又来哦？你到底想做什么？
叶晨哥哥可是我的道侣。姬连心抱住陈阳的手臂，气鼓鼓地盯着穆神韵，神色狡黠动人。穆神韵谈口轻启，柔声细腻：连心妹妹，叶晨公子乃人中龙凤，整个东荒都凤毛麟角的绝代妖孽。我觉得叶晨公子不应只有一位道侣。你什么意思啊？姬连心眸子睁大，表情愤懑。陈阳却是神情怪异地看着穆神韵，这女人该不会楼上的各路天才修士此时都竖起耳朵听着陈阳这边的八卦？毕竟在场少有的几个绝色仙子基本都和陈阳有关系，他们也很好奇穆神韵要做什么。承蒙公子的救命之恩，神韵无以回报，只好以身相许。在话本上出现过无数次的话语回荡，穆神韵说完就往陈阳的怀里扑过来。下一秒，陈阳就感觉自己的怀中多了一具温软高挑的仙子娇躯。穆仙子莫不是在与我开玩笑？陈阳也是没反应过来，解释道：之前击退那和欢宗修士，我主要还是救秦瑶师姐，毕竟我们师出同门，当然不曾开玩笑。穆神韵雪白粉嫩的玉臂从红袖中探出，紧紧环住陈阳的腰身，这让的原本在旁边抱着陈阳手臂的姬连心都只能松开手，站在一边鼓起腮帮子，又气又恼的模样，仿佛受委屈的小媳妇。穆神韵的头依偎在陈阳的胸膛上，羞涩却又决绝地道：不论是何原因，事实就是公子救了我，从今以后我就是公子的人，公子去哪儿我去哪儿。为了公子，我可以退出离火神教。陈阳周围之人听到穆神韵的话已经全部目瞪口呆。宋玉忍不住咂舌：耀日兄、人渣兄，你们东荒的圣女仙子都这般重情重义，有恩必报的吗？姬耀日愣了愣，无言的摇头。他也不明白啊。人渣则是仿佛看透了什么，叹气一声：女人心海底针啊。穆仙子上一秒还在说心系那个天命之子陈阳，可是一转眼看到人家叶晨圣子如此恐怖绝伦的实力，立马就被折服，改变心意。他的话传了出去，让不少人神色微动。天命之子陈阳的确有着先天优势，但大道之行终究是要靠自己。叶晨圣子何等人杰，未必就不如那陈阳。不错，起码就论实力而言，试问在场谁敢说是叶晨圣子的对手？我要是穆仙子的话，我也立马对叶晨圣子投怀送抱。周遭的议论让陈阳尴尬不已，旁人只以为他是因为穆神韵之前声称喜欢陈阳而尴尬，殊不知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陈阳而尴尬。公子，神韵以后就是你的奴。穆神韵腰身微挺，玉臂勾着陈阳的脖子，对着陈阳的脸吐气喝蓝。那鲜艳欲滴、富有光泽的红唇充满了诱惑。咕咚一声，陈阳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喉咙微动。注意到这个细节，穆神韵心下欢喜，他知道自己成功的让陈阳原谅了他，并且已经对他产生了兴趣。没错，他已经猜出了陈阳真正的身份，不是什么化名的弱水圣子叶晨，而就是真正的天命之子，能够望其成帝的陈阳。说起来，穆神韵还得感谢姬连心，如果不是姬连心的表现，他还不一定会发现，堂堂荒古姬家的小公主，本该是高贵傲娇的天之娇女，却对一个男子如此的黏腻温顺，而且这个男子还只是逐渐没落的弱水圣地的圣子，且在此之前并无名气，甚至可以说无人知晓。所以这可能吗？那么只有一种必然结果，弱水圣子叶晨是陈阳所化名装扮的新身份，而姬连心则是早就知晓。突然有人大喊出声：快看快看，那个好像是离火神教圣子林勇。穆仙子，你教的圣子林勇来了。圣子师兄，那些人为何总对我们指指点点？离火圣子林勇率领一众精英弟子踏入风云古城，立刻察觉到四周投来的异样目光，尤其是落在他身上的视线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窥探与议论。林勇面色一沉，强压下心头不快，目光扫视，最终锁定了城中最高的登高楼。他冷哼一声，带着满腹疑虑与不悦，大步流星地朝楼内走去。登高楼内气氛旖旎，红裙似火的穆神韵清冷气质中透出惊心动魄的媚态，藕臂轻舒，勾着陈阳的脖颈，温香软玉紧贴在他怀中，吐气如兰。公子，神韵此心此身，今后便系于公子一人了。他声音柔媚，却又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定。方才一番亲密接触，让他艳丽的脸颊染上醉人的绯红，眼波流转间既有羞怯，更有豁出一切的决绝。恰在此时，楼外传来一声高喊：离火圣子林勇到了。陈阳闻言，目光微动，带着几分玩味看向怀中的绝色佳人，低笑道：穆仙子，你毕竟是离火神教的圣女，贵教圣子在此，你这般姿态怕是不太合适吧？穆神韵轻咬饱满红唇，声音柔切却清晰：我与他仅是同门，并无半分瓜葛，
他微微调整坐姿，楚楚可怜地凝视着陈阳，神韵冰清玉洁，从未让任何男子近身。即便他是圣子，也未曾碰触过我指尖分毫。今日种种，皆因神韵感念公子恩情，心之所向，情难自禁。只求公子莫要嫌弃神韵奴。他的话语字字清晰，回荡在静谧的楼层中。刚踏上最后一阶楼梯的林勇，脚步猛地顿住，僵在原地。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于他，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沉寂，以及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牧师妹，当林勇亲眼看到那位在教中向来高不可攀、清冷自持的圣女，此刻竟如此亲密地坐在一个陌生男子怀中，口中还吐出那般依赖顺从之言，一股混杂着背叛与羞辱的怒火瞬间冲垮了他的理智。混账！你是何人？安敢欺辱我离火神教圣女？林勇怒发冲冠，周身烈焰爆燃，寒怒一拳携带着炽热狂风直轰陈阳面门。其势之猛，让楼内诸多天骄也为之侧目。然而砰，陈阳只是漫不经心的抬掌，随意一挥，一股无形巨力涌出，林勇的拳势如同撞上无形壁垒，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阵法守护的墙壁上，堪堪滑落。噗，一口鲜血喷出，林勇捂住剧痛的胸口，眼中充满了惊怒与难以置信。楼内众人对此结果却毫不意外，这位弱水圣子叶晨的实力早已深不可测，力压魔女，异象惊天，其修为绝非林勇可比。林勇，你做什么？穆神韵倏然起身，将陈阳护在身后，面覆寒霜，眸光锐利如冰箭射向林勇，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愤怒。林勇刚要开口，我与你绝无可能，仅是同门之意，休要再自作多情。穆神韵声音冷冽，字字如刀，你往日种种纠缠，只会令我倍感厌烦。刺骨的话语钻入耳中，林勇神情呆滞，满心茫然与刺痛。为何会如此？即便他心有所属，倾慕那天命之子陈阳，又何至于对他恶语相向至此？周围那些毫不掩饰的嘲讽目光，更是让他如芒在背。窃窃私语声中，他隐约捕捉到了舔狗、不自量力等字眼。极致的羞愤涌上心头，林勇怒极反笑，声音嘶哑：好，好，好，穆神韵，我本以为你受人胁迫，方才出手相救，没想到你竟是这般不知自爱之人，算我林勇眼下。他猛地抬手指向端坐不动的陈阳，对着穆神韵厉声讥嘲：你平日不是口口声声非那天命之子陈阳不嫁吗？那此人又是谁？前脚说着心系陈阳，后脚便对他人投怀送抱。穆神韵，我真未看出你竟是这般不知廉耻。如此不堪的言论让楼内瞬间一静。宋玉、姬耀日、人渣等人皆微微蹙眉。无论如何，此言实在过于刻薄。人渣暴毙冷笑，率先开口：林勇自己得不到仙子青睐，便转而恶语相向，这便是你离火圣子的气度，得不到便要毁掉，当真令人不齿。这位道友，此话确实过了。宋玉面色沉凝，声音低沉：未知全貌，便以如此污言秽语攻讦他人，非君子所为，亦显气量狭小。周围修士纷纷附和，指责之声四起，活该穆仙子看不上他，自作多情，还妄动干戈。若非叶圣子手下留情，可悲的舔狗，真是难看。纷乱的议论如潮水般涌来，林勇面色由红转青，他只觉无比荒谬，为何无人指责穆神韵的行径，反而全来声讨自己？就在这时，陈阳缓缓起身，他目光平静，却带着一股无形的威压，瞬间笼罩全场，将所有嘈杂之声都压了下去。穆仙子心属何人，是他的自由，与我无关，更与你无关。他声音淡漠，却字字清晰，传入每个人耳中。我名叶晨，弱水圣子，雾隐山脉中，我于险境救下穆仙子，他为报恩，愿与我结为道侣，仅此而已。话语落下，一股令人心悸的恐怖威压自他体内弥漫开来，楼中温度骤降。他一步踏出，目光如冷电射向林勇，而你仅凭臆测便以污言秽语践踏女子清誉，你这样的人也配为一叫圣子，也配追求穆仙子，也配在此质问我？轰！在他话音落下的刹那，其身后一座恢宏肃穆的白玉京虚影一闪而逝。虽只一瞬，但那凌驾众生、镇压一切的无上道玉，让楼内所有人，包括姬耀日、宋玉、人渣这等天骄，皆神魂一颤，如坠冰窟，仿佛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首当其冲的林勇更是如遭雷击，浑身冷汗涔涔，双腿一软，瘫倒在地，脸上血色尽退，只剩下无边的恐惧。原来竟是如此。听闻陈阳道出原委，感受到那如同天威的压迫，林勇心神崩溃，彻底被绝望与恐慌淹没。自己错怪了穆神韵师妹，还有这个弱水圣子怎会如此恐怖？穆师妹我……林勇下意识的开口，却被穆神韵那充斥着寒意的冰冷声音打断。林勇，
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看来你往日里的温文尔雅、成熟稳重，全部都是装出来的。从今往后，我与你再无任何情面，同门之意就此勾销。听到这话，林勇再次懵了。你难道要退出离火神教？你能有今天都是宗门栽培的，你怎么敢？穆神韵冰冷呵斥。离火神教对我的栽培我自会报答，但我实在不想和你这样的人同在一个宗门下。话落，他转头望向陈阳，红唇紧咬，眸子泪光凄凄，嗓音清冷柔弱。公子救命之恩，神韵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与公子结为道侣。接着他对楼上的人群稍稍欠身一礼，望在场诸位英雄豪杰为神韵见证。刚说完，他就往陈阳的怀中扑过来，似乎前面的种种铺垫只为了现在的光明正大。这已经是穆神韵第3次提到救命之恩。所谓事过不三，陈阳前面都已经力挺穆神韵，为其撑腰对付林勇，现在自然也不好再拒绝。好，从今以后你便是我的道侣。陈阳微微一笑，搂住了穆神韵高挑婀娜的娇躯，微微俯身吻住了她娇艳香软的唇瓣。穆神韵内心欢喜至极，更加热情主动地回应陈阳。看到如此一幕，林勇身形如遭雷劈，不敢置信地踉跄倒退，直到抵在登高楼的墙壁上。然而在场的所有人却是面含笑意，纷纷出言贺喜。恭喜叶兄和穆仙子结为道侣，我这里有一对鸳鸯配，虽不是什么值钱宝物，但也聊表一份心意。宋玉反应极快，当即就抱拳贺喜，更送出了一份贺礼。穆仙子寻得如意郎君，真是大快人心，免得便宜了某个心胸狭隘、自身又无能的不要脸之人。修罗宫少主人渣大笑着道喜，他的话让林勇的脸色瞬间就难看到了极点，好似吃了翔一样恶心。恭喜叶晨圣子，恭喜穆仙子，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我等见证2位喜结道侣。宽敞的登高楼平层中，秦瑶峨眉似蹙非蹙，不知道为什么看到穆神韵和叶晨抱在一起，他心头有一种委屈和不满，更仿佛自己失去了什么。他内心相当疑惑和不解，穆神韵到底为什么要对叶晨如此态度，以身相许？脑海中似有灵光闪过，可他却未能够抓住。此刻站在后面的姬连心嘟起了小嘴，清秀精致的脸蛋上挂着愤懑之色。看着抱在一起的陈阳和穆神韵，他把脸一沉，哼了一声，两颊立刻像小气球一样圆鼓起来，这模样十分可爱，但又叫人心疼。叶晨兄。就在这时，一个不太合时宜的声音响起。神王体姬耀日沉声开口，你和穆仙子结为道侣，那我妹妹该怎么办？这话一出，还在道喜的人群不禁愕然。是啊，之前姬家的小公主姬莲心和叶晨圣子那般恩爱黏腻，可现在却是穆神韵和叶晨圣子结为了道侣，那这姬家小公主该如何呢？很简单，莲心也是我的道侣，一直都是。陈阳咧嘴一笑，微微侧身，眸子温柔地看看向姬莲心。姬莲心听到陈阳的话，顿时就露出了欢喜傲娇的笑容。叶晨兄，这恐怕不妥吧？我姬家的小公主岂能？姬耀日却是皱起了眉头，脸色变得阴沉。虽然她这个三妹的确是古灵精怪、调皮娇蛮了一些，但那也是她妹妹，是姬家的小公主，姬家所有人都捧在手心的掌上明珠，怎么能够与其他人共享一个道侣？那到底是为妻还是为妾？不过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姬莲心就开口打断了他，娇斥道：臭大哥，你在说什么？什么叫我不能？我就是叶晨哥哥的道侣，我和穆姐姐一起当叶晨哥哥的道侣，怎么了？你有什么意见？你有什么问题？你自己找不到2个绝色仙子般的道侣，怪谁？你嫉妒我的叶晨哥哥做什么？哼，真是小心眼。一连串的交斥过后，姬莲心直接朝着陈阳扑过来。陈阳伸出一条手臂将他揽入怀中，而穆神韵也是感激的和姬莲心相视一眼，让出了些空间。至此，陈阳一人独揽2美。姬耀日，如此画面让姬耀日忍不住摇头，满脸的郁闷和无奈。罢了，随便你自己吧。姬耀日无语一叹，既然姬莲心自己都愿意，他这个做大哥的又还能够说什么呢？而且话说回来，以叶晨那般强大的实力，神秘恐怖的白玉京意象，比之自己都要胜过许多。这样的人物拥有多位道侣合情合理，谁敢说什么？只不过他担心妹妹姬莲心受委屈罢了，但现在看来显然不会。人群则是露出了一脸的艳羡之色，不论是姬莲心还是穆神韵，皆是东荒当代的天之娇女，绝色仙子尤物。姬家小公主姬莲心灵动活泼，傲娇可人，性格十分粘人，是理想中的清纯少女类型。离火圣女穆神韵高贵中含着妩媚，风情动人，看似柔弱却又坚韧，更是无数人幻想的梦中情人。能够得到一位的芳心便已是8辈子的福分，可现在有人却独拥2位，谁能不羡慕？但羡慕归羡慕，没人敢嫉妒，
只因那名为叶晨的弱水圣子实力摆在那里。噗，吐血声突兀的响起，原来是林勇捂着胸口，竟然是气愤的再次吐血。他手指颤颤巍巍地指着穆神韵：“穆师妹，你就算不喜欢我，可你难道不该为了宗门的未来去寻找天命之子陈阳吗？只要你能遇到陈阳，与其成婚，未来100%可以成帝。可你居然如此随意地和别人结为道侣。”他的话说出口，不等穆神韵反驳，修罗宫少主任扎冷笑：“你是有什么大病吧？穆仙子为什么非要找那个陈阳？难道知恩图报有错吗？”不错，宋玉颔首道：“那位天命之子固然能助女子成帝，可是成帝这种事虚无缥缈，古往今来的大帝哪一个不是绝代人物，奋斗了不知道多少年才能正帝，谁又能说得准呢？穆仙子品格高洁，知恩图报，有恩必报，令在下佩服。”人群纷纷出言表示赞同，看向林勇的目光也变得愈发鼻不齿。这里火圣子真不要脸，自己得不到，还想毁掉穆仙子的幸福。咱就是说叶晨圣子也不比那个陈阳差，这家伙究竟在嫉妒个什么？穆仙子自己要报恩，关他什么事啊？此人还是居心不良，想不到这里火圣子的真面貌竟是如此。啧啧。林勇听到这些声音，气得两眼发黑，一口老血喷出，直接晕了过去。嘿嘿，这人怪碍眼的，让我送他离开吧。人渣上前一把抓住林勇的肩膀，身形跃下登高楼，直接将其给扔出了风云古城。人渣，我与你势不两立。遥远处，林勇悲愤不甘的怒吼声依稀传来：“叶兄这就要走了吗？”见陈阳这就要离开登高楼，宋玉不禁问道：“今天出了几次手，偶有感悟，想找个地方好好消化一番。”陈阳笑了笑，众人闻言不禁欣然起敬。四叶陈圣子这样的人物才是真正的天骄啊！哪怕天门山开启再急，也能如此从容修行，不愧是叶陈圣子。在人群的惊叹中，陈阳带着姬莲心和穆神韵先行离开了登高楼。秦瑶望着三人离去的背影，美眸闪烁，莫名闪过一抹失落之色。他到底是谁？秦瑶心中悠悠，悄然开始怀疑起了陈阳的身份。陈阳携着二女走出登高楼后，径直离开风云古城，进入辽阔的雾隐山脉，直到再没有任何人的视线关注。杨晨公子，穆神韵玉手搂住陈阳的脖子，那抹富有光泽的柔软红唇不顾一切的开始亲吻。可，穆仙子，你是不是认错人了？陈阳轻咳一声，虽然也已经猜到穆神韵恐怕已经认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但还是故作不知。神韵没认错，公子就是杨晨，公子就是陈阳。穆神韵微微踮起脚尖，唇瓣吻在了陈阳的嘴唇上，秋眸柔波荡漾。公子，请不要叫我仙子，我是你的神韵奴。陈阳睁大眼睛，想要说什么，但是嘴唇被穆神韵堵住，半晌都说不了话。姬莲心背齿轻咬，一双纤细的玉臂抱在胸前，眸光狡黠又有些吃味的站在一旁，就那么看着两人。片刻过后，穆神韵那张清纯美艳的脸蛋上已是挂满了酡红，犹如浸润了一场春雨的鲜花，充满了湿湿的香气。他眸子秋波动人的与陈阳四目相对。先找个地方吧。陈阳轻叹一声，苦笑着道。他还能说什么呢？穆神韵太疯狂了，和姬莲心在弱水圣地找到他的时候一样疯狂，不，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某个山洞中。所以你就是这样认出我的？陈阳看着趴在怀里的穆神韵，满脸无奈。我在想莲心妹妹这样的身份背景，不可能对一个普通的圣子如此投怀送抱，更何况是那等的亲密恩爱。穆神韵咬着唇瓣，谈口亲戚。不久前在陨石山脉的时候，我还和莲心妹妹有约定，若是有了公子你的踪迹，一定要互相告知。莲心妹妹一心只想找到公子你，又怎会与一个寻常圣子结为道侣？除非那个看似寻常的圣子便是天命之子陈阳。说来我真的还要多谢莲心妹妹呢。穆神韵略带羞赧地看了一眼坐在旁边嘟起小嘴的姬莲心，哼哼，你当然要好好感谢我。姬莲心傲娇的轻轻一哼，因为我就是故意这样的。陈阳，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了帮神韵认出我，你就不这样了。陈阳古怪一笑，才不是。姬莲心吐了吐粉舌，羞涩道，在弱水圣地的时候，人家什么样都做过了，陈阳哥哥又不是不知道，前面、后面、上面，人家凡是可以修炼的地方，全部都被陈阳哥哥。不等他说完，陈阳立马捂住了他的嘴巴。你这小妮子瞎说什么？陈阳瞪了瞪他，却忍不住老脸一红。万一吓到神韵怎么办？姬莲心掰开陈阳的手，懊恼道：穆姐姐巴不得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会被吓到？陈阳视线瞥向穆神韵，果然穆神韵那张清纯动人却又挂着一抹妩媚之色的绝美脸庞上，含着期待和羞涩，居然一副十分跃跃欲试的模样。公子，神韵已是你的奴儿了，是你的人。穆神韵娇柔软语，扑上来就开始扒拉陈阳的衣袍。
不行，等一等。陈阳睁大眼睛瞥向了姬连心，姬连心愤愤地拿出来一面青色的宝镜，这是我姬家的空间宝物虚空镜，仿极道地兵打造的，可以在里面修行居住。我自己进去待会儿，不打扰你们两个，行了吧？姬连心撅着樱桃小嘴，很是幽怨委屈的小媳妇模样。接着他就自己主动进去了虚空镜。陈阳有些愕然地挠了挠头。公子，既然连心妹妹如此给我们创造机会，那明日不如今日吧。山洞洞口早已设下禁制，一片灰蒙蒙的雾气遮挡。穆神韵虽然妩媚动人，非常热情主动，可是第一次与男子修行，还是显得非常青涩稚嫩。好在陈阳十分给力，他只需要稍微帮扶一下，立马就能进入状态。神韵，真的想好了，以后跟我，万一不久之后我被整个东荒乃至整个天下的人追杀怎么办？陈阳看着俯下身来的穆神韵那圆润丰满近乎完美的曲线，不禁问道：神韵不管，哪怕公子被天下人追杀，神韵也要陪着公子咕噜生死相随。穆神韵眸光晶亮，灿若星辰，十分决绝。可嗨，他忽然咳嗽起来，像是呛到了，可接着却是两眼发亮，仿佛得到了什么好宝贝。这一刻，穆神韵感觉自己体内的两道天宫在发生着神秘的变化。他的修为是两道天宫之境，一座极品离火天宫，一座上品光明道天宫。离火神教以朱雀离火古经为核心传承，拥有不会熄灭的南冥离火本源宝地，每隔一段时间会滋生南冥离火本源，时间越长，本源越强，身为神教的圣女，她正是依靠南冥离火本源，直接证出了一道极品天宫。至于光明道天宫，离火神教内就没有对应的极品大道之种，是靠她自己所寻找的。而现在，当炼化了来自陈阳的精纯能量后，他竟然发现自己的上品光明道天宫在发生蜕变涅槃，在朝着极品天宫的层次升级。神韵，你没事吧？陈阳心疼却又好笑地道：让你别那么勇，刚进入修炼状态，需要平稳，你偏不听。正说着，穆神韵褪去身上那如火的红裙，不着一物地扑了上来。公子，我的天宫在进行升级，还请公子助我。穆神韵趴在陈阳的胸膛上，含着柔情和羞意，以及火热的眸子，直勾勾地望着陈阳的眼睛。下一秒钟，他扶起陈阳，两人十指相扣，正式进入了修炼状态。一时间，山洞内响起了如黄莺一般悦耳动听的天籁，春色盎然，笙歌袅袅。外面天色早已黑了下来，那鱼儿似乎也不忍窥看，害羞地躲进了层云之后。某一刻，穆神韵体内似有一层修为境界瓶颈，薄薄的一层瓶颈薄膜瞬间被捅破，第三道天宫缓缓形成代表战争之舞的极品烽火道天宫。这就证出来了吗？看着穆神韵背后的三座天宫虚影，陈阳暗叹一声，像穆神韵这样证到天宫的话，那这也证得太容易了吧？自己到现在都还只是证出了一道水行极品天宫，然后为了得到金行极品道种太白斩道经，又是去若水圣地进地天河谷，又是来风云古城准备进入天门山，不仅麻烦，而且尚未修成正果。这样一对比，陈阳算是明白为什么这一个个的女人都跟疯了一样来找自己，因为她就相当于是通用的万道本源，万道极品道种，换作她是女子，她也求之不得啊。好在陈阳也不是没有收获，当与穆神韵结合之后，陈阳的重阳血得到元阴之气滋补，开始强化反哺他的身躯体魄，一阵炽热的暖流在体内四肢百骸、五脏六腑流淌，陈阳的身躯逐渐散发出更加霸烈灼热的气息，煌煌如皓日，威严不可侵。就强度而言，光凭肉身都能战三四道天宫。此时穆神韵睁开美眸，伏在陈阳的胸膛上，软语温柔：公子，你好香啊，人家还想修炼。葱根般的手指在陈阳的胸膛上画着圈圈，穆神韵红唇轻启，妩媚至极。陈阳翻了翻白眼，哭笑不得道：韵儿，你才刚突破，境界也是要稳固一下的，不要着急。穆神韵咬着唇瓣，这才起身躺在了陈阳的怀中。公子，你打算证哪些天宫啊？穆神韵侧身望着陈阳，柔声询问。陈阳也侧过了身来，刚要说话，却发现自己正好又和穆神韵对位，形成了修炼姿势。穆神韵脸颊酡红美艳，悄悄往前一顶，眸子水汪汪地望着陈阳，真是拿你没办法。陈阳身躯一颤，又气又笑，回答道：我要证，很多天宫，最低也是9道天宫，但绝不止。陈阳心中其实早已有了一个规划，虽然天地规则规定天宫境极限是9道天宫，但是极限不就是用来打破的吗？否则还真对不起他身怀这等体质，更别说还有天榜签道系统。对他来说，5行大道的天宫是必证的。当然，如秦瑶主修弱水之道，穆神韵主修离火大道，未必要将5行大道都证了。倘若证出了5行天宫，
陈阳的打算是将5座5行大道金木水火土的天宫融为其一，成就真正的5行天宫。那么如此一来，他就还能再挣另外8道天宫。不过这距离他目前还太遥远，他现在连太白斩道经都还没得到。公子，我要挣的天宫，围绕我修炼的朱雀离火经就可以。木神韵轻道。每一座不朽道统之所以强大，便是因为其传承的地品古经囊括了非常多的内容，贯穿了从凡人到地境的所有修行，包括天宫境层次可以挣的天宫。正常来说，天宫境要挣的大道天宫，首先是修士主修的大道，然后是与主修之道或相似，或增益，或互补，或相辅相成，或为基础的大道。地经之下的功法，哪怕是圣品功法，最多也就记载了10来种大道天宫的修行法。但是不朽道统的传承地经，却是包含了不下于100种。修炼一条主大道，然后再从其中选择另外8种，就可挣9道天宫。当然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找到对应的大道之种。绝大多数修士终其一生最高也只能挣出7道天宫。说到这里，木神韵羞涩地看向陈阳。怎么了？陈阳问道。我要挣的所有天宫都已了然于心，所有修行法也都在朱雀离火经上记载着。木神韵红着脸颊，嗓音魅惑。神韵想挣9天宫，万事俱备，只欠贝公子。陈阳赶忙吻住他的朱唇，免得他把最后一个字说出来，不然万一被天道申喝了怎么办？半夜，陈阳与木神韵结束了修行，姬莲心从虚空境中走了出来。木姐姐，该到我了，你进去巩固修为吧。姬莲心笑盈盈道。莲心妹妹谢谢你。木神韵仍旧是十分感激，他朝着陈阳抛了个媚眼，便交换进入了虚空境。陈阳，你们这是要把我整死啊？陈阳叹了口气，但旋即就翻身上马，拉着姬莲心开始操练新的修行境界。翌日清晨，陈阳神清气爽，虽然修为没有进步，但重阳血强化，体魄增长，对他来说也能提升实力。山洞内，姬莲心和木神韵身无片缕地躺在床榻上，该走了。陈阳对两人道：哎呀，陈阳哥哥，我们再待一天嘛，天门山又还没开启，去了风云古城也是无聊。姬莲心嘟起小嘴央求。陈阳嘴巴张了张，心想再和你俩魅魔待着，我就快累死了。忽的，就在这一瞬间，一道仿佛自无尽时空深处传来的神秘钟声，回荡在辽阔无垠的天地，响彻所有人的脑海。这道钟声是那样的熟悉，因为它在差不多1个月前出现过。这一刻，东荒、西漠、南疆、北原和中州，无数修士下意识地抬头望去，至高天围上再次出现了一个巨大金色屏幕。天道金榜第2期，当世渣男榜，世间10大渣男。注：本榜单排名依旧不分先后，只排前10名，以伤害女子感情程度判定。看到这样一张天幕出现，所有人全都愣住了。渣男榜，这个榜单很有意思啊。嘿嘿，之前的天命榜谁都渴望上榜，可现在的渣男榜恐怕谁都躲着吧。要我说，和欢宗的男修个个都是渣男。出声。山洞内，姬莲心和木神韵不约而同地盯住了陈阳，神情古怪。陈阳愣了愣，无语道：你们看我干啥？难道我会是渣男吗？姬莲心笑嘻嘻道：陈阳哥哥，你想啊，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女子喜欢你，爱慕你，她们都想当你的道侣。你说你是不是渣男？什么？这关我啥事啊？陈阳睁大眼睛，那别的女子喜欢他，他还能拦着不让吗？问题是他也管不了啊。我知道。木神韵举起玉手，轻柔道：公子倘若拒绝或者欺骗了某个女子，那么也算伤害了她的感情，比如情瑶。那你……陈阳绷不住了，忍不住想反驳，却见天穹上的金榜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第一道人影缓缓浮现。金榜画卷展开，背景是一片昏暗漆黑的峡谷，一个白发老者盘膝而坐，他两鬓眉须皆斑白，面容苍老，却依稀可见年轻时棱角分明的俊逸。老者气质不俗，看起来颇有一股仙风道骨的风范。当看到这老者面容时，东荒风云古城登高楼中，这不是逍遥圣人老前辈吗？怎么会？宋玉不禁愣住。逍遥前辈上千岁年纪了，怎么还能进入渣男榜？北原大陆天香国缥缈仙宫，满头白发却为女童面容的乌元君目光悠悠，惊喜大于疑惑的呢喃。师弟，中州大陆大夏皇朝皇宫，脸戴面纱遮掩被毁容貌的木琉璃看着天上阴无涯的画面，恨得咬牙切齿。这狗东西居然没死！西海之滨，一位白发女子蓦地抬头，眸子冷漠。金榜上开始出现文字：逍遥圣人阴无涯，身份中州大陆逍遥书院现任院长。事迹：阴无涯年轻时为夺得院长之位，
同时追求师姐双华元君和师妹琉璃仙子，致使二女道心蒙尘，为他争斗不休，导致双华元君突破境界实心魔入体，跌落圣位。琉璃仙子一生毁容，郁郁寡欢。因无涯继位院长后，为维护书院名声，与琉璃仙子在大前星落谷隐居。实则他谁也不爱，而是痴迷于琉璃仙子年幼的妹妹玲珑，终日题写情书给玲珑，为其雕像作画，盗走大前皇朝一条完整绝阴龙脉，为其铸造圣机。因担心败露，因无涯将琉璃仙子打入中州某绝地，并散播其身死消息。玲珑得知后，怨怒因无涯没有照顾好他姐姐，与其断舍离，最终导致妻离子散。小道秘闻：因无涯初遇玲珑时，对方正值豆蔻之年。评价：情为权谋，爱似虚妄，道貌岸然第一流。整个世界东南西北中陷入了一瞬间的寂静，紧接着就是火山爆发般的议论。好一位逍遥圣人，可真够逍遥的，人家豆蔻之年的时候就喜欢上了，这他妈是出生吧？这何止道貌岸然，简直就是令人不齿的邪修作风，奇心歹毒。中州逍遥书院不是培养人杰的地方吗？什么时候培养这种人渣了？哦，我忘了，这他妈还是院长。缥缈仙宫，师弟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木琉璃，他喜欢木玲珑。乌元君双目呆滞，不可能的，当时的玲珑那么小。恐怖的风暴从灵峰上冲起，乌元君仰头怒吼，泪流不止。眨眼间，缥缈仙宫的圣人纷纷到来，连忙安抚。元君封主息怒，万不可因一个渣男伤了道心。大夏皇朝皇宫，喜欢我妹妹，呵呵呵呵。早已毁容的木琉璃豁然起身，死死盯着天榜流泪。他想过因无涯喜欢大师姐乌元君，想过对方后来与他隐居是在图谋他的功力，却万万没想到对方居然喜欢他妹妹。那个时候他的妹妹木玲珑才13岁啊！人渣畜生！木琉璃狂怒咆哮声穿透大夏皇宫，让的诸多圣人现身，却见居然是太上皇后，又不禁冒冷汗。西海之滨，那位本和木琉璃模样相差无几的白发女子，身上的杀意冲霄骇浪。原来是这样，是她把姐姐打入了枯死渊。女子身上的杀意又平复了下来，目光无比复杂。因无涯爱她，所以做了这一切，可偏偏这一切却把她伤透，伤了她的姐姐女儿。她转身彻底走进了西海深处，再也不想出来。渣男榜曝光的第一人出现之后，整个中州彻底沸腾。双化元君和琉璃仙子当年都是被录入了神女赋的绝色仙子美人，那逍遥圣人如此畜生，凭什么能引得两位美人为其争风吃醋？谁知道呢？也许有的仙子就喜欢这一款吧，甘愿被别人利用感情。这俩仙子也是够惨的，不过那个逍遥圣人太不是人了，一个人伤害了3个女子，啊不是4个，不是还有个女儿吗？大前皇朝之中岂有此理？因无涯此人吃里扒外，我大前如此照拂逍遥书院，他竟敢盗走我大前的龙脉。大前古皇眼神冰冷，即刻兵发逍遥书院某一座鸟语花香的山谷庄园芙蓉谷。身材颇为丰满，玉兔肥美的宫庄夫人轻叹一声，喃喃自语：嫣儿，想不到你外公比你爹还要畜生。东荒大陆北域海岸，外公是渣男。一个身穿白色长裙不染纤尘的少女呆住，少女一铺黑色长发直直垂下，掐至腰际，娇躯纤柔，若柳扶风，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她如凌波仙子一般，周身萦绕着夺目的华光，道韵袅袅，充斥着灵秀之气。纳兰丹烟很懵逼，他才刚从中州登陆东荒，还没有找到那个陈阳呢，怎么就出来了张渣男榜？出也就罢了，怎么他的外公还上榜了？可当看完金榜上的所有文字之后，纳兰丹烟一阵窒息，不敢置信。喂，为什么是这样？沉默了好一阵，纳兰丹烟攥起玉拳，暗暗道：表哥肯定不会是这样，纵然天下男子都没一个好人，但表哥肯定不是。表哥是喜欢我的，他在做梦的时候都会叫我嫣儿。想到这里，纳兰丹烟那张清新脱俗的绝丽容颜上爬上一抹羞红。他这一次来东荒，虽然是来寻找天命之子陈阳，但可不是什么要和那个陈阳结为道侣。如果不是为了帮助表哥解析及到重阳仙体，他才不会来呢。雾隐山脉的山洞中，这个逍遥圣人因无涯是不是那方面不行？不然德化他为什么不把双华元君和琉璃仙子一起收了？难道他真就专一深爱那个琉璃仙子的妹妹玲珑？姬莲心好奇地问道。怕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穆神韵红唇轻启，嗓音轻柔，两个都极为优秀好胜的女子，又岂会甘心共侍一夫？说着，她不经意地瞥了一眼陈阳。陈阳摸了摸鼻子，正色道：看我干啥？我可没有辜负你们，也没有利用你们，是你们主动往我身上贴过来的。姬莲心和穆神韵相视一眼，展颜一笑。就在这个时候，天道金榜再次发生变化，
第二位渣男的身影面容浮现，这是一个身材挺拔、容貌相当俊逸、看起来十分潇洒的白袍青年。场景似乎是一个古风古意的酒楼，他正喝着闷酒，原因是本该要和好兄弟成婚的原属于他的未婚妻被其家族抓了回去，这让他这个做兄弟的很没有面子。当看到金榜上的自己，他愣住了。玄火古族李岩哥，身份中州太古世家玄火古族嫡系少主，身负焚天战体。事迹：李岩哥因先天身怀焚天战体，将玄火血脉觉醒到极致，得到家族传承帝兵玄火剑的认可，拥有一半的玄火剑掌控权，玄火古族视其为宝然。李岩哥自诩重情重义，暗中将帝兵玄火剑的掌控权以及自幼以心头血温养的太古仪种火麒麟让给了结义兄弟龙战野。不止如此，他还把自己性命娇羞、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太古世家神皇古族公主黄九英一并让给了龙战野，只为成全所谓的兄弟情谊。小道秘闻：龙战野暗中凭借帝兵玄火剑相助，实力暴涨，已成为百兽圣地圣子，并计划通过李岩哥将黄九英生米煮成熟饭，成为神皇古族女婿。同时他深知这一切是李岩哥的施舍，并不是靠他自己所得，此乃心魔，唯有亲手斩杀李岩哥，方能念头通达，稳固道心。他正在谋划事成之后，如何不留痕迹杀死李岩哥。评价：倾尽所有赠兄弟，兄弟想你快点死。什么？看到这里，喝着闷酒的李岩哥猛然喷出一口鲜血，他满脸的不可置信。周遭酒楼中的客人也转头望向了他，目光鄙夷。中州大陆一片始终燃烧着血色火焰，内藏浩瀚乾坤的神秘峡谷。孽子，孽子啊！来人，给我去把这孽障抓回来！玄火古族当代族长拍案怒喝，老眸发红，养了20多年的儿子竟然是个白眼狼。少主到底在干什么？居然把玄火剑掌控权交给外人！尼玛，换个少主吧！操！古族上下齐齐为之震动，怒火滔天。一位太上圣人老祖直接跨出祖地，奔向百兽圣地的所在。中州百兽圣地，快快开启护山大阵！百兽圣地之主红着眼睛怒吼，他也没想到自家的圣子手段如此阴险，本来值得赞扬。但问题是金榜一曝光，百兽圣地就要承受玄火古族的怒火。龙战野正在神皇古族外徘徊。自从天命榜出现后，神皇古族就想让黄九英去找那个天命之子陈阳，这对他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事情。好不容易从傻瓜兄弟李岩哥手里把黄九英骗过来，怎么能让到嘴边的鸭子飞了呢？他思索好一阵后，正走向神皇古族，却看到渣男榜上出现了好兄弟李岩哥的面容，紧接着他就感受到了2抹冰冷视线从神皇古族内投来。误会！他瞬间头皮发麻，二话不说的转身就逃。神皇古族之内，李岩哥，好一个畜生！一位宫装美妇眼眸中杀意腾腾，一巴掌甩在了神皇古族族长黄苍的脸上。看你那好侄儿干的好事，我女儿差点就毁在这种人渣手中。刚被抓回族中的绝色女子黄九英还在抱怨父母亲，可看到渣男榜后，她的脸色变得极其震惊难看。李岩哥，龙战野，我黄九英必杀你们！他厌恶龙战野的卑鄙，可更痛恨自己这么多年的情谊，居然被一个白痴李岩哥拱手送人。难怪自己和李岩哥每次见面，对方都把龙战野带着，原来这般没安好心。此时此刻，整个世界不知道多少人在怒骂。凡是没有在闭关、沉睡等等的修士，都看着天穹上的金榜，瞠目结舌。只因这第2位渣男比之第1位，简直更不是人。心血喂养的麒麟幼崽也就罢了，可是连自家的传承帝兵掌控权都拱手让给别人，还有青梅竹马的未婚妻也被他送出去，说他是渣男都抬举他了，这特么畜生不如啊！他有什么资格把先辈传承的帝兵让出去？我天，这种人居然还是一代古族少主！他老祖宗如果知道，是不是得从棺材里爬出来？龙战也的确卑鄙阴险，可这个李岩哥真特么不是人，享受着家族荣耀，却是吃里扒外。要我说，神皇古族的公主黄九英最无辜，真可怜啊！东荒朝着南域传送赶去的纳兰丹烟震惊不已，心下暗暗娇呼：表哥他不会做这种事吧？不会的，不会的，表哥没有这种好兄弟，肯定不会把我送人的。风云古城，大离宋玉、神王体纪耀日、修罗宫人渣等人皆是目瞪口呆。嘿嘿，这个李岩哥我认识。宋玉脸色相当尴尬，忍不住叹道：我当初结交他，就是欣赏他的重情重义，可现在看来，他捂着额头，已经没脸继续说下去了。哈哈，宋兄还是和这样的人尽早断交吧。人渣摇头笑道。雾隐山脉中某处，魔教妖女洛曦眸子阴冷，对那个中州的李岩哥和龙战野已经产生了杀意。如果让他遇到这种人，
绝对不会手软。情爱这种事，主动权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洛西咬唇想到，脑海中忽然闪过一张面孔，那是弱水圣子叶晨的面容。一股莫名的心绪升起，当那个男人掐住自己脖子的时候，自己是那样彷徨而又无助，那样惊恐。但不知为何，他好像有些迷恋当时那种感觉，每每想到这里都有些湿湿的某个山洞之中。姬莲心和穆神韵眸子不善地盯着陈阳，让陈阳一头雾水。干嘛？你们觉得我会把你们送人吗？陈阳忍不住道。我们是不会，但是秦瑶呢？姬莲心咬牙冷哼。陈阳哥哥，你必须赶快把秦瑶师姐收了，不能再把她蒙在鼓里。你不告诉她你的真实身份，万一有谁走进她的内心，你这不也是变相的把秦瑶师姐拱手送人吗？穆神韵也颔首道。是这个道理，我愿意和秦瑶一起分享。陈阳咂舌，你们还分享起我来了？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好在这个时候，天榜再度变化，第三个男子身影浮现。场景是一艘践行飞船，一个风流倜傥的悬疑青年负手而立，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船上似乎还有其他人，且不止一个。天剑阁，谢流云。身份：中州荒古大教天剑阁三公子，身怀无量剑骨，诞生时伴随一柄无阶成长性混沌剑胎。事迹：表面有道侣4人，实则秦人数已10计。有特殊癖好，专寻兄弟好友的道侣下手，并享受暗中记录对方道侣痛苦神态的变态快感。此刻他正在诱拐至交好友石金云的未婚妻，计划在其大婚前夕将之抛弃。小道秘闻：谢流云道心有缺，每逢见到大成便觉宇宙虚无，陷入沉沦，每逢拜祭又感自我否定，道心濒临崩溃，周而复始，如同诅咒。评价：只有爱侣做玩物，道心残缺是病根。怎么会？谢流云呆呆地望着金榜，完了，这下暴露了。唰，一阵凛冽的寒芒从背后袭来，只见一身穿淡黄色工装长裙的清秀貌美女子咬牙切齿，恼羞成怒。谢流云，你这渣男，是我冷清秋瞎了眼看上你，从今以后你我势不两立。劈出冰冷的一道刀芒之后，女子直接飞出飞船，身形急速远遁。可没一会儿，她停在原地，茫然无助。她背叛了深爱她的未婚夫兼师兄石金云，又被这个谢流云拐骗玩弄，她能去哪呢？幸好完璧之身还没丢，既然无处可去，那我去东荒找陈阳。犹豫了一下，他想到远在东荒的陈阳打了个喷嚏，不知想到了什么，脸色一黑。尼玛，这种女人就不要贴过来了，赶过来就给你个大耳巴子。中州霸刀山庄，哈哈哈哈！石金云仰天狂笑，眸子中流下血泪。山庄内的弟子长老们纷纷望向他所在的山峰，目光担忧。谢流云，枉我将你当作至交，你却暗中诱拐我的未婚妻，真是我石某人的好兄弟。冷清秋，是我石金云看错了你，我对你那般的好，你却背叛我。这一刻，一阵恐怖的刀气从石金云体内冲出，像是道心经过一番涅槃，他竟然破镜了。从此再无刀剑双云，我与谢流云必死一人。不久后，霸刀山庄向天剑阁宣战，一举震动中州。天剑阁、霸刀山庄这两大势力乃是修炼剑道和刀道的圣地，曾经还互为盟友，却不料因为一个谢流云变成了死敌，可悲可叹。天剑阁能培养出谢流云这种少主，你觉得会是什么正派势力吗？霸刀山庄的确需要与其做一个了断。该说不说，怎么就我们中州进出这种畜生玩意儿呢？能不能曝光个别的地方的？中州各地议论声四起，天剑阁内气氛沉重，一个个见到圣人露面，从下到上所有弟子长老都感觉脸面无光，以后行走在外，他们恐怕要遭人鄙视了。东荒刚到南域，正朝着风云古城赶去的几道身影，太初圣子悄无声息地与五行圣子拉开了距离。五行圣子，不是，你觉得我是那种人？五行圣子脸色阴沉不爽。哈，那倒也不像。太初圣子尴尬一笑，于是他又靠了过来，跟在后面的万雷圣地圣子冷冷道：你们是觉得自己有道侣，还是有未婚妻？听到这话，两人幡然醒悟，可接着脸色都变得阴郁下来。不远处的另一边是三道绝色曼妙的倩影，分别是太初圣女、五行圣女以及万雷圣女。只因对方三人不想被那狗屁的极道众阳仙体天命之子陈阳误会，就非要和他们划清界限，连赶路都不能一同。五行圣子愤懑道：等我找到那个陈阳，非把他抽得满脸开花。他本来与圣女师妹都快成了，他的师尊五行圣主也有意撮合。然而那天命榜一出现，圣地高层风向瞬间转变，所有长老都在阻止圣女师妹和他结为道侣。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他相信成帝虽可贵，爱情价更高。可他的圣女师妹一边对他说身不由己，
另一边却对寻找陈阳之事十分热衷上心，已对他渐渐疏远。太初圣子和万雷圣子的情况倒是也还好，他们和自家圣地的圣女就没什么感情了，但这样一种仿佛被戴绿帽的感觉还是让他们不爽。简言之，我可以不和你结为道侣，但你身为圣女不能想着别的男人。眨眼间，金榜画卷蔓延，第4道身影开始出现。这是一个穿着灰色衣袍、两鬓灰白的中年男子，面容上依稀挂着皱纹，似乎脸上写满了愧疚。七情魔宗杨玉，身份西漠魔道巨擘，七情魔宗副宗主。事迹：杨玉偶见玉虚山上任大弟子尹长风的未婚妻念慈庵，绝美仙姑林清霜，今为天人，因贪恋其姿色，便强掳回宗，以无上魔功、七情种魔大法扭曲其心智，使其沉沦欲海，并怀上胎儿之后，七情魔宗被诸佛门攻打，林清霜趁机逃脱，于西漠无人绝地绝冰谷诞下一女，最终被其师枯绝师太亲手冰封于万丈玄冰之下。杨玉发现此事之后，心生懊悔，自困于绝冰谷。小道秘闻：杨玉与枯绝师太视为同辈，其年轻时曾以情劫之术令枯绝师太暗恋的师尊重光真人道心破碎，自焚而亡。自此，枯绝师太力誓杀尽天下魔修邪修。评价：魔种深重情花劫，冰封千里了残生。西漠不朽道门玉虚山。砰！杨玉老狗，我与你不共戴天。修至半圣境的尹长风一头白发瞬间血红，仰头咆哮，浑身劲风咧咧，震颤虚空。周遭一道道师兄弟长老身影浮现，脸色愤懑难平。一道声音从玉虚山深处传来，所有圣人随无下山，向七情魔宗宣战，不杀杨玉，不回玉虚。浩然杀气自玉虚山掀起，如同惊天骇浪席卷而出，西漠大陆注定要卷起一阵风暴。西漠绝冰谷，杨玉抬头怔怔看着金榜，忽然神色一喜，我还有个女儿，她在哪儿？念慈庵吗？他的身形悄然消失，就此踏出自封数百年的绝冰谷，走上了寻找女儿的道路。念慈庵，如今执掌念慈庵的枯绝师太脸色黑如煤炭，因为在那小道秘闻中居然曝光了他曾暗恋自己的师尊。要知道师徒相恋这可是大忌，更别说是念慈庵这等清净佛门。他要求门下弟子绝情悟道，自己却没能以身作则，以后还有什么颜面说教他人？原来师太曾经暗恋重光老祖啊，那可是他的师尊哎！啧，嘘，不想活了吗？师太你都敢议论？窃窃私语声在念慈庵中四起，许多弟子都在小声谈论。念慈庵以女弟子为主，皆是以道姑之貌现世，不许与人结为道侣，不许谈情说爱，规矩森严。可他们却没想到，身为庵主的枯绝师太自己都控制不了个人情感，爱上了他的师尊。没多久，枯绝师太自封闭关，交出庵主之位。还行吧，这个杨玉算不上渣男，就是个魔修淫贼罢了。和前3个比起来，我觉得他还挺正派的。就是我都修魔道了，奸淫别人的未婚妻又怎样？我修魔道，我还在乎这个？嘿嘿，咱就是说西漠那边一群佛门道门似乎也不怎么干净啊。五方大陆的人群议论不断，令人惊奇的是，对于杨玉此人的评价竟然都还比较好。东荒风云古城，要是能被陈阳公子掳走，被他那样就好了。秦瑶柔唇紧咬，眸光动人，殊不知他的想法非常危险。当然，拥有这种危险想法的人不只是他，只不过幻想的对象不同。魔教妖女洛曦冷漠的眸子中闪烁着挣扎之色，她躲在一个山谷中闭关，却悄无声息地进行探幽寻学，脑海中幻想着陈阳幻化的叶晨面貌。英宁叶晨。山洞中，呵呵，这杨玉倒是被证明了。陈阳忍不住笑道：你还笑？姬莲心冷哼道：陈阳哥哥，你以为自己很安全吗？这个世界现在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女子想要强掳你，建议你。穆神韵掩嘴一笑，公子在所有女子的眼中，等同于男人眼中一位脱光衣服的绝色仙子。陈阳呆住，咋又吃瓜到自己身上了？所以啊，陈阳哥哥，你要快快助我们变强，这样有我们保护你，你就安全了。姬莲心那双仿佛装着星河的灵动眸子眨了眨。陈阳还想反驳2句，天穹上金榜变化，第5位被曝光的渣男就此登场。背景赫然是一片庄严肃穆的佛门，散发着祥和佛光的金钟高悬，仿佛有佛经在耳边吟诵。一个面容和蔼、充斥着大智慧的老和尚出现在了画面中。他身穿袈裟，气质出尘，额头锃亮，一看就是佛门的高僧，最低也是圣人罗汉级别。和尚似是在坐禅，并未关注天道金榜的变化。大觉佛寺玄南，身份西漠7大佛门巨擘之一，大觉佛寺主持尊号金蝉罗汉。
事迹禹，百花谷谷主花想容，有染，诞下一子。幼子被神秘杀手组织影楼偷走，炼制成药引。为保全佛门清誉与自身地位，他选择沉默，拒不承认。花想容悲痛欲绝，见玄南不欲为之报仇，他心性大变，立地成魔，开始盗取各派出生婴儿，以其纯净生机炼制邪功，万阴朝宗咒，百年光景，造孽滔天，至少上万名婴孩死在其手中，皆是具有不俗武道天资的婴儿。玄南虽知晓花想容堕入魔道，却屡屡为其庇护，暗中妨碍其他佛门对花想容进行围剿。为救花想容，曾击杀阿兰寺罗汉一名。小道秘闻：寺中破戒高僧非他一人，戒律院首座私下竟有100位宠妃。评价：满口慈悲度世人，一身罪孽谁度你？刹那间，整个世界陷入了极其炸裂的震惊状态，一度超过之前4位曝光的渣男。去他妈的！老子就说当年的老妖怎么不翼而废，一定是该死的花想容抓走，老子与他不共戴天。上万个武道天资卓绝的婴儿惨死，这比绝大多数的邪魔两道还要毫无人性吧？100年时间都没能抓到这个花想容吗？好家伙，堂堂佛门圣地大觉佛寺的主持，口口声声慈悲为怀，却纵容那花想容虐杀婴孩，好一个人面兽心的佛门高僧！西末大觉佛寺，寺内的佛门弟子面面相觑，脸色茫然。年轻弟子尚且还无法接受理解这样一个事实，而大觉佛寺内的长老高僧则是瞬间扑向了玄难所在的禅院阿弥陀佛。玄难神情平静，仿佛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到来，他目光无喜无悲。玄难，枉你身为我寺圣人罗汉，进行如此荒唐之事。有人立刻开口。玄难扫了他一眼，淡然起身，恐怖的佛光从他的身上爆发，一场大战掀起。7大佛门圣地之一阿兰寺，当初追杀花想容，我们阿兰寺是不是死了一位罗汉？一位双目失明身披袈裟的老僧询问。大觉佛寺需要给我们一个说法，以后面对西莫来的和尚也要小心，因为你完全无法预测对方那张和蔼的面孔下究竟藏着的是佛心还是魔心。这个世界太荒谬了，这还只是天道金榜爆出来的，那么那些没爆出来的呢？我想大觉佛寺恐怕现在正在爆发大战吧。还有那个百花谷，我赌他避免。各方大陆上的修士议论不休，反响颇多。东荒大陆风云古城，幸好。宋玉苦笑道，西莫那边太远，我还没去过。登高楼上的一众人群哈哈一笑。大眼圣地的圣子赵怀真来到登高楼，自顾自地坐到一边，凝望着天榜。转眼间，金榜上第6道人影出现，那是一个身穿雪白衣袍的青年，眉目俊逸，身材挺拔，自有一股潇洒风流的气质。瞧见这道身影，北元大陆许多人面色变化。灵狐师兄，两仪剑派灵狐幡。身份：北元剑道魁首，两仪剑派大师兄，生性不羁，嗜酒如命。事迹：自幼受师门栽培，却屡负深情，深爱他的小师妹薛凌云，为他冒死寻的奇药疗伤，却因打翻他的酒坛遭其厉声斥责，自责之下道心受损，救下北元玉平国玉素公主，名义认作妹妹，实则当作红颜知己。对方情根深重，他却不拒绝不主动更不负责，致使玉素公主突破时心境入魔，昏迷不醒。本为两仪传人，却痴恋死敌劫天魔教的魔女，私传宗门核心秘法，为助魔女脱身而让同门遇险，小师妹薛凌云险些丧命。闯万妖古林时，被妖族帝女颜如玉庇护方才安全离开，后为应付师门任务，却偷袭重伤颜如玉，恩将仇报。小道秘闻：灵狐幡曾于最后痴语，师妹哪有师娘香？他最爱的女子其实是温婉贤淑身怀女侠风骨的师娘宁青瓷，痴迷截教魔女也只是享受如同对师娘宁青瓷一般求而不得的感觉。评价：师门把你当保养，你想给师傅戴绿帽？天下沉寂一瞬之后，北元大陆瞬间哗然一片，无数的唏嘘声响起。两仪剑派大弟子灵狐幡居然是这种人，想不到啊！渣男也就罢了，暂且不说，他身为两仪剑派培养的圣子传人，竟然把核心秘法传给那截教魔女，这是什么操作？咱就是说师妹不如师娘香，他师父知道这件事吗？两仪剑派这养不熟的畜生！头戴冠巾，一副白面书生装扮的两仪剑派掌门薛无言拍案怒喝，眸子中杀机腾腾。他辛辛苦苦培养了20多年的弟子，当作亲生儿子一样对待，可对方居然迷恋他的道侣，想给他戴绿帽，是个男人都忍不了吧？灵狐师兄，他喜欢我娘。某座修炼竹林中，一身樱桃色衣裙的秀气灵动少女目光喃喃，无比的失落和复杂。她无言苦笑，原来灵狐师兄从未喜欢过我。少女深藏心底的那片纯粹情谊如琉璃般轰然破碎。
某处灵峰大殿，两仪剑派的副掌门，同时也是薛无言妻子的宁青瓷红唇紧咬，脸色复杂。反而他居然对我！两仪剑派内无数弟子群情激愤，怒意汹涌。难怪那一次明明100%可以成功围杀截教魔女的计划失败，原来是灵狐师兄是内鬼。为什么会这样？我大哥和二姐就是死在了那次战斗中。我不服，宗门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北元玉平国，痴儿，你喜欢的人不过是个品行败坏的渣男罢了。头戴凤冠，一身泥金色华贵凤袍的女皇轻声低语。刚苏醒的玉素公主呆呆地望着金榜，不知所措。劫天魔教，我就说这个灵狐幡当时为什么会帮我？魔女妖艳的红唇勾起，讥讽冷笑，想把我当作替代品？你还不配！妖族疆域，神秘的万妖古灵，一位完美如仙，找不到任何形容词描述其美貌姿色的女子，平淡地扫了一眼金榜，并无任何感慨，反倒是所有妖族怒意高涨，准备冲出去杀一波，给帝女报仇。身为金榜曝光当事人的灵狐幡正在外面游荡，打算近期去东荒一趟。当看到渣男榜上出现他的事迹，他瞬间就坐不住了。尼玛！灵狐幡内心暗骂，这下完了，芭比扣了。幸好前段时间得到了万象大帝的传承，他目光闪烁，身形面容悄无声息地开始变化。那就正好去东荒浪一浪，不过变成谁好呢？没多久，一个面容身形完全和天命榜上展现的陈阳一模一样的青年浮现。灵狐幡顶着陈阳那张俊逸非凡的脸，咧嘴一笑，自觉天衣无缝。陈阳啊陈阳，身怀如此逆天体质的你，此刻是否正像那阴沟里的老鼠般东躲西藏，憋屈不堪？他低声自语，语气中带着一丝扭曲的快意。无妨，你这举世皆敌的赫赫威名，便由我替你好好宣扬一番。他完全沉浸在自以为是的算计中，却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迈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他一路向南，朝着东荒大陆的方向赶去。途经古城，跨越山脉，但凡有修士看见他的面容，无不一怔，下意识地与天道金榜上那张印象深刻的影像对比，那是天命之子陈阳，他竟敢如此招摇过市。周遭的窃窃私语与惊疑目光，反而让灵狐幡的虚荣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半日后，一座宏伟的古城轮廓已遥遥在望。他打算在此借助大型传送阵直接前往东荒，若靠自身飞行，怕是猴年马月也难以抵达。然而就在他距离城门不过数里之遥时，异变陡生。什么人？一股令人窒息的威压骤然降临，一只有法则凝聚的虚幻巨手遮天蔽日，自云端轰然拍下。陈阳 GD， 老夫为了寻你，可是连做男人的根本都舍弃了呢。结。伴随着一阵尖锐刺耳，比宫廷太监还要难听100倍的怪笑，一个身着破烂黑袍，面容猥琐的地包天老头突兀地出现在空中。老头眼神涣散，只有眼白，眼眶猩红，神志似乎不清，状态非常的颠。你是？灵狐幡瞳孔骤缩，无边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的心脏。他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未能说出，便被那恐怖的掌风直接拍晕过去。在意识彻底陷入黑暗的前一刻，他只听到那如同夜宵嘶鸣般的声音在耳边回荡。记住了，老夫便是人称中楚天上鹤，纵横北域上千载，今日终得机缘，哈哈哈！命根子没了又如何？只要能将你这极道众阳仙体掌控在手，助老夫登临地位，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中楚天上鹤，那可是北域恶名昭彰，位列10大通缉的圣境恶人之一。无边的悔恨与绝望如同冰水，瞬间淹没了灵狐幡最后的意识。他完了！要是让陈阳知道居然有人想顶着他的面孔干坏事，那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对方注定了与他为敌。师妹哪有师娘香？此时此刻，整个世界5块大陆，凡是有道侣并且还有男徒弟的强者们都下意识地紧张了起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桥梁一旦出现了名为怀疑的裂缝，那么就很难再恢复如初，这样就苦了某些无辜的人。师父，这是误会啊，我对师娘真的没有想法。南疆大陆，某个正欲请教自己的师娘炼蛊方面疑惑的弟子满脸惊恐，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师父在修行，他只能去请教师娘。误会？我看你分明想给为师戴绿帽。啪！那弟子瞬间被一把抓住，顷刻炼化。东荒大陆，许多不朽道统的掌门人也是情不自禁地扫了一眼自己的道侣修炼居所，绝大部分都没有任何问题。某圣地圣主发现自己的道侣修行之地居然开启了多层阵法禁制，按道理来说，就算是闭关修炼，开启1层也就足够了。他借助掌门人令牌，悄无声息地穿过阵法，偷偷潜入，赫然发现自己的道侣正在与多个弟子深入修炼。好啊，你个贱人待在圣地就敢给本座戴绿帽，这个灵狐幡真是坏。
纳兰丹烟朝着东荒南域不断传送跨越，心下念道：表哥就绝不会这样。他正想着，天道金榜上悄然浮现了一道身形。当看到那道身影的瞬间，他双目呆滞。金榜上同样是一个玉树临风、身穿白袍的男子，风度翩翩，看起来颇有气度和才气。长生慕容家慕容浩，身份中州长生世家慕容家的二公子，10万年前覆灭的大燕后裔。事迹：身为长生慕容家的大燕派系少主，慕容浩一心谋求光复早已覆灭的大燕古国，一直在利用身怀无垢仙心的表妹纳兰丹烟助其修炼，凭借无垢仙心纳兰丹烟可解析各太皇朝圣地的地精功法传承，使得慕容浩携百家之长，成为中州年轻一辈代表人物。实则根本不喜欢纳兰丹烟，反而背地里追求无双国公主裴如烟。他在做梦之时口中所呼唤的烟儿，乃是裴如烟，而并非纳兰丹烟。之所以追求裴如烟，也是希望成为无双古国的女婿，暗中掌控吞并无双古国，以无双古国为基础光复大燕。小道秘闻：曾与忌惮自己妹妹裴如烟的无双古国大皇子裴金戈暗中合作，只要裴金戈助其拿下裴如烟，他便将表妹纳兰丹烟拱手相让，但可惜出了意外，合作失败。评价：无情无义，情爱视作工具，一心谋求光复大燕。不可能的，怎么会这样？纳兰丹烟娇躯一个踉跄，从空中栽倒下来，泪水顷刻间铺满了他的脸颊。表哥怎会如此？为什么？纳兰丹烟不断流泪，黯然神伤，一双清丽澄澈的眸子陡然间哭得通红。他不想面对这个事实，他甚至也不想去相信。可这是天道金榜所曝光，天道为证，如何做得了假？中州长生慕容家的某座岛屿，慕容浩那张清俊无愁的脸庞上眉宇紧锁，盯着头顶金榜的他思索良久，终是摇头一叹：天不逢其时，则人力有穷尽，非我之过也。无双古国，那慕容浩竟是昔日的大燕后裔。无双古国的皇主眉头皱起，威严冷道：难怪大燕的覆灭也有我无双国的原因，看来那慕容浩是想借机报仇。只不过没想到这长生慕容家和10万年前的大燕慕容氏居然有着如此关系。身为无双国公主的裴如烟峨眉一挑，心下冷哼：我就说那人不安好心，第一眼的直觉果然不错，想娶我，这天底下除了陈阳谁也不配。中州大陆上惊叹者甚多，而5大古国已经开始蠢蠢欲动，烽火骤起。大燕居然还有后裔，看来当初没有将其灭个干净。不过有点麻烦，大燕慕容氏和长生慕容家居然还有血缘羁绊，我们5大古国联手，难道还怕一个长生慕容家不成？属于中州的风波倒是与其他大陆无关，且对于慕容浩此人也不太好评判，但是与之相关的女子却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身怀无垢仙心，解析地精功法，这是什么逆天天赋？此女复姓纳兰，莫非是太古纳兰家的女子？难道那慕容浩已经习得各大皇朝古国的地精了吗？这时只见金榜上出现了第8道人影，这是一个浓眉大眼、皮肤白净、十分威严、衣着打扮像是魏王爷、颇有贵族气质的中年男人。爹！风云古城登高楼中，宋玉在看到中年男人的面容时，下意识地惊呼出声。人群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便抬头凝望金榜。风流王爷宋正纯，身份大黎皇朝镇南王爷，名为皇朝2把手，但一心玩乐，眷恋红尘，不问世事。事迹除正统王妃林彩凤之外，还包括大黎丞相府夫人、镇北将军府夫人、太行书院院长夫人、古华皇朝皇后、神州皇朝郡主等，情妇遍布中州乃至其他大陆，留下无数风流债。他从不记女方姓名，完事即走。因其血脉特殊，子嗣极易存活，近乎全为女儿。据传其私生女已逾3万之数，遍布天下，引发无数伦理悲剧和势力纠纷。小道秘闻：他追求每位女子时，都会发下你是我唯一挚爱的天道誓言，因身怀规避天道反噬的异宝，故而无恙。虽然风流成性，但颇有担当，凡有情人求助，他绝不推脱。评价：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敢问3万女儿何处寻爹？中州大黎皇朝。宋正纯，你个老畜生！大黎城象气的吹胡子瞪眼，他兢兢业业为皇朝，自己的夫人却是那宋正纯的情人。如今天下皆知，他情何以堪？镇北将军府，宋老匹夫，气煞我也！一位浑身煞气凛冽、身披银铠的中年将军直飞皇城而去，势必要讨个说法。太行书院院长，我等愿请奏书上书古皇，弹劾镇南王宋正纯。一群书院学生聚众吆喝：都给老夫滚！太行院长脸红脖子粗的怒吼，
丢人都快丢到家了。大理皇宫之中，快，大开城门，迎接各路皇朝重臣。大理古皇宋正德苦叹不已，自己那胞弟怎么就这般风流呢？虽然不与他争权夺利，但这也闹得太那啥了吧？万一一个处理不好，那可是直接兵变啊！更别说宋正纯连别的皇朝古皇女人都搞了这叫他娘的什么事啊！整个中州，凡是与宋正纯有染的女修，表情都很是心虚。没被金榜提名的还好，提名出来的那几个女子所在的势力，差点当场暴走。最为懵逼的要数待在风云古城的宋玉，我有3000多个妹妹。宋玉呆呆的不敢置信，可宋兄你可能看错了，是3万多个。旁边的修罗宫传人渣提醒道。宋玉，哈哈，宋公子以后若要寻道侣，还是要小心一些。大眼圣子赵怀真笑道，这要是一个不小心爱上了自己的妹妹，那可就不好了。众人不禁愕然，还别说，真有这可能。以那大理镇南王宋正纯的血脉来看，与其发生关系的情妇诞下的女儿，恐怕都是天资卓绝、容貌不俗的天之娇女。3万多个，分散在东南西北中5块大陆，那也相当均匀了。可嗨，赵兄说笑了。宋玉擦了擦汗，内心却是已经草木皆兵。他目光古怪地看了一眼楼上为数不多的女子中的弱水圣女秦瑶。秦瑶注意到他的视线，淡淡道：“我不是你妹。”宋玉神情尴尬，目光转向他处，内心苦涩：“老爹啊，老爹，你这是在坑啊！”远在中州的宋正纯也没想过自己会有3万多个女儿。此时的他正携着几个美妇情人隐匿身形逃离大理。他对于自己曝光于天下虽然意外，但还是淡然地接受了。他问心无悔。东荒南域雾隐山脉中，陈阳哥哥，你以后该不会和那位宋王爷一样吧？姬连心眸光狡黠地盯着陈阳。公子的能力更是那宋正纯定然不止。木神韵咬着红唇，粉舌轻吐，姿态诱人。别瞎说，我是很有原则的，我又不是渣男。陈阳一脸浩然正气地道。如今渣男榜已经曝光了8人，基本上不会有他了吧？忽地，金榜上第9道人影浮现。看到这一面孔，东荒无数修士愕然。这不是天命之子叶晨吗？荒古圣体再度上榜。此刻本该及早来到风云古城，却因意外陷入东荒某一隐藏危险绝地。正在全力脱困的叶晨在看到渣男榜上的自己后也是很懵。荒古圣体叶晨，身份当是10大天命之子，借天时地利与人和打破诅咒的荒古圣体。事迹在东荒某一古战场中偷走了荒古江家公主江涟依和荒古姬家日月星少主中姬婵月的杜都，曾在北域闯荡妖族，同青湖一族公主秦仙儿关系暧昧。秦仙儿护其在妖族内寻得重要至宝，他离开后事情暴露，秦仙儿被罚禁闭，不日将被下嫁外族，受尽委屈。小道秘闻，行走北域时曾与一广寒雀仙子交心，只要他为其护道，对方可助他冲破一层天地诅咒。他虽未答应，外界却传其绯闻。评价：生如浮萍，居无定所，两袖清风不敢误佳人，只把痴情错付。我去，荒古圣体居然还偷人家肚兜，好歹也是个天命之子啊，咱能不能别这么丢粉？听说叶晨在北域的时候和广寒雀某位仙子独处了一晚，是那位仙子吗？万万没想到第9位被曝光的渣男居然是荒古圣体叶晨。一时间东荒大陆议论纷纷。北域荒古江家，可恶，要不是这混蛋想抢我的储物戒。一身碧青色长裙如莲花出战的江涟依咬牙切齿，相当羞愤恼怒。当初在那座古战场，他本是为寻找某一机缘，却不料姬婵月也出现了，于是两人交锋战斗。偏偏那地方十分诡异，充斥着混乱的禁制，两人大战反而导致四周环境变化，深陷其中。恰在这时，那叶晨到来，直接夺走了他们谋求的机缘，并且还要挟他们交出身上的身家宝物，才答应助他们脱困。不得已，他拿出了一个装有杂物的储物戒，其中恰好有一些贴身衣物。脱困之后，本要将储物戒夺回，奈何那叶晨跑得太快，没有追上。荒古姬家，容貌极美，如诗如画的姬婵月才刚刚回归姬家，尚在闭关。这会儿看到金榜曝光的内容，也是满头黑线。江涟依当时拿给那叶晨的储物戒装有他的肚兜，姬婵月扶了扶额，他纯粹是不小心拿错了，没想到江涟依居然和他一样，这下完蛋了，以后怎么和别人解释啊？不行，我要出去一趟，把那个储物戒夺回来。姬婵月咬牙道：“二姐的肚兜被你偷了。”姬连心睁大眼睛，愣愣地看着陈阳。陈阳，我是陈阳，又不是荒古圣体叶晨。陈阳无语道：“哦，我忘记了，陈阳哥哥，我感觉你之前是想假扮那个荒古圣体来着。”姬连心反应过来，俏皮地吐了吐舌头。陈阳笑着点了点头，主要是想借叶晨的名头给他挡一挡外界关注。话说陈阳哥哥，如果我二姐来了，你能不能把她也……不能。
姬连心眼巴巴地开口祈求，话还没说完就被陈阳直接打断，没好气道：“你当我是什么啊？太可恶了！你二姐是你二姐，关我啥事呢？”穆神韵在一旁给陈阳捏着肩膀，揉着胸膛，安抚着陈阳的不满。哎呀，陈阳哥哥，姬连心怯怯道：“我二姐她比我还要漂亮呢，你是不是介意那个什么她的肚兜被那个叶晨偷走了？这肯定是误会，我二姐不是随便的人，那我就是随便的人了。”陈阳瞪了瞪他，忽然面色一变，抬头望去，眼珠子快凸了出来。天道金榜上最后一位渣男的身影和面容浮现，东荒、中州、西漠、南疆、北原，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当看清楚后，他们的表情都变得相当精彩。只因这个人不仅也是天命之子，更是掀起天下风波的核心人物，极道众阳仙体陈阳。身份当世10大天命之子，身怀极道重阳仙体。事迹，此人落选圣子后出走在外，却被曝光乃是人族之光，拥有100%助道侣成帝的极道众阳仙体，为躲避各路仙子的追求追杀，改头换面，隐姓埋名，混迹于人群之中，目前在东荒出没。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1000万素未谋面的女子爱上此人，非他不嫁。如今已有多位仙子因与其牵连，或被其欺骗，隐瞒真实身份，或被拒绝，或对其情根深重，愧疚后悔，留下心病。小道秘闻，此人虽富有原则且极度矜持，但总会幻想有仙子爱上他。表面正襟危坐，实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护妻狂魔。被他认可的女子，他会拼尽一切去保护。评价：天命风流。当最后一个渣男的身份和介绍曝光，全世界寂静一瞬过后，猛然炸锅。中州大前皇朝，身材高挑的绝美公主连忙惊呼：“快快！陈阳还在东荒，我要去东荒！”九黎皇朝，身怀九黎仙湖血脉的少女，眸子晶亮，嗓音软糯：“母后，我要去找东荒找我老公。”超过2手之数的不朽道统圣女再也坐不住，踏上前往东荒的旅途。北原大陆，数座古国的皇女乘坐圣品飞船，直奔东荒而来。南疆大陆，阿母，我带了3只9转爱情蛊、9转深情蛊、9转相思蛊，能不能俘获陈阳啊？某位容颜精致绝俗、身穿瑰丽古老而神秘服饰的少女问道。西漠大陆，数座女修为主的不朽道统中，师父，弟子想还俗，去寻一位有缘人。有清冷如仙的产女跪地祈求，但更直接的仙子已经背叛宗门，赶往东荒。然而当事人陈阳躲在雾隐山脉中的某个山洞，忍不住捂起了脸，恨不得挖个坑把自己埋了。陈阳哥哥，你干嘛捂着脸啊？是在害羞吗？姬连心扑灵扑灵的大眼睛闪烁着星光，绝美俏脸上挂着狡黠的笑容。想不到公子竟是这样一个人。穆神韵红唇轻咬，美眸之中涟漪荡漾，异彩连连。陈阳感觉有一团柔软依偎进了自己的怀中，睁眼一看，穆神韵那张妩媚却又清纯的脸蛋挂着温柔。公子，奴家有得到你的认可吗？还有我呢？我呢？姬连心也是兴奋道。嘻嘻，陈阳哥哥，你也不想自己是护妻狂魔的事情被别人知道吧？陈阳满脸苦叹，无力道：这天榜坑我。就在这个时候，金榜再次浮现一条信息：渣男榜奖励，凡是被渣男榜上之人所伤害过的女子，皆可获得随机奖励。倘若被害女子已死，则奖励会自动转发给与其羁绊且有报复欲望的人。当看到这样的一条提示，天下再次一惊，居然还能获得奖励，这可是天道下发的奖励啊！这难道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中州大夏皇宫，贵为太上皇后的穆琉璃莫名得到大量精纯的能量和大道感悟，她的气息飞速提升，当场破境，引来天劫。远在北原天香国的乌元君同样如此，可他的内心却是万般复杂。神皇古族，公主黄九英凭空获得了一件极品的大道之种，而且是混沌本源，即可证任意到天宫。不止如此，她还获得了大量修炼感悟。女儿，别傻愣着了。神皇古族族长黄苍的夫人说道：你三叔带你去东荒，务必要找到那位陈阳公子，可别在半道上停下啊。黄九英，我也有奖励。背叛石惊云却又被谢流云欺骗玩弄的冷清秋正朝着东荒大陆赶来，忽的体内凭空多出了一枚蕴含万物混沌本源的极品大道之种，他惊喜至极，当场停下准备炼化道种，正出天宫。此刻五方大陆，凡是被渣男榜上之人伤害过的女子，皆是获得了不同程度的随机奖励。不过西漠那个名为花想容的蛇蝎女子却是没有半点奖励，气得他火冒三丈。哈哈哈哈！宋正纯正在出逃，看到金榜消息却是忍不住大笑。我宋正纯的3万多个女人都能获得天道奖励，我也算是不枉此生了。以大黎皇朝为中心扩散出去，
有足足6万多个女子获得了奖励。为什么是6万？因为宋正纯有3万多个情妇的同时，还有3万多个私生女。芙蓉仙谷，我突破王者境了。纳兰丹嫣的母亲，一位身材极其丰腴、双峰饱满的宫庄妇人，目光复杂。而此时的纳兰丹嫣还在独自伤心之中。2份奖励同时降临到了她的身上：草木摇杀器、意象修炼法、善恶仙灵诀，可感知他人对自己的善恶。纳兰丹嫣抿了抿唇角，仍旧难以走出阴影。她明明那么深爱表哥慕容浩，为其解析中州各大皇朝、各大不朽道统的传承地经、核心秘法、传世神通。这一次不远万里来到东荒，也是为了帮表哥找到天命之子陈阳，解析其体质。有多少次他身心俱疲，却依旧坚持着。可到头来，他的表哥也只是在利用他，纯粹的利用，对他没有丝毫感情，甚至还与别人做交易，想把他换出去。天下还有值得我爱的男子吗？纳兰丹嫣忽然抬起头，直勾勾地盯着渣男榜上最后一道男子面容。以往我都是在为表哥活着，但是现在不需要了，我要为自己而活。他依旧向着南域，向着风云古城进发。风云古城，登高楼，感慨万千的众人直直地盯着宋玉。宋玉苦涩道：我没有奖励，我又不是老爹的私生女。他的话音刚落，同在楼上的秦瑶周身气息忽然变得晃荡，一抹神秘至极的金光悄然落下。花落知多少，意象修炼法。秦瑶内心十分吃惊，自己怎会获得金榜奖励呢？他不禁开始回想，渣男榜上10人，他只可能和陈阳有牵连，因为之前在陨石山脉的时候，他遇到过化名杨晨的陈阳。但不止如此，他的体内再次多出了一枚混沌本源的极品大道之种。秦瑶忍不住张了张痰口，再度震惊。他的异动也是引起了周围人群的注意。宋玉不禁转头看向他，秦瑶瞥了他一眼，皱眉道：我说了，我不是你妹。言罢，秦瑶起身直接离开了登高楼。宋玉神色尴尬，讪讪道：我也没说你是我妹啊。秦瑶仙子好像得到金榜奖励了，她和哪位渣男有关系？莫非是天命之子陈阳？人群惊诧的同时悄然议论起来。辽阔的雾隐山脉中，一袭月白纱裙、清冷飘渺的绝色女子正在前行，忽的浑身一顿，神秘古老的信息凭空出现在他的脑海：金黄星河渡，意象修炼法。于雪静内心震颤，谈口呢喃：我也能获得奖励吗？念及这里，于雪静心头愈发懊悔，清澈的泪水从眼眶涌出。对不起陈阳，对不起。他很清楚，他能够获得奖励完全是因为陈阳，可陈阳对他而言却从来不是什么渣男，相反是他没有选择他，而现在后悔的人也是他。陈阳，我一定要找到你，我要和你说对不起，我还要给你当道侣。一番深刻自我谴责之后，于雪静眸子坚定，暗暗攥紧粉拳。某个方向，独自行走的日月魔教妖女洛熙豁的一顿，万物混沌本源的极品大道之种。他看着浮现在自己身前的金榜奖励，愣在原地不知所措。他难道是渣男榜上那个宋正纯的私生女？这不可能，他是完全的日月魔教派系，他的父系和母系都是日月魔教强者。所以为什么荒古圣体叶晨？洛熙转念一想，可是他也没有见过那个荒古圣体，完全没有交集，何谈伤害？渣男榜10人，仅有2人是东荒人士，除去荒古圣体之外，便是极道众阳仙体陈阳。我是因为陈阳才获得的奖励，可是我没遇到过陈阳。洛熙起初一脸茫然，但紧接着那双充斥着疑惑的秋眸逐渐清澈。自我修炼以来，只在一个男子手中吃过亏，便是那个弱水圣子叶晨。如果这也算是一种伤害的话，那么恭喜宿主进入渣男榜，奖励渣男大礼包星号1份。奖励1，地品之上功法混沌无极仙经。奖励2，机缘图卷1份。陈阳的耳边也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只有2份奖励，因宿主是渣男，您的大量奖励已随机分配给被您伤害的女子。陈阳，他姥姥的，把老子当小日子整。陈阳腹诽一阵后，开始接收混沌无极仙经，机缘图卷则是放入了系统空间。他现在有2份机缘图卷，进入天门山后才能发挥效用。混沌无极仙经蕴含混沌万道的天宫修行法，皆可通往地境，可自由组合排列，力求潜力战力最大化。浏览一遍后，陈阳两眼冒光。本来他的心中就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正道天宫的蓝图，但也只是想法，毕竟他没有正过，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而现在有了这部混沌无极仙经，就万无一失，只要能得到对应的大道之种，就必然成功。并且修炼混沌无极仙经，哪怕有其他人已经率先证出了某种他所需的天宫，哪怕是极品天宫，他也不怕被压制，照样能证。陈阳哥哥，
我又得到了一门异象修炼法哎！姬连心眸子金金灿灿的欢呼。我也是。牧神韵柔唇轻咬，他还没掌握过异象，可就在刚才，金榜提示他获得奖励，然后给他了一部异象修炼法。陈阳讶然，不禁好奇：你们都得了什么异象修炼法？海日生残夜，蕴含神奇的空间与时间之妙，昼夜交替，阴阳分割之时，自身增幅至少3倍。焚天煮海图，极致的离火，焚天煮海，火焰范围内可以最大程度炼化敌人攻击，转为己用。姬连心和牧神韵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所获得的异象修炼法告诉了陈阳。挺好的。陈阳微微一笑，这2大异象非常不俗，比之海上生明月也不弱。但陈阳现在有了专属异象天上白玉京，已经不需要其他异象。白玉京一出，镇压无敌。远在弱水圣地的温荣宇同样也获得了金榜的奖励，这让他刚达到上位圣人的修为实力又上涨了1层。此刻渣男榜曝光，给相关之人带来的奖励也全都发放了，得到的人和没得到的人心里也都有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风云古城的尽头突兀地升腾起一股七彩雾霭，缥缈梦幻，万千霞光冲向天穹，朝着东荒大陆各个方向洒去。古城中所有修士全部被惊动，只觉天摇地晃，似有一头古老神奇复苏。站在登高楼上望去，只见在风云古城尽头的另一端，那混沌浩荡的云雾中央，一片开阔的原野浮现。接着是一道四虚四实，绽放着祥和肃穆，充斥着无尽威严的金色光芒的天门。来了来了，自成一界天门山秘境要开启了。外界难寻的大道之种，在里面比比皆是，哪怕九死一生也不能错过。这几天，风云古城所汇聚的修士已经超过了10万之数，并且还有年轻修士不断从各个方向赶来。谁也没料到天门山这次开启的这么快。望天门，踏天梯，筑天宫，渡天劫，平庸之辈也可以在天门山崛起，是龙是蛇全看今朝。密密麻麻的身影在风云古城内涌动，朝着古城另一端而去。宋兄，我就不和你一道了，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哈哈。登高楼上，修罗宫的人扎笑了笑，宋玉微微颔首，目光灼灼地望着远处尽头，笑道：祝诸位道兄都一切顺利。大眼圣子赵怀真已经出发。神王体纪要日没有看到姬连心的身影，他皱了皱眉。罢了，小妹应该是和叶晨一道，用不着我操心。城中，秦瑶美眸含着异彩星光，朝着另一端掠去。陈阳公子，希望能在天门山中与你邂逅。秦瑶内心悠悠，充满了期待。在雾隐山脉中的大批日月魔教弟子也是开始动身。魔教妖女洛曦目光闪烁，漫不经心地走着，实则是在寻找陈阳幻化的叶晨的身影。她内心又是期待，又是紧张，还有一抹畏惧和莫名的崇拜。脑海中不断浮现自己被陈阳掐住玉颈的情景，那样霸道、冰冷、睥睨的眼神在他心中挥之不去。好想再被他掐一次，那种梦幻般的窒息感。洛曦抿着唇角，心思有些病态。每每幻想至此，他就情不自禁天门山开了，该出发了。远处魔子云峰的声音传来，洛曦额眉微不可微的一蹙，淡漠道：你先去，我还有事。云峰闻言也不在意，自己先行赶往天门山入口。一时之间，东荒大陆所有的年轻一辈修士全部都动了起来。早就在风云古城的已经冲进了天门山，还在路上的也不断加快速度。哪怕是之前那些在寻找陈阳的各路仙子圣女，也不得不暂时改换目标，朝着天门山赶来。毕竟陈阳可以以后再找，而且一时半会的也找不到，但是天门山就在那儿，不容错过。何况大概帅陈阳也会去天门山，所以他们也进入天门山是极为正确的选择。天门山，我潘良来了。正出了一道极品土行天宫的潘良拥有了自信和底气，但内心的耻辱却是未曾洗刷。陈阳，别让我在天门山遇到你，否则我会叫天下人看看你在我潘良面前就是个废物。潘良的内心早已极度的扭曲发狂，在他的印象中，陈阳还停留在子府境，殊不知现在的陈阳已经达到了令他仰望高不可攀的地步。一支浑身穿着幽绿色制式衣袍的年轻修士队伍从南域某个方向赶来，皮肤惨白犹如死尸的年轻男子因恻恻开口：教主说了，这一次的任务就是击杀弱水圣地的弟子，擒拿弱水圣女。30年前，教主被弱水圣主温荣宇所伤，落下心魔和道伤。若是能抓弱水圣女回去，圣主大有赏赐。他的话音说完，身后的弟子们个个眼睛放光。姐姐，师兄放心，我们会让弱水圣地的弟子好好尝尝我们的厉害的。这些人所过之处，毒气残留，草木枯萎。他们来自南域古老大教五毒神教。月夜之下，西部方向，一支气势汹汹的队伍急速赶来，每个人似乎都披着星辰之力，速度极快。南域那个有眼无珠的吞星圣地，连堂堂天命之子都能气走，能有什么实力？论星辰大道，
东荒大陆当以我星宿山为尊，此去天门山，活捉吞星圣女，虐杀吞星圣子。我们也走。天门山秘境入口出事的时候，陈阳便也准备动身了。他要挣的天宫很多都是从零开始，天门山于他而言是最好的时机，不容浪费。没多久，陈阳携着姬莲心、穆神韵二女朝着天门山入口赶去。大地尽头，混沌霞光不散，如白浪滔天，直冲云霄。东荒各个方向皆有修士赶往，到了后面已经是大能、王者乃至圣人级别的存在带着自家的小辈赶赴。数道金色天蓬身影从北域划过天际，令无数人震惊。那是北域金翅大鹏鸟一族吗？快看快看，蛟龙出海，西部的蛟龙族。东荒的妖族都被惊动，这下天门山真的热闹了。天门山秘境入口所在，犹如雷霆在咆哮，无数的混沌之气轰鸣震颤，4000军万马奔腾。当陈阳、姬莲心和穆神韵三人到来时，也被这里的景象震撼。谁也不知道天门山是如何出现，但它绝对是一片浩瀚的世界，传闻有人在里面建立过门派。穆神韵谈口亲戚，走。陈阳搂住二人柳腰，身形没入了光门。眼前是数不清的通道，每一条通道都会进入天门山的不同区域，算是比较随机，给了普通修士喘息和探寻的机会。随便选择了一条，不一会儿，三人面前大量白雾消散，一股无比浓郁的灵气如潮涌来，四周的天地环境清新而古老，似乎数百年不曾变化。来到这里之后，陈阳感觉自己的极品水行道天宫都活跃了许多。陈阳将当时在弱水圣地天河谷中得到的神秘地图拿了出来，这张地图当时和先天太阴庚金放在一块儿，记载的就是天门山内的机缘宝地，有可能会与太阳庚金有关。陈阳灌输灵力于其中，紧接着地图便开始绽放金色光芒，接着自动悬浮而起，朝着某个方向飞出。我们跟上。姬莲心和穆神韵也不需要去找机缘，他们只要跟着陈阳就好，因为陈阳就是他们最大的机缘。三人一路上翻山越岭，跨越林木山脉，遇到了许多的古老蛮兽异种。吼！天门山固然机缘遍地，但毫无疑问危险也非常之多。上古、远古、荒古乃至是太古时代的各种凶兽都是危险，除此之外还有古人交手留下的战场，陨落后怨念不散化作的邪恶神孽等。姬莲心和穆神韵各自施展异象，震退一些异兽，直到一头堪比化龙境的大凶青鳞暴熊阻挡在三人的前方。好可怕这头熊！姬莲心眸子凝重，拥有极品天宫，虽然可以跨越境界而战，但他现在的天宫数量还不足以对战化龙境，何况还是这样一头凶兽。就在这时，如仙如神的恐怖气息升起，一座恢宏肃穆的神秘白玉京在陈阳的背后呈现，似有无数的仙人吟诵大道，无数霞光仙韵流淌，古老的威压让那头凶兽的眼瞳中都流露出震撼和惊恐。死！陈阳迈出一步，拳头砸出，异象天上白玉京几乎压制一切，更能够让陈阳的战力暴涨7个小境界，震杀化龙境也不在话下。陈阳哥哥好厉害啊！姬莲心两眼亮晶晶的冒着桃心，我们好像成了公子的累赘。穆神韵咬着唇瓣，眸中秋波荡起，我见犹怜。累赘？神韵倒是挺累赘的，莲心吗？小了点。陈阳目光古怪，盯着两人胸前的大胸硕果。二女愣了愣，姬莲心小脸憋得通红，愤愤道：陈阳哥哥真坏。穆神韵则是掩嘴轻笑，眸中也有一抹得意。半个时辰后，一片温度极其之高，连空气都仿佛充斥着火焰气息的盆地，绽放金光的神秘地图飞到这里便停了下来。陈阳哥哥好热！姬莲心小脸如苹果般发红滚烫，这里的高温即便是一般的化龙境修士都难以抵挡。穆神韵挥手撒出一片离火，暂且隔绝了那些高温。先天太阳庚金应该就在这里，蕴含太阳之气，这里怕是还有隐秘。陈阳展开了异象银河落九天，同样也能抵挡消除周围的高温。三人快速探入，然而很快陈阳就吃惊地发现，这里何止是有太阳之气，这就是一座死火山，根本不是什么盆地。穆神韵情不自禁发出一道阴宁，他修炼的朱雀离火古经不由自主地快速运转。公子小心，这里有离火，可能还有先天火灵。先天火灵有一定的灵智，攻击力很高。他眸子媚态含春，似乎在功法运转之下，整个人也变得燥热起来。找到了进入火山内部的洞口，陈阳将人皇幡拿了出来，手持人皇幡，陈阳无惧一切，凡有异动就展开异象天上白玉京，直接镇压。咻！3分钟后，一个篮球大的红色生灵飘过，朝着陈阳三人发出攻击。给我镇压！陈阳眼神一凝，异象瞬间施展，人皇幡掠过，那红色生灵瞬间被打成4分5裂的火焰，继而被人皇幡直接吞噬。公子，这就是先天火灵。
木神运道。人皇幡吞噬了那只先天火灵后，气息增强了一些，而且在幡内也多出了先天火灵这种神秘之物的阴灵，不，真灵。不错不错，陈阳眯眼笑了笑，看来这东西对他来说还是机缘。人皇幡乃是可成长性宝物，说不定有朝一日能进阶地兵。当第一只先天火灵被震杀吞噬，藏在这片火山内部的其他先天火灵纷纷有所感应，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接着开始不断的过来报复。对此，陈阳毫不客气，统统收入幡中。来到火山底部深处时，一朵不断燃烧、变换色彩的火焰悬浮在熔浆中心，其核心处是最纯粹的白色，外围是一层七彩光晕，毁灭与新生的力量同时存在于这朵火焰之中。它炽烈磅礴，可净化邪祟，阴邪不侵，有无数火行大道的道运旋绕。而在那朵神秘火焰的底部，赫然是一块散发着太阳之气、呈现耀眼锐金光泽巴掌大的金属。先天太阳庚金，上品金行大道之种，可与先天太阴庚金融合为唯一太白斩道金。黎明焚誓言，蕴含毁灭、文明、光明、进化的最强极品火行道种唯一。眼前浮现相关信息，陈阳目光惊动，喜不自胜。这里的温度太过恐怖。此时木神韵已经香汗淋漓，饶是修炼离火大道的他也感觉煎熬。那朵火焰怕是天地间最强的极品火行大道之众了，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份。陈阳微笑着点点头，这种唯一的极品道种证出来的大道天宫几乎就是最强，比别的同一大道的极品天宫还要强。他之前所炼化的上善水灵珠便也是唯一的极品水行道种，没想到先天太阳庚金和极品火行道种在一块儿，这就是烈火炼真经吗？陈阳顶着天上白玉京，脚踩银河落九天的弱水，背后一株天地青莲升腾，一步步朝着岩浆中心迈去。恐怖的岩浆翻滚，似乎想要将它淹没，但弱水之重也不是开玩笑的，更别说还有神秘的白玉京镇压。随着陈阳的靠近，那朵黎明焚誓岩爆发出无比恐怖的高温，周围的岩浆愈发沸腾，溅落到岸边的岩浆都能够轻易融化岩石。姬连心和木神韵在岸边忧心忡忡，担心陈阳是否能顺利获得那两件大道之种。当恐怖而炽热的火焰气浪袭来，陈阳体内众阳血也开始沸腾。我乃极道众阳仙体，这点温度还挡不住我。陈阳深吸一口气，一个大步跨出，已经来到了黎明焚誓岩跟前。他手掌幻化弱水大道之力，将黎明焚誓岩和先天太阳庚金一起包裹，底下的岩浆忽然化作一条火焰巨龙撕咬而来。这时守在岸边的姬连心和木神韵同时打出攻击，与那条熔浆巨龙对抗。一片海日生残夜异象升起，地底空间变得昏暗，昼夜交替，瞬间阴凉。木神韵踩着焚天竺海图，直接覆盖了那片岩浆。公子快回来！陈阳也不迟疑，脚下有着白玉京的台阶延伸，更有银河弱水，一步跨出便返回了岸边。成功到手！陈阳松了口气，将先天太阴庚金也拿出。当先天太阴庚金和太阳庚金放在一起的刹那，两块神秘金属自动融在一块，一抹极致锋利、无匹消杀的气息流淌而出。金主杀伐，少卿。陈阳就在这座火山之外，同时炼化太白斩道金和黎明焚誓岩，同时正道金行和火行天宫姬连心和木神韵则是在一旁为他护法。天门山中，进来的大片修士都在寻宝和厮杀，尤其是刚进来的时候，凡是遇到机缘，定然一个接一个的出手，谁也不让着谁。某片湖水之畔，秦瑶寻到了一枚上品道种，犹豫了一下，暂未炼化。一身华贵黑色长裙、尊贵冷艳的魔教妖女洛西，在阴森的密林中不断斩杀异兽，终于得到了一个阴冥属性的上品道种。只有上品。他蹙了蹙眉，将道种扔进了储物界。人群汇聚的山脉中，大海翻滚，一轮皎皎皓月从海平面升起，波澜壮阔，巍峨雄浑。那是海上生明月，姬家的神王体姬耀日。大片修士退去，不敢与姬耀日争锋，唯有个别人物想搏一搏。莲姨姐，天门山十分危险，你我一同行走方能稳妥。碧青色长裙如莲花的江莲衣身后跟了一个身材挺拔的黑袍少年。少年年纪略小，约莫19岁出头，但气息却格外强盛灼热，比之江莲衣还要强大。荒古江家拥有2位绝世无双的天骄，一个是江家公主江莲衣，拥有至纯的江家神火血脉，诞生时就伴有先天异象；另一个却是江家的养子，名叫江黎明。虽无江家血脉，但却身怀先天的太阳神王之体，故而从小就被江家抚养，享受着少主的身份待遇。太阳神王体乃是江家的先祖所身怀的体质，靠着这样的体质，江家先祖正道成帝，打下属于荒古江家的江山。而江黎明也被江家视为未来的黎明之光，能够带领江家再创一个时代辉煌。
不必。江涟衣淡淡摇头，说道：“我要寻找自己所需的道种，而你有你的机遇。涟衣姐，你是不是也想找那个陈阳？”然而，黑袍少年江黎明却是脸色阴沉下来，凝声询问。江涟衣身形一顿，蹙眉道：“你什么意思啊？义父说了，涟衣姐以后要嫁给我，所以你不能去找陈阳。”江黎明略带稚气的脸扬起，目光逼人地盯着江涟衣，一字一句地开口：“至于那个荒古圣体叶辰，他敢夺走你的储物剑，我会让他偿命。”他语气平静，却蕴含着无比坚定的信念。江涟衣听到这里，心情就变得极差，因为他一直都是把江黎明当作亲弟弟看待，不可能嫁给对方。他也明白这是自己父亲对江黎明的许诺，但他凭什么要答应？无需江黎明，他自己亦有自信，可以带领江家在这个时代走向辉煌。江涟衣清冷道：“黎明，你是我弟弟，我对你的感觉只是亲人，没有别的想法。此外，我去不去找陈阳，与你无关。荒古圣体叶辰，他虽夺走我的储物剑，但也算是救过我。”说罢，江涟衣转身便离开。涟衣姐，江黎明不依不饶地追上去，逼问道：“你是不是想靠那个陈阳助你成帝？我拥有太阳神王之体，也是至刚至阳的极品双修体质，我同样可以助你修行。你与其去找陈阳，还不如嫁给我，肥水不流外人田。”住口！江涟衣猛然厉喝，冷冷厉斥：“我说了，我们是姐弟，永远也只会是这一层关系。若再敢说这般言语，休怪我无情。”江黎明攥紧拳头，眼神愈发阴沉。自从那张天命榜出现后，他心头就莫名出现了一种预感，仿佛他的这位姐姐随时都会离他而去，落入别人的怀中。然而他从小就爱慕这位享受无数殊荣、尊贵非凡如仙子般的姐姐，又岂会甘心？何况他的义父江家圣主已经答应过他，江涟衣以后会嫁给他，给他当道侣，那么谁也不能够抢走。江黎明正要继续跟上去，却忽然面色一变，猛然停下。只见他身后浮现足足5座大道天宫虚影，均是极品天宫，其中一道赤红的天宫却在散发着威势，仿佛遭遇大敌，严阵以待。谁在正火行大道最强天宫？谁敢与我争锋？江黎明眼神难看至极，低声嘶吼。他乃是太阳神王之体，修炼的大道自然也是围绕太阳之道和火行大道。其中他证出的5座极品天宫，便有一座近乎最强的，即至极品火行天宫赤地神罚天宫。按道理来说，如果别的修士只是正普通的火行天宫，那么不会引起他的天宫危机，除非2种情况。第一种，对方正的火行大道天宫强度太恐怖，已经接近最强，直接威胁到了他的赤地神罚天宫。第二种，对方所证的火行道天宫至少是其第5道乃至第6、第7更往后的天宫。在天宫境，如果证出来的天宫数量达到5之数，便会产生非常强大的大道天宫压制。只因对方已经证出了好几道天宫，这些大道凝结在一起，助第5道天宫凝聚，这对于别人已经证出来的此道天宫而言，乃是极大的威胁，等同于仇敌。就好比你我都是同类，我是老大，而你现在带了一群外人过来叫阵，想抢夺我这个老大的位置，我自然不可能拱手相让。当然，能够产生这种危机应急的大道天宫，必须是在这一道尚位列绝顶，几乎最强的天宫，相当于身怀这一天宫的修士，成了此条大道的守关人。该死！什么阿猫阿狗也妄图与我争火到最强！江黎明当即盘膝坐下，背后5座天宫虚影，其余4座消散，独留一座赤地神罚天宫愈发巍峨凝实。他为天宫禁火行大道之人杰。另一边，谁在阻我？陈阳猛然抬头，除了汇聚的雷劫之外，居然还有一道人劫。轰隆，闷雷声炸响，天宫劫云悄然开始汇聚。陈阳同时正经行大道天宫和火行大道天宫，两者俱皆奔着最强天宫而去。但就在陈阳等待雷劫降临的时候，一股十分强大的大道天宫威压袭来。紧接着，他就看到对应自己的火行天宫的劫云中，一座恢宏巍峨、气势磅礴的神秘赤色天宫虚影若隐若现，更有一道素未谋面的少年身影。只一瞬间，陈阳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的身形瞬间飞升而起，战意熊熊燃烧，节节升腾。下方，姬连心和穆神韵惊骇地看到这一幕，已是目瞪口呆。天宫尽人劫，陈阳哥哥要与他人争夺火行最强天宫之位。姬连心眸子凝重，虽然他相信陈阳的强大，但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那少年虚影是何人？倘若不是公子，此人该是最强火行天宫之主。穆神韵蹙着峨眉，十分疑惑。上空，我欲证火行最强天宫，你该让位了。陈阳神色淡漠地盯着那个身影虚幻的黑袍少年。这个位置除了我谁也不配。江黎明暴力地开口。
你想这，那我便让你天宫崩塌。他的背后只有一座天宫，赤地神罚天宫，而陈阳背后也只有一座刚铸造成功的黎明焚世天宫。天宫境的大道之争，如果遭遇人劫，那么双方皆只能以产生大道之争的天宫进行交锋对抗。砰！江黎明率先出手，他怒火滔天，没想到同辈中有人敢与他争夺火道最强，此等挑衅他势必要百倍偿还。只见他双拳燃烧着烈焰，气息骇人，一道浴火神龙俯冲而来。陈阳眸子一眯，顶着背后的天宫同样杀出，没有任何神通招式，他力道惊人，一身重阳血不断沸腾，那霸道灼热的力量，哪怕是将黎明的太阳神王之体也要臣服。只能依靠一座天宫的杀伐，对陈阳而言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因为他有无敌的自信。两人极快交锋碰撞，虚空中不断产生剧烈的火花。江黎明很快就震惊了，你到底是什么体质，竟能与我抗衡？江黎明目光阴沉，这天下太大，你不过是坐井观天罢了。陈阳傲立半空，从容不迫。此时此刻，天门山世界以及整个东荒乃至其他大陆，但凡是证出了火道天宫且还待在天宫境的年轻修士，俱皆感应到了有人在进行火行大道最强天宫之争。他们释放出自己的火行道天宫，接着便看到了两个虚幻的人影在云端对峙交锋。那是谁？荒古江家太阳神王体江黎明。之前他就是这个时代年轻一辈最强火行天宫之主。与他交手的人呢？某片区域，离火神教圣子林勇瞳孔狠狠一缩，怎么会是他？叶晨。林勇震撼了，同样也修出火行天宫的他万万没想到，那个弱水圣地的圣子叶晨居然能与江家太阳神王体争夺最强火道天宫之主的位置，无数修出火行天宫的修士震撼。天门山这才开启没多久吧，这么快就有人展开最强大道天宫之争了。已经甩开了江黎明的江涟依正在加快速度探寻，却是眉头一皱，火行天宫展开。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弟弟江黎明正在与别人展开大道之争，此人是谁？江涟依盯着陈阳那张虚幻的脸，不禁好奇。虽然他不喜欢江黎明，但不得不承认，身怀太阳神王之体的江黎明几乎就是火行天宫的最强者。所谓术业有专攻，哪怕是其他比江黎明更强大的妖孽，拥有更可怕的体质，譬如天命榜上的天命之子，但是在火行天宫这一方面也赢不了江黎明。呵呵呵呵，我坐井观天。江黎明眼神变得格外阴沉，低喝道：那就让你见识一下我这尊太阳神王体的无敌意象，看看谁才是井底之蛙。话音落罢，在他上方的苍穹忽然间燃烧起来，似有一层层的天阙，那九重云霄之上，无数大道法则皆被点燃，化作最本源的火焰道纹。眨眼间，万紫千红的大道全都染成了红色，6000里内所有白云化作火焰，沸腾的焰火不断汇聚，变化成一头巍峨神武的烈焰麒麟模样。江黎明身形上升几个高度，他犹如执掌火焰的至高神奇。世间各个角落通过自己的火行天宫看到这一景象的修士全部惊呆。这是什么异象？仰望那头烈焰麒麟，他们只觉自己从头到脚，血肉到魂魄都在燃烧。这不是荒古江家的异象，这是独属于太阳神王体的异象，九霄燃道图。离火圣子林勇疯狂倒吸冷气，接着他的眼神变得疯狂闪烁起来，哈哈大笑。叶晨，你完了，你不可能是江黎明的对手。哈哈哈哈，你的天宫要塌了。当江黎明的异象一出，凡是正出火道天宫的修士都不觉得陈阳能赢，因为那一幅九霄燃道图太过恐怖，宛如神迹。距离最近的姬连心和木神韵都忍不住担忧紧张起来，两人心情沉重。尤其是主修火之道的木神韵，更是有一股仿佛发自灵魂的战力。这个人如若不死，未来绝对是一尊巨擘。在火行之道上，能够胜过他的人几乎没有。他应该是东荒那座荒古世家的传人。西漠、南疆、北原、中州皆有强横的天骄感到震撼，即便是他们也不得不甘拜下风。场中的陈阳也感觉颇为棘手，这应该是他的体质专属异象，否则不会这般可怕。陈阳目光深沉，给我碎吧！江黎明怒喝一声，那雄伟英武的烈焰麒麟俯冲而来，要直接踏碎陈阳背后的那座火行天宫，在火之一道。你的异象堪称绝顶，但若单论异象，你在我面前还不算什么。陈阳沉沉一喝，下一秒钟，与那一片火烧云的苍穹陡然化作纯净无瑕的白玉天幕，一座浩瀚、巍峨、难以用言语描述的仙庭宫阙缓缓升起，凝实。绵延不知几万里的神秘宫阙，由无数无瑕仙玉铸就，数不清的大道符文流转，无尽的仙人吟诵回荡，古老的道音袅袅，又像是无比辽阔庞大的仙城，绽放着祥和威严的仙光，
笼罩天地八方。噗！当天上白玉经一出，将黎明的九霄燃道图直接寸寸崩毁。那头凶猛神气的烈焰麒麟竟是忍不住退缩，产生了惧意。将黎明的本体更是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目光大骇。只见陈阳一步踏出，宛若真正的先主。我欲证火道最强天功，让你退，你就得退。恢宏声音如洪钟响彻天地九霄。砰！刹那间，将黎明的那座赤地神罚天宫轰然破碎，大道崩毁。取而代之的是陈阳的黎明焚世天宫冉冉升起，位列云端。义父们给个好评吧，3星、4星都可以。东所有修行火焰之道，正出了火行道天宫的修士耳边皆有一道恢宏的天音回荡，代表着最强火行大道天宫的位置已经易主。一座天宫黯然陨落，另一座天宫扶摇九霄。噗！将黎明心神回归本体，瞬间再次大口吐血。他的体内原本5道极品天宫，现在止于下4道。不，我不干，我不信！将黎明双目充血，极度的戾气和杀意密布眼球。他身怀太阳神王之体，本该是火行大道的同辈最强者，火道天宫主宰。可现在他的这条道，这座天宫已经崩毁。将黎明怒火攻心，再度一口心血喷出，直接晕死过去。江涟漪收回了视线，心情十分复杂。将黎明天宫崩塌的一幕，他也看在眼里，但是有什么办法？天宫人劫，大道之争一旦开启，便只有一个结果，争斗的双方必有一人天宫崩塌。一旦崩塌，基本上就再也正不了这条道的天宫，重新正也会失败，只能另寻其他之道，亦或衍生之道。当然了，最可怕的结果是道心因此受损，诞生心魔，修为不浅。希望他自己能好好反省，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江涟漪看得很开，江家把希望寄托在江黎明的身上，但于他而言，他自己便是希望。陈阳这边，他的黎明焚世天宫高居云端，劫雷落下，却是劈不碎天宫，反而令那座天宫愈发的凝实巍峨。与此同时，旁边传来了一股肃杀锋利的极致锐金之气。陈阳的金行大道天宫也在冉冉升起。与火行天宫不同的是，金行天宫方面目前还没有谁证出的天宫接近最强，接近最强便等同于最强。例如江黎明，在没有人挑战他之前，他就是最强。在陈阳挑战他获胜之后，他的天宫崩毁，陈阳便是最强。当然，如果以后有人同样也证火到最强天宫，而且战胜了陈阳，那么陈阳的地位也会被对方取代。前提是那个时候陈阳还待在天宫境。一转眼，金行天宫的大道雷劫也落了下来，但于陈阳而言毫无难度，2道天宫同时渡劫，天宫遭受劫雷轰击，他自己亦如是。下方的姬连心和穆神韵看得两眼冒着目瞪口呆，还没从那个江黎明的天宫崩塌中回过神来。良久，姬连心忍不住道：“谁说几道重阳仙体不擅长战斗的？这可太擅长战斗了。”穆神韵真手轻点，咬着柔唇道：“仙体强，公子更强。”不知是想到了什么，他脸颊升起一抹羞涩的红霞。轰隆，半个时辰不到，陈阳接连渡完了2道天宫的雷劫，彻彻底底的拥有了3座大道天宫，均是最强极品大道天宫。我现在也是拥有3道天宫的人了。陈阳感觉浑身充满了强大无匹的力量，无需施展异象，天上白玉经只凭3道最强天宫，外加传世神通以及银河落九天和天地一青莲异象，他就能够硬汉那些5道极品天宫的人物。而且后续随着重阳血的强化，他的战力只会越来越强。陈阳身形落下，姬连心和穆神韵立即就迎了上来，扑进他的怀中。2人眸子含情脉脉，充满了崇拜和渴望。出去之后再奖励你俩。陈阳捏了捏姬连心的小脸，揉了揉穆神韵的秀发。接着陈阳消耗了一份机缘图卷，消耗机缘情报图卷1份。机缘情报：距离此地东北方向万里开外的一座天青古林中，孕育有唯一的极品木行大道之种，巨芒长生种，现在正有大量修士靠近该区域。木行道种5行还缺木和土，事不宜迟，现在就走。话说就在不久之前，秦瑶遇到了一对弱水圣地的弟子，彼时他们正在被一群身穿幽绿色衣袍的修士追杀。五毒神教，秦瑶师姐救命啊！噗！一个脸色发青，显然是中了毒的师妹发出求救，其身后的弟子们也是个个身形疲惫不堪。秦瑶瞬间冲上去，怎么回事？秦瑶目光凝重，他抬手轰出一道秘术，拦住后方追来的五毒神教修士。五毒神教，他们要擒拿师姐你。那个师妹虚弱道。闻言，秦瑶面色阴沉下来，一抹寒意自身上绽放。你是弱水圣地的圣女，定然就是她。
快通知圣子师兄！五毒神教的弟子看到秦瑶的面容，感受到那不俗的气质和修为气息，瞬间就猜测了出来。他们当即毫不犹豫地传讯他们的圣子，然而迎面而来的就是一条浩浩荡荡的弱水。四周的天地间，一株苍翠玉堤，生机勃勃的青莲悬浮于天地间，白雾浩荡，好似进入了一片仙境。噗噗噗，吐血声不断，五毒神教的弟子个个被重伤。秦瑶身为弱水圣女，又修出了异象，实力自然是不弱的，对付这种一般的修士决然没有问题。弱水圣女等着，我五毒教圣子必会生擒你。一个五毒神教修士撒出一片灰色粉末，刹那间就在虚空中形成一片遮蔽视线的灰雾，不仅能隔绝一定的感知，而且蕴含剧毒。秦瑶打出弱水道法阻挡隔绝，转身看着这10几个身负伤势，有的还中了毒的弟子们说道：跟着我先离开这里，找地方疗伤。众人跟着秦瑶快速的逃亡。面对五行神教那些施展阴毒手段、招招下毒的毒修，他们很难有应对之力。另一边，皮肤白的就像是石灰粉的绿袍男子已经得到了消息。已经找到弱水圣女了吗？五毒圣子何思舔了舔嘴角，眼中闪烁出一股仿佛发现猎物的兴奋色彩。他带着人急速追了过去。圣子，那个弱水圣女修出了一道异象，我们不敌。受伤的一众弟子脸色难看，气息萎靡。弱水圣地再怎么衰败，好歹也是一座不朽圣地，这样一个道统的圣女，自然不是你们能对付的。何思冷笑道：既然踪迹漏了，那就逃不掉。追！顷刻间，五毒神教的队伍对弱水圣地的弟子展开了追杀。何思身形极快，而且各种毒虫被他释放，沿着这片山脉快速爬动。这周围一草一木的动静，他都能够通过那些毒虫感知到。恰好在这座山脉之中藏着一片神秘的天青古林，疑似有什么惊天宝物出世，吸引来了众多修士。秦瑶带着弱水圣地的弟子混入了人群当中，好强盛的气势，至少也是中品道种吧？何止，我感觉可能是极品道种。看这气息，大概率是木行大道或者衍生的道种。嘶嘶嘶！忽然间，大量令人惊惧的毒虫从泥土、树干、草丛各种地方钻出，许多修士瞬间被毒虫咬上，中毒瘫倒在地。弱水圣女何在？何思苍白的脸带着邪笑：是你自己走出来，还是我杀光这里的人把你找出来？密密麻麻的毒虫如同潮水般涌来，突如其来的巨变让尚在观望的人群骇然失色，瞬间陷入恐慌。是五毒神教的人，我等与五毒神教无冤无仇，为何要下此毒手？就在此时，隐匿在人群中的弱水圣地弟子因惊惧露出了行藏。秦瑶见状，心知无法再隐藏，身形一闪，已然出现在众人之前。他面覆寒霜，目光如利剑般锁定在那浑身缠绕阴邪之气的五毒圣子何思身上。五毒神教是要与我弱水圣地开战吗？秦瑶声音冷冽，蕴含怒意。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何思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眼中淫邪之光更盛。若非教主有令，须生擒你这弱水圣女，节节。他修炼毒道，于采补邪术亦是精通，此刻毫不掩饰自己的肮脏念头，自寻死路。秦瑶杀机迸发，不再多言，瞬间出手。一株神秘青莲自他身后虚空绽放，摇曳生辉，正是他的本命意象。气息随之暴涨，虽只开辟2座天宫，此刻威势却直逼5座天宫之力。动手，一个不留，全部生擒。何思厉声下令，身形如鬼魅般扑向秦瑶。其余五毒教众则狞笑着朝那些暴露的弱水弟子杀去。大战瞬间爆发，围观者惊恐万状，或仓皇逃向更深处的天青古林，或向外亡命奔逃，无人敢靠近这片瞬息间化作修罗场的区域。意象不错，可惜根基太浅。何思阴笑，他自身已正得5座天宫，虽皆为上品，但凭借数量优势，浑不在意。对于东荒最顶尖的那一列天骄而言，正道天宫首选自是追求极品品质。他们天资超绝，背后道统雄厚，即便因追求极品而耗费时光，后续亦有海量资源助其快速追赶。然则如何思这般并非最顶尖序列的圣子，则往往需要在品质与数量之间做出权衡。天宫竞争道本就坎坷，若前7座天宫皆为极品，想要挣出第8座便难如登天。极品道种难寻上，再其次，更可怕的是可能引动人劫，以及与以正天宫产生大道互斥，难以共存。欲求完美，道天宫皆极品难。天宫数量越多，排斥之力便越强，正道难度更是成倍增长。何思自知天赋并非惊世骇俗，若强求极品，莫说7座，恐怕在第5座时便会彻底卡死，连天宫雏形都无法凝聚。但若退而求其次，正上品乃至更次一品的天宫，则后期大道排斥力稍弱，反而有希望冲击更高的天宫数量。在天宫境，
天宫数量代表着潜力的极限，久为极数，而天宫品级则更直接影响当下的战力。真正的顶级天骄自是星象9级，前路皆求极品，唯有到了实在无法突破之时，方会退而求其次。砰砰砰！秦瑶将若水圣地的神通秘术施展到极致，掌指间碧波浩荡，攻势凌厉。但他每一次出手都极为谨慎，只因何思的招式不仅狠毒刁钻，更伴随着无形无味、弥漫空中的各类剧毒。他需要分出大半心神抵御毒气侵蚀，束手束脚。桀桀，可知30年前，你家圣主温荣宇曾重创我教教主？何思一边攻击，一边用言语扰乱秦瑶心神。此番教主有令，请你回去好好款待，届时必叫那温荣宇颜面扫地，痛不欲生。桀桀桀！秦瑶闻言，脸色愈发冰寒，心中怒火与忧虑交织，周围战团弱水弟子们的情况更是岌岌可危。五毒较重，手段歹毒，各种诡异毒虫、毒物防不胜防。弟子们往往在躲避毒物之时，便硬生生承受了对方的致命攻击，顷刻间便已全面落入下风，人人带伤，形势危殆。是你们逼我的！秦瑶银牙紧咬，美眸中闪过一丝决绝。他不得不动用不久前机缘所得的另一门强大异象——花落知多少。霎时间，虚空之中无数冰冷枯寂的花瓣无声浮现，漫天飘零。花瓣看似轻柔唯美，实则蕴含着一股剥夺生机的恐怖法则之力。花瓣笼罩范围内，所有五毒教弟子皆如遭雷击，只觉自身生命力如同开闸洪水般飞速流逝，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枯萎。大量教众连惨叫都未能发出，便虚脱倒地，气息奄奄。快走！秦瑶趁此间隙，对着那些苦苦支撑的弱水弟子疾呼。幸存弟子见状，强忍伤势与毒性，咬牙朝着林外突围。何思在异象出现的瞬间便已察觉不妙，身形暴退，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花瓣核心区域。他盯着那漫天凋零之花，眼神惊疑不定。2种异象，他心中震动。东荒天骄能修成1种异象便已堪称不凡，这若水圣女竟身负2种，而且威力皆是不俗。废物，都给我追！何思怒斥手下，随即翻手取出一个色泽暗沉、刻画着毒物图腾的褐色陶罐。五毒漫天，他虽没有异象，但却有一定的抗衡手段。只见他伸手入罐，抓出一把幽绿色的毒粉，猛地撒向空中。赤，毒粉见风即化，化作大片浓稠的惨绿毒物，迅速弥漫开来，竟连那漫天飞舞的枯萎花瓣都被侵蚀遮蔽。无孔不入的剧毒顺着空气悄无声息地袭向秦瑶。秦瑶心头一沉，自己维持不了太久，久战必失。他当机立断，身形一转，朝着山脉深处那片更为茂密的天青古林急掠而去。想逃？我看你能撑到几时？何思狞笑，周身毒雾环绕，紧追不舍。2人一逃一追，迅速消失在古林深处。与此同时，另一条路径上，陈阳正携姬莲心、穆神韵2女赶往天青古林方向。行至半途，却恰好撞见了那群正在亡命奔逃的弱水弟子。圣子见到陈阳，这些弟子先是一愣。这位化名叶辰的圣子入门时间极短，却已声名鹊起，他们一时尚且难以将眼前之人与那位烈东荒第1梯队的顶尖天骄完全对应起来。何人追杀你们？陈阳眉头皱紧，话音未落，灵觉已感知到后方追来的五毒教众。叶辰圣子师兄，求您快去救救秦瑶师姐，他被五毒圣子何思缠住，危在旦夕。一名弟子带着哭腔疾呼。陈阳面色瞬间阴沉如水，没有丝毫迟疑，他身形如电射出，双拳挥动间，浩瀚弱水真气化作狰狞神龙，咆哮着横扫而过，瞬间将追来的数名五毒教弟子轰成碎片，袖中人黄帆无声掠出，将逸散的残魂尽数吸纳。你们先带他们寻安全处疗伤。陈阳的声音传来，人已远在数10丈外。姬莲心与穆神韵对视一眼，知晓此刻保护这些伤员更为重要，当即压下跟随的念头，护着这群伤皮交加的弱水弟子，迅速寻觅隐蔽之处暂避。陈阳将速度提升至极致，神念铺开，沿途但凡感知到五毒教气息，皆是一拳轰杀，人黄帆如影随形，吞噬残魂。他循着秦瑶残留的气息，一路冲入那片幽深的天青古林。而在古林深处，噗！秦瑶猛地喷出一口乌黑的鲜血，娇躯剧颤，原本白皙的脸庞瞬间失去所有血色，一片灰败。施展2种异象，消耗自然也大。你又能支撑多久？何思步履从容，石灰粉般的脸上挂着冷笑。秦瑶忽然一鼓作气，气息陡然暴涨，背后似有第3道天宫虚影缓缓浮现。他竟然要在这个时候正天宫破境。之前渣男榜降下奖励，他除了获得异象花落知多少之外，还得到了一枚蕴含混沌万物本源的极品道种。
凭借那枚道种，他可以挣任意道的极品天宫，只不过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毕竟渣男榜曝光刚结束，天门山就开启了。现在他只能尝试破境，引来天劫对付这个五毒圣子。轰隆！修炼弱水古经的秦瑶早已铸成第3道天宫雏形，缺的只是正式引动雷劫，完成正道天宫步骤而已。此刻他一念而动，劫云瞬间在上方天穹浮现，一道劫雷猛然劈下，却不是朝着秦瑶，而是朝着何思。怎么会？何思面色巨变，慌忙闪躲开来，他脸色难看至极。没想到你居然还藏了一手。何思退到了秦瑶的渡劫范围之外，死死地盯着对方。秦瑶气喘吁吁，目光依旧凝重。虽然引来雷劫，暂时逼退何思，但他的状态并不好。你该滚了！秦瑶杀机凛然，抬手打出一道传世神通杀向何思。何思不敢在这个时候硬扛，只能够闪躲后退。想挣天宫，那就试试我五毒神教最狠辣的手段。何思怒极狞笑，他眼神疯狂，闪烁着暴力的光芒。奇淫逆乱五毒掌，四周狂风骤起，百草摧折，一道巨大虚幻的幽绿色、深浅不一的掌印在虚空中凝聚。当掌印彻底凝成的刹那，直冲秦瑶而去。这道神通乃是锁定技，一旦被锁定，就只能够硬扛，避无可避。秦瑶不得已再次施展弱水圣地的神通抗衡，如同冰蓝色的3万里弱水神龙将虚幻的幽绿掌印贯穿。但也在这一瞬间，上百道幽绿色的气流爆开，轰在了秦瑶身上。秦瑶身形被震退出去，再次吐血。哈哈哈哈！一阵大笑声传来，此乃我五毒神教既为神通，又为毁人道行的手段——奇淫逆乱五毒掌。何思站在100米开外，眼神贪婪，充斥着淫欲和戏谑。这种毒没有解药，唯一的解毒办法就是与男子阴阳交合。但如若阴阳相融，那么你修出的所有五行道天宫都会被腐蚀逆乱，瞬间崩塌。而如果你不解毒的话，何思阴邪一笑，恭喜你将会彻底埋葬在人狱之中，沦为逢人便渴求的淫娃荡妇。听到这话，秦瑶如遭雷劈，内心惊恐。他当即就想要逼出那所谓的奇淫逆乱五毒掌的毒素，可却骇然地发现自己根本捕捉不到他的任何痕迹。与此同时，一股莫名的燥热弥漫了他的全身，他的神智开始变得模糊。结，这种毒就算是圣人也找不到痕迹，你以为你能找到吗？何思的话语如同催命符，让秦瑶瞬间变得无比焦急。你该死！秦瑶咬牙切齿，杀意森寒地看了何思一眼，便转头逃向更深处，头顶的劫云也随着他移动不断落下。何思看到这一幕，露出了邪笑，因恻恻自语：虽然此女定然会变成那最淫荡的淫娃，但教主应该也不会介意吧。他准备等劫云消散后再过去看看情况。突然一阵极快的劲风从后方袭来，何思浑身汗毛耸立，转身回击。哐当，强横霸道的拳头砸来，何思瞬间被砸飞，重撞在一棵古树上。秦瑶呢？陈阳杀意如潮，他并没有看到秦瑶的身影，但却感受到了秦瑶的气息。何思满头大汗地捂着胸口，眼神骇然。你是谁？为何偷袭？何思没见过陈阳，也判断不出来陈阳的来历。我就是弱水圣子。陈阳目光锋芒凌厉，几乎瞬移到何思的身边，双手猛然抓住他的肩膀，抡起来就往地上砸。他的力道出奇的大，一身重阳血在怒意的激发下沸腾到极致，气息霸烈沉重。你！何思惊恐万分，想要说什么，可接着就是一颗硕大的拳头轰中了他的脑袋，一阵血花爆开，人皇幡浮现，直接将其开始焚烧炼化。陈阳察觉到秦瑶的踪迹，立即直奔天青古林深处而去。他还看到了那一片天宫之劫的劫云。当陈阳找到秦瑶的时候，秦瑶已经奄奄一息。秦瑶的第3道天宫已经正道成功，可由于本就受伤，再加上中了何思的奇淫逆乱五毒掌，实力发挥不出来，于是只能被动的硬扛天劫，也就成了现在这副状态。秦瑶师姐，你醒醒！陈阳满脸焦急，诚然此前陈阳的确在瞒着秦瑶他的身份，毕竟秦瑶也没有认出他，但秦瑶乃是温荣宇的弟子，是他的师姐，而且在内心上陈阳也默认了对方，此刻自然万般担心，甚至是后悔。他如果带着秦瑶一起闯荡天门山，是不是秦瑶就不会遇到现在的情况？叶晨，秦瑶浑身发热，睁开了已经快要丧失理智、十分虚弱的眸子。你别碰我！听到是陈阳的声音，秦瑶眼睛一下子变得通红起来，哭着流泪。我中了五毒神教的邪毒，我等不到陈阳公子了，即便是死，我也绝不会。他语气虚弱而又决绝。下一秒钟，他艰难抬起手，赫然想要自断心脉。秦瑶师姐，陈阳抓住他的手腕，满脸紧张的连忙道：不管你中了什么毒，我会想办法救你。你仔细看看，我
我就是陈阳。陈阳稍微减弱了一点遮天易容术的效果。此情此景下，秦瑶现在的执念恐怕已经非常强大，虽然也许还没达到可以直接窥破他天机的地步，但现在陈阳削弱了遮天易容术的效果，应该是足够了的。陈阳，秦瑶眼神恍惚，隐约看见了陈阳的真容，他睁大美眸，瞳孔中映照出的陈阳的面孔愈发清晰。这一刻，他泪如雨下。你居然是……秦瑶满脸通红羞愧，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之前一直不待见的叶晨，居然就是真正的陈阳。秦瑶师姐，我会救你的。陈阳拿出人皇幡，直接开始搜魂已经被炼入人皇幡的何丝魂魄。这时，秦瑶抬起发热而虚弱的手掌，想要抚摸陈阳的脸，可他太过虚弱，连抬起的手都在颤抖，摇摇欲坠。陈阳公子，我已经没救了。陈阳赶忙握住他的手，同时也搜魂明白了秦瑶中了什么毒。七阴逆乱五毒掌，这种手段当真歹毒。陈阳眼神阴冷，可接着他直接抱起秦瑶，快速寻找洞口，山洞的洞口。陈阳公子，我没救了的，那种毒解不解，对我来说都生不如死。秦瑶的状态越来越差，欲望也越来越浓，他浑身滚烫发红，犹如一只煮熟的大虾，雪白玉臂已经缠住陈阳的脖子。陈阳公子，对不起，让你看了秦瑶的笑话。秦瑶的声音带着愧疚、颤抖、羞耻和悲伤，十分复杂。秦瑶师姐，你叫我师弟就好了。陈阳语气温柔，安抚道：别怕，那毒看似无药可解，可我乃是极道众阳仙体，万毒可解，万邪不侵。终于找到了一个山洞，陈阳探查了一眼，确定无人之后，便抱着秦瑶匆匆走近，在洞口布置了些障碍遮掩，又设下了一层禁制。陈阳师弟，此时的秦瑶已经被欲火焚身，眼神迷离，最后一丝理智被人欲淹没。早在陨石山脉第一次相遇的时候，陈阳就感觉秦瑶应当是一个温柔似水的女子，而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谁让她偏偏化名叶晨，拜入了弱水圣地呢？秦瑶心心念念的一直都是本名家真面目的陈阳自己，而不是化作叶晨的他。甚至于秦瑶为了他而死活都要拒绝他这位叶晨圣子的靠近，哪怕是温柔与赐婚也被直接拒绝。尤其是先前秦瑶宁愿自我了结，也不愿让他这个叶晨玷污身子，更是让他内心颇为动容。面对这样一个宁愿死也要为自己守住贞洁的女子，陈阳都感觉自己太过畜生。渣男榜不欺我也。陈阳悠悠轻叹，他承认了，在这一刻他是渣男。不愧是天道排出来的榜单，他认了。师弟才不是渣男呢，师弟是全天下最好的男子。耳边传来秦瑶温柔的嗓音，他洁白如玉羊脂般的仙躯依偎在陈阳的怀中，那汪秋水孤潭似的清澈眸子流淌着动人的柔情和依恋。陈阳温柔地搂住他不堪盈盈一握的小蛮腰，柔声问道：师姐，当初在森罗玄刹湖中，你有没有看到我使用人皇幡？秦瑶微微摇头，轻嗔道：我要是看到的话，先前在雾隐山脉你救下我的时候，我就认出你了。那会儿在玄刹湖，他被离火圣子林勇击中了一掌，然后就寻思着逃走，但陈阳不愿惹事上身，直接就走了，后面还救下了姬莲心。他是后面才锁定陈阳的气息，跟着逃出的玄刹湖，刚好错过，并未看到那时候陈阳用了人皇幡。陈阳笑了笑，难怪。秦瑶犹豫了一下，有些心虚地询问：师弟，你怪不怪我之前对你那种态度？怪倒是不怪。陈阳笑容玩味，就是感觉不太对。你对着我这个陈阳本人说什么你非陈阳不嫁，然后又面色冰冷地给我甩脸子，那不是我没认出你。秦瑶满脸羞涩，小脑袋都快埋进了陈阳的胸膛。陈阳忍不住唏嘘感叹：师姐，是我的错，我该早点对你坦白身份的。师弟姑，不要说对不起咕噜。不等陈阳说什么，秦瑶已经自主踏上了新一轮的修行。至于秦瑶体内所中的奇阴逆乱五毒掌之毒，已经被陈阳的极道重阳本源直接化解了。所谓的阴阳交合才能解毒，但实则是将毒素转移向修出来的五行道天宫。五毒神教的五毒与五行相关，也不可谓不神奇。但没事，陈阳的体质本源直接就把那种毒吞噬炼化掉，半点问题没有。想要逆乱五行，陈阳的重阳本源镇压，拿什么逆乱啊？一个时辰后，秦瑶面色红润，换上了一身崭新的衣裙，先前那套已经染了红梅被他收了起来。师弟，你的手好大啊！秦瑶握着陈阳的手掌，十指相扣，笑容温柔而又欢喜。陈阳心下苦叹，完蛋了，又多了一个缠着自己的女子，甩也甩不掉的那种，主要是自己还不忍心甩掉。师弟，我现在拥有3座极品天宫哎！秦瑶十分高兴。此前为逼退五毒圣子何思，他引动天宫之劫，挣到了1座极品天宫，加上已有的极品灭世青莲天宫，
以及一座上品水行天宫，总共便是3座。但是在与陈阳深入修行之后，他的那座上品水行道天宫直接就进阶成了极品天宫。师弟，我想要抱抱。师弟，我脚受伤了，要背背。师弟亲亲。陈阳带着粘人的情瑶，陈阳没有着急回去找姬莲心和穆神韵，毕竟以他们2人现在的实力，联手之下，就算遇到日月魔子云峰那个级别的天骄也能一战。和秦瑶深入修炼了1个时辰之多，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他现在得尽快找到巨蟒长生种。天青古林深处，有不少修士是从另一端而来，再加上之前的人群，这里相当热闹。人群的中心，一株异常特殊、散发着浓浓生命力量的天青古树巍然屹立。在它的树心之处，一枚青翠欲滴、布满天然道纹的种子，散发着朦胧而柔和的光晕。内部仿佛有一个微型世界在生生不息，所有人都围在这周围，眼神贪婪骇然。因为那枚种子赫然是一个蕴含木行大道本源的极品道种。滚开！此物是我的！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九头狮子怒吼，力气大的惊人，气息灼热霸道。你特马修火焰之道的，抢什么木行道种？身穿七彩衣袍，面相略显阴柔的青年，满脸阴郁不爽。他的出招看起来虽不大开大合，但十分灵活，速度很快。北域七彩孔雀一族的孔雀王子，滚！九头狮子喷出一口烈焰，化作人形的他脚下瞬间化作一片岩浆地狱景象，四周的环境顷刻间变成了一座烈火地狱。旁人纷纷后退，目光惊骇，这是什么异象？应该是九头狮子一族的狂狮炼狱。快看，那是九头狮子已经将孔雀王子逼到了极限，他两眼猩红，沉声怒吼：异象就你有吗？下一刻，天穹发生变化，陡然幻化成夜空，无数星辰坠落，一颗颗星辰如烈阳坠落，每一颗皆重若泰山，携带着无与伦比的泯灭之威。浩瀚夜幕虚空中，漫天的流星雨几乎要震碎每个人的眼瞳，那令人几欲窒息的威压和气势，让人周围的人群一退再退，满脸惊恐。不，这不是七彩孔雀族的标志异象，这是北域上古妖王孔雀王的成名绝技星辰耀青天。孔雀王子居然复刻出来了。星辰耀青天，一门有着偌大威名的异象，不弱于荒古姬家的海上生明月。曾经第一个修出星辰耀青天的人，是上古时期的一位妖王孔雀王。那位孔雀王凭借这一异象纵横北域，让许多圣地道统都畏惧。不过自孔雀王之后，也没什么人再得到修成这一异象。此刻人群惊呼不断，骇然不已。星辰耀青天直接碾压了狂狮炼狱啊！只见九头狮子脚下的烈火炼狱节节败退，扛不住孔雀王子背后的漫天坠落星辰。不拼异象你还有胜算，与我拼异象你还不够格！孔雀王子五指握拳猛然砸出，嚣张桀骜如九头狮子也被重重轰飞，倒落在地。可恶！九头狮子大吐一口鲜血，脸色相当狰狞不甘。虽然那枚木行大道的极品道种对他来说用处不大，他所修炼的大道和药正的天宫中没有木行道天宫，如果强行正，只会让他的其他天宫产生排斥，自身道基不稳。但这样一枚极度罕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极品木行道种，其珍贵程度无法想象。这枚道种我的了！孔雀王子仰头大笑一声，强横的气息扩散。他一共4座天宫，2座极品，2座上品，已然十分不俗。你的！但就在这时，一个玩味的笑声传来。孔雀王子眉头一皱，下意识要直接将那枚木行道种抓在手中。他的星辰耀青天异象并未消散，而是继续阻挡来人。然而，轰！古老神秘的白玉京浮现，一股难以言喻的威严和肃穆之气席卷。那恢宏巍峨的仙宫天阙，似有无数仙人在其中遨游，吟诵仙经，道韵袅袅，不绝于耳。只这一瞬间，孔雀王子、九头狮子以及周遭的人群纷纷被镇压得匍匐在地。孔雀王子本来都要抓到那枚巨蟒长生种，却是瞬间摔了个狗吃屎，颇为狼狈，身上的羽毛都掉了不少。是那个人。九头狮子挣扎着抬起头，修炼火之道的他满眼惊恐，瞳孔缩成了一点。因为就在不久前，火道天宫出现了大道之争，有人在争最强火行大道天宫之主的位置。他看到了最后胜出的那个人，赫然就有着眼前这般神秘可怕的白玉京异象。他是最强火行天宫之主，就是他击败了荒古江家的太阳神王体江黎明。这异象怎会如此恐怖？人群中也不乏中出火行天宫的，此刻巨皆目光惊动，内心翻起惊涛骇浪。陈阳的身影早已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那株位于中心的天青古树旁边。旋即巨蟒长生种入手，木行天宫有了。陈阳微微一笑，他扫了孔雀王子、九头狮子一眼，这2人是妖族的天骄，实力也相当不俗了。
你……孔雀王子终于抬起头来，满脸悲愤无力。明明就在眼前，已经马上到手的极品木型道种，就这么没了。此物我早已预定，你有意见吗？陈阳神色淡漠，话语平静，却蕴含着不容置疑的语气。恐怖的白玉晶悬浮在上空，这四周的虚空都化作了白玉天幕。所有人抬眼一看，仿佛看到的是真正的仙宫，神秘巍峨，以及一位悬浮在仙宫之前的年轻神奇，气质绝尘如仙，白衣绝世。没。话到嘴边的孔雀王子莫名打了个寒战，将卡在喉咙里的话和口水一并咽了回去。他感觉自己但凡敢说一个不字，立马就能上西天。师弟，一个温柔悦耳的嗓音从后方传来。陈阳身形掠过人群，平稳落在地面上。我已经拿到了巨蟒长生种，去找希儿他们。陈阳揽住秦瑶柔弱无骨的腰肢，两人眨眼就消失在了原地。白玉晶消失，匍匐在地的人群终于感觉浑身一松，纷纷站了起来。他们的脸上仍旧挂着骇然和心悸，还有无法言说的震撼。神秘白玉晶瞬间镇压，星辰耀青天。她到底是什么人？那位仙子好像南域弱水圣地的圣女，她该不会就是最近传扬的那个与圣体同名的弱水圣子吧？九头狮子和孔雀王子听到旁人的话，均是相当错愕。一个弱水圣子能如此强势地镇压他们吗？尤其是孔雀王子，他自问自己修成的这门异象星辰耀青天绝对是一流顶尖，在整个东荒都能叫得上号。这是他家老祖好不容易才寻找到的孔雀王遗留传承，而他也是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修成。可是在那人的宛若仙宫，如同天阙，那神秘的白玉晶面前，居然如此不堪一击。他可是火道最强天宫之主，江家的江黎明都被他打崩了一座天宫。旁边的九头狮子悠悠道：孔雀王子不早说，等于下划线下划线等于。另一边，姬连心和穆神韵带着弱水圣地的弟子在一座不大的山谷里面疗伤。当感知到有气息看见，两女纷纷打起警惕。然而接着便看到陈阳拦腰抱着一位窈窕绝色的女子走了进来，完全的公主抱姿态。那个女子赫然就是秦瑶。叶晨哥哥，你……姬连心下意识都要喊出陈阳的名字了。毕竟陈阳虽然施展了遮天易容术，但是在姬连心眼中还是他自己的真容。包括穆神韵，还有待在弱水圣地的师尊温荣宇，也均是如此。好在姬连心旋即意识到周围还有那么多弱水圣地的弟子，就改了口。陈阳微微一笑。而这时秦瑶也注意到了姬连心和穆神韵那相当古怪、目光灼热的视线，他情不自禁有些羞涩地从陈阳的怀中挣脱，但同时又有些懊恼。早在陨石山脉玄刹湖那边的时候，他们三个就一起与化名杨晨的陈阳接触过，可这俩人倒好，居然瞒着他那么久。西西，秦瑶姐姐，你怎么被叶晨哥哥抱着回来啊？还是公主抱？姬连心笑盈盈开口，她的声音也是瞬间就引起了山谷内其他弟子的注意，纷纷投来视线。秦瑶顿时玉面绯红，咬牙轻哼道：为什么不行？我是弱水圣女，叶晨师弟是弱水圣子，我们本来就是道侣。心儿妹妹，你说是吧？秦瑶刻意加重了心儿两个字，因为她已经知道了，之前在圣地突然出现，成为候选圣女，然后又挑战她与她打成平手的星儿，就是姬连心。哈哈，秦瑶姐姐说的对。姬连心狡黠一笑，上前来拉着秦瑶的手，然后又拉着她走向穆神韵。以后我们三个都是好姐妹，我们可以一起和叶晨哥哥探讨生命起源的修行了。姬连心嗓音软糯地道，说着她还舔了舔鲜艳欲滴的樱桃小嘴。闻言，穆神韵红唇勾起，妩媚的春水眸子波光荡漾。秦瑶美眸清亮，丝丝缕缕的柔情泛起，三人视线不约而同地落在了陈阳身上。陈阳，不要挖救命！终于进来了。一个面容坚毅的青年出现在了天门山世界的某个角落，他气息内敛，目光深邃而又自信。如果有人看到他的样貌，恐怕会吃惊的合不拢嘴，因为他是荒古圣体。叶晨虽然耽搁了一点时间，但也还是进入了天门山，至少也要在这里挣出5道极品天宫吧。叶晨目光锃亮，他握了握拳头，想到自己居然荣登了渣男榜，就有些无奈。主要是自己也没偷人家肚兜啊，谁知道那俩女人拿给他的储物戒居然装着肚兜。凭借荒古圣体的独有感应，叶晨四处寻找适合他修炼正道的大道之种，也均是以极品道种为目标。没过多久，他却是意外遭遇了一波刺杀。8个身怀5道上品天宫的修士将他包围，每一个人的气息均十分强盛，也非常的相似。这说明他们是被人专门培养出来的。他们身穿制式黑袍，脸上戴着白银面具。又是你们九华殿，有完没完？看到这些人，叶晨面色瞬间就冰冷了下来。在外界的时候，他就被这些人追杀了不止一次，而对方的目的是掠夺他的圣体本源。
起初他还以为自己又得罪了哪个门派，可后来才发现，这就是一个专门猎杀年轻天骄的神秘邪魔势力。没有任何二话，九华殿8人群攻而上，一群阴魂不散的家伙。一番血战过后，叶晨身上虽有挂彩，但这是因为他擅长直接以肉身与对手搏斗，毕竟他的圣体精血相当霸道，越战越勇，少有人能压制他。忽然叶晨眉头一拧，朝着某个方向急速前去。唉，宋玉苦叹着气，一人独行。因他这人喜好与人结伴，最是受不了孤独，然而进入天门山都是各走各的，毕竟如果遇到机缘，倘若与人结伴的话，如何分配？想想我那老爹给我生了3万多个妹妹，这以后还怎么谈道侣啊？宋玉暗暗叫苦，忽地看到了一个浑身狼狈正在逃窜的身影。人渣兄！宋玉眼睛一亮，赶忙迎上去。宋兄救我！人渣看到宋玉的那一刻直呼救星来了。在其背后几个黑衣白银面具修士杀意浓重，在我面前还想杀人，都给我滚！宋玉虽然爱好游荡闲逛，但自身家底也是够的。只见他指尖掠出神秘七彩剑芒，刹那间四周虚空剑气飞舞，交织成剑网，直接将那几个修士轰飞。他并未下杀手，那几人明白自己不是宋玉的对手后，也是选择直接逃走。多谢宋兄！人渣拱手道谢，虽然心里有些惋惜宋玉没杀了那几人，但既然已经获救，便也不好多说。人渣兄，你这是？宋玉有些好奇，刚开口询问，人渣直接投桃报李道：宋兄你救了我，我也不含糊。那边同样有一波黑袍白面修士在追杀一位绝色的仙子，宋兄孤身一人，想必并无道侣。那女子看着面生，我并不认得，不知是哪家圣女。宋兄若前去相救，或许能抱得美人归。闻言，宋玉顿时眼睛一亮，他此生一大愿望就是寻得一位与自己相看两不厌、互为知己，能够白头偕老的道侣，然后一同浪迹天涯，游走四方。然而因为渣男老爹的曝光，他现在很苦恼。好在他老爹的辐射中心是在中州大黎皇朝，这里是东荒，那么远的距离应该不会有多少他的妹妹吧，所以可以尝试一波。好，宋玉当即点头，和人渣一同赶往那个方向。他就是传说中的无垢仙心，能轻易解析破解地精功法，甚至能解析特殊体质，闯出后天修炼法。腊月11没想到自己能遇到这样一个肥美的猎物。他是九华殿的年轻天骄，拥有自己的专属代号。腊月11，九华殿来历神秘，无人知晓殿主是谁，地位最高的人就是九华殿少主，但无人见过其容貌。自从加入九华殿之后，腊月11从一个平庸的修士变成了一位拥有5座大道天宫，其中1道极品天宫、4道上品天宫的绝顶天才。而之所以能够证出那道极品天宫，全都是因为在3个月前，他成功击杀了一位东荒某道统身怀特殊体质本源的天骄。当他将那名天骄的体质本源带回分舵后，很快就得到了少主赏赐的极品道种。虽然少主给的极品道种炼化铸成天宫后，没有经过天宫之劫这一环节，无法引来天劫，但也依旧是极品天宫，实力比之别人的极品天宫也弱不了多少。自此之后，腊月11便相当兴奋，一直期待着再击杀一个拥有特殊体质本源的目标。此时此刻，他便遇到了一个。纳兰丹烟赶到风云古城之后，便直奔天门山入口而去。直觉告诉他，他想找的人就在天门山。然而进入天门山后没多久，纳兰丹烟便察觉到有人在跟踪自己。纳兰丹烟没有回头，而是瞬间加快了速度，想逃。腊月11明白对方已经发现了他，索性不再遮掩，直追而去。恰好有一波九华殿杀手在附近，给我抓住他！腊月11传令。顿时纳兰丹烟处境不妙，他捏碎一枚符箓，身形瞬间传送。可即便如此，九华殿杀手仍是紧追不舍。他们不是无缘无故的想杀我，而是想要我的无垢仙心。纳兰丹烟融合了渣男榜给予的奖励善恶仙灵诀，第一时间就感知出了这些人的意图，这让他不禁蹙眉。住手！眼看后面的人追得越来越近，纳兰丹烟刚准备再次捏碎一张玉符，一个大喝声传了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弱女子，还要不要？宋玉满脸浩然之气的大喝：要你吗？你当这是武侠话本还光天化日？但迎接他的是腊月11劈出的森寒一刀。劈出这一刀后，腊月11也不管结果，瞬间朝着纳兰丹烟闪烁而来。这一刻，腊月11似是施展了某种神秘身法，速度快到了极致。见此一幕，纳兰丹烟万般紧张，攥在手里的玉符就要捏爆。砰！一记破空拳印从远处袭来，伴随着腊月11如离弦之箭般倒飞而出。噗！腊月11猛吐一口鲜血，胸膛上一个拳头凹陷。当他抬起头看到来者时，却是呆住了。荒古圣体，一个面容坚毅、
气血如虹的青年出现。正是察觉到了这个方向的九华殿杀手气息，才急速追过来的荒古圣体叶晨。他已经与九华殿结下死仇，对方盯着他不放，屡次追杀。而且九华殿居然以猎杀天骄，夺取特殊体质本源为目标，定然在谋划着什么惊天大秘。那么既然遇到，他自然也不会让九华殿的人得手。真的叶晨。此时宋玉也看到了叶晨，他十分愕然，当然他也认了出来，这是荒古圣体。荒古圣体。而跟在宋玉之后的人渣看到叶晨之后，则是相当咂舌。这回遇到真正的天命之子了。腊月13目光闪烁，一众九华殿杀手也感觉到了压力。他们不是已经有一伙人去杀荒古圣体了吗？可现在荒古圣体还活着，那么他们的人多半已经死了。撤！腊月13爬起来立即逃遁，正面对敌荒古圣体还有其他的天骄是绝无胜算的。九华殿的杀手也纷纷撤离，丝毫不恋战。叶晨刚想要追，宋玉就连忙阻拦道：叶晨道兄，穷寇勿追。叶晨皱眉地看向他。在下宋玉，来自中州大黎皇朝。宋玉微微拱手自我介绍道：中州人士。叶晨有些惊讶，正是，那些人来历神秘，还是莫追为好。即便叶晨道兄身为荒古圣体，战力强横，但倘若遇到埋伏，也不免麻烦。宋玉话音方落，目光便不由自主地落向近离不远处的纳兰丹烟，只一眼，他便正在原地。那双眸子宛若盛着整片星河，眼波流转间光华潋滟，仿佛蕴藏着亘古的奥秘。五官精致的如同造物主最完美的杰作，眉不描而黛，唇不点珠，每一处轮廓都透着浑然天成的灵韵。冰肌玉骨，七双赛雪，一袭素白长衣曳地，更衬得他身姿竹约，宛如谪仙灵士。青丝如瀑，仅以一只白玉簪松松挽起，几缕发丝垂落颊边，平添3分慵懒，7分出尘。最令人心折的是他周身萦绕的道韵，似月华流转，似清泉潺潺。他只是静静而立，却已让周遭万物黯然失色，仿佛天地间的钟灵毓秀皆汇聚于他一人之身。面对宋玉痴呆的眼神，纳兰丹烟峨眉轻蹙，若有不悦。人渣见状，连忙暗中扯了扯宋玉的衣袖，他这才如梦初醒，慌忙收回那近乎失礼的注视。在下宋玉，中州大黎人士。宋玉声音微涩，耳根隐隐发烫，几乎是凭着本能拱手一礼。不知姑娘如何称呼？就连一旁始终神色淡然的叶晨，眼底也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艳，不由对这位气质出尘的女子多看了2眼。纳兰丹烟闻言，唇瓣微动，却并未立即回应，眸中闪过一丝犹豫与为难。人渣见他似有戒备，朗声一笑，上前一步打圆场道：仙子莫怪，是我方才告诉宋兄，说这边似有仙子需要相助。宋兄素来侠义，这才急忙赶来，绝非有意唐突。他语带笑意，不着痕迹地替宋玉解释，随即话锋一转，带着几分引荐的意味问道：仙子可知我身边这位宋兄是何身份？纳兰丹烟眼睫轻抬，声音轻柔如玉石相击，语气却平淡无波。他不是说了吗？中州大黎人士。人渣哈哈一笑，语调扬起，带着几分宣扬。仙子有所不知，宋玉兄正是如今名传天下的渣男榜中那位风流名士宋王爷的独子。如此家世，仙子难道就一点也不动心？说着，他暗中推搡了一下宋玉。宋玉虽万般紧张激动，只觉千万言语堵在喉咙，但不知为何到了嘴边只化作一句：不知姑娘可有道侣？在下。周围空气仿佛静止了一瞬，却见纳兰丹烟眸光微敛，轻轻叹了一口气，那叹息声似有无奈，似有怅然。他静静望向宋玉，朱唇轻启，声音不高，却清晰地落入每个人耳中：我没有道侣。听此一言，宋玉便强压不住内心的激动，狂喜起来，脸上的喜悦之色溢于言表。嘴巴微张的他正要说什么，但我是你妹妹。纳兰丹烟悠悠开口，声音飘渺轻柔，藏着3分促狭和7分清愁。宋玉。叶晨。人渣。宋玉当场如遭雷劈，僵在原地。而叶晨听到如此戏剧性的话语，则是不禁吃起了瓜。一见钟情，发现是妹妹。人渣则是瞠目结舌，嘴巴张得老大，半晌才回过神来，忍不住问道：仙子在开玩笑吧？纳兰丹烟扫了他一眼，目光平静。我得到了渣男榜下发的奖励，其中一道奖励与宋王爷有关。闻言，人渣讪讪一笑，不再多言，连他都感觉太尴尬了。此时的宋玉脸色也是相当的郁闷，内心更是无比憋屈。他现在已经窘迫的都不敢看自己这个素未谋面的3万个之一的妹妹。哈哈，真是有意思啊。叶晨笑道：宋玉兄，你们做不成道侣，但是做兄妹还是可以的，哈哈，我就先告辞了。说完，他便朝前径直离去。但不一会儿，宋玉和人渣2人便追了上来。纳兰丹烟本不想跟着，
但架不住宋玉声称是他兄长要保护他，于是纳兰丹烟思索了一下，也就没有拒绝。凭借善恶仙灵觉，他能感知出来宋玉对他没有任何恶意。叶晨兄等等，既然遇到了，那不妨我们一同行走。话说我还认识一位与你同名之人，那位叶兄同样也是一位强横至极的妖孽，身怀神秘绝俗的异象，端地是可怕。宋玉笑着追上来道：与我同名。叶晨惊讶，这个世界同名之人自然是不计其数，但又与他同名，又是强大的妖孽，这就很巧合了。不错，那位叶兄乃是东荒南域若水圣地的圣子。叶晨兄，我们同行，若遇到了，我可为你引荐。宋玉颔首笑道。叶晨摆摆手，想要拒绝宋玉同行的请求，他还是习惯独自一人。我知道一个机缘宝地，名叫太阿洞天，那是一个类似洞府的地方，但是需要强大的体质才能够开启，现在许多人都在往那里赶去，不如我们一同去太阿洞天，或许那边正缺叶晨道友的帮忙。这时人渣说道。哦，叶晨目光一亮，已然心动。对，太阿洞天外必然天骄云集，说不定还能遇到那位与叶晨兄同名的弱水圣子。宋玉一听有人多的地方，立马就变得兴奋起来，冲刷了一些遇到亲妹妹的忧愁。我也去。纳兰丹烟忽然出言，隐然有光的瞳眸深处划过一彩。先前听宋玉提到有2个叶晨，他就觉得有问题，哪有这妖巧的巧合？刚好有与荒古圣体叶晨同名之人，而且也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妖孽天骄，而且还是东荒南域，他想找的那个人不也是东荒南域的吗？且现在必然也在天门山中，不由得他心中浮现一个猜测。阿嚏！陈阳忽然打了个喷嚏，莫名有些奇怪，看来有某位仙子在思念公子。穆神韵轻道：那还是别了吧。陈阳感觉招架3个都困难，虽然重阳血又强化了一次自己的肉身，但是我辈男儿怎么能沉沦在温柔乡英雄冢前面便是太阿洞天，好多人啊。秦瑶嗓音温柔，他挽着陈阳的手臂，这段时间是他有生以来感觉最有安全感的时间。姬莲心则是嘟起小嘴气，鼓鼓地走在一边，因为陈阳2只手都被揽住了。太阿洞天附近人影冲冲，有人尝试打开洞府大门，但奈何体质不够强大，许多修士轮番尝试未果后只能作罢，等待更强的天骄到来。我来试试。一道身影凌空而至，气质不俗，正是听闻消息后赶来的五行圣子。在他身后还有太初圣子和万雷圣子，毕竟圣女不愿跟他们同行，他们只能孤单的抱团。北域的五行圣子还有太初圣子、万雷圣子，来了3位强大的天骄啊！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开启太阿洞天。人群有些骚动，纷纷期待起来。如果对方3人可以打开的话，那么他们同样也可以进入洞天。只见五行圣子来到石门之前，双手作掌轰在了石门上，他也身怀特殊的五行道体，不算弱小，然而镌刻神秘符文的石门纹丝不动，无动于衷。万雷圣子和太初圣子见状也是走了过来，同时把手放在石门上，可即便3人合力也没有引起丝毫变化。这一景象让3位圣子的表情都有些僵硬难看。可就在这时，一个充满不屑的桀骜之声传来。3个身怀一些不入流体质的废物圣子，也自觉能打开太阿洞天吗？3人面色瞬间阴沉。人群闻声望去，一道金色长虹从天际划来，声音由远及近，恍如瞬移。长虹落地，只见一道修长的身形缓缓浮现。金翅大鹏鸟一族的少主金霄金发披散，眸湛冷电，他环视全场，目光落在了石门前的五行圣子、太初圣子和万雷圣子3人身上，嘴角勾起一抹桀骜的弧度。金霄，五行圣子眉头拧起，目光冰冷起来。同在北域，五行圣地和金翅大鹏鸟一族没少大战，或者说北域的妖族与人族道统之间都不怎么和睦。我们不能，难道你能？万雷圣子冷笑，某人之前自诩天命，可怎么不见这天命榜上有你？此言一出，金霄的眸子瞬间绽放杀意和寒芒。你不服？这一刹，他身形极快掠动，背后呲啦一声，瞬间展开一对暗金色的神翅，神光澎湃，撕裂虚空。他直接动手了，身形化作一道金色的闪电，速度快到极致，利爪直取万雷圣子面门。雷池南越，遇！万雷圣子低喝，周身一片黑紫色神光冲天而起，化作一道坚实的劫雷天池，生生不息，将他护在中央。道道雷霆在其周身闪烁，似乎与真正的天劫并无二致，而他则是执掌天法的神奇。轰！然而金色利爪竟是直接抓裂那座不可逾越的雷池，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下一刻，雷池轰然破碎，哐当！万雷圣子身形瞬间倒飞出去，重重砸落在一片树丛中。全场寂静，周围的修士无不惊骇欲绝，目瞪口呆。万雷圣子再怎么说也是上游行列的天骄吧，居然被一击秒败。金翅大鹏鸟一族的少主果然恐怖如斯，
之前传闻金霄放话单挑东荒人族天骄，恐怕是真的。五行圣子和太初圣子看到这一幕，当即也坐不住了。太初一气，五行转轮，两人瞬间出手，朝着金霄杀去。废物再多也是废物。金霄神情讥讽，正要继续出手，一道龙吟之声忽然响彻在这片山脉之中。既然是废物，那就没资格进入太阿洞天。飓风呼啸，眨眼就席卷四周的山林草木。两道漆黑的龙卷直冲五行圣子和太初圣子而去，两人打出的秘法神通瞬间被击溃。噗！二人同时倒退，面色惊骇。一个身穿玄黑龙鳞甲胄，头顶生着一对幽冥龙角的青年身影浮现当场，竹川缓步踏出，树瞳扫过在场的所有人，什么五行圣子、万雷圣子，他丝毫不放在眼里，也就只有金翅大鹏一族的少主金霄能让他正视。当竹川一出现，现场的氛围更加压抑和沉重，一个个修士眼中闪烁着惊惧之色，有人将其认了出来，面色骇然道：“他是蛟龙族的明龙太子，听说已经修出了5座极品天宫，更是拥有幽冥血脉，先天自带强大异象，被评价100年之内必成圣。”听到这话，人群纷纷倒吸冷气。100年内成圣，这未免也太夸张了吧？要知道东荒的圣人虽然不少，但是要说100岁以下的，还真找不出来几个。万雷圣子、五行圣子、太初圣子三人重新汇聚到一起，脸色铁青，阴沉如水。你们这些废物就好好看看，我是怎么打开这道石门的。金霄冷笑一声，抬脚就朝着那道石门走去。他颇为自信，以自己金翅大鹏鸟一族的尊贵血脉，难道还开启不了一个洞府？只看他五指化掌朝石门拍去，砰！尘埃四散，剧烈声响如波浪般排开。但是当众人望去时，那石门却同样纹丝不动。一时间，人群面色怪异。金霄眼神一凝，这回他凝聚全部力量于右手，对着那石门轰出一道无比强横的传世神通。轰隆隆，这回的声响更大，犹如一记听雷。什么？可是当看到石门仍旧没有半点变化，金霄呆住了。他居然真的打不开，我以为多厉害，不是照样打不开。万雷圣子鄙夷道。金霄欲要发作，蛟龙族明龙太子竹川身形掠来，一道沉重的黑色拳印重重地砸向石门。一击过后，石门依旧岿然伫立。他目光变得深邃起来，走上前把手放在石门之上，激活自己的幽冥之血脉。顿时周围的温度急剧下降，一股阴森森的冷意蔓延。所有人都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几个呼吸后，竹川的脸色也变得阴晴不定。连蛟龙太子和金翅大鹏少主都没能打开这道石门，该不会得等那10个天命之子来了才能开启太阿洞天吧？越是难以打开，就越说明这个太阿洞天内必然有着重大机缘。太阿洞天附近的修士低声议论，也是愈发期待了起来。终于在不久后，宋玉、叶晨、人渣以及纳兰丹烟一行人到来。路上3人也都得知了纳兰丹烟的名字，而宋玉在知道纳兰丹烟被其表哥慕容浩利用之后，也是为他打抱不平。丹烟妹妹，为了你，我从此与那慕容浩不共戴天。宋玉攥紧拳头，初见纳兰丹烟，他自然觉得万般惊艳，好似天底下最美的人儿，生出爱慕和发自心底的欢喜。但在发现对方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后，他的爱慕和喜欢也只能转变成守护。纳兰丹烟抿了抿唇，很想告诉宋玉，你远不是表哥的对手，但还是不忍打击他的这位刚认亲不久的兄长。4人刚来到太阿洞天附近，瞬间就吸引了人群的注意力。好美，那位仙子来自何方？此等完美容颜，怕只应天上有。一群色胚，光看仙子，不看看那是谁？所有人的视线起先落在纳兰丹烟的身上，充满了惊叹和痴迷。可接着便有人注意到了叶晨，天命之子，荒古圣体叶晨，真是荒古圣体，我之前遇到过他。霎时间，惊呼声不断。人们对天命之子的关注度远大于所谓的仙子圣女，毕竟仙子常有，而天命之子不常有。叶晨、五行圣子、太初圣子、万雷圣子3人也是第一时间投来了目光，他们看向叶晨的眼神中充满了敌意。在天命榜曝光之前，他们是看不上叶晨的，即便叶晨的名声可能已经有一定的流传，只因荒古圣体在这个时代的束缚太大，存在天地枷锁，需要不断打破诅咒才能够升级。别看叶晨现在可以修炼，可是倘若遇到了无法破除的诅咒呢？所以他们看不上。但是现在天命榜曝光，天道将其认可钦点为天命之子，这种无上的殊荣和名气直接就压过了他们。可以说当今东荒要论名气，不就是天命之子吗？一个叶晨，还有一个天杀的陈阳。当初在妖族忘了对付你，没想到你还能登上天命榜。金霄的身形出现，他浑身杀气腾腾，战意昂扬。让我看看你这个所谓的天命之子到底是否名副其实。
他金色神翅猛然一震，身影如电光，千百道残影在空中留下，只听得利爪刺破虚空之声，凛然的杀机瞬间弥漫，场面一下子就变得火热起来。正好，我也想看看所谓的金翅大鹏有几分实力。叶晨昔日闯荡北域妖族的时候就见过这个金霄，不过那会儿他并没有和金霄正面交锋。轰！圣体金身展开，叶晨出手大开大合，霸道灼热的气息扩散。砰！砰！砰！无论是叶晨还是金翅大鹏少主金霄，都是肉身极其强大之辈，两人的近战交锋颇为爆裂。仅仅一个眨眼，虚空波澜四起，恐怖的气浪不断扩散，旁人不断退开。好凶猛！人渣瞳孔狠狠一缩，这就是真正的荒古圣体的战力。我滴个乖乖，叫叶晨的都不简单。宋玉也十分咂舌，他虽然来自中州大黎皇朝，也是绝顶的天骄，但自认也没这么猛。金鹏急速，力搏苍天，圣体精血，沉重如山。纳兰丹烟眸子中闪过奇异神采，悄无声息地解析金霄和叶晨各自的出手招式、攻势等等。他拥有无垢仙心，最大的能力是解析，解析之后便是模仿、创造。若非是他不喜修炼，凭借这一天赋，他完全可以汇聚百家之长，成为顶级妖孽远处的蛟龙族二太子。竹川目光幽深，盯着激战的二人，同样也有战意滋生。咦，叶兄，你们也来了！忽然，宋玉惊喜地大喊一声，忙朝着另一边走过来的叶晨招手。他的话语让一些人不禁侧目。只见一白衣青年携着3个姿容极其出色的女子走来，那不是弱水圣子叶晨？我之前还以为弱水圣子叶晨就是荒古圣体叶晨假扮的，没想到真是2个人啊！倒反天罡，谁假扮谁？一些在风云古城见过陈阳所化作的弱水圣子叶晨的修士纷纷开口，目光相当激动。毕竟当时陈阳在风云古城外强势轰杀鬼王教韩立，一座神秘白玉京力压魔子云峰，手掐妖女洛熙，何其霸道，何其绝世！甚至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还对那座白玉京心有余悸。尤其是不久前，陈阳击败荒古江家太阳神王肢体江黎明，打崩江黎明一道天宫，让许多正出了火行道天宫的修士共同见证，其中不乏在风云古城的那些修士。因此陈阳现在的名气也非常之大。弱水圣子叶晨未必不如荒古圣体叶晨啊！开玩笑吧，荒古圣体可是天命之子，你还真别说，真不一定，你看看就知道了。人群更加的沸腾，议论声不断，不断的评头论足，指指点点。陈阳携着姬莲心、穆神韵和秦瑶3女走来。宋兄，陈阳对着宋玉微微一笑。忽然陈阳感受到了一道清澈如水却又充斥着特殊韵味的目光，视线转动，陈阳与宋玉身边的纳兰丹烟四目相对。纳兰丹烟那对藏着无数春山秋水的灵慧眸子中闪过异彩，她红唇轻启，嗓音纤柔：小女子纳兰丹烟见过陈公子。这一瞬间陈阳都愣了愣，而身边的姬莲心、穆神韵、秦瑶3女也是心神一颤。陈公子，还是陈公子？他认出陈阳了。纳兰仙子是在唤我吗？陈阳背后有些冷汗淋漓，但面上却不动声色地微笑道：如此称呼也好，与荒古圣体同处一地，我倒是有些埋没这个名字。见他回应，纳兰丹烟绝美的容颜上绽放出一抹颠倒众生的笑意，刹那间连陈阳身边的3位圣女都仿佛黯然失色。这一笑很多人都看呆了，就连他身旁的宋玉也情不自禁沉迷其中。可宋玉却猛然一个机灵：罪过，她可是我妹妹啊！叶兄，容我为你介绍一番，这位丹烟姑娘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宋玉颇为自豪却又心痛地说道：你妹？陈阳一怔：对，我妹。宋玉摸了摸鼻子，总觉得这对话哪里不对，但还是硬着头皮点头。嗨，都怪我那渣男老爹啊呸，不是。宋玉一时语塞，要是他老爹不风流的话，那岂不是就没有纳兰丹烟了？叶兄，那个丹烟妹妹她的表哥就是渣男榜上的那个慕容浩，说实话我可能打不过此人，如果可以，叶兄宋玉感觉自己只要一提到妹妹纳兰丹烟，心就会乱，剪不断理还乱那种。宋大哥，你不是说要把陈公子介绍给我当道侣吗？纳兰丹烟的声音忽然响起。宋玉一呆，我什么时候说过？之前就听宋大哥不断提起陈公子，说陈公子乃是人中龙凤，性情中人。丹烟虽未曾谋面陈公子，却已对陈公子心生仰慕，还望陈公子能许丹烟一个机会。纳兰丹烟朱唇轻启，3步并作2步，悄然间就来到了陈阳的跟前。一阵香风靠近，陈阳自己都愣住了。这是哪一出？陈阳下意识的想要拒绝，他还是有些懵。听说陈阳公子现在是东荒南域弱水圣地的圣子，化名叶晨。公子身边现在有3位红颜知己呢，
公子也不想自己身份暴露后，他们因你而受到牵连吧？一道似溪水潺潺的纤柔声音在陈阳的心中响起。陈阳瞳孔微微一缩，但立马又恢复自然。嗨嗨，丹烟姑娘是在与我说话吗？陈阳试着以心声回应，他不知道纳兰丹烟有什么特殊手段，居然能与他直接心灵传音。陈阳公子，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吧？纳兰丹烟清澈莹然的眸子含着柔弱和好奇，接着直接就扑到了陈阳的怀中。陈阳双手下意识地抬起，但有些无处安放的感觉。宋玉兄的妹妹，这么直接吗？陈阳喉咙干涩，他根本不认识纳兰丹烟，在此之前也没有见过对方，怎么对方直接就认出了他呢？难道自己的遮天易容术这么不堪吗？此刻身边的秦瑶、穆神韵、姬莲心三女都呆住了，他们的内心也响起了纳兰丹烟的声音。三位姐姐，你们也不想陈阳公子化名叶晨的事情被别人知道吧？姬莲心，这词我怎么有点熟悉？穆神韵，不对劲啊，不对劲！秦瑶等于下划线等于。秦瑶刚想要说什么，却被穆神韵拉住，声音幽怨。好哦，想不到公子的名气这么大，现在都已经能让别的仙子慕名而来了。只见穆神韵美眸秋波流转，风姿动人，神采飞扬，像是吃醋了一般。哼，我才是叶晨哥哥的第一个道侣，你只能当第四个。姬莲心也是一副气鼓鼓但又略显胆怯的样子，同时姬莲心也悄悄扯了扯秦瑶的衣袖。秦瑶这回反应了过来，被齿轻咬道：纳兰姑娘若中意叶师弟，愿意同我们成为姐妹，也是极好的。听到三女的言语，纳兰丹烟再度一笑，一笑倾城，那就这么定了吧？他说道。不是，什么就定了？陈阳瞪大眼睛，却听纳兰丹烟温柔轻语：丹烟身怀无垢仙心，可辅佐公子聚百家之长于己身，还望公子怜惜。这个时候宋玉也是回过了神来，他站在远处，满脸悲戚无奈地道：叶兄，丹烟妹妹不是东荒人士，也来自中州。他有些为难，不禁朝陈阳招了招手。陈阳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连忙点头，轻轻地推开纳兰丹烟，然后迅速朝宋玉走了过来。宋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陈阳低声询问。实不相瞒叶兄，丹烟妹妹被渣男榜上的那个慕容浩伤害过。宋玉搂着陈阳的肩膀小声道。慕容浩？陈阳愣了愣，回想起了渣男榜上关于对方的信息。不错，慕容浩是丹烟妹妹的表哥，一直在利用丹烟妹妹。这次渣男榜曝光，丹烟妹妹已经看清了那慕容浩的真面目。宋玉苦叹一声，丹烟妹妹这样好的姑娘，就像神仙姐姐一般，温柔贤淑，大家闺秀，善解人意，知书达理，美的就像是天仙一样，又身怀无垢仙心这等天赋，她干净纯洁的让人心生呵护。她打住，宋兄，你不用再赞美你妹妹了，我知道。陈阳不禁打断宋玉，看向他的眼神有些古怪。你该不会是……可……宋玉脸色略微尴尬，压低了声音道：我也是在不久前偶然遇到丹烟妹妹的，我本来都对丹烟妹妹一见钟情，但谁想到她居然是我妹妹，都怪我那风流的老爹啊！他欲哭无泪，忍不住与陈阳抱怨：这以后叫我怎么找道侣啊？陈阳大喊：宋兄淡定，叶兄，我这妹妹心思纯净，虽然被那慕容浩所利用，但实则是极其聪慧的。叶兄如今名气极大，丹烟妹妹对你心生爱慕，你可千万不要辜负她。宋玉悠悠低语：辜负？这都哪跟哪啊？陈阳浑身一震，眼睛睁大：叶兄，我俩也算是一见如故，我也相信你的人品。丹烟妹妹是我亲妹妹，她既然喜欢你，还请叶兄好好待她。宋玉说着，居然就要给陈阳行个大礼。使不得！陈阳忙扶住宋玉，满脸发黑：宋兄这是做什么？我怕你拒绝。宋玉苦笑。陈阳微微侧过头，偷瞄了一眼已经和姬莲心、穆神韵、秦瑶三女打成一片，十分融洽，有说有笑的纳兰丹烟，心道：这纳兰丹烟何止是聪明啊，简直都快拿捏我的命根子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居然被其一眼洞穿，当真是无语。我也没说拒绝，只是这有点突然。陈阳有些无奈。宋玉一听，笑着点点头。穆仙子当时对叶兄以身相许，也挺突然的，我相信叶兄可以的。不知为何，说完了这些话，宋玉反而内心舒畅了许多。做不成道侣，那就做一个好兄长。谁让他老爹给他生了这么多妹妹？他不背锅，谁背锅？对，他不能逃避，该认的人。荒古圣体，果然有点名堂。这时，金翅大鹏一族少主金霄的大喝声传遍四方，那些注意力在陈阳几人身上的人群也纷纷投去目光。金霄气息动荡，衣袍鼓鼓，背后金色神翅已经染血，杀意却是不断昂扬。
一轮明月忽然升起，虚空变得漆黑。基曜日顶着海上升明月，异象快速闪烁而来。看到他的出现，众人惊讶。海上升明月，姬家神王体也来了。姬家一门日月星3位绝世天骄，不过姬家小公主已经和弱水圣子结为了道侣，令人惊叹。话说神王体都来了，这太阿洞天怎么着也该开了吧？基曜日的到来让叶晨和金霄同时神色微明，暂停交手。毕竟姬家神王体的名号在东荒格外响亮。只见基曜日直接掠过，并无任何停留，他也不在意两人的战斗。大哥，姬连心朝着基曜日挥了挥小手。基曜日瞥了他一眼，也注意到了陈阳、宋玉、人渣等人。在划过那蓝丹烟时，基曜日微微一顿，不禁感到一丝惊艳。但随即他就直奔太阿洞天入口那道石门。快，石门要开启了！神王体都来了，我不信这石门不开。人群开始骚动，纷纷开始向前靠近。毕竟除了天命榜上的天命之子身怀的体质外，神王体基本上就是目前最强大的几类体质，比如基曜日的神王体、江家江黎明的太阳神王体等等。要是连神王体都打不开石门，那才是真的夸张。轰隆隆，基曜日雷厉风行，释放自己的神王体威能，一掌轰在了石门上。这一刻，石门轰然破碎，仿佛之前坚硬无比的石门成了一扇木门，一拍即碎。接着基曜日身形直接没入其中，消失不见。看到这一幕，五行圣子、万雷圣子、太初圣子三人双眼瞪大，满脸的不可思议。他们和神王体的差距这么大的吗？有点东西。蛟龙族名龙太子竹川眸光一闪，下一瞬，这些人身形掠动，直奔入口而去。此刻所有人都激动了起来，一股脑的蜂拥而至，各种争前恐后。闪开，老子先进！操！3道中品天宫装尼玛呢？宋兄先不说了，我会保护好你妹的。陈阳落下一句，便立即回到了几个女子身边，他目光无奈地看向那蓝丹烟道：丹烟姑娘，我们先进去太阿洞天吧，其他的路上说。纳兰丹烟明眸皓齿，轻轻颔首，一行人冲进了太阿洞天，包括还在交手的荒古圣体叶晨和金鹏少主金霄，也是毫不犹豫地冲来。甫一踏入太阿洞天，一股苍凉、古老、带着岁月尘埃的气息便扑面而来，四周天地泛着稀薄的雾气，天空是永恒的昏黄色。抬眼望去，远处云端尽头残破的宫阙连绵成片，灵山朦胧，古木青葱。陈阳与身边的4个女子一同出现，这里应该是一座上古宗门遗址。纳兰丹烟眸光熠熠，注意到陈阳胸有成竹的模样，好奇道：陈大哥有异象之物？没错。陈阳犹豫了一下，点点头。最后一份机缘图卷他已经使用了，现在正指引着他坤元后得土的方向，不然他也不一定来太阿洞天。丹烟姑娘，既然你知道我身份，陈阳不知道怎么面对纳兰丹烟。他和姬连心、穆神韵还有秦瑶好歹有一段经历，最早在陨石山脉就算是认识。可是纳兰丹烟出现的就太突然了，他还没准备好。不要紧，日久生情。纳兰丹烟咬着富含光泽的樱桃唇瓣，浅斟细语。陈阳，姬连心环顾四周一眼，小声道：陈阳哥哥，还是先去找你要的东西吧。纳兰姐姐现在是自己人。陈阳服了，怎么就自己人了？罢了，走。陈阳循着机缘图卷的指引，带着4女急速奔掠。横穿一片山林后，一座巍峨云梯呈现在眼前。如青石板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云梯，仿佛直登九霄天阙，神秘的威压和气息流淌。扶摇天梯，登上99000重天梯，可直接进入太阿宗核心之地万象乾坤广场，获得正天宫宝物及太阿宗传承。古来天骄皆尘烟，唯此云梯正流年。踏破星河非虚妄，深河大道方登巅。扶摇圣王所传。天梯前的古碑镌刻了这里的信息。圣王。看到这里，陈阳目光一亮，看来这座名为太阿宗的上古门派实力强劲不俗，圣中称王之辈，怕是在如今的东荒都找不出几个来。有人来了。穆神韵瞥了一眼后方道。此刻外面太阿洞天附近的修士基本上全都进来了，现在便有上百道身影朝着扶摇天梯这边赶过来。这道天梯蕴含神秘威压，考验修士的意志、天赋、资质、熬炼大道、肉身。纳兰丹烟盯着眼前的扶摇天梯，眸子闪烁着神秘光彩，他的无垢仙心能解析很多事物。陈阳讶然说道：好，那大家都小心一些。说罢，陈阳第一个踏上这座扶摇天梯，双脚落在石阶上的刹那，一股沉重古老的威压席卷而来，犹如一座大山降临在身上。不过刚开始的这点威压还不算什么，姬连心、穆神韵、秦瑶以及纳兰丹烟4女也踏上了扶摇天梯，他们同样感受到了那强悍的威压，不过他们的肉身力量很普通，只能以天宫进行抵挡。
一开始几人的速度都很快，陈阳在前面埋头冲，1000重、2000重直到来到第1万重天梯，陈阳感觉双腿就像是灌了铅，那沉重的压力落在身上，让他体内的骨头都时不时的噼啪作响。再看那蓝丹烟4人，如今还在7000多道石阶的位置，不过此时已经有大量的修士来到了扶摇天梯，并且进行攀登。好一个扶摇天梯，我必然要扶摇直上9万里。五行圣子大笑着一跃而上，他周身沐浴5色神光。太初圣子和万雷圣子与其持平，各显神通，攀登石阶的速度都极快。所有人前期攀登的速度都不慢，但是超过了3000道石阶之后，有人的速度就明显下降，到了7000道石阶更是直接锐减1半人。这里的压力未免太过恐怖，真的有人能登顶99000重天梯吗？服了，1万石阶我都感觉乏力。我的修为凝实沉淀不少，肉身好像也变强了一些。不过也有修士发现，在这天梯上待一段时间，自己就得到了不小的提升。没多久，一道散发着阴寒幽冥气息的身影强势踏来，蛟龙族2太子竹川，倒是来晚一步。竹川眸子深邃，扫了一眼那石碑，便直接踏上扶摇天梯。他一步上100道石阶，几个呼吸后便超过了绝大多数人，来到了7000道石阶。刚到这里的五行圣子、太初圣子、万雷圣子3人面色微变，比肉身谁能胜我？身为蛟龙族太子，竹川对自己的肉身相当自信，实力更是东荒天骄中的顶级存在。他再次踏出一步，这回直接来到8000道天梯。3人看得目瞪口呆，接着便是燃起了怒火。追！3个圣子发力不断追赶，但很快连竹川的背影都看不到了。是那几个女子，他们随即发现了也在这块石阶区域的姬莲心、纳兰丹烟、秦瑶和木神韵4人。姬家小公主，要不要比一比谁走得更高？万雷圣子目光闪烁，忽然朝着姬莲心的方向开口，挑衅意味十足。姬莲心身为荒古姬家小公主，容颜绝世，地位尊崇，集万千宠爱和光芒于一身，在东荒追求者无数。但就是这样一位仙子，居然跟了个废物弱水圣子。要知道，弱水圣地日渐没落，在东荒诸圣地的排名屡屡下降，早就掉到了下游。扶摇天梯非常的辽阔，此时的3大圣子几乎与姬莲心4女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闻听此言，姬莲心峨眉微蹙，冷冷瞥向万雷圣子：倘若我赢了，你便与那个弱水圣子分手如何？万雷圣子笑道，语气轻佻。一旁的五行圣子和太初圣子也纷纷附和：我也来比一比，姬家小公主该不会不敢吧？那个弱水圣子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能有什么实力？荒古圣体在我们面前都不过尔尔，何况他个冒牌货？姬莲心面无表情地看着3个恬不知耻想要泡自己的圣子。他忽然扬起俏脸，朝着上方石梯，用一种软糯却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娇声喊道：陈哥哥，有人调戏我。声音清越，瞬间穿透层层威压，直达万阶之上陈阳的耳中，更是在偌大的扶摇天梯间悠悠回荡开来。扶摇天梯上，所有修士但凡是听到了姬莲心声音的人，皆是呆愣在原地。调戏荒古姬家的小公主，万雷圣子3人面色微变，本能的感觉不妙。1万多重的石阶上，陈阳浑身一定，目光瞬间冷厉下来。他毫无犹豫的飞身之下，刚好与直奔而上的蛟龙族太子竹川擦肩而过。竹川扫了陈阳一眼，神情不屑：大道修行若为儿女情长羁绊，注定走不了多远。轰！陈阳身形如陨星倒坠，急速逆流而下，衣袂在高速中猎猎作响。转瞬之间，他从天而降，冰冷目光牢牢锁定在了万雷圣子3人身上。他真的下来了！有修士暗暗惊呼，难以置信有人会为了一句调戏，放弃向上的机缘，反向攀登。毕竟越是早登上天梯顶端，就越可能将所有机缘全部收入囊中。此时，万雷圣子、五行圣子、太初圣子3人脸色彻底阴沉下来。他们没想到这个弱水圣子下来的如此果决，这让他们不禁有一种自己是什么地痞流氓，而对方是英雄救美的主角的感觉。陈哥哥，就是他们！姬莲心指着万雷圣子3人，鼓起雪白的腮帮子哼道。陈阳目光如剑，锋利森然。这一瞬间，他直接出手了，一条3万里弱水如神龙般掠出，天穹都仿佛被压塌陷落。如今已是执掌水、火、金3道最强极品天宫的陈阳，实力早已不是这种普通上游圣子能够挑衅的。令人机遇窒息的威势扑面而来，3大圣子面色瞬变，他们没想到一个弱水圣子居然能这么强。事实上，他们3个人没有一个证出火行大道天宫，包括五行圣子也暂时还没有证火行天宫，故此他们并不知道陈阳的强大。连北域江家的太阳神王体江黎明都被陈阳打崩一道天宫，他们算个啥？叶辰，休要猖狂！万雷圣子周身雷光爆闪，
怒吼咆哮，他的意象瞬间释放，神罚雷狱，一片浩瀚的雷霆海洋在其身后铺开，万千神雷如龙蛇乱舞，凝聚成一座镇压一切的雷电牢狱。那毁灭性的气息让周遭虚空都在嗡鸣。五行圣子也双手结印，意象显化。五行轮回界，他身上的五色神光化作一个巨大的轮盘，轮盘之中金木水火土五行大道循环往复，衍生地水火风，仿佛一个真实的世界在轮转，散发出磅礴的风阵与绞杀之力。太初有道，一气开天。太初天光，太初圣子神情肃穆，一道混蒙古朴，仿佛蕴含天地未分时最初奥秘的神光自其头顶升起。神光过处，虚空扭曲，法则哀鸣，带着一股分解万物回归原始的恐怖意蕴。三大圣子三种意象瞬间爆发，这是三大圣地各自的标志意象啊！哪怕不如姬家的海上升明月，怕也是上等意象。北域圣地铁三角果然名不虚传，在东荒能修成意象的圣子可不算多。这个叶辰以一敌三应该扛不住吧？许多修士低声议论，目光闪烁。哈，别逗我，你们根本对弱水圣子的强大一无所知。有当初最早待在风云古城，亲眼目睹了陈阳出手的修士嘲笑道：我敢说他们三个会被秒败。话音刚落，陈阳背后三道巍峨雄伟的神秘天宫虚影显化。水之道，上善若水天宫；火之道，黎明焚石天宫；金之道，太白斩道天宫。三大最强天宫威能震世，光是这三座天宫的大道威压，就足以压得这三个圣子喘不过气来。砰！四神龙出渊的3万里弱水横穿而过，雷域溃散，五行崩毁，太初破灭。噗！一连三声，万雷圣子、五行圣子、太初圣子三人血洒半空，瞬间被打落天梯，直直砸向地面。周遭人群瞬间目瞪口呆。徒手汉岁三大异象，弱水圣子越来越恐怖了，现在已经不用施展异象就能击败三大圣子这等人物。名字叫做叶辰的都是狠人吗？将三人打落天梯后，陈阳落在了四女身边。他白衣绝世，气质绝尘，宛若神奇。纳兰丹烟美眸中异彩连连，无垢仙心，将方才碾压般的一幕深深印刻。他情不自禁用一种只有他们几人才能听到的声音低语：不愧是护妻狂魔。陈阳一秒破功，哭笑不得道：这三个人你们自己出手也能对付吧？就把我喊下来了。姬连心巧笑嫣然，钻进了陈阳的怀中娇哼：陈哥哥，谁让那几个混蛋不自量力的想调戏我？我还不是想让他们死心。陈阳抱住他香软小巧的娇躯，无奈苦笑，看了看秦瑶、穆神韵和纳兰丹烟，他们恐怕是登不上天梯顶部的。当然了，别说他们，就算是陈阳自己想要登顶也不容易。罢了，你们上来吧，我带着你们。陈阳叹道：啊！四个女子同时一怔。秦瑶迟疑问道：师弟，你是要一个人扛着我们攀登扶摇天梯？上来就是，放心。陈阳点点头。纳兰丹烟抿了抿唇瓣，主动来到了陈阳身前。陈阳温和一笑，揽住他宛若细柳扶风的纤纤细腰，另一只手则是搂着姬连心。神韵、秦瑶，你们坐到我肩上。穆神韵和秦瑶相视一眼，明白了陈阳的意思。不过这样真的可以吗？只见二女旋即脚尖一点，分别落在陈阳的左右肩膀上，妥妥一个重字倒着写。暖挠走。陈阳浑身重阳血沸腾，莫名感觉这样更有动力，但与此同时，本该四女承受的压力也全部落在了他的身上。这周围上下百众时间内的修士看到这一幕，直接傻眼。开玩笑吧，一个人带着4个人攀登，怎么可能做得到？就算叶辰圣子生猛，可这也太夸张了吧？我咋感觉他比荒古圣体还猛？话说3人承重，5人成啥？然而下一秒钟，在众人宛如痴呆的目光注视下，天目如玉，纯净无瑕，一座神秘的白玉京意象悄然间悬浮在扶摇天梯之上，仿佛成了真正的云霄之上的仙宫。陈阳携着4女瞬间如离弦之箭冲出，一个筋斗横跨台阶3万重，5人身影瞬间消失不见，只留下一个个愣在原地已经凌乱的修士。哇，这种升天的感觉好爽啊！陈哥哥，再飞快点吗？姬连心忍不住挥动着小拳头，异常兴奋。而此时，陈阳左手揽着姬连心，右手抱着纳兰丹烟，肩上坐着秦瑶和穆神韵，压力不可谓不大。但他却发现体内的重阳血正在沸腾，再加上扶摇天梯本身的威压淬炼效果，他的肉身正在被一遍遍的洗涤强化。呼！陈阳深吸一口气，白玉京意象没有消失，这回一块来到了4万众石阶。公子，你不行了吗？穆神韵鲜艳红润的唇瓣轻启，嗓音勾人轻柔。陈阳面色微沉，咬牙继续卖力跳跃，
随后几人便出现在了49000多重石阶的高度。师弟，要是撑不住的话，就让我们自己来吧。秦瑶小声细语地说道。听到这话，陈阳还没怎么，纳兰丹烟情不自禁的掩嘴扑哧一笑。姬连心望着他眨了眨眼，狡黠笑道：丹烟姐姐不纯洁哦，想歪了呢。纳兰丹烟面色也有些羞涩，他偶尔还是喜欢看一些话本的，因此总感觉姬连心3个人说的话怪怪的。我只是想到了高兴的事情。纳兰丹烟被齿轻咬道。唯有陈阳是无语的。你们都别说了，马上到5万众石阶。陈阳在石阶上停顿了几秒钟，接着继续发起冲刺。也不知道那个蛟龙太子攀登到了多少众，不过应该不至于登顶，毕竟他镇压万雷圣子3人也没有浪费多少时间。5万众石阶、6万众石阶、7万众石阶，终于在接近8万众石阶的地步看到了正在全力攀登的蛟龙太子竹川。竹川所有感应，下意识地回头一看，这一看让他瞳孔狠狠一缩。1带4，但更令他吃惊的是，那片如同白玉仙宫镇压天地的神秘意象。竹川神色一沉，眼看被追了上来，他终于不再依靠肉身，而是直接施展先天意象。幽冥龙域，漆黑幽暗的领域扩散，仿佛要吞噬周遭天地的一切。扶摇天梯上方瞬间化作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幕。他的速度开始暴涨，身形直线上升，瞬息几百上千众石阶。此刻陈阳亦是咬牙攀登，体内骨头在5倍天梯压力下噼啪作响，五脏六腑如同火烧。4个女子都屏住了呼吸，不敢再打扰陈阳。白玉京起！陈阳心头低吼，紧追着那蛟龙太子竹川，一前一后跨过9万众石阶，不断接近最后的顶端。真是阴魂不散，想不到一个与荒古圣体同名的人物都能走到这一步。竹川眸光闪烁，突然朝着身后的陈阳5人轰出一击。刹那间狂风大作，陈阳肩上的秦瑶和木神运身形变得不稳。你找死！陈阳眼中顿时杀气腾腾，一条如银河瀑布般的弱水从天上倒灌而下，第2道异象施展挡住对方的一击。打！下一刻，陈阳携着4女终于落在了99000重扶摇天梯顶端，万象乾坤广场。登顶的瞬间，那股源自扶摇天梯的恐怖威压骤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古老浩瀚，仿佛承载万物的厚重道韵。广场辽阔，10余座巍峨石像如古老的神器般矗立，每座石像下方矗立着神秘古碑，蕴含太阿宗的传承。而在广场的最中心，3个最为璀璨夺目的光团正静静悬浮，散发出令人心悸的磅礴气息。坤元厚德土。陈阳目光瞬间锁定了正中间，那团呈现出纯正厚重的暗黄色，气息磅礴如大地的神秘土壤。几乎在看清那枚极品土形道种的瞬间，陈阳与竹川的目光如同2道实质的电光，在空中悍然相撞。此物与本太子有缘。竹川长啸一声，异象幽冥龙域再度展开，幽暗龙气化作一只巨大的龙爪，遮天蔽日，率先抓向道种。我有缘你妈！陈阳声音夹杂着暴怒和杀意，此人方才对自己5人偷袭的事情还没算呢。轰！恢宏神圣的天上白玉京轰然降临，带着绝对的位格压制，悍然震落在幽冥龙域之上。仙光与冥气疯狂碰撞消融，那看似凶厉的幽冥龙域在白玉京面前竟如冰雪玉阳，剧烈波动，扩张之势被硬生生遏制。什么？竹川瞳孔一缩，他如此强绝的先天异象竟被完全压制。之前偷袭我的账，先还你一拳。陈阳冷漠宣判，他屹立仙宫之前宛如仙主凌晨。他砸出一拳，白玉京仙光爆绽，一股远超境界的磅礴伟力轰然爆发，直接将那幽冥龙爪连同大片龙玉震得粉碎。噗！气机牵连之下，竹川身形巨震，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如同被无形巨锤砸中，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狼狈地跌出了万象乾坤广场的范围，堪堪在广场边缘的虚空中稳住身形。天啊！竹川被打飞了。下方正在数万重石阶上艰难攀登的修士们恰好抬头，看到了这骇人一幕，顿时爆发出惊天哗然。强横不可一世的蛟龙族太子居然被人击退，是谁？幽冥血脉，明玉炼天。竹川惊怒交加，体内龙血燃烧，周身乌光冲霄，破碎的龙域强行重组，气势更盛。他欲要冲回广场。我练你妈！陈阳眼神冷厉，轰出第2拳。这一瞬间，银河落九天与天地一青莲2大异象同时显化，银河环绕，加固仙宫；青莲摇曳，定住地水火风。与此同时，水、火、金3座最强极品天宫在他体内轰鸣，无尽大道之力奔涌，尽数灌注于白玉京之中。得到如此加持，仙宫仿佛化作了实质，墙壁上古老仙纹流转，威压成倍数增长。白玉京只是微微一震，一道凝练到极致的仙光柱便如同天罚般落下，瞬间贯穿了刚刚凝聚的幽冥龙域，
狠狠撞在竹川交叉格挡的双臂之上，咔嚓，令人牙酸的骨裂声清晰传来。啊！竹川发出一声凄厉惨嚎，护体龙气彻底崩散，双臂呈现出诡异的弯曲，鲜血从崩裂的龙鳞下溅射而出。他就像一颗被全力抽打的石子，以比刚才更快的速度再次倒射出去，划过所有旁观者惊骇的视线，重重砸在下方的天梯石阶上，撞出一片烟尘。是弱水圣子出手。竹川是被弱水圣子轰下来的。扶摇天梯上正在向上攀登的修士骇然失色，强如蛟龙太子居然也被打成了狗。叶晨，你敢辱我，我必杀你！已然重伤的竹川陷入癫狂暴怒状态，他撑着鲜血淋漓的身躯再次冲出。自从修炼以来，他从未受过如此屈辱，从未有过如此狼狈。此仇杀杀杀，我杀你妈杀！陈阳身形似鬼魅般降临，背后顶着3座最强天宫，弱水银河与天地青莲守卫着遮天蔽日的白玉京。这一刻，陈阳宛若天神，朝着竹川重重一脚踏出。不，你敢踏我！竹川暴怒不甘的吼声回荡，眼中浮现绝望与恐惧。这一刻，人们只看到一道扭曲的影子，如同断线的木偶，伴随着漫天飘洒的龙血与碎裂的鳞片，从高高的天梯之上直线坠落。那是什么？此时，刚挣扎到数万阶的五行圣子、万雷圣子、太初圣子3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那道从头顶砸下、鲜血淋漓的身影，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死寂！整个扶摇天梯陷入了一片绝对的死寂。所有修士无论身处何阶，皆尽头皮炸裂，心神空白，唯有那道独立于天梯之巅的白衣身影，如同不败的传说，深深烙印进他们的灵魂深处。咕咚！五行圣子、万雷圣子和太初圣子3人面面相觑，狠狠咽了口唾沫。我怎么感觉这个人比荒古圣体还猛？五行圣子嘀咕。俺也一样。砰！竹川遍体鳞伤的身躯砸落在地的回音传上来，更是让人浑身战栗。濒死昏迷过去的他触发了身上的保命手段，一团黑色光芒从他体内冲出，包裹着他的身躯，瞬间破空逃离。不知所踪。扶摇天梯顶端，陈阳收回了目光，这次给了那竹川一个深刻的教训，下次再见就不是这么简单了。陈大哥，这是坤元厚德土。纳兰丹烟款款而来，广场中央的3件宝物已被4女取下，除了坤元厚德土之外，另外2物分别是一枚圣血淬体果和一道玄黄母器，前者能淬炼强化肉身体魄，后者则是打造神兵利器的绝世宝物。这下可以正木行和土行天宫了。陈阳脸上不禁浮现一抹笑容。勾芒长生种和坤元厚德土到手，他的五行大道天宫也即将圆满。这些古碑上有传承，要不要参悟啊？姬连心朝着陈阳看了过来。那就参悟一下吧。陈阳颔首道，现在五行齐全，他也不必那么着急了。5人开始在众多古碑面前参悟。这弱水圣子好恐怖的实力！蛟龙族2太子竹川5座极品天宫，身怀幽冥龙族血脉，自带顶级先天异象，居然被他顷刻间秒败，当真不可思议。前有圣体叶辰，后有弱水叶辰，2个叶辰都如此生猛，这是要翻天啊！此时外界东荒早已炸锅，诸道统的圣人，许多大能王者无不瞠目结舌，震惊的合不拢嘴。他们无一例外全部都放下了修炼，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头顶的天空。只因就在不久前，天道金榜出了一个实时直播，天道金榜第3期东荒特辑，东荒风云榜，东荒大陆年轻一辈风云人物。本榜单将以实时直播的形式开启，以东荒天门山秘境为直播场景，天门山内的天骄人气决定排名高低，只排出前10名。注：若暂无人气较高者，则不显示排名。修士可以神念沟通金榜发布弹幕。为什么只有东荒有风云榜？我们中州不服。看到这一期的金榜展开，中州大陆许多修士振臂高呼，愤愤不平。俺中州也要风云榜，就是我大中州才是真正的风云中心，东荒算个调。论风云人物，还看中州。一条条弹幕开始发送，老辈修士比如大能境界、王者境界乃至是圣人等不好意思发，但其他修士则毫无顾忌，该喷就喷，毫不留情。笑死我了！渣男榜10人中州占一半，说是风云之地，还真不错。西莫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出了俩。我知道了，因为天命之子有2个在东荒，所以开了风云榜。你别说，还真是，其他天命之子都不知道在哪儿，只有荒古圣体和极道重阳仙体确定在东荒。弹幕不断发送。东荒这边作为真正的风云中心，人族妖族所有大佬都在盯着实时直播的天门山画面。那是日月魔教魔子吗？竟然轰杀了堪比化龙境7众的古兽。天妖宫少主行踪有些诡异啊。九霄圣子要争6天宫了。实时直播的金榜画面不断变化，
看得人眼花缭乱，但最后大都定格在高人气的天骄身上。快看，那是荒古圣体吧？荒古圣体在和金翅大鹏少主大战，好猛！金榜此时放大的一道直播画面，赫然正是在太阿洞天中另外一大机缘之地太阿岩舞台交战的叶晨和金霄把道种交出来。金霄面色阴寒，死死盯着叶晨手中那枚散发着沉重星辉，仿佛蕴含着一整颗星辰力量的原石星河。此物蕴含纯粹的巨力大道本源，不仅能证出一道极品天功，更对他淬炼肉身、提升力量有莫大好处。想要？凭本事来拿！叶晨神色平静，周身金色气血如烘炉燃烧，将这片古老的演武台都映照得一片辉煌。他虽只挣得一座圣战天功，但身为荒古圣体，他的底气源于这具肉身与血脉中传承的无敌意象。你真以为能是我的对手吗？自寻死路！金霄不再废话，长啸震天，背后神翅展开，金光万道，浩瀚的意象随之展开。一头太古天鹏展翅遮天，利爪之下竟有真龙哀鸣挣扎，那搏杀真龙的恐怖意境席卷开来，霸道凌厉，充满了撕裂一切的极致攻伐之力。天鹏搏龙图，天鹏虚影融入其身，金霄速度暴涨，化作一道割裂虚空的金线，利爪直取叶晨头颅，威势骇人。叶晨眸光一凝，不敢怠慢，直接动用了圣体专属的至高意象。他身后虚空震荡，一片混沌雾气弥漫开来，仿佛回归天地未分之时。而在那混沌中央，一株青莲悄然扎根，缓缓摇曳，它看似柔弱，却散发着定住地水火风、演化万物初开的无上道运。混沌众青莲，轰隆！天鹏搏龙图与混沌众青莲悍然碰撞，混沌气汹涌，磨灭万物，青莲摇曳，化解万法。那搏杀真龙的凶力天鹏虚影冲入混沌领域，速度骤减，凶威被不断消弭，竟如同陷入了无边泥沼，发出不甘的厉啸。混沌众青莲乃是无敌意象，同样可以压制其他一切意象。无敌意象、顶级意象、一般、普通意象。圣拳开天，叶晨抓住时机，将圣战天宫的力量催动到极致，融合圣体本源，一拳轰出。简单、直接、霸道。拳锋所过之处，虚空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纯粹的力量仿佛要重开天地。该死！金鹏急速，金霄瞳孔收缩，将急速催发到极限，身形化作千百道残影，从四面八方袭向叶晨。利爪、神翅不断与金色拳芒碰撞，发出金铁交击的刺耳声响，火星四溅。两人化作一金一青两道光芒，在这座演武台激烈交锋，速度快到极致，力量猛到绝巅。每一次碰撞都爆发出恐怖的气浪，冲击着演武台四周古老的静止，光晕剧烈荡漾。看到这里，金榜直播弹幕瞬间爆炸。卧槽，这才是真男人大战，拳拳到肉，荒古圣体真特么猛！一座天宫硬刚五座天宫的金翅大鹏，那是混沌众青莲，传说中属于圣体的无敌意象。今日得见，死而无憾。怎么感觉金鹏少主要败啊？圣体撞我人族，久攻不下，金霄心急气躁，被叶晨抓住一个破绽，一拳震散了数道残影，本体气血翻涌，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圣血沸腾，六道轮回。叶晨越战越勇，圣血如同岩浆般滚烫。他动用了圣体传承的禁忌秘术，权势陡然一变，身后仿佛有6个模糊的世界轮转，带着碾压一切、送葬诸天的可怕意志，轰向金霄。不！金霄惊骇，全力催动天鹏搏龙图抵挡，可天鹏虚影却哀鸣一声，在6道轮回拳意下，竟寸寸崩裂。咔嚓！护体神光破碎，金霄胸膛塌陷，大口咳血，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金色羽毛漫天飘散。他重重砸在演武台边缘，气息瞬间萎靡。看着步步紧逼、战意冲霄的叶晨，眼中终于闪过一丝恐惧。叶晨，此事没完！留下一句狠话，金霄毫不犹豫地燃烧本命精血，化作一道极速金光，瞬间破空狼狈遁走，消失在天际。叶晨没有去追，他缓缓收拳，平息体内沸腾的气血，走到演武台中央，将那枚沉重的原石星河握在手中。星河入手，一股浩瀚如星的巨力涌入体内，让他感觉肉身都沉重了几分。巨力大道，正好弥补我力量运用上的些许不足。他独立台上，沐浴在通过金榜注视而来的万千目光中，身姿挺拔，如战神临世，圣体无敌。叶晨牛逼666，东荒风云榜当有叶晨一席之地。金榜直播画面，弹幕再次疯狂刷屏。北元妖族，这就是天命之子荒古圣体吗？竟以一座天宫之姿击败5座天宫的金翅大鹏。金鹏一族在东荒也是顶级妖族了，那个金霄实力极强，哪怕放在我们北元妖族也是绝世天骄，却还是败给了荒古圣体。不愧是天命之子，真是可怕。北元的妖族修士们唏嘘不已，
那可怕的激烈搏杀场面看得他们都心惊肉跳。中州荒古圣体号称同阶无敌，果然名不虚传。不过比起我大中州的天命之子至尊战神谷帝坤，那就差得太多了。神州太子帝坤恐怕都已经挣到9级品天宫了吧？帝坤可是说了，天命榜上也就只有号称北帝的王腾能与他一战，这个叶辰对比帝坤还是太弱了，没成长起来。中州7大不朽皇朝之一神州皇朝，一位身穿金袍眉宇不怒自威的青年，举手投足之间仿佛有神秘的大道神华流转，气息深不可测。帝坤收回了目光，呢喃低语：吞噬魔体，吞仙魔功，他想对我动手。几块大陆的修士对于金榜直播东荒天骄的画面都很期待，于是当化身若水圣子叶辰的陈阳同样在太阿洞天内与蛟龙族太子竹川搏杀时，几乎天下所有人的目光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咦，金榜说这个人也叫做叶辰，与荒古圣体同名。金榜直播战斗画面的同时，也显示了战斗双方的 ID， 分别是若水圣子叶辰、蛟龙族二太子竹川。同名叶辰，怎么这应该都不差吧？还是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壮名？也有可能冒牌荒古圣体。人们议论的同时，画面很快就发生变化，呈现出陈阳与蛟龙太子竹川的战斗。人们起初还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战斗，一个是东荒圣地的圣子，一个是东荒蛟龙族的二太子，两人的身份地位差不多。但是很快所有人就傻眼了，因为短短几个瞬间，几个呼吸都不到的时间，那个嚣张不可一世、强横霸道的蛟龙族太子竹川，居然在转瞬之间就被若水圣子给强势击败重创，直接就是濒死状态，触发保命手段逃走。这是什么情况？这个若水圣子这么猛，我都还没看清楚。蛟龙族太子竹川不比金鹏少主金霄弱吧？恐怕还要更强一些，可却被秒败了。那座神秘的白玉京，这是什么异象？我怎么闻所未闻？一条条问号弹幕划过，5块大陆的修士都懵了。有圣人不禁在暗中推演关于若水圣子叶辰的信息，然而一番推演却是没有任何结果。这个若水叶辰是哪里冒出来的？东荒北域蛟龙族。一位圣人脸色凝重阴沉，没想到自家的天骄竟然被一个区区南域圣地的圣子给击败了，而且还是完全碾压制式的击败。若水圣地什么时候多了个圣子？道一圣地、太初圣地、五行圣地、五毒神教、新宿山等等诸多道统的圣人、王者、大能等老辈修士都惊愕不已。他们对这个若水圣子叶辰全然没有任何的印象，在此之前不曾听过半点消息。凭空冒出来的圣子，立即派人去查。没多久，若水圣地外就出现了许多气息不俗的身影，以至于一直在观看着金榜直播画面的温荣宇都变得紧张了起来。但那些身影也没有如何，只是在向附近的若水弟子打探消息。此子是最近才成为的若水圣子，而且刚好与荒古圣体同名。一时间，各大道统的强者心思活跃起来，猜疑不定。此人身边有好几位东荒的天之骄女，若水圣女也就算了，可是那个姬家的姬莲心、离火神教的圣女，以及一个不知来历的女子，她该不会是天命之子陈阳吧？当一条弹幕划过金榜直播画面时，全天下的人仿佛都停住了呼吸。天命之子陈阳，不对啊，陈阳的体质不是不擅长战斗吗？这个若水叶辰的实力比荒古圣体还要强，那等异象比之混沌众青莲都不差吧？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会是陈阳？你还别说，确实如此。如果陈阳实力强大的话，又岂会在那吞星圣地与2个候补圣子打成平手？该不会这个若水叶辰是别的天命之子，比如什么不死真神体、轮回永生体化名的吧？整个世界猜测不断，尤其是各个道统的女修尤为关注。风向也很快变成了猜测若水圣子叶辰是其他的天命之子所化名，因为天命榜都说了，人家陈阳不擅长战斗啊。吞星圣地，凤羽生立于飞仙主峰之巅，罡风烈烈，却不及他周身散发的威压半分。他身着一袭绛紫鎏金宫装，长裙曳地，裙摆以暗金丝线绣着展翅欲飞的吞星神皇图腾，华贵中透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威严。视线向上是一张精致的近乎有攻击性的容颜，肤光胜雪，却非温润，而是泛着玉石般的冷冽光泽。黛眉斜飞入鬓，眉宇间凝着一股久居上位的疏离与英气，令人不敢直视。陈阳跑去别的圣地当圣子了。凤羽生红唇紧咬，凤眸流淌着一抹愠怒惊愕之色。不行，陈阳是我的圣子，温荣宇那个臭女人怎么能抢走？凤羽生虽然无法确定陈阳到底是不是若水圣子叶辰，但是一想到有这么一层，可能他就坐不住。即便现在金榜弹幕上很多人都在猜测若水叶辰是别的天命之子，例如什么永生轮回体、时空掌控者，否则不会有那么强大的实力和无敌的意象。但是谁知道呢？万一呢？天门山之中，陈阳已经参悟出了几门神通，耳边却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叮，天榜第3期东荒风云榜实时直播已发布，请宿主注意。实时直播，陈阳愣住了，下意识浑身一紧张。你的意思是，现在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直播，包括之前？不是，金榜直播画面会不断切换，但您当前的人气值排名前10。系统的声音回答着。与此同时，金榜直播画面以及满天飞的弹幕也浮现在了陈阳的眼前。此外，天门山内的修士并不知晓有金榜直播这么一回事，他们看不到金榜直播。这下麻烦了。陈阳注意到了不少猜测他真实身份的弹幕，虽然现在的风向已经变成了猜测他是别的天命之子，但这也让他的处境再度变得危险起来，未必没有暴露的可能。陈阳目光闪烁，心中思考着对策。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让自己目前这个弱水圣子的身份与陈阳撇开来，本系统可帮宿主屏蔽您的画面，光屏蔽也不行，无法打消别人对我的怀疑，毕竟我出现的太突然了。陈阳觉得自己必须以真实身份面目出现一次，让别人觉得陈阳是陈阳，弱水圣子是弱水圣子，他们是两个人。一番沉吟思索之后，陈阳决定先正出目，涂2座天宫，之后再找时机变回真容，以自己陈阳本来的身份出面，表现出与弱水圣子身份的自己的根本不同之处，如此才能安稳。此时，姬莲心、穆神韵、秦瑶和纳兰丹烟4女也都各自参悟完毕。走，我们离开这里。离开万象乾坤广场，正好就看到了宋玉和修罗宫传人人渣。叶兄，丹烟妹妹，你们要离开了吗？宋玉看到纳兰丹烟那张清丽绝俗的完美面容，就忍不住心神荡漾。但偏偏这是他妹妹。陈阳看到宋玉之后，忽的目光一亮。不错，这里已经没什么机缘了，宋兄不如接下来跟我们同行一段时间。他也想同你这位亲大哥交流一番。陈阳说着，回过头朝纳兰丹烟眨了眨眼。纳兰丹烟青眸盈然，已经会意，虽不知陈阳要做什么。好啊好啊，当然没问题。宋玉有些激动，随即说道：叶兄，你是不知道啊，荒古圣体把那个金翅大鹏少主金霄给击败了，他们在演武台那边争夺一件宝物，那场大战啧啧当真，是凶险激烈，荒古圣体是真强，1座天宫硬刚金霄5座天宫。闻言，陈阳有些愕然。切，那是你没看到，我陈哥哥翻掌之间镇压蛟龙太子竹川。姬莲心傲娇得意的道。啥？宋玉当场呆住，身边的人渣也十分惊骇。要知道蛟龙太子竹川的实力，那可是一点也不比金霄弱，甚至可以说都还要强上一些。呵呵，路上边走边说吧。陈阳笑了笑。一片空旷平坦的山脉区域中，陈阳独自一人盘膝而坐，他以炼化巨芒长生种正在铸造木型大道天宫，准备正天宫。由于担心遇到人劫，因此陈阳这回并未直接同时炼化勾芒长生种和坤元厚德土。此时姬莲心、纳兰丹烟一行人则是在不远处守护。叶兄这是打算正天宫了，以叶兄的情况，很可能遭遇一场大道之争。宋玉目光有些凝重，听说木型大道好像已经有最强天宫之主，不过不知道是在东荒还是在别的大陆。人渣道：中州长生慕容家家主，那5大古国的圣人已经来了。慕容大长老脸色阴沉道。如今的慕容家气氛紧张压抑，自从渣男榜曝光慕容浩的身份之后，所有族人也都知道了这位二公子原来是那一支遥远的大燕派系后裔。然而追本溯源，长生慕容氏一脉自太古便长存，大燕那一脉其实是被驱逐出去的，据说是当时犯了不容饶恕的滔天罪恶，自那之后长生慕容氏和大燕慕容也没什么往来联系，所以10万年前大燕古国覆灭，长生慕容氏也没有相助。可众多族人却没想到，他们现如今族中这位身份尊贵、天资绝世的二公子，居然是大燕慕容后裔。二公子的身份，大长老有些欲言又止。慕容家主神色淡然，平静道：无论是大燕慕容，还是我们这一脉，都是慕容家的血脉。话落，他身形消失在原地，深不可测的气息令人胆颤。大长老皱了皱眉，终究摇头一叹。却在此时的慕容家某座岛屿，慕容浩负手而立，目光凝望天穹上的金榜直播，口中发出沙哑的笑声。呵呵，圣体，我也是啊，还差一点才能化成古史中的禁忌。忽的，他面色骤变，瞬间阴寒如水。哪个在与我进行大道之争？慕容浩背后一连浮现足足8道天宫，每一道天宫皆是极品。如果有人看到这一幕，定然会止不住地道吸冷气。8道极品天宫，这已经是世间9成9的修士连仰望都没资格的层次，也就只有如北帝王腾、至尊战神古帝坤那等天命之子能够更胜一筹。只见一座散发着无限浓郁的苍翠青绿色光芒的恢宏天宫变得不断凝实，直冲云霄。对方在正木型最强天宫，慕容浩旋即发现自己的最强极品木型天宫万古长青天宫感应到了极大的威胁，已经不由自主的应战。
我拥有5座最强天宫，何人敢与我争？若是有人在附近的话，可以发现慕容浩的8道天宫中，赫然还有一道土行天宫，亦是最强。此刻，慕容浩盘膝而坐，心神意志随着万古长青天宫升高，化作人杰飞升。天门山果然已有最强天宫。陈阳睁开眸子，一束凌厉锋芒激射而出，轰隆！伴随着天宫之劫的劫雷炸响，陈阳身形飞起，他看到了一座早已悬浮在劫云之中的神秘苍青色天宫，以及一个身材挺拔、看起来玉树临风的白袍青年。是表哥。当望见天上那道与陈阳争锋的身影后，纳兰丹烟本能地发出一道惊呼，紧接着他秋水清澈的眸子中浮现憎恨之色。在融合善恶仙灵诀之后，他发现表哥慕容浩对他的恶意是那么的大，视他如一个纯粹的工具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一切只为利用他，只为效益最大化，对他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这样的人让他错付了多年的情谊，他如何不恨？这种恨自明白那一切之后，已经逐渐的累积，由曾经的喜欢逐渐转化成恨意，深深埋藏在他的心底。慕容浩这个人渣。宋玉也看清了慕容浩的面容，他瞬间无比的气愤，怒意汹汹上长。丹烟妹妹这样好的人儿，那慕容浩不珍惜，居然当作工具人一般利用，简直是畜生不如。可一旁的人渣莫名有些尴尬。人渣兄，我不是在说你，这个慕容浩实在是太不识好歹。宋玉握紧拳头，愤愤怒道。也幸好渣男榜曝光的早，丹烟妹妹没有被这个人渣伤害得太深，否则我觉得饶不了他。人渣头一回感觉自己的名字取错了，很是识趣的默不作声。此刻姬莲心、慕神韵还有秦瑶3个女子也是十分的惊讶，没想到木行最强天宫之主居然是那个中州渣男慕容浩。和师弟不一样，这个人是真渣男。秦瑶咬牙切齿，也同样为纳兰丹烟感到不平。幸好纳兰姐姐已经获救，没有再被这个渣男欺骗利用。姬莲心点点头。上方陈阳正木行天宫引来人杰，即将进行一场大道之争的画面再度被金榜直播出来。大道之争，弱水圣子要正木行最强天宫，那不是长生慕容家的慕容浩吗？居然是这俩人进行大道之争，我的天！一道道弹幕刷屏，5块大陆的修士再度变得兴奋激动起来。先前的荒古圣体 vs 金翅大鹏已经让他们看得很过瘾，可惜的是弱水圣子击败蛟龙太子的战斗结束得太快，他们还没来得及好好观看。现在好了，一场更加精彩的大道之争即将展现。远在中州的慕容家族修士也注意到了这一幕，不由得吃惊不已，但他们的神情很是复杂，因为现在的这位二公子是大燕慕容后裔，长生慕容氏。陈阳眼神一凝，没想到拥有最强木行天宫的人居然是纳兰丹烟的表哥，不久前才曝光的中州慕容浩，妄图挑战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慕容浩声音冷漠低沉，杀意浓郁，任何试图与他争夺大道的人都是敌人，坏他大道岂非不死不休之仇。他率先出手，深知大道之争的残酷，毫无保留。参合星坠，慕容浩冷喝，身后虚空骤然暗沉，仿佛化作了10万年前大燕古国覆灭时的古老战场参合碑的夜空。下一刻，无数带着惨烈、破败、终结气息的巨大星辰虚影，如同陨落的军魂，拖着长长的光尾，自那黑暗天幕中呼啸着砸落。星光所过之处，生机泯灭，万物凋零。这是大燕慕容氏传承的顶级功法意象。漫天坠星，目标直指正在引动木行大道之力的陈阳，要打断他的正道进程，将他的天宫彻底埋葬。面对这骇人的攻势，陈阳眼神平静，甚至带着一丝不屑，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他甚至没有移动身形，只是心念一动，轰！一座古老、神秘、巍峨至极的仙宫天阙，携带着镇压诸天万界、定鼎乾坤秩序的无上威严，骤然降临。天上白玉京，白玉京出现的瞬间，那漫天坠落的参合星辰，仿佛遇到了无形的天堑屏障，在距离仙宫上有100丈之遥时，便纷纷凝滞、颤抖，继而在一阵阵诵经仙音中，如同泡影般接连崩碎、瓦解，化作点点流光消散，竟无法靠近陈阳分毫。什么？慕容浩瞳孔猛缩，他的参合星坠意象竟被如此轻描淡写地击溃。斗转星移，他虽惊不乱，立刻施展属于长生慕容氏的另一门顶级意象，周身道运流转，仿佛化身宇宙核心，双手滑动间，引动周天星辰之力，一股扭曲、偏转、挪移一切的诡异力场，以其为中心扩散开来，欲要将白玉京的镇压之力泄开、转移，甚至反作用于陈阳自身。此意象精妙绝伦，善于以柔克刚，4两拨千斤。然而在绝对的力量与位格面前，一切技巧都显得苍白无力。陈阳立于白玉京之下，口含天线，言出法随。白玉京仙光大盛，
那试图扭曲力量的斗转星移立场，在触及仙光的刹那，便如同遇到了克星，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瞬间被碾平抚顺，再也无法掀起半分波澜。白玉京携带着无可匹敌之势，缓缓向前推进，所过之处，虚空凝固，万法退避。慕容浩周身环绕的星辰立场节节败退，不断压缩。噗！异象被强行碾碎的反噬之力传来，慕容浩脸色一白，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身形踉跄后退。他感觉到自己与木行大道之间的联系正在被那座该死的仙宫强行剥离压制。他眼中闪过一丝挣扎与狠戾，体内那股深藏的带着混乱与不祥的魔性力量蠢蠢欲动。他还有一道更强大的意象，事关他的体质和大忌，但一想到此意象的不稳定性以及可能暴露自身最大秘密的风险，他硬生生将其压了下去。就在这犹豫的刹那，破！陈阳的声音再次响起，平淡却蕴含着最终的审判意味。白玉京轰然一震，一道凝聚到极致的仙光柱如同天道之鞭，瞬间击穿了慕容浩最后的防御，精准的轰击在他那代表木行大道的极品天宫投影之上。不！慕容浩发出绝望而不甘的怒吼，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辛辛苦苦铸就的木行最强天宫，在那仙光的冲击下道基崩裂，符文暗淡，如同经历了万古风化的沙堡，开始寸寸崩塌瓦解。轰隆隆大道崩塌的轰鸣仿佛响彻在每个人的神魂深处。慕容浩气息瞬间萎靡到了极点，脸色惨白如纸，又一口心头精血喷出，整个人如同被抽走了脊梁，半跪于虚空，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与滔天的怨毒。他的一座极品天宫就这么碎了。卧槽！碾压，绝对的碾压！慕容浩两大顶级异象，连若水圣子的衣角都没碰到。那白玉京到底是什么来头？也太无敌了吧！天命之子，这若水圣子绝逼是某个天命之子。如果不是我把脑袋摘下来当球踢，我宣布大道之争落幕，新的木行最强天宫之主诞生，若水圣子叶晨。金榜弹幕再度炸开，无数修士为之震撼。人劫已灭，天宫之劫的雷劫落下，却丝毫撼动不了陈阳的勾芒长生天宫。片刻不到，万丈青光冲天而起，四道最强天宫已成。陈阳目中射出一抹金芒，闪烁着极其飞扬的自信。既然世人说重阳仙体不擅长战斗，那他偏要让世人看看他如何走到大道之巅。陈阳并未就此停下，而是开始炼化下一枚唯一极品土形道种坤元厚德土。叶兄当真了不得。宋玉看向陈阳的眼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无比崇拜。那可是中州长生慕容家的公子慕容浩啊！虽然他口口声声称与其不共戴天，但是这样的人物他绝不是对手。他对自己几斤几两非常清楚，对付一些寻常天骄还行，可慕容浩这类城府极深又资质妖孽的人物，便是他也难以争锋。陈阳如此强绝霸气地打崩慕容浩一座天宫，无疑是狠狠地为纳兰丹嫣出了口气。他这个做哥哥的自然也感到高兴，确实比荒古圣体还要凶猛。人渣同样十分震惊，眸子深处闪过一抹古怪的光芒。金榜直播的画面弹幕仍旧在疯狂地刷，整个世界的修士都不淡定了。中州大陆长生慕容家，二公子与人大道之争落败了。慕容家的族人们几乎都呆愣住，不管慕容浩是不是大雁慕容后裔，其天资修为实力摆在那里。8座极品大道天宫，2大顶级异象，还修炼参悟了种种功法，这中州诸多道统的地经他都知晓，不说完全复刻，但也汇聚一身。可就是这样一个绝世的妖孽，一个堪称年轻王者的人物，居然败给了东荒一个普通圣地的圣子，这让他们一时间难以接受。参合星坠，果然是大雁慕容余孽。拜访慕容家的中州5大古国圣人神情闪烁，这5大不朽古国分别是无双、安平、南诏、齐天、拓跋。诸位且回去吧，慕容浩是我长生慕容家的公子，是否是大雁慕容后裔并无关系。慕容家家主的内心同样也翻起了惊涛骇浪，他是族中少有的几个知晓慕容浩真正实力和底细的人，也没想到慕容浩居然在大道之争上败了。此刻慕容家主脸色恢复平静的开口，哼，慕容家主这是打算就这样打发我们走吗？大雁已灭，而你们慕容家的这位二公子还想着复兴大雁，岂不是在我们5大古国的头上撒尿？一位圣人冷声质问。不错，慕容家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10万年前大雁那般欺压我等5大古国，险些让其今天图谋成功。幸好有至强出世灭了大雁，可现在大雁却有余孽存活，还想着重建大雁，慕容家难道不怕惹火上身吗？长生慕容既然和大雁慕容早无瓜葛，就不该庇护此余孽。听着这些话，慕容家主脸色难看。长生慕容家自然强大，也不惧这5大古国，但若是就这样与5大古国为敌，那也不合适。就在这时，一道神秘强绝的气息在慕容家族地之内一闪而逝。慕容浩若要复兴大雁，那是他自己的事，
长生慕容不会插手半分。悠悠沙哑的声音从慕容家深处传出，这些圣人莫名的感觉有一道目光扫过了他们，这让他们后背情不自禁发寒。对，慕容家主道，他若要复兴大燕，我长生慕容家不干涉，但除此之外，他既然身怀慕容血脉，我慕容家自然要庇护。说到这里，5大古国的圣人面面相觑，暗暗点头，希望慕容家主记得自己说的话。他们隐晦地扫了一眼慕容家族地的深处，旋即离开。慕容家主暗叹一声，接着就想去看看慕容浩的情况。可突然间，天穹上的直播金榜弹幕又一次炸开，各种震惊不断。又来了，还是弱水圣子，他还要挣最强天宫，他的对手是谁？让我康康是哪个倒霉蛋？弱水圣子野心很大，挣的每一座天宫都是最强天宫。然而当陈阳的坤元厚德天宫已经铸造成功，天宫之劫出现，人杰也在召唤匹配相应大道之争的对手时，那劫云中浮现出了慕容浩面目狰狞的身影。慕容浩所在的岛屿上，脸色惨白如厉鬼，气息十分萎靡的慕容浩忽地抬头，实在忍不住爆了句粗口：尼玛，卧槽，是慕容浩！土行最强天宫的拥有者居然还是慕容浩，这哥们也忒惨了吧！刚才木行天宫已经崩塌，他该不会一天之内崩塌2座天宫吧？呸！这种渣男就该是这种下场，活该！弱水圣子干得漂亮，楼上倒有侍女修吧？嘿嘿，交个朋友如何？弹幕狂刷不断。东荒大陆，这个慕容浩真惨啊，要被小羊羊毁掉2条大道了。温荣宇斜躺在弱水圣地圣主大殿的凤椅上，红唇上扬2条白花花的大长腿交织在一起，翘成2郎腿，玉足轻轻抬起，姿态颇为魅惑勾人。哎呀，一想到小羊羊就有些念念诗诗。温荣宇瓷白的贝齿咬着唇瓣，抬手便关闭了圣殿大门，玉指悄无声息地开始施展探秘之术。温荣宇，给我滚出来！就在这时，一个蕴含着愠怒的声音从弱水圣地之外传进来，悠扬回荡。弱水圣地上下全部惊动，诸多弟子长老纷纷骇然。凤羽生，你这个疯婆娘在发什么疯？温荣宇不爽的声音传出，他身形悄然出现在了外界，绝美雪夜挂着阴沉之色。你个骚浪蹄子，本座看你不爽！凤羽生容颜美如天仙，尊贵而又霸道，抬手便是无数星辰之景坠向温荣宇。哼，巧了，我也忍你这个自诩清高的泼妇很久了。温荣宇冷喝着，同样极快的出手。两人远离了弱水圣地，在一片空旷区域展开激烈的交锋。弱水圣地和吞星圣地同在南域1州之内，相隔并不算太远，虽互为邻居，但关系不怎么算好。只因2座圣地的掌教都是女子，彼此年轻的时候就在明争暗斗，你追我赶，谁也不服谁。砰砰砰，两人的交战非常激烈。弱水圣地内的其他圣人长老看得心惊肉跳，吞星圣主怎么突然来找我们圣主的麻烦？会不会是觉得咱们的圣子叶辰是天命之子陈阳假扮的，所以来讨说法？这是个理由，但咱们的圣子咋可能是那个陈阳？陈阳的体质又不擅长战斗，而且他之前都只是吞星圣地的候补圣子，可见实力一般，如此短的时间怎么可能变得这么强？手撕蛟龙太子，镇压长生慕容。确实又是慕容浩。丹烟妹妹，你看到了吗？这慕容浩今天算是栽了。我说的。宋玉捧着肚子大笑，望着上方劫云中的人影，他幸灾乐祸，高兴到了极点。纳兰丹烟神情古怪，没想到表哥慕容浩同时身怀木行和土行大道天宫，却偏偏陈阳也要挣这2道，所以这回慕容浩必定损失2道天宫，境界大跌。难道这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陈阳是我的天命之子。纳兰丹烟银牙咬着粉嫩柔唇，青眸中神采奕奕。当陈阳发现与他产生大道之争，土行大道天宫的人杰居然也是慕容浩之后，他的表情也相当诧异。陈阳的身形浮上虚空，望着劫云中那道面目扭曲、气息因天宫崩塌而紊乱的身影，目光玩味。劫云之中，慕容浩双目赤红，胸膛剧烈起伏，死死地盯着陈阳。木行天宫崩塌的反是他尚未压制，谁知道自己的土行天宫立马又被拉入了大道之争。又是他，怎么又是他？是你自己崩碎天宫，还是我动手？陈阳被负一只手，神态云淡风轻，出尘绝世。慕容浩神情终于不复往昔的平静和城府，变得狰狞怨恨。是你逼我的！慕容浩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低吼，周身气息陡然巨变，一股混乱、暴力、充满不祥的魔性力量再也压制不住，轰然爆发。原本清俊的面容上浮现出道道诡异的暗紫色魔纹，瞳孔深处仿佛有深渊漩涡在转动。他不再犹豫，也不再顾忌暴露底牌，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不惜一切撕碎眼前之人的天宫。魔灵参合关，他嘶声咆哮，
施展出了压箱底的不稳定意象。刹那间，虚空仿佛被拉入了古老的魔域战场，残破的参合关虚影在魔气中若隐若现。关隘之上，一道顶天立地的模糊魔影凝聚，它并非实体，却散发着屠戮众生、践踏规则的恐怖魔威。魔影与关隘合一，带着湮灭一切的绝望气息，朝着陈阳碾压而来。这意象一出，虽因其本源不稳而显得有些虚浮躁动，但那纯粹的魔之意境依旧让通过金榜观战的所有修士神魂战栗。魔气，好恐怖的魔气！慕容浩竟然是魔道体质，这是什么意象？从未见过，感觉比刚才那两个还要可怕。慕容渣男果然是魔头，弱水圣子小心！面对这足以让同代天骄绝望的魔威，陈阳虽有些意外，但仍旧从容。徒有其表，魔根不稳，也敢逞凶。他甚至没有动用另外两大意象，只是心念纯粹地催动了那座亘古不朽的仙宫。白玉京震，嗡！天上白玉京再次显现，依旧那般神圣巍峨，不容亵渎。仙宫只是静静悬浮，散发出的堂皇仙光便如同烈阳融雪。那汹涌而来的滔天魔气，那残破的关隘虚影，那顶天的恐怖魔影，在触及仙光的瞬间，便如同遇到了天生的克星，发出痴痴的哀鸣，剧烈的扭曲波动，继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溃散。绝对的位格压制，无敌的道运碾压。不，这不可能！我的意象分明也接近无敌意象。慕容浩目自欲裂，疯狂催动伪圣魔本源，试图稳住意象。然而他那半成品的体质根本无法完全驾驭这股力量，在白玉京无情的镇压下，魔灵参合关意象反噬自身，魔气倒灌，他猛地喷出数口乌黑的血液，气息如同泄气的皮球般急速萎靡。白玉京甚至未曾主动攻击，只是向前缓缓一倾。轰！慕容浩那本就因反噬而摇摇欲坠的土形最强天宫投影，在这无匹的仙宫威压下，连一瞬都未能支撑，遍布了木形天宫的后尘，轰然崩塌，化作漫天流光碎片，彻底消散。慕容浩发出一声痛苦到极致的闷哼，身影从劫云中消散，鲜血不断从口中溢出，眼神涣散，充满了绝望与难以置信。接连崩塌两座极品天宫，对他而言是前所未有的重创。不，我不甘。慕容浩那颗素来坚不可摧的道心上隐隐裂开几道裂痕。结束了？就这？我还以为这魔道意象有多厉害呢。不是意象不厉害，是弱水圣子的白玉京太变态了，完全不在一个层次。慕容浩，我今天出门一定没看黄历，一天崩两座极品天宫，这哥们怕是史上最惨大道之主了。活该，渣男加魔头，双重 debuff， 天道都看不过眼了。金榜弹幕瞬间被各种惨字和哈哈哈刷屏，充满了快活的气氛。陈阳收回目光，感受着土行大道再无阻碍，磅礴厚重的力量涌入四肢百骸。劫雷落下，洗礼淬炼着他愈发凝实的坤元厚德天宫。在无数修士都在观看着金榜直播，不断发出惊呼，不断发送弹幕时，西漠边缘，黄沙漫天，一个身着玄色道袍的身影脚踏虚空，周身缭绕着若有若无的吞噬魔气，仿佛连光线都无法逃脱其牵引。他面容俊美静妖，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眼神俯瞰万物，带着洞穿一切的从容。忽然，天地间响起清乐剑鸣，一道白色流光破空而至。来人身姿挺拔，一袭白衣纤尘不染，面容俊朗，眉宇间正气凛然，眸若星辰，澄澈而坚定。他剑指前方，声如金石：顾长歌，你祸乱苍生，吞噬生灵道基，天理难容，我必斩你，捍卫天道。前方那玄衣身影悠然回首，面对凌厉剑意，他眼中唯有戏谑。徐长卿，他声音带着慵懒的磁性，你之执着可敬，却更显天真。话音未落，煌煌剑罡已斩至面门。清俊无愁的玄衣之人却看也不看，随意抬手，掌心如同浮现一个微缩的黑洞，那凌厉剑气竟如泥牛入海，被轻易吞噬殆尽，只激起他袖袍微荡。看，他轻笑道，你连我的道身都无可奈何，谈何替天行道？还是回你的蜀山待着吧。玄衣身影在虚空中渐渐淡去，唯有那丝高高在上的嘲弄久久不散。徐长卿剑眉紧蹙，眼中锐光更盛，身化剑红，毫不迟疑地再次追去。不久后，东荒南域风云古城尽头的天门山入口外，一个悠悠之声轻响：荒古圣体，重阳仙体，再养肥点就能吞了。坤元厚德天宫已正，五行齐全，该准备五行合一了。天门山秘境中，陈阳目光悠悠，浑身上下焕发出一种盎然的神采，仿佛他就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但还别说，现在的金榜直播画面30个画面中还有他。许多修士都想知道他接下来还会不会正最强天宫，亦或者再和诸如蛟龙太子这样的顶级天骄大战。要是弱水圣子能和荒古圣体大战一场就好了，
两个叶晨对决，想想就很精彩。得了吧，荒古圣体是强，但在弱水圣子面前差太远了。这弱水圣子铁定就是10大天命之子中的某位，我敢打包票，他该不会是混沌体吧？宋兄，人渣兄，多谢护法。陈阳微微一笑，望向宋玉和人渣二人。接下来我需要带他们闭关修行一番，只能暂时分别。叶兄客气了，应该说谢谢的是我才对。宋玉满脸感慨，瞧了一眼青美出尘、宛如谪仙的妹妹纳兰丹嫣，叹气道：“我这个当哥哥的，没能力为丹嫣妹妹向那个人渣慕容浩报仇，反倒是叶兄做到了，我才要谢谢你。”人渣在一旁脸皮扯了扯，笑道：“宋兄，依我看你现在该管叶兄叫妹夫了。”宋玉怔了怔，下意识看向两人。纳兰丹嫣那无暇动人的绝色血液上爬起一抹羞红，悄悄地挽起了陈阳的手臂。宋兄随意就好。陈阳颔首一笑，哈哈，能得叶兄这样一位妖孽无双的妹夫，这是我宋玉的荣幸。宋玉大笑一声，既然这样，那我们也先告辞了。以妹夫的实力，足以忽悠丹嫣妹妹在这天门山周全。宋玉深深朝着陈阳抱了一拳，虽然他也对这位刚相认不久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十分不舍，还曾一见钟情，残留念想，但是他更知道，丹嫣妹妹能够遇到弱水圣子这样极为妖孽、人品也可靠的男子，才是真正的幸福。告辞。宋玉和人渣旋即离去。陈哥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做羞羞的事情了？姬莲心立马钻进陈阳的怀中，提前锁定一个位置。丹嫣姐姐，你也来。姬莲心把纳兰丹嫣拉过来，同样也挤在了陈阳的怀里。穆神韵，我俩呢？秦瑶。姬莲心吐了吐香嫩诱人的粉舌，委屈巴巴道：“陈哥哥，我们都才只有2-3道天宫，你也该帮我们突破一下了，不然我们的人设都没了。”纳兰丹嫣捂了捂脸，他好像听明白了什么，他不纯洁了。陈阳抬头仰望了一眼天穹，好似能够看到的金榜直播画面，他歪嘴一笑：“好啊，我这就给你们人设。弱水圣子好幸福啊，身边居然有4位绝色仙子，姬家的小公主，弱水的圣女，离火神教的木仙子，还有未婉谪仙的神仙女子。咦，弱水圣子怎么看不到了？”一条条弹幕刷过，只见陈阳和身边4个女子的画面瞬间消失，而那30个之一的金榜直播画面陷入了黑屏状态，只有一行正中间的文字：金榜直播不侵犯个人隐私，即将转播他人。东荒、中州、西漠、南疆、北原，天杀的！弱水圣子带着那4位仙子去做爱做的事情了。我好想看啊！求求金榜能不能现场直播一下啊？俺也一样。但显然金榜直播不可能如此，无数男修也只能哀叹。忽然兴起的他们，要么使用右手，要么好像只能使用右手了。毕竟现在连很多风月场所的女子都不招待修饰了天杀的陈阳，就是陈阳让我们永无女日，必须要把陈阳找到，狠狠出口恶气。俺也一样。金榜直播屏蔽陈阳的画面，自然是陈阳操作的。他现在作为弱水圣子，叶晨的这个身份已经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并且正要和4位道侣一起去修炼。这个时候，陈阳就可以用自己本来的身份和真容现身，别人就不会怀疑陈阳是弱水圣子。不过，一旦陈阳以自己的真容身份行走，那么姬莲心、穆神韵、秦瑶、纳兰丹嫣4女就不能再跟在他身边，甚至还需要隐藏起来，给外界一种弱水圣子和他的4个仙子道侣一直在修炼的假象。简单来说，就是制造弱水圣子这个身份的不在场证明。没多久，一座荒芜的山脉中，一个隐蔽的山洞内，丹嫣姐姐是第一次与陈阳哥哥探讨修炼。姬莲心笑吟吟说着：“那我们就先进入虚空境吧，等丹嫣姐姐累了，我们再一起探讨。”很快，3道倩影进入了空间宝物虚空境，徒留纳兰丹嫣和陈阳2人。陈阳望着纳兰丹嫣那张美的窒息、如仙如神的脸庞，莫名有些局促和尴尬。第二姑娘，我已经帮你向慕容浩报仇了。其实，陈大哥，丹嫣此生是你的人，来生也是。纳兰丹嫣离离秋眸决绝动人，扑倒了陈阳。丹嫣身怀无垢仙心，愿辅佐陈大哥登临帝位。干柴烈火，仙体与仙心就此结合。时间一晃而逝，他们就像是时间的恶魔，不断地吞噬着陈阳的每一次今夜的时光。陈阳与4位道侣此番闭关修行，耗时颇久，因为他知晓，往后在天门山秘境中，恐怕再难与他们相见，4女也需暂避锋芒，隐匿一段时间。故此，陈阳倾尽所能，务求在余下的时间里，以自身本源助他们夯实道基，铸就更多天功，令他们修为精进，无后顾之忧。多日之后，陈阳脸色白得吓人，就像是尸体长时间浸泡在水里。他扶着洞口一步步走出，尽管浑身发软，但一双眸子却格外的明亮，仿佛诸天星辰都被他纳入眼中。从现在开始，我陈阳归来，那些质疑我的、诋毁我的、嫉妒我的，
终究只能仰望我。很感慨，主角终于要以本我身份回归。姬连心、穆神韵、秦瑶、纳兰丹嫣4位女主要下线一段时间，天上白玉京、天地一青莲、银河落九天也要下线，所有与弱水圣子身份相关的都要暂时下线。主角很快将会合天宫，迎来第二无敌异象，真正的杀伐在后面，反派将出，第一场天命生死战。龙龙龙天门山秘境中的某处，陈阳早已撤去了遮天易容术，在他的操控下，金榜直播画面也暂时还没有直播到他雷声大作。可怕的黑云在天穹之上汇聚，令人感到压抑。那是什么劫雷？天宫之劫吗？为什么我感觉这么恐怖？是啊，那劫云黑的不正常，已经黑得发红，像是血云。就算是最强极品天宫的劫云，也不至于如此，该不会是什么其他雷劫吧？恐怖的天威弥漫，在陈阳所在区域四方的修士们看到那半黑半红的劫云，都情不自禁地感受到了一阵心悸。某个方向，一个身着蓝色华袍、身材挺拔的青年皱起了眉头。他是东海3大巨无霸之一九霄天阙的传人羽凡。逆天之劫是谁引来的？羽凡相当之惊讶，在东荒有人能达到这种程度吗？即便是他自问已经挣出6道极品天宫，也不敢引来这种雷劫。众所周知，天宫境的天宫数量是9为极限，自古以来皆是如此。但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乏极度耀眼、精彩绝艳的人物，他们尝试打破天宫境的极限，譬如正道10圆满天宫。传说中是有人成功过，但不知其名字，也没有留下具体的信息，后人难以确定真假，故而对于这一境界的修炼，也就只以9天宫为极限相传，无人提及打破极限，因为这是逆天之事，会遭到天谴。莫非是荒古圣体的诅咒之劫？羽凡思索了一下，感觉可能是荒古圣体在渡劫，也就只有这个可能了。各个方向，第一个被陈阳打崩一道火星天宫的太阳神王体江黎明，他遥遥望着那漆黑泛血的劫云，眼里也闪过一抹惊惧。谁在渡此逆天之劫？江黎明目光闪烁，忽地想到了那个弱水圣子不可能是他，他还不够。等我再挣出其他天宫，我必要斩杀那人，报我天宫崩塌之仇。他眼神暴戾怨毒。是叶晨在渡劫。一位绝色出尘的女子踩着水晶雕刻无比精致的高跟鞋，走在一片神秘的冰原上。她遥遥望见了那一大片黑红交织的劫云，目光惊动。她忽地看了看储物戒中颤动的玉佩，莲心这丫头又在换我了，她不是跟着那弱水圣子吗？女子暗暗摇头，心道自己这小妹太过年轻。那弱水圣子的确妖孽，可终究不是天命之子，一时辉煌岂能比得上天道认可的天命？选荒古圣体还是选陈阳？好难啊！他口中呢喃，思绪悠悠。某片燃烧着紫色烈焰的大湖中，江莲一眸子青了，凝望天际那片劫云，暗暗猜测：逆天之劫，天命之子引来的。某处洞府，身为天命之子的叶晨自己也很惊讶，因为那雷劫不是他引来的。与人渣分别后，又是独自一人行走的宋玉猜测到几道众阳仙体出事了。对于有多少人在关注自己的雷劫，陈阳不知道，也不在意，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近他的渡劫范围，除非想被天劫劈杀。坤元厚德天宫、勾芒长生天宫、上善若水天宫、黎明焚世天宫、太白斩道天宫，五行合一炼。陈阳修炼的混沌无极仙经运转，随着5座五行最强极品大道天宫浮现，它们之间不断旋绕，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力量。紧接着，以坤元厚德天宫为基，太白斩道天宫融入五行土生金，2座天宫缓缓地合而为一，上善若水天宫浮现，再度熔炼其中，五行金生水。随后是巨芒长生天宫，与前3道融在一起尚未成型的天宫相融，五行水生木。最后则是黎明焚世天宫，五行木生火。当黎明焚世天宫融入的刹那，5座天宫瞬间化作一团极致燃烧的五彩光芒，被混沌之气所包裹，五行火生土。这一刻，极致的五行缠绕在一起，相生相克，万物大道都在被扭曲，虚空在裂开，罡风在咆哮，各种古老恐怖的天地力量冒出。陈阳心如止水，他的每一座五行大道天宫都是最强极品天宫，由混沌无极仙经这门超地品功法引导，正在重铸诞生一座无与伦比的超级天宫。他的周身一抹灰白的鸿蒙之气悄然诞生，融合的五行中似有一轮巍然世界的雏形在诞生。这个世界比之混沌状态更加原始，名为鸿蒙。不久后，陈阳眸子忽然睁开，心神覆盖，身后的天宫正在凭他的心意极快雕刻铸就。五行为天地之根基，生于宇宙混沌之中，演天地万象，3000大道，虽不亘古长存，却可寻其根源。凡有界域，便运五行之象。我所证五行天宫，为大道天宫的终极形态。鸿蒙五行眼界天宫。轰！
鸿蒙五行眼界天宫铸成的那一刹，天穹上血黑色的天谴雷劫轰然落下。劈我！陈阳蓦地抬头，身形升起，矗立在逐渐凝实的鸿蒙五行眼界天宫之上。我为你培养女帝生灵，你劈我好意思？喷血黑色劫雷劈下，落在天宫虚影之上，虽有天罚毁灭之意，但对这座终极形态的天宫而言，更是一种淬炼。天宫没有丝毫的破损，反而愈发凝实微然，像是听到了陈阳的话，那血黑色劫云变得有些犹豫不定，混乱起来。轰隆！但劫雷中就是天道规则意志显化，既然出了就不能撤，否则天道的脸往哪里放？砰砰砰！一道道劫雷如倾盆大雨落下，对陈阳和他的天宫没有任何的威胁，反而成了淬炼的能量。天门山中，凡是望见这一度劫景象的修士，俱皆心神胆战。能度过这种劫雷的人，必定是绝世妖孽。别说度过了，引来就足够了得。究竟是谁在渡此劫？陈阳所在的这片空旷荒芜的渡劫区域附近，一片竹林幽隐处，一袭墨色寻常的女子亭亭玉立，宛如暗夜凝成的石质，将七双赛雪的肌肤映衬得愈发惊心动魄。裙摆之下，笔直玉腿的轮廓若隐若现，仙足仍踩着那流光溢彩的水晶高跟，于这片荒芜中平添一抹极致的奢华与妖异。她绝美的脸庞上黛眉斜飞入鬓，一双凤眸幽深如潭，眼尾微挑，天然勾勒出几分睥睨与冷煞。朱唇不点赤，此刻正紧抿着一道似笑非笑的弧度，既慵懒魅惑，又透着视万物为刍狗的漠然。周身隐隐缭绕着一股无形的魔气，与他那轻视姿容融合，非但不显矛盾，反而铸成一种令人心悸的独特气质，仿佛一朵淬毒的黑色曼陀罗，明知尽之即死，却仍引得人飞蛾扑火，甘愿沉沦，燃起最原始的征服欲。五道极品五行天宫合而为一，渡逆天之劫，打破天宫境规则。好一个化名弱水圣子的陈阳！以后谁要说极道重阳仙体不擅长战斗，我第一个拍死他。洛西眸子闪烁着星光，内心却享受着一股有些扭曲的幻想欲，而他所幻想的对象，正是他亲眼目睹的从弱水圣子叶晨面貌开始露出真容的天命之子陈阳。该开启我的直播画面了。劫雷还没结束，陈阳却是心想到，他要让外界那些正在观看金榜直播的人看见，他只有一道天宫，而众所周知弱水圣子有5道天宫。下一刻，外界30个分屏的金榜直播画面中出现了陈阳的身影，弹幕瞬间变化。卧槽卧槽卧槽，那是陈阳，天命之子陈阳出现了。他是刚进去天门山吗？现在才被金榜直播，真是陈阳啊！我去，他在渡劫，这是什么雷劫？血黑色的陈阳公子，我要给你生猴子！东荒、中州、西漠、南疆、北元5方大陆瞬间炸锅，无数女秀的目光瞬间直勾勾盯着金榜画面中的陈阳。不愧是天命之子，渡劫都能这么霸道帅气，好想和他一起做羞羞的事情。中州，某位正在飞船上飞行赶路的皇朝公主眼冒桃心，满脸痴迷。南疆，阿姆，那是陈阳老公哎！衣着精美古老、容颜清秀绝色的少女十分兴奋。快了，找到陈阳老公，我就给他喂一只爱情蛊，一只不够就2只。北元，妖族，公主，陈阳此子无误，必要掳至我妖族，否则未来人族将有女帝出世，届时便是我妖族大祸。许多妖族圣人纷纷谏言，盯着金榜画面的他们目光火热。完美无瑕、美绝尘寰的女子真手摇动，轻声道：“我会找到她的，不需要你们插手。”西漠，弥陀佛，既然烦心未了，那就去吧。有圣人高僧无奈地发出感叹，几道绝色产女身影划过天际，终于得离禅院。东荒大陆更是一片沸腾，快去天门山外堵着，绝不能让陈阳这个天命之子跑了。陈阳是我东荒的天命之子，当为东荒共有，其他大陆想也别想。无数道统闻风而动，大能王者身影不绝，朝着南域风云古城的方向掠去。还在交手的凤羽生和温荣宇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同时凝望着金榜直播。杨儿为什么选择现身了？温荣宇内心喃喃，美眸中闪过一抹忧色。他尝过陈阳，知道那种美妙的修行对天下女修而言是多么大的诱惑。如果一些心术不正的强大女修抓到陈阳，对陈阳来说绝对是天大的危机。凤羽生也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因为在他看来，陈阳是吞星圣地的圣子，是他的圣子，不容许别人侵犯。他忽然悄无声息地瞥向温荣宇，察觉到温荣宇的神色充满了担忧。那不是一种素未谋面，只是贪图的担忧，而是蕴含着柔情、关心、忧虑、紧张、思考等等复杂的情绪。这一微妙细节让凤羽生肯定了陈阳100%就是化名叶晨之后成为了弱水圣子，否则温荣宇绝不会露出这样的神情。可恶，我的陈阳被温荣宇这个骚浪蹄子玷污了。凤羽生内心有些抓狂，
他和温荣宇彼此不服，争斗了那么多年，没想到却是温荣宇先吃到了陈阳。但凤羽生并未表现出来，他同样不希望陈阳遇到危险，那样对他没有好处，也不是他想看到的。莫非陈阳是在布局，故意自爆来撇清他并非弱水圣子？凤羽生想明白后，神色顿时变得复杂愧疚起来。多好的一个弟子啊！陈阳能为弱水圣地着想，那么肯定也能为吞星圣的着想。当初他离开吞星圣地的时候，肯定也是如此。陈阳，我一定要把你找回来。温荣宇那骚蹄子能干的，我也能；他不能的，我还能。当血黑色劫雷逐渐消散，陈阳的鸿蒙五行眼界天宫巍然肃穆，镌刻着无数神秘的道纹，仿佛蕴藏天地大道的真谛奥秘。鸿蒙一色的天宫，仔细看又有万千色彩缭绕，好似代表一切的原始，万物的最初。外界无数人看呆了，这是什么天宫？为什么隔着屏幕我都有一种想要膜拜的感觉？陈阳身为天命之子，他挣出来的天宫肯定非同凡响。他只有一座天宫，不过想想也正常，毕竟不久前他还只是那吞星圣地的一个候选圣子。北原大陆某一荒僻阴暗的空间，他是陈阳，那你是谁？一身女装却满脸皱纹，嗓音比太监还要尖锐刺耳的丑陋老者怒视已经被糟蹋的不成样子的灵狐幡。操！这人是个男的，他不是陈阳。旁边一道怒吼传来，是个满脸冰冷如霜的邪修大佬。这片空间中多个身影伫立，俱皆邪气暴戾，魔气森然，他们全都转修成了女身，秘术高明，除了模样不好之外，其他的和正常女子没什么差别。而他们这些天都在享用这个极道众阳仙体，可现在却告诉他们，这他妈是个冒牌货。灵狐幡喉咙中发出呜呜的声音，他已经被这些恶魔邪修的手段弄成了哑巴，连神智都被摧毁控制了许多。如果不是他身怀大地传承，有着一道核心庇护神魂之物，现在已经成了白痴。天门山秘境中，陈阳已然渡劫成功，天宫虚影消失，他身形稳稳落在地，眸子淡漠，散发着孤傲的幽光。既然他现在是陈阳，不再是弱水圣子，那么一些表现形象也要变得不同，以免让人联想，甚至他还要塑造一个与弱水圣子截然相反的形象。第一座终极形态大道天宫已正，接下来定，恭喜宿主正到终极天宫，已感知到附近签到地点，生死棋局，请前往生死棋局签到。陈阳目光闪烁，身形消失在原地。一路上，陈阳身形如电，掠过一片荒芜的戈壁后，眼前豁然开朗，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古老遗迹横亘在前。断壁残垣无声矗立，风化的石柱直指昏沉天际，依稀能辨昔日殿宇的宏伟轮廓。空气中弥漫着苍凉与死寂，唯有风穿过石隙的呜咽，如泣如诉。陈阳已经感受到在这片残破古迹中的许多气息，毫无疑问，这里已经被大量修士所发现探索。他浑然不在意，大摇大摆地走近。师兄，你看他是不是天命之子陈阳？某个修士揉了揉眼睛，以为看花了。陈阳？哪儿呢哪儿呢？我去，真是陈阳，吞星圣的落选圣子的陈阳。刹那间，成百上千的视线投来，充满了震惊。不同于荒古圣体，天命之子陈阳那可是能令整个天下都震动的人物。陈阳对周遭目光视若无睹，步伐不停。许多人想跟上他，却是一个眨眼就丢失了他的身影，茫然无措。不久后，一片废墟石林中，一道曼妙的黑色身影踉跄跌出，裙摆摇曳，踩着水晶高跟的玉足跺了跺，懊恼道：哪儿去了？然而当他转身的刹那，一个孤傲颀长的身影站在他背后，冰冷淡漠的声音清晰地回荡在死寂的废墟间：你一个魔教妖女跟踪我做什么？陈阳。洛西娇躯一颤，绝美的脸上出现猝不及防的惊愕，显然没想到自己居然被发现了。望着陈阳那对冰冷深邃的眸子，洛西的内心莫名有一种舒爽和享受。脑海中再次浮现当时风云古城外自己被陈阳掐着脖子的情景，那冷酷至极的眼神，霸道无匹的身影。你既然都说了我是妖女，我自然是要抓你来当我的炉鼎。洛西美眸闪烁，注意到陈阳的气质变得和当时化身弱水圣子时很不同，但他是亲眼看到了陈阳从弱水圣子叶晨的面貌变回真容，所以心下猜测陈阳是打算塑造两个形象。他绝美血液上升起一抹强势和傲然，挑衅地盯着陈阳。极道众阳仙体，沦为我的炉鼎，助我成帝，这是你的荣幸。对方这样的表现让陈阳内心冷笑，忘记了风云古城外吗？还我的荣幸，就你这点实力还不够我一只手打的。滚！想抓我当炉鼎你还没这个资格。陈阳面容漠然的冷喝一声，接着转身急速掠走。喂，等等！洛西朱唇紧咬，干脆直接施展异象，日月倒旋天，加持着速度追了上去。残破苍凉的废墟之中，洛西追着陈阳，
二人一前一后，如同两抹长虹，吸引了周遭众多修士的注意。什么情况？我没眼花吧？魔教妖女在追杀天命之子陈阳，陈阳难道打不过这魔教妖女吗？有可能，陈阳的确是天命之子不假，但他现在的实力未必有魔教妖女强。不只是这附近的修士惊讶，外界的金榜直播，各种弹幕纷纷刷屏。陈阳跑什么啊？干！他堂堂天命之子，难道还打不过一个女子？我觉得陈阳如果只有一座天宫的话，恐怕不是那个魔教洛熙的对手。这洛熙乃是4道极品天宫，身怀异象，战力不凡。放你妈狗屁！荒古圣体1道天宫都敢硬汉金翅大鹏，陈阳为什么不能？我看他就是怂。许多强者却不以为然，他们倒是觉得陈阳或许并不想和那个洛熙交手，因为就从齐渡劫时的恐怖劫云和正道出来的天宫来看，其实力绝对不弱。东荒、南域、日月魔教，太好了，圣女找到陈阳了。只要把陈阳抓住，我日月魔教在这个时代一定可以多出一尊女帝。但这也是个麻烦啊，如今金榜直播，倘若圣女真抓到了陈阳，怕是也带不回我们日月魔教。所有资质合格的女帝子女长老都做好准备，该修复的修复，该分手的分手，万人俱备，只欠陈阳。日月魔教的修士惊喜异常，激动万分的同时又相当紧张忐忑。他们死死盯着金榜直播画面，生怕错过关键，可没多久他们就傻眼了。陈阳，你就是个胆小鬼，有本事你停下与我一战。洛熙虽然跟上了陈阳，但始终不如陈阳速度快，只能掉在后面。陈阳不予回应，他现在要去签到生死棋局，哪有功夫陪这个魔教妖女呢？连太阳神王体江黎明、长生慕容家的慕容浩那样的人物都被陈阳打崩天宫，区区一个魔教妖女算什么？两人的追逐惊呆废墟古遗迹中的修士，有不少人也情不自禁地追着，虽然追不上，但多少能听到点情况，没准对方自己停下来了呢。陈阳，你就是个懦夫，孬种！洛熙银牙紧咬，眼看仍旧抓不到陈阳，不由得眸子闪烁奇异光彩，选择直接激怒陈阳。你算什么护妻狂魔？像你这样懦夫，以后你的道侣就算被别人抢。他的话说着还没说完，一股无比冰冷强势，令人机遇窒息的威压气息扑面而来。你说什么？陈阳目光冷得彻骨，如万年冰窟。他背后升起一座呈现灰白之色，却又好似万千霞光缠绕的神秘天宫，无数璀璨原始的古老道纹镌刻其上。这座天宫一出，陈阳便仿佛至高的神奇，威严强横至极。怎么怒了？洛熙抱着白嫩纤细的藕臂在胸前，挤压的那对傲人之物若隐若现，他唇角讥讽，眼神刻意嘲讽。堂堂天命之子被逼得隐姓埋名，改头换面，像个阴沟里的老鼠一样不敢出来。你这个天命之子啧啧，怕是也只有那体质有点用处了吧？哼，你和那些关在马圈里的种马有什么区别？反正不都是让人……话音未落，一股令人灵魂战栗的凶戾气息陡然自陈阳体内爆发，他眸中闪过一丝混乱的血色。这些日子下来，隐藏身份和自我的压抑，在此刻洛熙触及底线的羞辱下，如同火星溅入油海，瞬间点燃了他心底的暴力。你在找死！陈阳的声音低沉沙哑，仿佛来自九幽。他不再压制，鸿蒙五行眼界天宫轰然运转，周身灰蒙道纹流转，身影如鬼魅般瞬间跨越空间，出现在洛熙面前。洛熙瞳孔骤缩，还未来得及反应，一只蕴含恐怖力量的手已如铁钳般扼住他雪白的玉颈，将他狠狠灌向地面。轰！烟尘碎石四溅，洛熙被死死按在冰冷的废墟地面上，黑裙凌乱，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他绝美的脸上非但没有恐惧，反因窒息而泛起妖异的潮红，那双媚眼却闪烁着兴奋与征服的光芒。哼，陈阳，即便呼吸艰难，他仍从喉间挤出断续的讥笑，这就怒了。你的弱点太明显了。陈阳眼底血色更浓，俯身逼近，几乎贴着他的面颊，冰冷的气息拂过他敏感的耳垂。激怒我是你最愚蠢的决定，是吗？洛熙艰难地喘息着，眼神却愈发迷离挑衅。那你证明给我看啊，让我看看所谓的天命之子除了逃跑还会什么。他的话语如同最后的导火索，彻底引燃了陈阳心底深处压抑的愤懑，周身煞气汹涌而出，宛若实质的黑色火焰缠绕升腾，将他映衬得如同降世魔神。那就如你所愿。低沉冰冷的声音响起，陈阳擒着洛熙瞬间消失，几个呼吸后出现在了一片残破的殿宇中。呲啦一声，包裹着洛熙绝妙仙躯的墨色裙长倏然撕裂，大片白雪瞬间裸露出来。当五方大陆的修士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金榜画面，都看得起劲，无数人都在无比兴奋地期待着陈阳回击那个满脸挑衅、疯狂在死亡边缘游走的魔教妖女。无数男修舔着嘴角，目光火热，甚至准备好了纸巾。
无数女修摩拳擦掌，对洛熙恨得咬牙切齿。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在洛熙的衣裙被陈阳撕裂之前的那一瞬间，看清楚了，是之前的一瞬间，这样的画面不可能让别人看到。金榜直播恰到好处的切换，金榜直播不侵犯个人隐私，即将转播他人。全世界死寂了一瞬间，下一秒钟弹幕炸开，靠，又他妈黑屏了，就差一点就看到了啊！为什么？凭什么这么精彩的画面不直播出来？我扑啊！这金榜直播是故意的吧？故意在这个时候黑屏，早不切晚不切，偏偏现在，楼上一群死猥琐男闭嘴吧！就你们也配看？就是那洛熙再怎么样也是东荒的天之娇女，你们这群屌丝还没资格！枪！残破大殿中响起了兵戈激烈碰撞的声响，这场厮杀异常的惨烈。魔教妖女洛熙早已被打得衣不蔽体，裙长褴褛，身上青一块红一块，但陈阳却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陈阳，洛熙迷离妹眼中挂着深深的迷恋和异样的兴奋，却依旧虚弱而挑衅。你不行，我不会被你征服的。洛熙瓷白如玉的牙齿咬着陈阳的肩膀，充满诱惑和倔强的声音持续。你只是我的炉鼎，你征服不了我，我让你挑衅我，让你这妖女嚣张。陈阳面上煞气升腾，怒火燃烧，疯狂施展一门先前在太阿洞天参悟的神通五落青烟掌。可恶的妖女，你看好了！这一刻，洛熙瞳孔狠狠缩成一点，一股极致的痛楚贯穿了他的身体。他宝石般的瞳眸泛起泪光，却是依旧咬牙坚持。我才不会屈服！大殿被设下了禁制，陈阳的鸿蒙五行眼界天宫虚影也将这片区域笼罩，任何神念视线都探不进来。此时，外面追赶过来打算吃瓜看好戏的人群全都呆滞住了。咕咚，听着残破殿宇内传出的激烈打斗声，他们一阵口干舌燥，忍不住吞咽口水。有人已经情不自禁地昂首挺胸，好凶残！光是听这声音，就可以想象魔教妖女遭到了怎样的凌辱摧残。陈阳身为天命之子，也太残忍了吧！他怎么能对洛熙仙子这样？快走！不知道谁把消息传了出去，魔子云峰要来了。金榜直播虽然不展示陈阳和洛熙的激烈大战，但是依旧挂着残破殿宇外面的画面。咋连声音也没有啊？看个寂寞！快看，那个日月魔教的魔子云峰来了，他是来救洛熙的。这个云峰之前就是5极品天宫，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突破。嘿嘿，云峰和陈阳必有一战，让我看看究竟谁是无能的圣子。最为兴奋的莫属东荒修士，毕竟这是他们东荒的风云榜直播。天门山中，云峰不仅得知了天命之子陈阳现身的消息，更听到了洛熙单独去抓陈阳，反被陈阳镇压，现在很可能经受着惨无人道的羞辱和蹂躏的传闻。这让他浑身寒意直冒，怒火滔天，感觉莫名有一顶绿油油的帽子戴在了头上。虽然他和洛熙不是道侣，他的心思主要在武道上，而且洛熙在日月魔教也有背景，不需要与他结为道侣。可洛熙虽然不是他的，他却不能够容忍洛熙被别人占有。如果是洛熙抓住那个陈阳当做炉鼎也就罢了，那么那个陈阳无非就是奴仆，人形机缘大要。可现在是洛熙被陈阳镇压，妥妥的抓人不成反背。该死！云峰急冲而去，身形划过大片的废墟古迹区域，引起了众多修士侧目。是魔子云峰，云峰去救洛熙了，他肯定要和陈阳大战。走，去看好戏。枪！残破大殿内，兵戈交锋不断，洛熙吐血不止，眸子迷离而又虚弱疲惫。陈阳，我就是不服！他唇齿虚弱地说着，一双莲藕玉臂却紧紧地环着陈阳的脖子，不肯松手，仿佛与陈阳死磕到底。还不服？陈阳怒火上冲，这妖女还真是嘴硬，都已经被自己打成这副凄惨模样了，居然还不缴械投降。忽然，一个震怒的声音从外面远处传了进来：陈阳，给我滚出来，放开洛熙！此刻，残破大殿之外，一道裹挟着滔天魔气的身影如陨星般轰然坠地，将地面都砸出蛛网般的裂痕。来人正是日月魔教魔子云峰，他面容扭曲，双目赤红，死死盯着那被混沌气息与天宫虚影封锁的殿宇，里面隐约传出的声响如同最恶毒的诅咒，疯狂灼烧着他的理智。你敢欺辱我魔教圣女，我必将你碎尸万段，抽魂炼魄！云峰的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嘶哑，他周身5座极品天宫轰然浮现，魔气汹涌，气势攀升至巅峰。就在他咆哮着欲要强行轰开禁制之时，殿宇大门中一道身影缓步而出。陈阳赤裸着上半身，遮住身躯的衣袍略显凌乱，发丝微散，但周身却弥漫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凶戾与煞气，眸中血色未退，宛若刚刚饱饮鲜血的魔神。肉眼清晰可见的是，他的脖子上残留着诸多吻痕，
看起来香艳而又淫靡。陈阳，我与你不死不休！看到陈阳脖子上的那些痕迹，云峰眼瞳充血，极致的怒火席卷全身。聒噪！陈阳蓦然吐出一词，甚至未曾正眼看云峰。他抬手，终极形态的鸿蒙五行眼界天宫只是微微一震，一道灰蒙道光便如无形巨掌般拍出云峰瞳孔骤缩，只觉周身空间瞬间凝固。他引以为傲的五座天宫在这股力量面前竟如纸糊般脆弱，魔气寸寸崩灭。不，怎么会？他嘶吼着爆发全部力量，一道狰狞的魔影异象冲天而起，日月重瞳射出毁天灭地的光束。然而噗，鸿蒙道光压下，魔影哀嚎破碎，日月崩塌。云峰如遭太古神山撞击，胸膛肉眼可见的凹陷下去，口中鲜血狂喷，整个人如同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重重砸进远处的断壁残垣之中，烟尘弥漫，再无声息。翻掌之间，镇压魔子。这一刻，残破遗迹四周所有人以及外界通过金榜直播观看的所有修士，全都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我看到了什么？一招，仅仅一招，五座极品天宫的魔子云峰被秒了。这他妈是极道重阳仙体该有的战力。谁说重阳仙体不擅长战斗啊？卧槽，仙体战力竟恐怖如斯。原来他之前不是怕洛西，是根本懒得理会。这才是天命之子的真正实力吗？哥哥好样的！谁说我家陈阳哥哥不行？废墟之中，衣袍染血的云峰浑身骨骼尽碎，躺在瓦砾中，眼中充满了无尽的屈辱、怨恨与难以置信的绝望。怎么会？他艰难地蠕动嘴唇，鲜血不断涌出。我不甘！陈阳立于废墟之上，煞气缭绕，目光冷冷扫过云峰所在，如同睥睨蝼蚁。洛西从此之后就是我陈阳的镜鸾，贴身炉鼎。至于你，不配。这冰冷如磨的声音让云峰绝望惊怒至极。话落，陈阳抬头遥望天穹，眸子中闪烁着近乎入魔的扭曲光芒，仿佛无形之中与外界正在看金榜直播的无数修士直视吐出了冰冷暴力的话语。所有正在看金榜直播的仙子都听好了，谁若再敢视我为炉鼎，洛西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外界瞬间炸锅。当看到陈阳如此摧枯拉朽的镇压魔子云峰，东荒的日月魔教上下都呆住了。所有的东荒道统乃至五方大陆整个世界的无数修士都呆若木鸡，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过陈阳的实力会这么的恐怖。不是都说极道重阳仙体不是为战而生，不擅长战斗的吗？怎么能够如此强绝霸道？前有一道天宫硬汉金翅大鹏的荒古圣体，后有手撕蛟龙太子打崩长生家慕容浩两座天宫的弱水圣子，现在居然就连这个一向被认为战力平平的极道重阳仙体，居然也这般的令人骇然。咕咚！在这一刻，全世界的吞咽口水声不约而同响起。但接下来更令人疯狂的是，陈阳最后那道仿佛在与他们对视的目光，以及那句如同威胁般的话语。所有正在看金榜直播的仙子都听好了，谁若再敢视我为炉鼎，洛西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金榜画面中，只见陈阳说完之后，转身就再次走进了那残破的大殿，而后金榜再度提示金榜直播不侵犯个人隐私，即将转播他人。世界沉寂一瞬，各种疯狂的惊呼响起，清一色的女修弹幕刷屏。听到了，听到了，我们也要洛西这样的下场。陈阳公子，我来找你了，请务必给我像洛西这样的下场，拜托了。陈阳，我要抓你当炉鼎，快来镇压我吧，羞辱我吧，我受不了了。陈阳哥哥，人家也好想和洛西一样拥有这样的下场呢。嘿嘿，本来就很喜欢陈阳，现在更喜欢了。中州大陆上诸多不朽道统势力中，一个个风姿绰约、身材曼妙的绝美仙子，眸子晶亮，闪烁着星芒异彩。懂了，一定要抓陈阳当炉鼎，这样才能够被陈阳狠狠的教训。对，而且还要不断的挑衅激怒陈阳，只有这样才能够产生暴击。加快攻速，还要感谢这个洛西啊，如果不是他，我们都还不知道该怎么对待陈阳呢。嗨嗨，楼上这些道友，人家陈阳说的是仙子，你们是仙子吗？楼上闭上你的狗嘴，没人把你当哑巴。我们怎么不是仙子了？我们都是冰清玉洁的绝世仙子。是不是仙子关你什么事啊？恶臭猥琐男，我看你是不是嫉妒陈阳公子啊？还是照照镜子吧。呸！有男修发了句弹幕评论，立马就被一波女修弹幕大军喷得体无完肤，当场道心破碎。无数男修看到这样的画风，也是识趣的选择了闭嘴，不敢与那些疯了似的女子争辩。东荒大陆，杨儿好霸道，温荣宇那一汪春水荡漾的离眸波光粼粼，已经无比迫切的希望再一次与陈阳师徒相会。可是，一想到现在有大量的老辈修士围堵在天门山秘境外，他就感觉事情有些棘手。杨儿到时候该如何出来呢？温荣宇峨眉微蹙，心下陷入了沉思。早已与温荣宇停止交手的凤羽生也在思考，
现在已经不是他能不能找得回陈阳的问题了，而是现在的东荒有着大量的大能王者级修士堵在了天门山入口外，而且这还是各方圣人都在压制、互相制衡的局面，否则会更加混乱。首要之急是等天门山秘境结束之后，如何带陈阳安全离开。天门山神秘的古遗迹残垣废墟区域之中，那座残破的殿宇，妖女服了吗？陈阳宛若魔神般霸气凛然的身影出现，居高临下的俯瞰着浑身斑痕累累、肌肤因受伤而变得嫣红、魅惑勾人却又冷傲，令人不禁生出狠狠征服欲的洛熙。我不服。洛熙眸子银亮，他刚才在殿中也看到陈阳翻掌镇压云峰的一幕，可他不但不愤怒，反而无比的崇拜、兴奋，这样霸绝无匹、强势无双的男子才是他洛熙心中的白马王子。不服？哼，那你这个妖女从今以后便是我陈阳的镜、鸾和炉鼎。陈阳蹲下身来，大手捏住了洛熙那雪白细腻如同刀削的下巴，目光霸道而又暴力。你迟早会服的。当看到那座残破殿宇再一次开始剧烈震动颤抖起来，云峰的眼瞳死死地缩成一点，整个人愤怒绝望到吐血。噗！他的道心发出凄惨的哀嚎，接着直接晕死了过去。有日月魔教的其他弟子也来到了这边，赶忙把云峰抬走，免得被人趁乱刀了。天命之子，天道钦点，果然诚不欺我。是啊，哪怕再弱的天命之子，也不是一般天骄可以比得上的。这个魔教云峰够厉害了吧？5座极品天宫，但是在只有1道天宫的陈阳面前，还是不够看。荒古圣体叶晨也是只有1道天宫就击败了金翅大鹏少主金霄。看来天命之子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越级挑战。人群议论着，也渐渐散去。他们都被陈阳强势无匹、近乎入魔的姿态吓到了，而且这家伙可比弱水圣子、荒古圣体要凶残暴力多了。虽然他们总称洛熙为魔教妖女，但实际上日月魔教是正儿八经的不朽道统，洛熙则是日月魔教的圣女，和其他圣地的仙子是一样的身份地位。可就是这样的一位仙子，居然被陈阳给强行玷污了，不乏为此心痛之人，但却无可奈何。这里的消息风波以极快的速度传扬出去，在天门山内各个区域、各大堡的扩散。毕竟身为极道众阳仙体，能够引起天下大乱的陈阳现身，这可是大消息。而且今天的这些见闻值得吹嘘。什么？魔教妖女洛熙被陈阳狠狠征服蹂躏？在一处神秘峡谷中，参悟传承的吞心圣女雨雪竟收到了关系要好的师妹的传讯，目光狠狠一颤。日月魔教魔子云峰被陈阳绝对碾压，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洛熙被陈阳糟蹋。为什么会这样？雨雪竟美眸睁大，情不自禁晃动脑袋。那洛熙凭什么？什么叫糟蹋？陈阳能够看上他，那是他的荣幸。雨雪竟柔唇紧咬，已经不想继续在这里参悟下去了，他的道心已经波动。陈阳居然对外声称洛熙从今以后是他的镜、鸾、炉鼎，可恶！那妖女到底凭什么？陈阳，当初是我的错，请你也一定要给我和洛熙一样的下场，我愿意当你的炉鼎。雨雪竟咬着唇瓣，就此起身离去。某一处方向，叶晨，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渣男！残阳如血，为荒凉的沙漠镀上了一层凄艳的暖光。就在这光影交错处，一道袅娜身影悄然独立，仿佛极尽了天地间所有的灵秀与妩媚。暮色中，女子青丝如瀑，仅以一只玉簪轻挽，几缕发丝拂过她凝脂般的雪肤，但青霓裳勾勒出曼妙曲线，眉心的那点朱砂红痣更为她平添几分妖异与高贵。她眼波流转，清澈与魅惑奇异交融，正是青湖公主秦仙儿。叶晨，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喜欢我？此刻秦仙儿那双足已令众生颠倒的媚眼中盛满了失落与倔强。天生媚骨，艳冠东荒，她却从不以此惑人，行事敢爱敢恨。可偏偏她炽热的情意换来的只有那人决绝离去的背影。我一介散修，无门无派，没有背景，配不上身为青湖一族公主的你。叶晨没有回头，他轻叹一声，言语中充满了太多的无奈。他在东荒得罪的势力不少，那些势力可不会轻易放过他。他两袖清风，如何能与秦仙儿结为连理？叶晨，我可以等你。秦仙儿咬牙说道。一阵微风拂过，带来他身上淡淡的如空谷幽兰般的馨香。人比花娇，我见犹怜。叶晨顿住了脚步，声音冷漠坚定了许多。我这一生大概都会是独自一人。秦姑娘的确很好，但我也并没有喜欢你。我们做朋友可以，无论以后你遇到什么样的麻烦，我都会竭尽全力的帮你，但其他的……他摇了摇头，没有继续说下去，抬脚继续前行，身形很快就消失在了这片沙漠的尽头。看着叶晨模糊消散的背影，秦仙儿那双让人情不自禁沉沦的妩媚眼眸中滴滴晶莹，泪光闪烁。他背齿轻咬着嫣红的下唇，呢喃自语：你不喜欢我，那我就去喜欢别人了，到时候就算你跪着求我，我也不搭理你。青湖一族的公主总归是高傲的，
为了喜欢的人，他可以和诸多妖族天骄为敌，只是如果这份热烈的爱意换不来温柔，也只能随风消散。不久后，得知了关于陈阳以及魔教妖女洛希事迹传闻的秦仙儿微微惊愕，不是说他是护妻狂魔吗？我就这样子去找他，会不会被揍啊？天命之子陈阳到底是个渣男？走出神秘紫色火海的江涟依悠悠一叹，那双如雪莲干净的眸子却是亮起了绝世光彩。欺负了洛希之后，却又声称洛希是他的痉挛，这不正是警告别人不要打洛希的主意吗？虽是渣男，却也渣得光明正大。洛希有福了，想必陈阳会护他一生一世。江涟依踌躇在原地，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去哪儿。听到那样的传闻，内心有些混乱和复杂，脑海中过往的一道道画面浮现。她是江家公主，却有一个太阳神王之体的义弟，偏偏那义弟对她还有那种想法。我也想被他欺负一下，看看他会不会护我一世。江涟依咬着唇瓣轻语，弱水圣子哪有陈阳相怜心，还是太年轻了，沉迷于儿女情长，不懂得大道之途。姬婵月听到陈阳欺负洛希，碾压魔子云峰的传闻后，不但不觉得陈阳作风邪恶，反而更觉得其霸道凛然，这样的人才配得上他。至于荒古圣体，太过优柔寡断，而且圣体存在诅咒，就算是天命之子能够走下去，却也势必艰难。一番斟酌后，姬婵月下定了决心。神秘的残垣废墟遗迹中，陈阳，你要带我去哪儿？洛希身子瘫软地躺在陈阳怀中，魅惑眸子虚弱迷离。他一只纤细的玉臂搭在陈阳的肩膀上，红唇悄悄弯起一抹得逞的弧度。你现在是我的女人，我去哪儿，你跟着就是，用不着你过问。陈阳淡淡地扫了他一眼，瞥了一眼他隆起的雪白丹田，忍不住讥讽：没那个本事就不要逞强。洛希伸手揉了揉自己的丹田，想到在殿宇中那疯狂而激烈的大战，他的不断挑衅，陈阳的暴怒攻伐，一抹羞涩美艳的晚霞在他绝美冷傲的脸颊上升起。哦，你这么霸道做什么？我臣服你就是了。洛希抿了抿唇角，感觉体内无数的重阳能量已经在自动炼化，滋养着他的身体和修为境界。咦，洛希忽然发现自己体内多出了2道极品天功，直接从4道极品天功变成了6道。可是他连天宫之劫都没有渡啊！难道想到这里，洛希眸子欣喜，闪烁着异样的神采，再度勾住了陈阳的脖子，红唇吻向了陈阳的嘴唇。你干什么？陈阳正在带着洛希赶路，此时忽然皱眉，不悦地盯着变得不安分起来的洛希。吻你？陈阳，这妖女简直放肆！速度逐渐加快，陈阳也不管洛希对他的肆无忌惮。终于视野的尽头出现了一片开阔平坦的山崖，观星崖、陨星剑、生死棋局，星罗列震翼天机，黑白纵横结征息，一子落定阴阳逆，方寸之间见玄微。观星圣王所传，观星象道生死，天机难测。在观星崖对面，生死棋局横亘天堑，整座山崖为盘，沟壑为线，黑白巨子散发磅礴道运，演化诸天生灭。棋局与山崖间，陨星剑深不见底，罡风嘶吼，如世人巨渊。剑上虚空，一座宽阔的黝黑石台静静悬浮，道纹隐现，成为跨越天堑执掌棋局的唯一落足之处。踏足者于此执子问生死。终于到了，陈阳目光闪烁，暗暗松了一口气。不过要去到对面的生死棋局才算是正式的签到，在两地之间，除了那座宽阔的岩石浮台之外，是深不见底的黑渊峡谷。陈阳抬手朝前拍出一掌，陨星剑上方有着恐怖的重力，直接将他这一掌消磨得无影无踪。一时间，陈阳眼睛一眯，倘若不暴露天上白玉京意象的话，只凭借鸿蒙五行眼界天宫，不知道能不能过得去。我知道你是弱水圣子，这里没别人，你可以用你的意象。忽然，正在亲吻陈阳脖子的洛希眨了眨迷离魅惑的眸子，嗓音纤柔妩媚地道：你什么时候知道的？陈阳皱眉盯住他的眼眸，我都看见你从弱水圣子的容貌变回了真容。洛希委屈巴巴说着，你该不会又要教训欺负我吧？我丹田暂时还装不了。好了，闭嘴！陈阳冷声怒斥，瞪了他一眼。这妖女尽坏我名声。好在金榜直播之前就已经切掉了陈阳的画面，毕竟陈阳要前往生死棋局签到，自然不能让外界的人关注，否则万一自己暴露什么蛛丝马迹，又被联想到，那就白费心思弄这么一出了。天上白玉京。此刻陈阳没有犹豫，既然都被洛希知道了，那就没关系了。白玉京意象一出，恢宏神秘的仙阙缓缓升起，陈阳抱着洛希飞掠向对面的生死棋局和观星崖中间的那块岩石浮台上。这片巨大的深不见底的陨星剑深渊上空的沉重压力被白玉京给扛住，陈阳带着洛希稳稳地落在了浮台上。此地乃是执棋洛子问生死之位，已经算是进入了生死棋局。定，恭喜宿主解锁签到地点。生死棋局，生死棋局。
蕴含生死之大奥秘玄机，古往今来无人堪破。一子落定逆生死，活人可见阎王，死人可揽重霄，藏生命大道之本源，本身即为唯一极品道种。是否签到？是。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生死棋局大礼包。奖励1：涅槃变，重阳仙体专属，死而复生，重阳涅槃，天地所命格，涅槃夺造化，大道复此间。此为夺天地造化涅槃众生之法，众阳仙体为天地造地，当有补偿。死而涅槃之后，可觉醒仙体专属第2无敌异象。奖励2：天道金晶，众阳仙体专属，需由众阳血进行激活，可识破一切变化。逆乱阴阳夺舍之人，女身男魂者，根骨魂魄为阳者，皆无所遁形。这一次的签到奖励仅有2件，但陈阳的内心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涅槃变，这是我的专属天赋，我居然还能觉醒第2无敌异象。陈阳暗自咂舌不已。要知道，他仅仅是获得异象天上白玉晶就已经横推无敌了，打崩江黎明的天宫，镇压蛟龙太子，连续2次击溃长生加慕容浩，全都依仗天上白玉晶这一无敌异象。可现在他居然还能获得第2无敌异象。等等，死亡涅槃不能是我自杀，只有在真正的生死之境中才能触发。陈阳目光一闪，在混沌无极仙经上找到了一座终极天宫的正道融合方式。这道天宫赫然就是融合了生与死。五行是衍生天地万象的基础，但想要一个世界正常运转，不能少生死，一个死寂的世界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需要生死有交替才是轮回。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遇到真正强大危险的人物。陈阳暗暗揣摩，但是对他来说能称得上危险的，怕是只有天命榜上除了荒古圣体之外的其他人了吧。不死真神体，吞噬魔体，现在肯定有人盯上了我，或许都不用我去找，别人就会找上门来。陈阳眯了眯眼睛，你待在这里，我去炼化那块生死棋局。陈阳对洛西说道。不要。洛西紧紧抓着陈阳的肩膀，剔透如玉的贝齿咬着嫣红唇瓣，我又不会打扰你，我一个人害怕。陈阳气笑了，你一个魔教妖女，现在都拥有6道极品天宫了，怕个锤子。啪！陈阳大手忽然拍下，洛西却仿佛受了什么刺激，一双魅惑眸子变得风情万种，春水荡漾起来。陈阳，抱抱，爱爱。陈阳服了，干脆直接带着洛西一跃而起，白玉晶展现，扛住陨星剑上巨大的重力，接着稳稳地落入了那片生死棋局当中。刹那间，四周景象瞬间变化，棋盘山黑棋白棋对峙，犹如两军交战，而白棋已经山穷水尽，四面楚歌。陈阳和洛西一进来，直接就落在了白棋一方。在绝境中寻求一线生机，勘破生之奥秘，才能掌控这里吗？陈阳喃喃低语，对洛西道：报警了。下一秒钟，陈阳全力爆发，各种手段尽出，以绝强攻势在这片大军中厮杀。终于6座天宫了。若水圣子叶辰，这个仇我吕毛记住了。天门山某一幽深的峡谷中，吕毛脸色阴沉如墨。早在雾隐山脉的时候，他就栽在了陈阳的手中。重伤之下的他，还是靠着保命手段才得以逃走，否则早就成了陈阳的人皇翻座上宾。而之后，吕毛进入天门山寻找机缘，费尽心思之下，终于夺到了一枚极品道种，挣出了第6道天宫，他唯一的一个极品天宫。其他的天宫都是中品和上品。至此，他也知晓自己恐怕再也无法挣到新的天宫了。他的天宫数量已经来到了6座，再往上挣的话，所面临的大道压制力会极为恐怖。何况他还挣了一座极品天宫，哪怕下一道天宫他挣下品，也多半会崩塌。不久后，吕毛召集合欢宗的弟子，开始在天门山内搜寻猎物。合欢，自然需要找女修才能更快的提升修为。只要女修炉鼎够多，难道他合欢宗还怕提升不了实力吗？现在许多进入天门山的修士，资质普通的修士证出了4到5座天宫，基本上也就到头了。再往上一来找不到大道之种，二来正道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已经不乏正道出5座天宫的修士尝试挣第6天宫，却是在大道压制之下，连天宫之劫都没引来，就直接崩塌。因而这些修士已经放弃继续挣天宫，转而寻求其他机缘来为后面的境界积累。某片山脉中，噗！你们这群邪修！一个南域古老大教的弟子满脸惊惧，一抹寒芒掠过，他瞬间失手2处。身穿灰色衣袍的青年走来，抬手放在那死去修士的身上，一个灰色如星辰的漩涡浮现。眨眼间，那死去之人被吞噬成了一具干尸，一丝一毫的生命精华都不剩。人只有死后才会变成星辰，回归天地。我星宿山素来以星辰之力为修炼核心，堂堂正正，光明正大，谁敢说我们是邪修？丁真冷嘲一声，背后闪过5道极品天宫虚影。作为东荒西部的不朽大教圣子，他的野心非常大，凭借吸星魔晶，他未必不能与那些身怀强大体质的妖孽争锋。
圣子发现了一波吞星圣地的弟子，一个弟子跑过来传讯：吞星圣地。丁真舔了舔嘴唇，神情戏谑低语：姐姐，我倒要看看那个连天命之子都看不上的吞星圣女有多么高贵，给我破！生死棋局中，陈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顶着天上白玉金意象直接横推，种种神通秘法在这里直接使用，除了洛熙之外无人可窥见。属于白棋一方的他，愣是在这四面楚歌的绝境包围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真正的一线生机。而这一刻，拨得云开见月明，那少数的白棋如一支尖利的刀刃，在黑旗大军中贯穿而入，直取敌军心脏。咔嚓，眼前压抑荒凉的战场，黑压压的大军，血色的杀戮与煞气，顷刻间烟消云散。天光大亮，清辉破晓，一块四四方方萦绕着黑白气流，却是城门已开，生机已出的棋盘悬浮在身前。我要炼化这块棋盘，正到天宫。你先到一边去。陈阳一丝不苟地盯着洛熙道：再不听话，别怪我教训你。嗷！洛熙咬着嫣红下唇，乖乖地从陈阳身上下来。随即陈阳盘膝而坐，当即开始炼化这块蕴含生机大道本源的唯一极品道种生死棋。他的背后浮现巍峨浩渺的鸿蒙五行眼界天宫，似有无数道运流转，神光萦绕，助他加快炼化速度。但没多久，陈阳就发觉了不对劲，怎么有个软软的东西坐在自己腿上了？抬眸一望，只见洛熙并拢肤若凝脂的绝美大长腿，那高挑婀娜的柔软娇躯落入他怀中，好似与他一起进入了修炼状态。陈阳，我现在是观音哦，你不可以欺负我。洛熙勾魂夺魄的魅惑声音回荡在耳边，让陈阳心神狠狠一荡。妖女，妖女啊！在一心二用之下，陈阳还是将生死棋盘彻底炼化。翁那生死棋盘化作一道最为精纯、蕴含着无限生机的青白色气流，猛地没入他的眉心，刹那间，陈阳周身绽放出无尽光华，其背后那巍峨的鸿蒙五行眼界天宫旁，虚空剧烈震荡，仿佛有一轮清阳自无尽黑暗中冉冉升起，以无可阻挡之势破晓而出，照亮永恒。无尽的生命精气如潮汐般奔涌，最终凝聚成一座神圣而充满希望的天宫虚影——青阳破晓天宫成。这天宫所镌刻道纹，似有万物复苏、春回大地，更有一道锐利无比的意志，象征着于绝境中展出的那一线生机，永恒不灭。轰隆！天宫铸成的刹那，苍穹上便响起了劫雷轰鸣之声。陈阳自己正道天宫是需要渡劫的，但如果是姬连星、穆神韵他们，包括洛熙，通过自己的极道众阳仙体铸造出了新的天宫的话，那就不用渡劫，天道直接认可。因为陈阳的这门体制诞生本就是天道所认可，甚至是推动。这门体制的译本就是给天地创造女帝生灵，那么天道自然也不会为难他们，直接一路通行。我要渡劫了，你这回还待在我身上试试？陈阳玩味地盯着洛熙春水动人的美眸。那我先出去吧。洛熙红着脸，却十分骄傲得意，自己已经抓住了陈阳的心啊！轰隆隆，劫雷落下，洗涤着陈阳所铸就的这座生机之道的最强极品天宫，不过并没有产生人劫，因为他就是最强，无人与他大道之争。一刻钟过后，陈阳身形落地，他身材挺拔颀长，面如刀削，眉若刀裁，并非那种阴柔之貌，而是一种极为耐看的俊逸面容。随着大道天宫的诞生，他的气质也愈发深邃出尘。刚站稳洛熙就扑了过来，火热地亲吻着他的嘴唇。陈阳推开他，无奈道：你体内的能量都炼化了吗？没炼化还不赶紧，总黏着我做什么？我就黏着你，有本事你就揍我！洛熙眸子直勾勾盯着陈阳，红唇妖艳欲滴。你是天命之子，我就是一个魔教妖女，我肯定要黏着你，免得你跑了。而且是谁说我是他的痉挛？谁说我是他的贴身炉顶的？堂堂极道众阳仙体，总不能出尔反尔吧？陈阳拦腰抱起他婀娜柔软的躯体，恶狠狠怒斥：早晚有一天把你倒烂！真的？洛熙眸子晶亮，变得格外兴奋。就在陈阳带着洛熙离开了观星崖，准备再弄出点战绩，好让那些隐藏的危险人物盯上他时，天门山秘境的西边区域，一位女子正独立于一片浑浊沼泽中的唯一青石之上。她身着一袭素白长裙，裙摆如云朵般轻盈，在这处处弥漫着阴湿瘴气的环境中，竟不染半分尘埃。身姿窈窕，容颜清丽绝伦，五官精致的宛如天地精心雕琢的艺术品，眉眼间自带一股疏离于世的圣洁。尤其那裸露在外的些许肌肤，白皙胜雪，细腻的仿佛泛着柔和光晕。圣女师姐，原来您在此处。一名合欢宗弟子驾驭着遁光落下，脸上堆着恭敬笑容，眼底却闪过一抹淫欲。圣子师兄传讯，于东边发现了一处古老遗迹，尚未被人探索，或有极品道种，想邀您前去联手闯荡。不必，滚！戚婉婉眸光清冷，无动于衷，只是淡淡吐出几个字。一抹缥缈森然的寒意掠过，
那弟子猛然浑身发颤，赶忙应声逃离。然而待那弟子离去，戚婉婉眸子微微闪烁，整个人化作一道纯净的白色流光，毫不犹豫地朝着与对方相反的方向疾驰而去，速度惊人，毫不拖泥带水。与此同时，某座山谷和欢宗临时据点，吕毛听着手下弟子传来的汇报，脸色瞬间阴沉如水。这臭女人还挺警觉。他低声咒骂，眼中充斥着阴邪暴力，还有一抹凶残，想脱离和欢宗去找陈阳。真以为你是什么高贵的仙子？等老子找到你，让你跪在地上给老子求饶。圣子师兄，那我们现在……一名弟子小心翼翼地问道。吕毛深吸一口气，压下对戚婉婉的怒火，阴冷的目光投向另一个方向。戚婉婉跑不了多远，先把正事办了。听说新宿山正在对付吞星圣地，我们也正好分一杯羹。他舔了舔嘴唇，脸上露出贪婪而淫邪的笑容。吞星圣地的女子个个元阴充沛，乃是上好的炉鼎，尤其是那个叫于雪静的圣女。姐姐，想必那天命之子陈阳在吞星圣地的时候也曾多次憧憬于雪静吧？说不定其实内心就是爱慕痴迷对方，只不过没被选中，再加上体质曝光，就离开了吞星圣地。如果我抓了于雪静，算不算报复了她？如果不是她，戚婉婉那女人又怎么可能与我分道扬镳？姐姐，既然她做初一，那就别怪我做15。一声令下，合欢宗众人如同嗅到血腥味的豺狼，开始悄无声息地搜寻抓捕吞星圣地的女弟子。圣女师姐，新宿山的人来了。树影阴翳的山脉之中，一群吞星圣地的女弟子满脸仓皇狼狈，不少人身上都挂着血迹。在这里躲藏疗伤的女子身姿窈窕，着一袭月白流仙裙，只是那原本不染尘埃的裙摆沾染了点点泥泞与暗红。她青丝如瀑，仅以一根素玉簪松松挽救，几缕发丝被汗水与雾气如湿贴在光洁的额角与白皙的脸颊旁，非但不显凌乱，反倒更添了几分惊心动魄的脆弱之美。你们先走，我来断后。于雪静眸子冰冷而坚韧，淡淡吐出一句话。之前他已经遭遇了新宿山修士的围攻，受到了些伤势，在此疗养，但没想到对方居然追过来的这么快。可是圣女有弟子迟疑。走。于雪静神情冷漠，却依旧高傲，她容颜依旧完美的令人窒息，眉如远山寒带，眸似秋水横波，只是那秋水之中往日俯瞰众生的清冷，此刻沉淀为一种更深沉更坚韧的冰寒。琼鼻挺翘，那丰润的唇瓣却抿成一条苍白的直线，透着一股不容摧折的执拗。一众弟子只得快速撤离，而于雪静手中浮现一柄散发寒光的湛蓝色利刃，早已布置在这里的阵法被他悄无声息地开启。10个呼吸时间不到，星宿山弟子追来，领头之人便是一身灰袍的圣子丁真。你就是吞星圣女？当看到于雪静容颜的那一刹，丁真也忍不住惊艳了一下，随之升起的便是一股野兽般的征服欲。这样一个冰冷高傲的仙子，倘若不好好的驯服调教一番，怎么对得起对方这样出尘的姿色呢？姐姐，等在这里束手就擒吗？那就乖乖沦为我的女奴吧。丁真舔着嘴唇，抬手抓出一个灰色星辰漩涡，在他掌心浮现，背后5座极品天宫虚影升腾而起。这一刻，于雪静挥剑斩出，亦有4道极品天宫的力量加持。如今的他已经可以比拟当时在风云古城外的洛曦。隐藏在4周的阵法瞬间开启，阵法攻击同样绽放而出，化作巨大的囚牢，将新宿山这些修士全部困于其中。砰砰砰，惨叫声四起，伴随着于雪静的剑气，不少的新宿山弟子当场重伤，乃至被斩杀。有点意思，不愧是吞星圣女，难怪当初看不上那个陈阳。丁真毫不在意手下的死去，他身前浮现巨大的灰色星辰漩涡，眼神淫邪发亮。闭上你的狗嘴！于雪静冷冷厉斥，杀机凛冽。还轮不到你对我和陈阳指手画脚。对于当初没有选择陈阳，于雪静自然是万般后悔的，是他选错了，这错他认。他心中虽有万般委屈，自天命榜曝光后，圣地内外对他有着诸多非议，旁人或怜悯或嘲讽的目光，他也独自承受。但错便是错了，他明白亦不曾辩解。他知道接下来他会用尽一切努力的再次找到陈阳，不管对方原不原谅他，他都会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他坚信这一次他不会再选错。仍旧痴心妄想，觉得你还能和陈阳走到一起吗？姐姐，可惜即将变成我支炉鼎的你，没机会了。丁真狞笑着，下一刹那，四周虚空陡然扭曲，一片阴森邪异的星域骤然展开，无数惨绿与暗红色的邪星在其中沉浮，宛如一张巨大而污秽的蛛网，散发出吞噬生灵精气的诅咒星芒。粘稠的邪异星辉弥漫，连光线都仿佛被其侵蚀吸收，整个区域瞬间化作一片令人窒息的绝灵之地。新宿山标志意象，万星式灵域，一层层阵法光幕在这邪异星域的侵蚀下，如同被亿万无形虫蚁啃噬，瞬间破灭。
于雪静瞳孔狠狠一缩，那张无瑕绝美的容颜上升起一抹凝重，她眸光一凝，周身气势陡然攀升至极致。金黄星河渡。但听这一刹那，似有一道嘹亮的凤鸣响彻天际。只见于雪静身后虚空震荡，同样有一片浩瀚无垠的璀璨星河奔涌而出，星辉如炼，光华万丈。在那星河中央，一只神俊非凡的金色凤凰昂首长鸣，其羽翼华丽，每一根翎羽都仿佛由纯粹的星光与道纹凝聚而成，舒展之间洒落无尽辉光，神圣而高贵。金黄振翅，引动整条星河随之奔流，化作一道横贯天地的神圣洪流，悍然冲向那片万星式领域。圣洁星辉与邪异星芒激烈碰撞，侵蚀发出令人牙酸的嗤嗤声响，仿佛光明在与污秽搏斗。你居然也有异象！丁真十分震撼，没想到一个衰弱的吞星圣地的圣女竟能修出这等不俗的顶级异象，但即便如此，你也只有俯首称臣一条路。于雪静通过金榜下发的奖励获得了金黄星河渡这一异象，早已修成。然而丁真拥有5极品天宫，修为比深厚，他终究还是不敌。那无数邪星如同活物不断蚕食，污染着星河与金黄的光辉。金黄身影则逐渐暗淡，发出哀鸣。这一瞬，于雪静借着异象碰撞产生的巨大能量乱流为掩护，果断散开异象，同时引爆所有的阵法，身形化作一道细微的星芒，瞬间远遁消失。他不为击退这些人，只要拖延牵扯一段时间，让那些吞星弟子能逃走就足以了。砰！连环阵法炸开的巨大杀伤力让许多星宿山弟子当场领了盒饭。圣子丁真脸庞狰狞扭曲，衣袍破败地走出。我丁真盯上的猎物，逃到天涯海角也跑不掉。噗！于雪静喷出一口鲜血，身形踉跄着落地，嫣红血迹染在洁白的衣裙上，尤为刺目。他气息略显萎靡，显然阵法爆炸也还是让他受到了不少的反噬。沙沙一阵树叶骚动声响起，于雪静立即打起了警惕，却见一道素白长裙如同雪莲般干净圣洁的女子身影出现。戚婉婉破空而来，在看到于雪静这样一位绝色惊艳的美女之后，也十分诧异。你是吞星圣女？戚婉婉疑问了一句，接着不等于雪静回答便道：快逃吧，合欢宗的人追来了。于雪静美眸一凝，果然察觉到了有大量合欢宗弟子的气息靠近，其中还有一道尤为强大的，当是那合欢宗圣子吕毛。不由得于雪静也跟着戚婉婉的身形一同逃掠。你不应该是合欢宗圣女吗？你也逃？察觉到戚婉婉的功法气息，于雪静有些迟疑。没错，但我叛出了合欢宗。戚婉婉面不改色，清冷低语：为了陈阳，我必须如此。听闻此言，于雪静立即肃然起敬，这是一位同道中人，他也要为了找到陈阳，努力变得更强，努力活得更好，然后找到他，向他说对不起，要用尽一切去弥补夺回陈阳的心。想往哪逃？这边吕毛带着合欢宗弟子不断紧逼，一路上都撒下了毒物，但凡目标经过都极可能中毒。辽阔青葱的山脉中，于雪静和戚婉婉二人现在算是同病相怜，均是在被追杀，而且于雪静更惨，星宿山丁真和合欢宗吕毛都把他列为目标。七师妹，你自己逃也就罢了，居然还连累这位于仙子。姐姐，吕毛已经追了上来，看到那一前一后疾驰宛如惊鸿的2道窈窕身影，目中邪光大放。前方于雪静面覆寒霜，月白裙袂翻飞，纵然略显狼狈，其清冷绝尘之姿未减分毫，每一次折转都带着一种决绝的韵律。后方戚婉婉素裙纯净，宛如着饰青莲，身法灵动飘逸，看似不疾不徐，却总能恰到好处地避开合欢宗弟子撒下的粉色毒杖。两人均未回应，冰冷如霜。哼，2个自诩清高的贱人，我让你们逃！被无视的吕毛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只见他双手连连拍出，一道道蕴含着靡靡之音的粉色掌印呼啸而出，化作交缠苟合的龙凤，划破长空，锁定了二女。颠倒乾坤，星陨。于雪静骤然回身，眸若寒星，玉手引诀。刹那间，点点璀璨星光自他指尖迸发，初始如萤，旋即膨胀为一道道拖着光尾的陨星，带着凄冷的杀意，铺天盖地砸向追兵。星光过处，毒雾溃散，合欢宗弟子纷纷骇然避退。与此同时，戚婉婉素手轻扬，唇齿间青音吐露，尽是青莲。一朵巨大无朋、晶莹剔透的青莲虚影在他脚下绽放，莲瓣舒展，圣洁的光辉席卷四方。那光芒并不炽烈，却带着一股净化万物的道韵。吕毛那扰人心神的粉色交缠龙凤须影触及青光，竟如冰雪消融般纷纷瓦解。2位绝色仙子，一者如冰河倾泻，攻势凌厉；一者如莲台阵势，手欲净化。不过这么一来，二女的速度也被拖慢，吕毛已经追了上来。他周身6座天宫瞬间臣服，虽数量占优，但除了1座天宫是极品外，其余皆为中品和上品天宫。给我留下吧！
吕毛面目扭曲，双掌齐出，一座胭脂洋溢的红楼虚影顿时从天而降，好似有无数的痴男怨女在其中缠绵，无数淫迷谐音瞬间无孔不入的扩散，更有男女怨恨之力化作黑气森森的鬼爪。不好，那是合欢红楼。戚婉婉面色惊变，这一刻两人俱皆感受到了一股庞大的压力袭来，不得不停下应对，还要抵抗那消弭神智的淫邪意志。先擒下这个吞心圣女，都给我上！谁立功，老子让他开荤！吕毛欺身而上，看出于雪静身上带有伤势，气息略有起伏，乃是更好突破的目标。一声令下，大量合欢宗弟子悍不畏死地涌上，各种污秽法宝与秘术光芒乱闪，硬生生以人数优势扛着两女的攻击冲向了于雪静死。于雪静眸光一冷，毫不犹豫转身便走，剑光开路，抽身狂逃。吕毛见状，立刻舍了戚婉婉，身化流光急追而去。戚婉婉击杀拖住自己的数人后，眼见于雪静被吕毛带人追杀，青眸中闪过一丝担忧。稍作思索，他身形一晃，并未远遁，反而收敛气息，如一道无痕青烟，悄然坠在了合欢宗修士队伍之后。另一边，金黄星河渡，异象展开，凤鸣响彻山脉。于雪静仿佛与赤金色燃烧着流星炎火的神皇融为一体，极为美艳尊贵。极致速度加成的他破空消失，在山脉中急速狂掠，身影悄然模糊。合欢宗修士与他的距离被拉得越来越远。操！人呢？追逐一段时间后，吕毛惊怒至极，他居然让那个吞心圣女甩开了。暴怒万分的他正欲发泄，身后的合欢宗弟子却是一个个瞠目结舌。圣子师兄陈阳来了！只见东面的林间空地上，一对男女正悠然前行。男子一袭白衣，面容俊逸，眼神平静，却深不见底。他身侧一位黑裙女子妖娆绝世，眼波流转间勾魂夺魄，正慵懒地倚着他，不是洛曦又是谁？这下有好戏看了啧啧。区区只有一座极品外加5座中上品天宫的合欢宗圣子，居然敢追杀吞心圣女，不怕陈阳踩死他？人家日月魔教的云峰都被陈阳打成了无能的魔子，这合欢宗真是在找死。陈阳终于再次露面了，魔教妖女果然已经沦为了他的炉鼎，真是令人羡慕啊！这妖女确实美极。咦，我怎么感觉陈阳身上酷冒着黑气呢？外界金榜直播的弹幕在平息一段时间后，当陈阳再次出现在直播画面中时，也再度狂刷起来。而现在高居人气榜第一的，赫然就是陈阳。我靠，陈阳好猛，直接虐杀的吗？陈阳要干什么？那是合欢宗圣女，他怎么没逃走？这不是给陈阳送菜吗？卧槽！陈阳兽性大发，陈阳入魔了！东荒、西漠、南疆、北原、中州的无数男修瞪大眼睛，狂咽口水，有人怒斥，有人义愤填膺。好想像合欢宗圣女戚婉婉那样啊！陈阳公子什么时候能对我兽性大发啊？陈阳哥哥，我在北原，你能不能来北原入学啊？这合欢宗圣女，她凭什么？小女子不服！就在陈阳和洛曦走来，恰好迎面撞上了合欢宗一行人之际，陈阳淡漠漆黑的眸子落在了吕毛身上。察觉到此地残留有吞心圣地弟子的气息，显然是这些合欢宗修士正在追杀吞心圣地之人。陈阳瞬间杀心大起，一抹冰冷彻骨的寒意骤然降临。你是天命之子，陈阳！吕毛心头猛地一悸，仿佛被太古凶兽盯上。他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陈阳，虽然才刚听说一些关于陈阳大战魔子云峰的消息，但他并不怎么相信，一个不擅长战斗的众阳仙体怎么可能有那种实力？要是有那样的实力，当初在吞心圣地怎么没被于雪静看上？上次让你逃了，这次神仙也救不了你。陈阳字句冰冷凌厉，之前还没进入天门山在雾隐山脉的时候，这个吕毛居然就在打秦瑶和穆神韵的主意，当时自己出手了，但让对方逃了。而此刻再遇到这个人有死无生。轰！鸿蒙五行眼界天宫和生机之道的青阳破晓天宫降临虚空，陈阳全出霸裂，漫天星辰随他葬灭。28星宿颠倒乾坤，星陨。如今他回归本我，坦坦荡荡施展吞心圣地的传世神通，哪怕不是吞心圣子，谁又敢说半个不字？圣主凤羽生，他敢吗？什么？噗！吕毛下意识想要出招抵挡，可是那片恐怖星陨神通降临的速度太快、太猛、太霸道，只一瞬间他犹如炮弹般被轰飞出去，一身骨头七零八碎，吐血不止。直到现在他都是一头雾水，自己是第一次遇到对方啊，哪来的上次？都给我死！陈阳双眸已彻底化为深渊般的漆黑，周身翻涌出一阵阵的戾气与魔物，宛如从九幽踏出的魔神。他甚至未曾多看重伤倒地的吕毛一眼，身形如鬼魅般撞入合欢宗弟子群中。噗嗤！啊！没有华丽的招式，只有最原始、最暴力的杀戮。
他徒手撕裂合欢宗修士的护体灵光，捏碎头颅，扯断四肢，所过之处血肉横飞，残肢断臂如雨落下，凄厉的惨叫此起彼伏，顷刻间便将这片灵地化作了血腥炼狱。不过瞬息之间，随吕毛而来的合欢宗弟子已尽数伏诛，无一生还。陈阳缓缓转身，漆黑如墨的眸子不带丝毫情感，锁定了瘫软如泥、惊恐欲绝的吕毛。不，陈阳，放我一马，放我一马！吕毛肝胆俱裂，挣扎着想要求饶。你这种渣子也敢觊觎吞星圣女？陈阳神态冷漠如磨，杀意凛冽如万年冰窟中的寒风吹过。我都没被他看上，你算什么？无视吕毛的求饶，陈阳只是抬脚冷漠地踏下，砰！如同踩碎一颗腐烂的果子，吕毛的头颅连同其内神魂在这一脚下彻底爆开，形神俱灭。做完这一切，陈阳眸子微微猩红，似乎是浸染在血气和杀戮中所致。他视线忽地瞥向某处，看了这么久，出来吧。阴影中，戚婉婉娇躯轻轻一颤，她背齿轻咬，悄然浮现出身形。一边的洛熙都没发现，居然有人躲藏在暗中，不禁讶然。当陈阳目光落在戚婉婉那清丽绝俗、不染尘埃的容颜上时，眼底的猩红与漆黑似都凝滞了一瞬，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惊艳。随即，他嘴角勾起一抹混杂着戾气与邪魅的笑意。合欢宗给予我吞星圣地圣女，那我作为吞星圣地之人，报复回来不算过分吧？陈阳声音低哑，带着一种被逼至疯狂的倦怠与偏执。这天下女子，是不是都觉得我陈阳是那行走的机缘，何该被你们争来抢去？他抬眸，仿佛能穿透虚空，看到那无处不在的金榜直播画面。外界无数正在观看金榜直播的女修目光狠狠一颤。陈阳公子，小女子戚婉婉身如雪莲，不染凡尘淤泥，那疏离俗世、不容侵犯的圣洁气质已经勾起陈阳内心躁动的火焰。不待他话音说完，陈阳周身气息晃荡，身影如鬼魅般消失在原地，下一瞬已出现在戚婉婉面前。不容他有任何反应，一股霸道无匹的威压轰然降临，如同无形枷锁，瞬间禁锢了他周身灵力与行动。戚婉婉青眸中闪过一丝惊愕，却连指尖都难以动弹，可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尽欣喜。以后来一个，老子狠狠蹂躏一个。陈阳粗暴地揽住他纤细的腰肢，将他整个人禁锢在怀中，对着苍穹，也像是对着所有观看直播的外界修士，留下一个冰冷而邪气的眼神。说罢，他不再停留，携着戚婉婉与洛熙一同化作遁光，消失在天际。金榜直播不侵犯个人隐私，即将转播他人。画面瞬间黑屏，只有一行冰冷的白色大字。五方大陆的修士在沉寂一瞬间之后，陡然变得沸腾起来。陈阳怕是入魔了，如此行径，绝对是魔头。魔头，可恶！又一位圣洁如白莲的绝色仙子要落入魔头陈阳手中。多好的仙子啊！虽是合欢宗圣女，却出淤泥而不染，冰清玉洁，洁身自爱。这样的仙子陈阳，他也忍心下手。陈阳这是被逼疯了，都怪那些该死的女人抛夫弃子，断崖式分手，丧尽天良。是他们把陈阳逼疯。一个个男修怒吼，义愤填膺，每个人胸膛中充斥着嫉妒和怒火。中州大陆，曾经那位被无数女修爱慕、容颜俊逸翩翩的白月剑圣岳庭冉已是满头白发，形容枯槁。目睹金榜直播的他，恨得咬牙切齿，声音夹杂着滔天恨意。这陈阳就是个禽兽、败类、魔头，我与他不共戴天！咆哮声回荡天地。住嘴！陈阳公子也是你一个小小上位剑圣能诋毁的？一抹冰冷血红从天边降临，那是一柄极致杀戮的深红飞剑，来如闪电疾飞，势如血海滔天。清月声线如冰玉交击，却淬着刺骨的杀意。当声音落下，深红飞剑化作一道撕裂天穹的血芒，若血皇击天，直斩而下，当场贯穿了岳庭冉这位足有上位圣人境界，也曾名噪一时的白月剑圣的胸膛。噗！刺目的鲜血染在了两鬓斑白的岳庭冉不染纤尘的白袍上，他瞳孔狠狠一缩，生机极快的流逝，目光是那样不可思议。朱颜血剑，我们无冤无仇。凄寒剑光扑上开来，映照出女子惊世容颜，眉眼锋利如刻，青丝飞扬间，仅是惊鸿一瞥的侧影，已是风华绝代。名号朱颜血剑的女子本只是途经此地，却听闻有人竟敢如此诋毁陈阳，便毫不犹豫祭出杀剑。那位白月剑圣的视线被无尽的黑暗淹没，他也许到死都不会明白，自己居然会因为一时发泄，就将性命葬送在了一个路过的绝强女圣人手中。女子稍作停顿，抬眸望了金榜直播一眼，身形便再度朝东荒方向掠去。如果再不制止，陈阳定会成魔头。为所欲为！楼上的奉劝你们少管闲事，都给我闭嘴！陈阳公子本来就是这样的，敢爱敢恨，快意恩仇，亦正亦魔，难道不对吗？我巴不得他这样呢。谁敢对我陈阳弟弟不怀好意，我斩他九族！姐妹们，不如我们成立一个护阳联盟，
一起保卫陈阳公子平安。看着那些毫不掩饰其居心的弹幕，5片大陆的男修要绝望了，逐渐破防。道友们，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们知道现在50万灵石能去几次春风楼吗？一次，只有一次，整整50万啊！而且还只让碰手，连嘴都不能碰。道友们，有人正在酒馆中进行激情演讲，但是还没讲完，就被各个方向的女修打出的攻击淹没。死的不能再死！咚咚咚！某处山洞中，2道人影拳掌交锋不断，飞石四溅，光影缭乱，草木摧折。合欢宗这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白莲圣女已经招式尽出，可哪怕用尽了全力，却还是在陈阳强悍猛烈的攻势下连连受挫。那袭素白圣洁的长裙早已多处破损，沾染着斑驳鲜艳的血迹，如同雪地中凋零的残梅，凄艳夺目。戚婉婉原本梳理整齐的青丝早已散乱，几缕沾着汗水和泪珠的秀发粘在光洁的额角与苍白如纸的脸颊旁，更衬得那双清澈眼眸如同受惊的麋鹿，渲然欲泣，我见犹怜。陈阳公子孤婉婉没有撸恶意，他喘息着，声音带着破碎的颤音，试图解释：没有恶意，你们这些女人都妄想抓我为人形大药，可曾想过会有这一天？然而陈阳眼神冰冷，戾气未消，根本不容他多言。他凶猛如野兽欺身而上，大手如铁钳般探出，一招五罗青烟掌早已修炼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没有花里胡哨的神通道法，只有最纯粹的肉身气力和技巧。公子欺人太甚。戚婉婉咬牙，婀娜腰肢猛地一拧，那堪称完美吹弹可破的白嫩长腿如剪刀般左右同时横扫而出，带起凌厉风声，直取陈阳首级。这一腿迅捷而狠辣，尽显其不俗的近战功底。只可惜他的战法在陈阳眼里满是破绽。陈阳双手化掌，瞬间钳住他微红的膝盖，将他死死压制在地。戚婉婉那张凄美绝伦的容颜瞬间浮现痛苦之色，黛眉难忍疼痛而微蹙，豆大的轻盈泪珠从美眸中流落。认错否？陈阳目光霸道睥睨。婉婉没错，婉婉从未图谋公子，只是想和公子携手长生。戚婉婉青眸微红，哭声凄楚柔弱。如此嘴硬，那我就教训到你认错为止。陈阳百战不殆，一身重阳血沸腾咆哮，再度杀入。洛熙守在山洞外，听着里面惨烈的战斗动静，秋眸波光粼粼，却也不敢打扰，毕竟他可是领教过了陈阳的恐怖战力。合欢圣女，希望你能坚持得久一点。洛熙玉指微抬，悄然施展窥探之术，观摩洞内激战。合欢宗进入天门山的弟子几乎全部被灭，只有少数没有跟上大部队的漏网之鱼活了下来。当他们根据蛛丝马迹探查出自家圣子和众多师兄弟被天命之子陈阳斩杀后，顿时就感觉天塌了。陈阳杀我合欢宗圣子，此仇不死不休。别嚎了，你们再不跑就等死吧。不知道陈阳是吞星圣地的弟子吗？敢狩猎吞星圣女，简直是自寻死路。旁人得知后却是冷眼以待，就连日月魔教魔子云峰，属于东荒上游行列的顶尖天骄，都被陈阳打得道心有损，成了无能的魔子。区合欢宗这种三流货色又算什么？消息疯传，继陈阳镇压魔子云峰后，又灭了合欢宗。如此凶残雷霆的手段，让许多天骄都为之震颤。吞星圣地众多女弟子在听到这样的传闻后，则是惊喜交加。陈阳师兄是在帮我们吗？陈阳师兄人太好了，他才是我们吞星圣地真正的圣子。等这次回去就联名请愿，让圣主撤了那个潘良的圣子之位，他连给陈阳师兄提鞋都不配。消息如风，终是吹至圣女雨雪静耳中。她独立于一片断崖前，山风拂动她染雪的月白裙袂，身形单薄的仿佛随时会羽化而去。当听闻陈阳为他怒而屠尽合欢宗弟子时，他清冷的眸子骤然失神，纤长的手指无意识的收紧，指节泛白。若是我当时未曾急于脱身，是否就遇到了他？一丝苦涩至极的浅笑浮现在他苍白的唇边，宛如冰湖裂开的细纹，美得惊心，也凄楚的动人。命运竟开了如此一个残酷的玩笑，让他在追寻的路上，与渴望的身影失之交臂，晶莹的泪珠无声滑落，沿着他完美的脸颊曲线滴落，并非软弱，而是造化弄人的酸楚与无尽遗憾。陈阳，我会找到你的，我们这次已经很近了，对不起。然而下一刻，雨雪静猛地抬起眼眸，拭去泪痕，那双向来清冷的秋眸之中，燃起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灼热，都要坚定的光芒。强掳魔教妖女，欺压合欢圣女，一身白袍纤尘不染，除了头发之外，从鞋子到全身都白得如雪的古剑青年，眉宇微皱，他眸子澄澈，浑身萦绕着浩然正气。顾长歌那个魔头不知所踪，没想到这个陈阳也是个入魔之人。徐长卿眉头紧锁，冷冷一哼，决定先去会一会所谓的极道众阳仙体。对方如此行径，岂不是在祸乱苍生？
身为蜀山大弟子，除魔未到他责无旁贷。却说天门山世界深处，一片赤地千里的古老战场。轰！恐怖的魔气席卷苍穹。顾长歌玄衣绝世，容貌俊美如妖，仅是一具道身，却强绝如丝。他负手而立，周身仿佛有无形黑洞旋转，将漫天袭杀而来的金色胜利尽数吞噬湮灭。可啊！叶晨浑身浴血，黄金圣血洒落长空，他怒吼着，将圣体战力催发到极致。金色的血气淹没了半边天，全印如龙，却依旧难以撼动那道魔影分毫。没成长起来的圣体，不过是我魔道路上的一味大药。顾长歌声音平淡，带着俯瞰蝼蚁般的漠然。他并指如刀，一道漆黑魔光撕裂天地，瞬间崩碎了叶晨的护体圣光，在其胸膛留下一个近乎透亮的恐怖窟窿。扑叶晨瞬间倒飞而出，身躯破碎，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太恐怖了，这个吞噬魔体！叶晨在他面前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啊！这个人就是长生顾家少主顾长歌吗？如此恐怖的体质，又背靠长生顾家，他不是天命之子谁是？最令人恐惧的是，顾长歌好像已经成长起来了，这似乎只是他的一具道身。恐怖！一具道身就镇压的荒古圣体宛若蝼蚁，未免太可怕。无数修士通过金榜直播紧紧盯着这一道画面，目光非常之凝重，心神无比骇然。吞噬魔体，以吞噬万物本源，吞噬他人体质本源来成长，绝对的魔道体质，这是与天下为敌的体质。万万没想到，拥有这一体质的天命之子，居然出自长生顾家，那等庞然大物。交出来吧，你的圣体本源将会成就我，这天底下终究只会剩下一个天命之人。顾长歌神态从容，衣袂似乎都未曾掀动，眸子淡漠的没有丝毫感情。想要我的本源，那就来。叶晨目眦欲裂，逼至绝境，他再无退路，唯有决死一战。顽石天宫起！叶晨嘶吼，体内第三座天宫，代表极致防御的顽石天宫爆发出坚不可摧的厚重道运，硬生生抗住又一波吞噬魔光的冲击。他浑身骨骼都在悲鸣，却寸步不退。第一道圣战天宫点燃不屈战意，第二道神力天宫炸出最后一丝黄金血气。他状若疯魔，全印秘术不要命的轰向顾长歌，看似搏命，实则在无数次碰撞中暗中调整着方位，计算着最后的距离与时机，徒劳的挣扎。顾长歌微微摇头，似有些厌倦，抬手间魔气化作遮天巨掌，欲要彻底终结这场游戏。就是此刻，混沌众青莲开！叶晨等待的契机终于到来，青莲摇曳，混沌气爆发到极致，暂时扰乱了魔气的吞噬轨迹。四周天地仿佛成了他的领域，当无敌的意象展开，叶晨彻底进入狂暴状态。金色圣血流淌，他伤势极重，胸膛的窟窿触目惊心，可他的生命力旺盛至极，气势更攀升到巅峰。无敌意象吗？顾长歌嘴角勾起，他倒是想看看自己吞噬魔体的无敌意象和荒古圣体的无敌意象孰高孰低。然而就在他准备出手施展意象的刹那，叶晨的背后虚空猛然炸裂，一尊俯瞰万古、威压9天的无上仙王虚影骤然显现。荒古圣体第二意象，仙王临9天。仙王虚影抬手，一道蕴含着他全部精气神的璀璨仙光，如同开天辟地的第一缕锋芒，悍然斩向背后悬着魔光黑洞的顾长歌。顾长歌淡漠的眸中终于掠过一丝微不可察的讶异。轰！巨响震彻古战场，仙光与魔掌同归于尽，产生的毁灭性能量风暴瞬间席卷四方。叶晨借着这股反冲之力，连同破碎的残躯化做一道血线，以超越极限的速度，头也不回地射向了古战场尽头那片散发着不祥与死寂气息的绝地。能量散尽，顾长歌玄衣依旧，纤尘不染。他望着叶晨消失的方向，思索了一下，并未追击。倒是小觑了你这蝼蚁的决绝。他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两大意象，有趣。他负手而立，目光仿佛已穿越虚空，落在了另一个方向。荒古圣体让他再活一段时间，下一个该尝尝极道众阳仙体的滋味了。风声呜咽，唯有浓重的血腥气证明着方才那场惨烈大战的存在。顾长歌的身影早已消散。都没人说话吗？那我来说。吞噬魔体恐怕才是真正的魔头大患。荒古圣体两大意象三大极品天宫已经足够强悍，可在他面前还是被打成这样。顾长歌如果没有人能抗衡的话，往后恐怕所有天骄，包括其他天命之子，怕是都要死在他的手里，沦为他吞噬成长的养料。这个人太过恐怖，而且他现在应该盯上了陈阳。陈阳危险了。外界五方大陆，无数修士目光凝重，实在是吞噬魔体给他们带来的震撼太过骇人。要知道，那天门山秘境中的顾长歌只是一具道身，
可即便这样，都把荒古圣体打得重伤濒死。若非叶晨有所算计，再加上顾长歌略显大意，又或是故意放走，打算如割韭菜一般再养一波，叶晨逃走的几率当真是极低。依我看，荒古圣体是天命之子，能够从顾长歌手中逃走，陈阳未必不能。天命之子哪有那么好杀？这顾长歌只是一具道身，必然有许多手段发挥不出来。放你妈狗屁！老娘的陈阳要是出了半点差错，老娘灭了你们！长生顾家又如何？一个吞噬魔体，难道敢与天下为敌不成？敢动陈阳，杀他全家！一个女修发疯不可怕，一群弱小的女修发疯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仅发疯，而且实力还无比恐怖的一群女魔头。中州七神之地，这是一片神秘辽阔的区域，传说中有着神在这里栖居，底蕴古老、实力强绝的长生顾家，包括长生慕容家在内的其他长生家族，以及个别禁忌势力和人物都坐落在这片区域。寻常修士连找都找不到这里，终年有神秘迷雾将此地笼罩。然而这一刻，却有一股冲天煞气，如同利剑悍然撕裂这方区域的屏障。长生顾家，滚出来！一声轻斥，如同九天玄冰碎裂，响彻云霄。伴随着话音，一道道绝世身影撕裂虚空，悍然降临在长生顾家那绵延万里的神山仙阙之外。他们并非千军万马，但每一位身上散发出的气息，都足以让星辰暗淡，让一方大教站立。当先一女子血红长裙，身姿曼妙如火，容颜却冷冽如万载寒霜。她玉手轻抬，一道横贯天地的猩红剑罡已然斩落。顾家外围一座悬浮的仙岛，连同其上数百弟子，瞬间灰飞烟灭。顾长歌若敢动陈阳一根手指，我要顾家所有子弟陪葬。某个方向，第二位女子身着玄黑战甲，身姿高挑挺拔，墨发飞扬，眉眼间尽是睥睨天下的桀骜。她手中一杆缠绕着黑色黄岩的战矛掷出，如同灭世流星，瞬间洞穿了顾家层层守护光幕，将一座铭刻着无数先祖道纹的神山轰得四分五裂。顾家要是管不了顾长歌，我来管。东边，着素白宫装、气质空灵若仙的绝世仙子，怀抱一张古琴，仙指拨动琴弦，无声的音波扩散。顾家范围内，所有王者之境的顾家修士尽皆七窍流血，神魂震荡，瞬间失去战力。吞噬魔体以为天地不容，或可除之。西边，紫纱蒙面，仅露出一双勾魂夺魄的紫瞳，身段妖娆到极致的女子，眸中紫光流转。顾家几位刚冲出的圣人长老眼神瞬间迷茫，竟调转神通，向着自家山门疯狂轰击。中州妖族可举千万大军之力降临顾家。黑云压坠中，一个青衫白刃，眉目如画，气质清冷如孤峰雪莲的女子走出，刀未出鞘，仅仅并指一划，一道青色刀痕便烙印在虚空，斩裂顾家33座核心岛屿。我有一刀，问一问顾家。天穹云端，金袍璀璨，尊贵无双，容颜明媚大气的女子挥手间洒出无数金色符箓，化作漫天金色锁链，竟欲将整个顾家族的捆缚封印。长生顾家这些年太逍遥了。南边方向，无数妖艳奇花破土而出，花香弥漫处，顾家灵脉瞬间污秽，仙草神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凋零。只见一绿裙摇曳，生机勃勃，笑容甜美却暗藏杀机的女子身形闪烁。千古毒君，你敢！顾家震怒，众多圣人咆哮传出，数十道圣人身影杀出。可他们刚踏出家族，四周的时空便陷入凝滞，一道白衣绝尘，气质空寂，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的女子悄无声息出现，只抬手一握，空间崩毁，将那些圣人瞬间淹没至黑暗的虚无中。放肆！尔等当真以为我顾家是好惹的吗？顾家深处，一声蕴含着无尽威严与怒意的道喝响起。顾家家主气息浩如深渊，脸色铁青，抬手幻化出苍天大手，泯灭一切，轰向了各处的女子身影。顾桓，你这个手下败将也敢在本座面前出手？霎时间，一个身着星辰法袍的女子虚影浮现，眸中似有银河生灭，容颜模糊不清，却散发着最是深邃恐怖的气息。只见她抬手托起一片微型宇宙虚影，那沉浮的星辰瞬间让顾家家主瞳孔冷缩，惊怒交加。星族大祭司，你也来我顾家凑热闹？本座就问一句，你顾家管不管得了那顾长歌？沐浴在神秘华光中的星辰法袍女子语气冰冷而威严，带有绝对的上位者气息。9个空圣就试图威胁我长生顾家吗？一个森寒的声音从顾家祖地内传出，一耄叠老者身影掠出，伴随着极致可怕的空绝之境的圣人气息。圣人境界9境，下位、中位、上位、玄黄、地元、天元、真境、至境、空境，之后才是圣王。然而他刚一踏出，血色剑罡洞穿虚空，悄无声息杀出，不知何时杀出，猝不及防地横贯了这位顾家老空圣的胸膛。顾家可以试试把棺材里的圣王叫出来。手中战矛黑岩暴长的莫凯女子狂傲一笑，
正好我羌族已有100万年不曾开展旷世战争。羌族，先古存活下来的那个羌族。顾家家主顾环眼神颤栗，这些女人都是些什么来历？光是那个星族大祭司就恐怖无比，曾经他就惨败在对方的手中过。一时间，气氛剑拔弩张，时空仿佛凝固，沉默，良久的沉默。顾家祖地之内，一道道致敬空境的圣人老祖神念急速交谈，如果他们进出，自然无惧那9个女人，甚至未必不能够留下几个。但代价呢？与这9人及其背后势力彻底开战，长生顾家纵然不灭，也必受重创。届时，虎视眈眈的其他长生世家，不朽皇朝会如何？你们要我顾家如何？一个低沉沧桑的声音从顾家祖地深处传出。很简单，管好你长生顾家的吞噬魔体。对付别人可以，但对付陈阳不行。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也想除掉吞噬魔体这个巨大的威胁，顺便一起除掉盘艮期神之地无数年的顾家。若是不信的话，可以试一试。星族大祭司淡淡开口，话语是真是假不知道，但威慑力极大。顾家之内再度沉默。半晌后，外面的顾家家主仿佛得到了什么指示，脸色变得铁青愤懑。他深吸一口气，几乎是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好，老夫以顾家之名立下天道誓言，我顾家少主顾长歌在天命之子陈阳未成长起来，不对其出手。但远在东荒天门山中的道身，我顾家管不住，他已有独立意志，脱离我顾家少主掌控。听到这话，9位女子身影相互对视，神念交汇。记住顾家今日的话。话音落下，9道绝世身影如来石一般撕裂虚空，瞬息远去，只留下满目疮痍的顾家祖弟，以及无数惊魂未定、屈辱愤怒的顾家族人。想他们长生顾家这个屹立万古的庞然大物，今日竟被9个女人逼得暂时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这一切只因为一个名字：陈阳。同在七神之地的长生慕容家及其他势力，在自己的地盘上遥望长生顾家方向，震撼不已。这些女人都是疯子吗？为了一个只有天宫境的陈阳，连顾家都敢威胁，真不怕开战啊？我看他们就是疯了，一个个的想成帝成疯了。我就不信那个陈阳能成长到让他们能成帝的地步。他们此举是保护了陈阳，但不也得罪了顾家？顾家的天命之子乃是吞噬魔体，岂会善罢甘休？只要顾长歌不死，假以时日，真的很难说。消息一经传出，整个中州掀起轩然大波，无数势力为之震动，无数人惊骇欲绝。连长生顾家这样的古老巨擘都能被威胁，极到众阳仙体陈阳的影响力，未免也太过令人恐惧。但无数女子还是没有放下心来，因为天门山中还有一个顾长歌道身，陈阳能扛过去吗？话说那9道绝世女子身影离去之后，有过短暂的神念交汇。陈阳死在天门山怎么办？天命之子不会轻易死，何况他是为人族护道的体质。若真死了，就算我错付，那我可不干。陈阳要是死了，我就去接他的尸。陈阳还不知道，因为他引发了中州那么大的风波。当然，如果让他知晓现在就有9个绝强的女魔头存在，已经提前预定好了他也很难笑得出来。多谢夫君的教诲，婉婉知错了。戚婉婉跪伏在陈阳身前，那张清丽绝尘、不染凡俗的圣洁容颜惹人心怜。以后夫君说往东，婉婉绝不往西；夫君说站着，婉婉绝不坐下。打住！陈阳狠狠瞪了他一眼，再说下去就危险了。洛西迈着高挑银白的长腿走了进来，早已望眼欲穿，他眼巴巴就要开口，先去办正事。陈阳豁地起身，左拥右抱2人走出。回想起来，他现在体内重阳血经过了6次强化，肉身体魄基础力量已经连续强化了极多。修为境界方面，他拥有一座终极形态天宫，战力恐怖，镇压6座极品天宫都不是问题，外加一座极品最强生机之道的青阳破晓天宫。但有个麻烦就是，他现在没有可用的意象。天上白玉京不能用，我都已经暴露这么久了，该找我的人还不来吗？陈阳口中低喃。夫君在等谁？戚婉婉好奇地问道。陈阳捏了捏他柔软白嫩的脸颊，笑道：等该来的人，不过到时候我会提前让你们离开的。啊！戚婉婉一怔，离开？为什么？洛西却好似早就明白，眸子含着魅惑柔情，却又决绝，咬唇道：陈阳，我是你的炉鼎，你若真死，我也不独活。婉婉也是。戚婉婉虽不理解，却毫不犹豫地跟着应声。尸体婉婉也不给别人。陈阳无奈感叹一声，正想说什么，一阵嘹亮的剑迎从四周席卷而来，目标却极为精妙地直指陈阳，并不涉及旁边的洛西和戚婉婉。谁？陈阳体内重阳血瞬间沸腾，他揽着2女身形瞬间避开，反手轰出一拳。砰！剑气在虚空中破碎，却映现出了远处尽头的一道身影。蜀山传人徐长卿。
山林古道，清风徐徐，却吹不散陡然升起的肃杀剑意。一袭白衣，纤尘不染的徐长卿拦在了道路尽头。他身姿挺拔，如孤峰青松，眸若晨星，澄澈中蕴含着不容置疑的浩然正气。周身隐隐有7座恢宏天宫的虚影沉浮，虽未完全展露，但那隐而不发的磅礴威压，已让洛曦和戚婉婉脸色微变。他的目光如2道出鞘的利剑，直刺陈阳。天命之子，陈阳。徐长卿开口，声音清越，带着金石之音：你欺压淫辱女子，行事乖张，戾气深重，以堕魔道。今日我不斩你，但要将你带回蜀山静修，涤荡你的魔心。蜀山？你叫徐长卿？陈阳不禁愕然，神色玩味。不错，蜀山当代大弟子徐长卿是也。徐长卿背负古剑，目光坚定，周身剑气萦绕，更有浩然之风吹拂。蜀山是乱古仙门，历史古老的能和长生世家比肩，位于东荒极东，东海之中。戚婉婉在耳边说道。陈阳忍不住再度惊讶，目光闪烁的他凝视徐长卿，淡淡反问：你说我欺压淫辱女子，有何证据空口无凭？堂堂蜀山弟子污蔑他人，与邪魔何异？你身边这2个女子，便是你强掳镇压而来，她们恐心神已被你操控。徐长卿眉头一蹙，冷冽厉喝：多说无益，我将你镇压，便能解救他们。徐长卿并指如剑，虚空一划，铮！清月剑鸣响彻天地，一道纯粹由浩然正气凝聚而成的煌煌剑罡凭空出现，如天河倒泻，带着净化邪祟，斩断尘缘的无匹意志，直斩陈阳。剑位置，那凌厉的剑意已让周遭古木无声化为齑粉，大地裂开深深的沟壑。好个不讲理的正道，那就让我试试蜀山传人有何实力。陈阳嘴角咧起，感受着对方身上那远超寻常天骄的压迫感，体内重阳血竟隐隐有些沸腾。他非但不惧，眼中反而闪过一丝见猎欣喜的光芒。轰！陈阳背后洪门5行眼界天宫与青阳破晓天宫同时绽放，爆发出璀璨神光，洪门浩荡，5行演化浩瀚天地，生机勃发，点化腐朽。他并指成拳，没有花哨的神通，唯有将磅礴气血与5行生灭之力凝聚到极致的一拳，悍然轰向剑罡。轰隆！拳剑相交，如同2座太古神山碰撞，刺目的光芒爆发，恐怖的能量冲击波程环形扩散，将方圆数里夷为平地。洛曦和戚婉婉不得不连连退至一旁，才免得被2人大战的气浪波及。战气烧直，陈阳身形巨震，倒退3步，拳面上出现一道浅浅的白痕，体内气血翻涌。不愧是蜀山这等巨无霸的传人，比之前那些角色倒是强多了。陈阳眯了眯眼睛，目露凝重之色。徐长卿眼中也闪过一丝讶异，他这一剑虽未尽全力，但也足以重创普通5极品天宫的人物，对方竟能徒手硬接儿，只稍处下风。哼，天命之子果然有些门道，但邪不胜正。徐长卿剑诀一变，身后7座极品天宫彻底显化，磅礴的浩然正气冲霄而起，仿佛与整个天地共鸣。蜀山剑典，万剑归宗。刹那间，千百道凝练如石的正气剑影布满天空，如同剑之森林，每一道都锁定陈阳，发出嗡嗡颤鸣，引动天地法则，交织成一张绝杀剑网，覆压而下。剑势笼罩之下，空间都仿佛被禁锢。陈阳顿时感到周身一紧，行动都变得滞涩。他深吸一口气，眼中狠色一闪。青阳破晓天宫的生命精气疯狂注入4肢百骸，修复着细微的损伤，同时洪门5行眼界天宫在体内急速运转，碰撞衍生出破灭与创造交织的混沌之力。我之拳，5行相生，5行相克。陈阳双拳齐出，拳势如龙，不再是硬碰硬，而是蕴含着5行生克、混沌演化的智力。拳锋过处，金色剑影被火行之力熔炼，绿色剑影被金行之力斩断，蓝色剑影被土行之力湮灭。他以强大的肉身和终极天宫之力，硬生生在这绝杀剑网中打出了一条通路，但他依旧被无数剑影擦中，衣袍破碎，身上出现道道血痕，看起来颇为狼狈。若是能用天上白玉京翻掌就镇压此人。陈阳眼神暗自闪烁，无法使用异象，面对徐长卿这种级别的对手，确实打得比较艰难。看你还能撑到几时？镇魔！徐长卿并指一点，千百剑影骤然合一，化作一柄横亘天地的巨大光剑，剑身缠绕着正大光明，4个古朴道纹，携带着镇压邪魔、净化世间的无上伟力，朝着陈阳当头震下。这是蕴含了蜀山镇魔真意的一剑。我是不是魔，还轮不到你来评教。陈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咆哮一声，不再保留，体内6次强化的重阳血彻底沸腾，肉身绽放出琉璃宝光，双掌猛地向上托举，洪门5行眼界天宫与青阳破晓天宫的力量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化作一道洪门5色交织、生机盎然的混沌光柱，逆冲苍穹。给我开！轰！
更加剧烈的爆炸声响起，光剑与光柱同时湮灭。徐长卿身形一晃，后退半步，脸上首次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而陈阳则被巨大的力量轰入地下，砸出一个深坑，嘴角溢出一丝鲜血，显然受了些内伤。但他下一刻便从坑中跃出，虽然狼狈，战意却更加高昂，一双眸子亮得吓人，死死盯着徐长卿。徐长卿看着虽然受伤但气势不减反增的陈阳，眉头紧锁。他已然动用了70%实力，竟未能将对方镇压。天命之子难道个个都这么变态的吗？你的确很强。徐长卿缓缓开口，语气复杂，但正便是正，魔便是魔。你心性已偏，若不及早回头，他日必酿大祸。陈阳抹去嘴角血迹，默然冷笑。何为正？何为魔？你蜀山定的吗？这天下多少女子视我为人形大药，他们是魔否？这天下又有多少男子欲杀我而后快，他们又是魔否？徐长卿沉默片刻，周身剑意缓缓收敛。他看得出，除非生死相搏，动用自己蜀山的意象，否则他拿不下这个天命之子。而生死相搏也非他此刻所愿，今日暂且作罢。陈阳，你好自为之。他日若你为祸苍生，我徐长卿手中之剑必将你镇压至万劫不复。说完，他深深看了陈阳一眼，身化剑红，消失在天际。我祸害你妈啊？操！谁祸害谁看不出来吗？傻逼蜀山，傻逼徐长卿。看着徐长卿离去，陈阳怒目圆睁，气呼呼的破口大骂，但紧接着一阵虚脱感从体内传来，他身形摇摇欲坠。夫君，陈阳。两股香风一左一右浮现，陈阳紧接着就躺在了两具温软之中。我看出来了，是我在祸害你。洛西吐了吐妖艳鲜红的香舌，轻轻趴在陈阳胸膛，葱根玉指画着圈圈。所以陈阳，让我给你疗伤吧。我也要。戚婉婉争抢道。陈阳此刻内心只想大骂，傻逼徐长卿，你特么倒是看看是谁欺压淫辱谁啊！要来了。某一刻，陈阳眉心发痛，一股莫名的心悸之感浮现，对方的目标果然是我，就是不知道他是哪个天命之子。陈阳漆黑的眸子闪烁幽光，10大天命之子中最弱的，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就只有他和荒古圣体叶辰，能盯上他的无非也就只有榜上那几个。你们可以跟着我，但不要靠近，危险要来了。陈阳的声音变得凝重起来，传入了洛西和戚婉婉的耳中。二女相视一眼，固然含着万般的担忧与紧张，但也只能够听从陈阳。他们若不这样的话，便很有可能破坏陈阳的计划。只因陈阳要求死，若不是陈阳百般确凿的肯定，声称其体质需要这样的一次死亡来进行涅槃，来证到天宫，两人也是无论如何不相信不同意的。但现在他们只能默默支持。坏了，吞噬魔体顾长歌真的盯上了陈阳。这个顾长歌据说只是一具道身，诞生自我意志，恐怕不会放过陈阳的。荒古圣体都被打得那般凄惨，勉强逃得一命，陈阳会如此吗？天命之子不会这么容易被杀吧？虽然说两个都是天命之子，要我说，这个顾长歌和陈阳都该死，这俩人死了天下太平，那些女修也不会个个跟个疯子一样。五方大陆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关注着这一幕，有人紧张忐忑，有人神情凝重，既不希望陈阳活得好，又不希望身为吞噬魔体的顾长歌吞噬陈阳的本源。不乏幸灾乐祸者，比如七神之地的长生慕容家，两个天命之子自相残杀，倒是一场好戏。慕容家主神情阴冷，若非是慕容浩的体质尚未完全蜕变，10大天命之子中也必有慕容浩的位置。长生顾家，长歌的道身如能杀了陈阳最好，那些女子也会不攻自破，不可能凝聚起来。顾桓目光暴戾深沉，堂堂一座长生世家，居然被9个女子逼得低头，这是奇耻大辱。而只要陈阳一死，那些为了陈阳发疯的女子必然树倒猢狲散，散作一团。那么到时候便是长生顾家血洗屈辱的时刻。怎么办啊？陈阳公子要遭遇那个顾长歌了，陈阳公子还没成长起来，能是对手吗？陈阳公子好好啊，他还贴心的让洛西和戚婉婉不要靠近他，生怕他们被顾长歌所伤。陈阳公子求求你，千万不要死。顾长歌才是真正的大魔头，吞噬魔体与天下为敌，为什么不去杀了他？如果陈阳公子死了，那我也不活了。我连道侣和宗门都背弃了，就是希望能追随陈阳公子左右。要是陈阳公子被顾长歌所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楼上的姐妹，要是你们后悔了，就赶紧走，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我相信陈阳能活下来。弹幕被五方大陆的女修大军霸占，有女子忐忑不安，有仙子哭泣流泪，有神女伤心哀婉，当然也不乏一些女子生出了些许的后悔之意。毕竟如果陈阳死了，那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反而还因为抛弃了道侣，
抛弃了宗门，恐怕都没人要。但仍然有相当之多意志坚定的女子在支持陈阳。退！陈阳忽然暴喝怒吼，天地仿佛在这一刻失去了所有声音，风停了，云滞了，连远处山涧的流水声也诡异的消失。一种无形的、令人心悸的压抑感，如同潮水般蔓延开来，笼罩了这片区域，也透过金榜直播，沉甸甸地压在了外界无数观战者的心头。洛西和戚婉婉早已遵照陈阳的指示退至极远处，此刻更是俏脸发白，纤手不自觉地紧握，指甲深深掐入掌心。他们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片区域的空间正在变得粘稠，法则都在哀鸣。陈阳独立于空旷之地，身形挺拔如松，但他的气机却已绷紧到了极致。眉心那屡刺痛感越来越清晰，如同被无形的毒蛇锁定。来了！陈阳目光狠狠一颤，虚空如同水面般无声无息地荡漾开一圈涟漪，一道悬衣身影便这般突兀地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陈阳前方不远处的空中。他身姿修长，容颜俊美近乎妖异，黑发披散，双眸深邃，如同万古寒渊，倒映不出丝毫世间色彩。仅仅是站在那里，周身便自然流淌着一种俯瞰众生、漠视一切的从容。他没有刻意散发威压，但整个天地的光线似乎都在向他所在的方向微微扭曲塌陷。吞噬魔体，顾长歌。几道众阳仙体，顾长歌开口，声音平淡，没有丝毫波澜，却带着一种宣判般的冷漠。你的仙体本源或许比圣体本源更美味。没有多余的废话，仿佛在他眼中，陈阳与之前被他重创的叶晨并无区别，都只是一味大药。他缓缓抬起右手，五指微张，刹那间，陈阳脸色骤变，他只觉自己周遭空间彻底凝固，如同被浇筑在了神经之中，连一根手指都难以动弹。更可怕的是，他体内的灵力、气血，甚至体内的重阳本源都开始不受控制的躁动、沸腾，仿佛要破体而出，投向那只手掌。你是吞噬魔体！陈阳目眦欲裂，怒声咆哮，背后洪门五行眼界天宫与青阳破晓天宫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五行之力疯狂轮转，试图定住己身，磅礴的生命精气竭力对抗着那诡异的吞噬之力。他双拳紧握，肌肉奔张，琉璃宝光绽放，重阳血极尽沸腾，将肉身之力催发到极致，想要挣脱这无形的枷锁。咔咔嚓，空间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陈阳周身那凝固的空间竟被他以蛮力生生震出了一丝丝裂纹。他的双脚深深陷入大地，以其立足点为中心，蛛网般的裂痕疯狂蔓延。哦，顾长歌淡漠的眼中掠过一丝极淡的讶异，似乎没想到陈阳的肉身和力量竟能强横到这一步，更甚之前的荒古圣体，倒是比那叶晨多了几分蛮力。他五指微微收拢，嗡，一股更加恐怖、更加霸道的吞噬之力轰然降临。陈阳周身刚刚震开的空间裂缝瞬间弥合，那无形的枷锁变得沉重了10倍不止。他体内躁动的本源如同决堤的洪水，丝丝缕缕的金红色气血与精纯灵力不受控制的透体而出，化作一道道流光投向顾长歌的掌心。噗！陈阳猛喷一口鲜血，面色瞬间煞白。我不信！陈阳身体剧烈颤抖，额角青筋暴起，嘴角溢出鲜血。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被扎破了的水袋，生命与力量正在飞速流逝。那吞噬之力不仅针对他的修为和本源，更在侵蚀他的意志，一种源自生命层次的无力感和恐惧感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滋生。给我破！陈阳目眦欲裂，疯狂燃烧着众阳血，双拳爆发出刺目的神光，不顾一切地向前轰出。这一拳凝聚了他所有的力量、意志和对生的渴望，拳锋所过之处，空间扭曲，发出刺耳的尖笑。面对这搏命一击，顾长歌只是淡淡地看着，那深邃的眸中甚至没有泛起一丝涟漪。他并未闪避，也未格挡，只是那吞噬的漩涡在他身前微微一转。陈阳那足以轰碎山岳的拳罡，在触及漩涡的瞬间，竟如同泥牛入海，威力被急剧削弱、分解，最终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丝涟漪，连顾长歌的衣角都未能掀起。绝对的碾压，力量、大道、神通，全方位的压制。陈阳喘着粗气，半跪在地，脸色苍白如纸，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靡下去。仅仅是这片刻的交锋，他竟已受了严重内伤，更是被强行掠夺了不少本源。外界通过金榜直播看到这一幕的无数修士鸦雀无声，无论是幸灾乐祸者，还是担忧陈阳者，此刻都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太强了，强得令人绝望。这就是吞噬魔体的恐怖吗？连同为天命之子的陈阳，在他面前竟也如同稚子面对壮汉，毫无还手之力。完了，陈阳公子他根本都伤不到对方，这怎么打？吞噬魔体，这就是与天下为敌的体质吗？未免太过无解。陈阳，站起来啊！
无数女修捂住了嘴，泪水模糊了视线，心中充满了无力与悲痛。顾长歌俯瞰着半跪于地的陈阳，如同神明俯瞰蝼蚁挣扎，毫无意义。他平静地陈述着事实，再次抬起了手，更加恐怖的吞噬漩涡开始在他掌心凝聚，死亡的阴影彻底将陈阳笼罩。逃得了圣体，逃不了仙体，总归被我吞噬。下辈子记住了，我叫顾长歌。伴随着顾长歌最后的低语，那凝聚着恐怖吞噬之力的手掌轻描淡写地向前一按，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绚烂的神通对撞，只有一声沉闷的令人心脏骤停的声音。砰！陈阳的身躯在那绝对的力量碾压下，如同脆弱的水晶般瞬间碎裂，猛然化作一团凄艳的血雾，在空中爆散开来，连一声惨嚎都未能发出，便已生机绝灭。快，太快了！从顾长歌出手到陈阳化为血雾，不过几个眨眼。一位备受瞩目、引动天下风云的天命之子，竟如此轻易地陨落了。整个天地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失声，风不再流动，云不再飘荡，连远处洛西和戚婉婉的呼吸都停滞了。金榜直播画面前，无数修士集体失语，目瞪口呆。他们预想过这是一场碾压，却没想到是这般彻底的、毫无悬念的秒杀。不可能！有女修士声尖叫，瞬间披头散发，状若疯魔。陈阳公子死了！更多的女子则是茫然的喃喃自语，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瘫软在地。前一刻还在祈祷、还在加油的声音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死寂，以及死寂之后爆发的撕心裂肺的悲泣与绝望。怎么会？徒儿怎么会？东荒弱水圣地之外，温柔雨豁的一下起身，美眸圆睁，死死盯着那团尚未散去的血雾，娇躯难以抑制地颤抖起来。他不愿相信，那个被他夺走了第一次、大男子主义霸道又青涩的徒儿，就这般轻易地消失了。凤羽生怔怔地看着画面，那张雍容华贵的脸上血色尽退，只剩下无边的惊怒以及万般的恐惧和后悔。他为什么要让陈阳逃出吞星圣地？他如果把陈阳藏起来保护好，是不是陈阳就不会进入天门山，不会遇到吞噬魔体顾长歌，也就不会死？陈阳！战场远处，洛西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悲鸣，泪水瞬间决堤。他想要冲过去，却被身旁的戚婉婉死死拉住。戚婉婉同样泪流满面，清丽绝俗的容颜上写满了悲痛，但她死死咬着下唇，指甲掐入洛西的手臂，声音带着哭腔，却异常坚定：别去，相信他，相信夫君。夫君说过的，他一定会。他的话未能说完，因为一股无法言喻的悲伤已经淹没了他，但他眼底深处无尽的悲伤之外，还有一抹执拗的坚信与希望。顾长歌悬疑凌风，立于虚空，淡漠地看着那团逐渐消散的血雾，仿佛只是随手拂去了一粒尘埃。无趣，他淡淡评价，身后浮现一个深不见底的吞噬黑洞，似乎想将那些血雾都给吞噬一空。然而就在这万籁俱寂、悲痛弥漫到了极致的刹那，一道平静、清晰，却仿佛蕴含着生死轮转无上奥义的声音，如同来自九幽，又似源自苍穹，毫无征兆地响彻在天地之间，也清晰地传遍了每一个金榜直播的画面。涅槃变，三字既出，天地同悲。那团本应消散的血雾骤然收缩，仿佛时空倒流。与此同时，苍穹之上，无尽的金色雷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汇聚，眨眼间便遮蔽了天日。那不是寻常的紫色或黑色结云，而是璀璨到极致、威严到令人窒息的金色雷海。云层之中，亿万道金色电蛇穿梭奔腾，发出如同千军万马冲锋、万千神将怒吼的浩荡天音。一股苍凉、悲壮却又浩然无匹、巍峨神圣的气息弥漫开来，仿佛整片天地都在为这逆天归来的生命奏响战歌，更像是冥冥中的天道在此刻彰显其意志，站队于涅槃重生者一方。那是什么？金榜直播画面中陡然出现的变故，让外界无数修士惊呆。只见在那煌煌天威的中央，陈阳原本湮灭之处，一座通体漆黑，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的天宫虚影率先凝聚。它散发着万物终结、归墟寂灭的冰冷道韵，与死亡瞬间捕捉，承载的死亡大道本源所化，玄冥寂灭天宫。紧接着，另一座天宫轰然浮现，与漆黑天宫形成鲜明对比。它绽放着深红近黑的光芒，无数朵妖异而冰冷的红莲在其周围凭空绽放，每一朵莲花都燃烧着足以焚尽世间罪业、净化一切虚妄的业火。炽热与冰冷交织，毁灭与新生共存，由涅槃本源凝聚的红莲涅槃天宫。但这惊天动地的蜕变远未结束，就在那象征死亡的玄冥寂灭天宫与承载涅槃的红莲涅槃天宫显现之际，一点极致的生机，如同在无边永夜中燃起的第一缕晨曦，骤然于毁灭的源头亮起。光芒迅速扩张，化作一轮无法逼视的青色神阳。它并非高悬于天，而是自那血雾重聚的核心处升腾而起。神阳之中，
无尽的生命道则如瀑布般垂落，磅礴的生命精气化作实质的青色潮汐，奔涌咆哮，所过之处，连被死亡气息侵染的虚空都重新焕发出生机。顷刻之间，孕育着破晓与新生意境的青阳，稳稳凝聚成一座神圣、充满无限希望的天宫虚影——青阳破晓天宫。看到青阳破晓天宫的那一刹，全世界的女修在这一刻发出海啸般的沸腾之声。那是陈阳的天宫，陈阳公子没死，陈阳公子活了。我就知道，陈阳是天命之子，他才是真正代表天命的人物，他不会死。呜呜，太激动了！陈阳公子没死。外界，中州大陆。呼，天命之子果然不会轻易死，他身怀人族护道体质，天道不会让他死的。曾降临七神之地，威胁长生顾家的9位绝代女子中，来自神秘星族的大祭司悄然松了一口气。刚才看到陈阳被顾长歌轰爆身躯的那一刹，他的手心也是捏了一把汗。小杨洋没死。某处高崖上，素白宫装气质若仙神的女子，清然离眸中闪过几许泪花，玉指拨弄，摆在身前的古琴陡然发出一片铮铮杀伐之音，激昂高扬，仿佛在庆贺陈阳的归来。中州划分1/5区域的祖妖灵。嘤，还好陈阳没死，不然连尸体我都见不了。曼妙紫裙包裹着完美胴体，身段妖娆似魔鬼的绝色女子，勾魂夺魄的紫瞳中划过不争气的泪水，魅惑微红的眸子直勾勾盯着金榜直播画面。一个个修为高绝、气质出尘的女子都为陈阳捏了把汗，她们的付出没有白费。此刻，无数女子欢呼声不断。此子果真命硬，和荒古圣体不同，他恐怕是真有天道护着。中州7大不朽皇朝之一，九黎皇朝，气质更加妩媚，凤仪天下的九黎女皇眼波似水，秋眸中泛起离离春水。她身着宽大华丽的鎏金黄袍，勾勒出完美的仙躯，衬托出一股至高尊贵的气质，让人不敢生出丝毫的冒犯亵渎之心。东荒，徒儿没死。泪流满面的温荣宇收住泪水，哭得通红的眼眶上那修长的睫毛一眨一眨。徒儿，为师以后都不强迫你了，你一定要好好的，下次为师让你再上。凤羽生咬着朱唇，瞥了一眼哭成泪人的温荣宇，心想这骚浪蹄子也太大意了，当着自己的面这样哭，岂不是让人知道陈阳是他徒弟，是那弱水圣子？不过话说回来，一个女子为陈阳而哭，貌似也很合理。如是想着，凤羽生不动声色地拭去眼角的泪痕，再度恢复威仪圣地高绝傲然的姿态。切，陈阳没死，不代表就能打过顾长歌啊！你们这些女人激动个什么？就是，陈阳只能说还没死，而且说不定等一下就要死了。楼上的都给老娘闭嘴！你们这群天杀的都等着！我家陈阳哥哥明显就是涅槃重生，谁说打不过那吞噬魔体？哼，乾坤未定，胜负还未知。原本寂静的弹幕恢复刷屏状态，诸多女修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开始展开骂战，怒喷四方。此刻的天门山中，陈阳远在附近另一座山崖上，怔怔望着陈阳身躯被顾长歌轰碎爆开的雨血镜，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他如明珠星河璀璨的眸子变得暗淡，两只指节发白的手无意识地抓着衣角，不知该如何接受这一切。直到他看到陈阳的天宫再一次出现这一刻，苍穹之上，那3座巍峨天宫，恍若九幽的玄冥寂灭天宫，业火燃烧的红莲涅槃天宫，清辉万丈的青阳破晓天宫，在无尽金色雷海的拱卫下猛然加速旋绕，最终轰然对撞，没有预想中的毁灭，只有一道照亮永恒、贯穿生死轮回的混沌神光爆发。神光之中，3座天宫彻底融为一体，化作一座更加宏伟、更加古老，散发着执掌生死、超脱轮回无上道运的终极天宫虚影——轮回往生涅槃天宫。也就在这天宫成型的刹那，漫天金色雷海彻底沸腾，亿万雷霆不再无序奔腾，而是如同找到了唯一的君王，尽数朝着天宫下方那血雾重聚的核心处疯狂汇聚。吼！一声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龙吟震彻九霄，那无尽的雷霆交织，凝聚成一条横亘天地的金色神龙，龙躯盘绕，龙首昂扬，散发出煌煌天威。神龙环绕之中，一道身影由虚化实，脚踏七彩祥云，自毁灭的尽头，自轮回的彼端，一步步踏出。这道身影不是陈阳是谁？陈阳黑发狂舞，眸中已无之前的狼狈与勉强，只剩下睥睨天下的冰冷与洞穿生死的深邃。他身材挺拔颀长，披着一件宛若金色龙鳞之鹫的圣衣战甲，威风凛凛，霸绝尘寰，眼目似星辰烈焰，容貌变得更加俊逸出尘，即劲霸气扬，刚与少年张狂。举觞白眼望青天，皎若玉树临风前。他周身笼罩着淡淡的混沌光晕，轮回往生涅槃天宫悬浮于其头顶，垂落下万千道蕴含生死轮回奥秘的符文，将其衬托的如同一尊自远古走来的天神。涅槃重生，终极天宫城。陈阳的气息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带着一种与天地共鸣、
执掌部分天道权柄的浩瀚与威严，仿佛主宰了生死。漫天金色雷海随着他的心意缓缓流动，他便是这片天地的中心。他抬起手，并指如剑，直指下方脸色首次变得凝重起来的顾长歌。声音平静，却蕴含着不容置疑的决绝与滔天战意，如同天道律令，响彻在每一个人的神魂深处。顾长歌，来战！只一刹，外界瞬间哗然。陈阳归来，他真的踩着七彩祥云来了。我哭死！我感觉陈阳现在就像是天神，他是真正的天命之子，涅槃后顾长歌肯定不再是他的对手。隔着屏幕，我都感受到了那种惶惶如天威的震撼。陈阳公子必定斩杀吞噬魔体顾长歌。东荒、西漠、中州、南疆、北原，无数女子在呐喊高呼，她们神情激动，看到陈阳的身影再次出现，仿佛看到了命中注定的意中人，驾着七色云彩采取自己。尖叫呼嚎声响彻五方大陆的虚空，无数男修狂咽口水，有人想喊两声别叫了，可是看到那遮天遍野的声势，又不得不硬生生把话咽回去。而此刻，顾长歌那万年不变的淡漠面容上，首次出现了清晰的波动，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和屈辱之色涌起。你是在借我之手完成生死涅槃。他的声音蕴含着不可思议、不敢想象以及被算计之后的恼怒。从来都是他对付别人，什么时候成了别人算计他？原是如此。好，好，好！顾长歌深吸一口气，像是在用尽全力地咽下这口屈辱恶气，但他压低的声音终究是变成了盛怒之下的大笑。好得很！他冰冷刺骨的声音穿破苍穹，俊美如妖的面容覆满了无数冰霜，一双漆黑的眸子滋生出极致的暴力。他本如那猫捉老鼠，前来击杀吞噬所谓的极道众阳仙体本源。本以为对方最多和那荒古圣体一样，用出保命手段逃得一命，那样倒也无妨。他不过是等韭菜再长一段时间，晚点再收割罢了。却万万不曾想到，自己却遭了算计，沦为对方涅槃正道的踏脚石。他堂堂长生顾家少主，天命之子中的吞噬魔体，建立整个九华殿，袭杀5块大陆的天骄，隐匿于幕后之中，而今少有的亲自出手，却给人做了嫁衣。如此奇耻大辱，宛若毒焰，一寸寸的剧烈灼烧着他的道心。此刻，哪怕是外界隔着金榜直播的无数修士，都感受到了顾长歌的愤怒，一种明明万事尽在自己掌控之中，却偏偏被一个在自己眼里十分弱小的蝼蚁算计了的恼羞成怒。陈阳，顾长歌一声厉笑，声浪滚滚，震得周遭山峦崩碎，虚空扭曲。他只身躯化作黑色闪电，瞬间掠上苍穹，吞噬魔体的本源之力在这一刻再无保留，彻底爆发。滔天魔气自他体内汹涌而出，漆黑如墨，瞬间侵蚀了天光，将这片苍穹化作了永夜魔域。那股吞噬万物、终结一切的恐怖道韵，让外界观战金榜直播的圣人们都神魂悸动，仿佛自身大道都要被强行剥离吞噬。那就让我看看你生死涅槃后有几分底气。顾长歌双臂一展，其身后虚空轰然塌陷，一道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黑暗深渊显化而出。那深渊仿佛是一切物质的终点，一切能量的归宿，其内魔影幢幢，丝毫不绝，沉浮着破碎的星辰、凋零的世界，以及无数古老强者被吞噬后残留的悲欢、执念、因果、业力。他贪婪地汲取着光线、灵气、空间、乃至时间的概念，在其边缘都变得模糊不清。恐怖的吸力化作无形的巨口，下方万里山河轰鸣，无数峰峦拔地而起，河流倒卷，尽数没入那仿佛能吞尽苍天、噬尽星空的魔渊之中，瞬间湮灭无踪。天地间所有的生机与声响，都如百川归海般奔赴向这一永恒的沉默的深渊。寰宇归寂，万道成空，吞噬魔体无敌异象，大渊吞尽古今愁。这便是吞噬魔体的无敌异象吗？外界一位中州皇朝的老圣人脸色惨白，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老夫竟生出无法抗衡之感，圣魂仿佛都要被其扯出。北原一位古国主宰目光凝重，沉声低语：如此逆天无敌的吞噬异象，倘若让这顾长歌修炼到圣境，后果难以想象，届时怕是这天底下的修士都要成为他的口粮。大慈大悲大日如来佛，吞噬魔体恐在未来成为大患，此魔不除，天下必乱。西漠的众多圣僧佛光大放，神情肃穆庄重，仿佛是他们在直面顾长歌的恐怖异象。那条吞噬深渊仿佛真的能够吞尽古今一切，恐怕任何蛊虫都无法靠近它，就会被吞噬。这个人太恐怖。南疆修炼古道的圣古师们俱皆眉宇紧锁，如果其他天命之子都像这个顾长歌一样妖孽，那么未来还有我妖族的一席之地吗？北原妖族不少圣境大妖忍不住感叹，隔着金榜直播的他们都感受到了来自吞噬魔体的威胁，那是令他们都心悸的可怕力量。陈阳，无数关心陈阳的女修瞬间面无血色，心如坠冰窟。
那魔渊异象太过骇人，好似代表着绝对的寂灭与终结。陈阳那挺拔的身影在其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与脆弱。涅槃归来的陈阳能够抗衡吗？虚空之中，面对这足以让圣人绝望的吞噬魔渊，陈阳眼神沉静如水，唯有眼底深处似有万股星火在燃烧，有人族先民披荆斩棘的呐喊在回荡，更有灵魂深处那来自故土的龙魂在咆哮。他一步踏出，脚下虚空生莲，道音轰鸣，声如太古神钟，撞响万古。咚！一声沉闷如天地心跳的巨响悍然爆发，如同定鼎乾坤的基石落下，强行镇住了沸腾的虚空，将那吞噬一切的恐怖吸力悍然阻断。只见陈阳身后一幅浩瀚壮阔、超越此界所有人想象的史诗画卷轰然展开，星空暗淡，血流成海。狰狞庞大的洪荒巨兽肆虐星河，饕餮巨口吞灭成片星辰，鲲鹏振翅撕裂星穹。他们脚下是无数爆成血雾，却依旧前赴后继的人族先民，有万千劫雷之中巍然屹立者，有八方六合宁死不屈者。无数历史长河中的人族先辈身影如城墙般蔓延开来。如此骇人的一幕，让外界无数修士瞳孔猛缩。这是人族史诗吗？紧接着，属于洪荒的画卷褪去，似黑云压坠的神秘天魔自域外而来，化作污秽潮水，淹没了诸天的寰宇。亿万诸天生灵燃烧己身，化作最绚烂也最悲壮的血色流星，撞向魔潮，以自爆构筑防线，鲜血染红了星空。那无尽的牺牲，所有不甘的执念，未尽的守护之志，最终沉淀凝聚，化作了一道横贯星宇，尽头暗红色，望不到尽头的悲壮基座。血与古铸就的基座之中，隐约有持剑斩断枷锁的傲然身影，有摇扇布阵困杀强敌的智绝身影，有抱敌共堕深渊的粗犷身影。他们虽已逝去，但那回望后世，蕴含无尽希冀与期许的目光，却穿透了万古时空。看到这一幕，透过金榜直播的无数修士目光骇然。那是传说中的域外天魔入侵的岁月吗？继此之后，一抹璀璨夺目、蕴含无限生机的星火冲天而起，无数微小的信念汇聚成浩荡洪流，奔腾而来，交织攀升，在那悲壮的基石上构筑起了巍峨、神圣、光芒万丈的城墙。墙身之上流淌着文明的符文，烙印着传承不灭的印记，代表着人族亘古不灭的生机与希望。一座巍峨壮阔、承载着无数战争与文明的烙印，贯穿古今的人族史诗长城，顷刻间横亘在天地之间。在无数人惊骇欲绝的注视下，陈阳背后那漫天的金色雷海再度浮现，瞬间化作神武的金色神龙，与那一座盖压诸天的万古长城融为一体。轰，仿佛封印神话的古老之门被打开，长城之上一面面玄黑色的旌旗无风狂舞，旗帆猎猎，其上龙影盘旋，星辰轮转生灭。一道道身披玄甲、手持戈矛的沉默军魂在城头显化，结成绝世战阵，百万冰封所指，杀气凌天，虚空为之冻结。无数气息霸烈，仅凭背影便能斩落星辰的无双神将虚影，蓦然镇守在城门与隘口，兵戈寒光映照万古。在长城最中央，一座缭绕着混沌初开气息，比星辰更加古老，比宇宙更加宏伟的南天门轰然洞开。人手蛇身的虚影显化，纤手轻托，五彩神石化作不朽城砖，稳固乾坤。射日的背影拉开神弓，剑尖直指城外黑暗，锐气撕裂虚空。手持定海神针的身影镇住翻涌的魔潮，定鼎山河。无数来自陈阳记忆深处、故土神话传说中的英灵身影若隐若现，汇聚成一股征伐万界、涤荡乾坤的煌煌天威。那一座万古不朽的神圣龙城，在这一刻仿佛被注入了灵魂，活了过来。它依旧是那道横亘万古、守护人族的永恒屏障，但南天门洞开，玄甲冰封所指，它更化作了一柄已然出鞘、欲要征伐诸天、扫荡一切敌的绝世战戟。即到众阳仙体第二无敌意象，龙城镇河山，而以魔渊吞金骨，视万物为刍狗，吾以此身筑龙城，护到诸天万万载。轰！当那巍峨不朽、雄浑壮阔，承载着无数人族战火、无尽历史光辉、无边浩渺人族先辈身影的万古史诗长城横亘在陈阳的身后。当陈阳霸绝寰宇，铿锵决绝的话语从金榜直播画面中传出，响彻在辽阔无垠的东荒、西漠、南疆、北元和中州5块大陆。当看到陈阳那具微小的身躯化作不朽龙城，镇守住这株天山河，迎面冲击那仿佛吞尽一切的大渊，所有修士心中情不自禁升起一股悲壮苍凉，仿佛被那画卷中流淌的血与火浸透，被那无数前赴后继、慷慨赴死的身影扼住了呼吸。天地间陷入短暂的死寂之后，是情感的决堤。东荒某处，一位小宗门的女弟子率先哽咽出声，她望着画面中那座凝聚了人族血泪与希望的龙城，望着城头那仿佛随时会为身后众生燃尽最后一滴血的挺拔身影，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陈阳公子，他原来背负着这样的宿命吗？
这声低气如同投入镜湖的石子，荡开了无数涟漪。即到众阳仙体，为人族护道。中州某座圣地内，一位真传女修喃喃自语。他想起自己也曾私下幻想过，若能得陈阳垂青，凭借其体质注意，他日必能正道成帝，光耀门楣。可此刻看着那横亘星空的龙城，看着那血色的基石，他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心中充满了羞愧与一种更为炽热的情感。我怎能只想着索取？若真有浩劫来临，我愿与他并肩，共守这河山。他攥紧了拳头，眼中泪水连连，却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光芒。原来他存在的意义远比让我们成帝更重要。北元补天圣教内，一位清冷如月的仙子，指尖颤抖地抚过直播光幕上陈阳的身影，冰封的星湖此刻掀起了滔天巨浪。他仿佛看到了未来，当神秘的域外天魔再次入侵，当恐怖大敌降临诸天，是这道身影，是这座龙城，会毫不犹豫地挡在亿万生灵之前。若能得他真心，成帝之路又算什么？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与深爱，那是一种超越了肉体与修为提升的灵魂层面的震撼与归属。越来越多的女修开始低声啜泣，继而演变成一片呜咽。在这一瞬间，他们不再仅仅是贪图那助人成帝的体质，而是真正为陈阳这个人，为他背后所代表的守护意志，为他那看似风光时则沉重无比的宿命而心痛、感动、深深着迷。陈阳，从今日起，我南宫情此生非你不嫁，若未能遇你，则孤独终老。南疆一位性情火辣的神女抹去眼泪，对着直播画面嘶声呐喊，眼中是近乎疯狂的崇拜与爱恋。我也是，还有我，愿为陈阳公子守此贞洁，身作龙城，护佑人族。中州不久前，那9位威压长生顾家的绝世女子陷入了长久的寂寥，但随后便是无比炽烈澎湃的热情。等不了了！血红长裙、曼妙如火的绝色女子被齿紧咬，冷冽秋眸中迎着泪光。这么好的男子，我必须先抢占先机。我要在他的心里刻下我要让他知道我的深浅。血红倩影悄无声息在中州大地上快速飞掠，越过万水千山。我未来的郎君，等我！某皇朝深处，也曾威压顾家的金袍璀璨、尊贵无双的女子，取下头戴的凤冠，扮作一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少女，自封天机之后，悄然离开了皇宫，与无数女修的情感爆发不同。数以亿万计的男修此刻却是面色复杂，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半晌发不出一点声音。一位曾经对陈阳嫉恨交加，扬言要将其碎尸万段的大教圣子，怔怔地看着那龙城异象，看着那血色基石上模糊却坚定的鲜明身影，他紧握的双拳不知不觉松开了，脸上火辣辣的，如同被人狠狠扇了一记耳光。我们之前究竟在嫉妒什么？他声音干涩，带着一丝茫然和羞愧。嫉妒他被迫成为众矢之的，嫉妒他可能要在未来某一天为我们所有人挡在最前面吗？旁边另一位圣子天骄沉默良久，才苦涩开口。与他所承载的相比，我等之争如同儿戏，渺小如尘，有何资格去嫉恨这样一个生来或许就是为了擎天的人？他们看着画面中陈阳那坚毅的侧脸，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极道众阳仙体带来的不仅仅是泼天的桃花运和成帝机缘，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足以压垮万古的责任。倘若真有大厦将倾、诸天浩劫的那一天，顶在最前面的一定是那座万古不朽的龙城，一定是那道看似单薄却愿为身后山河与众生燃尽一切的身影。想到这里，许多男修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头顶，又混杂着无地自容的惭愧。他们之前的敌意和诋毁，在此刻这煌煌人族史诗面前显得如此可笑与卑劣。某禁区中，一位须发皆白的存在长长叹息一声，声音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此子莫不是因劫而生？他目光穿透虚空，仿佛看到了更为久远的未来。金榜直播的弹幕在短暂的凝滞后再次爆发，但内容却与之前截然不同。陈阳公子，对不起，是我等狭隘。从今往后，谁敢再说陈阳公子一句不是，就是我毕生死敌。看哭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姐姐愿意为他背叛一切了。若真有浩劫，愿随陈阳公子死战不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东荒风云榜人气榜单上，陈阳的人气断崖式上升，绝对碾压了吞噬魔体顾长歌、荒古圣体叶辰、蜀山徐长卿，乃至是陈阳自己另一个身份的弱水圣子。不，这不可能。这一刻的天门山中，顾长歌惊骇欲绝，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无敌意象正在寸寸崩解。那座镇压人族河山的龙城中蕴含的不仅仅是力量，更是一种他无法理解也无法吞噬的浩浩荡荡的人族血气，不屈信念与文明星火。这种力量从根本上克制，碾压了他的魔道吞噬之力。可顾长歌嘴角溢出鲜血，那凝聚了人族血泪史诗与彼岸神话光辉的龙城镇河山，带着无可抗拒的煌煌大势向前推进。
所过之处，破碎的虚空被抚平，被吞噬的光线重新绽放。顾长歌的无敌黑渊散发出的吞噬魔意，如同冰雪遇上烈阳，发出痴痴的哀鸣。魔渊中的扭曲魔影在接触到龙城散发出的文明之光与信念之力时，纷纷如青烟般净化消散。轰！两股代表着截然不同意志的无敌意象，终于结结实实的全面碰撞在一起。没有僵持，没有拉锯，只有单方面的摧枯拉朽般的碾压。那看似能吞尽古今一切、寂灭万法的黑暗魔渊，在接触到那座巍巍不朽城墙的瞬间，便剧烈的扭曲、颤抖起来。吞噬之力在那凝聚了人族万古意志的龙城面前，如同溪流企图撼动泰山，显得无比可笑和无力。仅仅一次碰撞，顾长歌的无敌意象便如同被无上神锤砸中的脆弱琉璃，轰然炸裂，化作漫天溃散的黑色流萤，被那龙城之光彻底净化荡平。噗！意象被强行击碎，本源反噬，顾长歌如遭雷击，猛地喷出一大口蕴含着本命精华的鲜血，身形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从高空中无力坠落，气息瞬间萎靡到了极致，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与溃败。这就是极道众阳仙体的意象。一股深深的震撼和不甘充斥在他的内心，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被人碾压式的击败。他引以为傲的无敌意象在那座不朽史诗龙城面前没有半点抗衡之力。吞噬我的本源，都给我拿回来吧！陈阳的声音大如洪钟，他宛若天神的身影在苍穹云顶屹立。这一刻，巍峨浩瀚的龙城猛烈地直坠而下，城墙上无数人族史诗好似化作实质，所有的守护在这一刹那化作极致的攻伐，朝着顾长歌碾压而去。不，莫大的生死危机赶浮现心头，无法抵御的恐怖威胁让顾长歌目眦欲裂，犹如困兽。陈阳，我本体绝不会放过你！砰！在无数人的见证下，顾长歌的身形被碾压成了血雾，他的生机在这一瞬间彻底消散。远在中州某一神秘之地的顾长歌本体一口鲜血喷出，眉宇紧锁，竟然死了一具9级道身。天地间一片死寂，唯有那座凝聚了万古沧桑、人族史诗与神话光辉的神圣长城，静静悬浮在陈阳身后，巍峨、壮阔、永恒，散发着坚不可摧、万劫不磨的无上气息。它镇住的不仅是山河，更是人心，是这个时代属于人族的煌煌天命。外界短暂的死寂过后，爆发出了远比之前陈阳涅槃时更加狂热的欢呼与呐喊，尤其是无数女修喜极而泣，声震寰宇。太好了，吞噬魔体顾长歌死了。的确死了，但死的只是顾长歌的道身，那不是他的真正本体。道身就道身吧，我愿称这一战为东荒年轻一辈巅峰对决。选陈阳果然没错，陈阳公子才是天命所归。吞噬魔体中不敌极道重阳仙体，一道道弹幕刷屏，蕴含着万千感慨，不管是男修还是女修，都无比的震撼和惊骇。要知道在此之前，顾长歌的绝对强势和霸道的姿态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轻而易举间就秒杀了陈阳，无数人为之震撼。可当所有人都沉浸在这股震撼中的时候，陈阳却是死而涅槃，携带无敌意象重生，逆转乾坤，反而震杀了顾长歌。尽管那只是顾长歌的一具道身，可这一战绝对值得被无数人铭记。天门山秘境，他杀了顾长歌。一袭白衣胜雪，背负清风的徐长卿目光颤动，那般铺天盖地横亘长空的神圣龙城意象，即便是他隔得极远也亲眼目睹，更为之感到不可思议。此等意象为人族护道，之前倒是我误会他了。徐长卿神色闪烁，逐渐深沉，但恐怕自此之后，顾长歌知道这世上有能够镇压他之意象的人物，会更加的小心谨慎。若是谁也找不到他，那么假以时日，终成大患。徐长卿暗暗叹气，想要维持天下太平，真不是他一个蜀山大弟子能做得到的，哪怕是同辈之中，都有不少他完全无法制衡的存在。死去的顾长歌道身所有本源能量化作天地养料，继而成了陈阳涅槃重生的滋补。陈阳身形稳稳落在地，龙城镇河山意象悄无声息地散去，漫天的金色云海也随他消逝，仿佛这里不曾经历过那场旷世的天命对决，但残留的痕迹与气息还是表明了一切。他黑发随风狂舞，气息张扬狂放，神采奕奕，宛若主宰一切的神奇。夫君，陈阳。两抹香风好似用尽了一切力气冲过来，扑进了陈阳的怀中。原是早就哭得美眸泛红的洛熙和戚婉婉二人。你们哭啥？陈阳眨了眨眼睛，嘴角咧起，揽住二人娇软的仙躯。我还以为你们只有在求饶的时候才会哭。洛熙眸子通红，非常不争气地流着泪水。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居然真的会为一个男子而流泪。戚婉婉听到陈阳的调侃揶揄，却是怎么也笑不出来，有些泣不成声的她再也不想经历这样的事情。两人正要开口，就在这时，陈阳周身居然自主地升腾起一条金色神龙虚影，
好似缩小版的龙城镇河山意象，接着化作了一个图案印记，镌刻在了陈阳的手腕上。紧接着，天地之间亘古恒存的阴之力量莫名的风起云涌，变成了近乎凝实如雪的清风。在洛熙和戚婉婉不知所措的目光中，如雪清风吹落，他们脸颊上的泪水在空中凝结成一滴纯净到极致、散发着柔和光辉的液体。这是《混沌无极仙经》里面记载的红尘仙情泪。陈阳呆住了，他虽然有正阴阳大道的终极天宫的计划，但也要一步一步来。混沌无极仙经里面记载的那些大道之种都花里胡哨的，他都还没思考好记鸿蒙五行眼界天宫、轮回往生涅槃天宫之后该正什么天宫，没想到这就出来了道种。只见那一滴蕴含少阴本源的红尘仙情泪落入陈阳手腕上的龙城镇河山印记，仿佛存入了其中。见此，陈阳目光复杂的看着略显茫然的洛熙和戚婉婉：“你俩是真喜欢我？”陈阳有些狐疑的问道。按道理来说，这一滴红尘仙情泪只有蕴含极致的守护执念，引动天地间的少阴大道力量才有可能凝聚。这是一种特殊的无形道种，正常情况下不会存在于世。虽然他自问已经征服了魔教妖女洛熙与合欢宗圣女戚婉婉，但是他内心也清楚，身心上的征服是一方面，自己的体质又是一方面，却没想到事情好像有些不对劲。不然呢？洛熙咬着银牙，羞愤欺伤地望着陈阳：“混蛋，你难道不知道日久生情吗？”婉婉的心早就装满了夫君，变成了夫君的形状。戚婉婉楚楚可怜地望着陈阳，那秋水灵灵的眸子看得人心疼。陈阳在无语沉默半晌之后，终是不禁感叹：“日久生情，古人诚不欺我也。”二女蕴含着对陈阳的守护、关切、担忧的至情泪水，与天地间的阴之大道力量引动结合，形成了阴中含阳，实为蕴养的少阴大道极品道种红尘仙情泪。之前陈阳还在考虑继轮回生死之后该往哪个方向，但是现在只能先正阴阳了。不过光是2滴还不够，陈阳目光悠悠盯住了洛熙和戚婉婉二人那绝色秀丽的容颜：“你们还能再哭不？”二人一愕，旋即羞愤欲绝，粉拳朝着陈阳打来。外界东荒大陆某亿中年不见天日，森然之气缭绕的神秘区域，随着顾长歌道身被陈阳击杀的那一刻，一个锦囊命令自动下达：少主留言，春堂领命。一位气息无比深不可测，超越了大能王者境界的黑衣圣人离开了这里，其神色麻木，不似正常人，倒像是一位专门培养出来的死士傀儡。黑衣圣人行动极快，半时辰不到便抓了一个资质平平的年轻修士。前辈饶！那年轻修士惊恐万分，根本无法判断对方的强弱，也不会想到即将有一位圣人要夺舍他，命字都还没有说出来，一只大手抓在天灵盖上，年轻修士的眼神瞬间就变得空洞涣散。黑衣圣人的圣魂悄无声息地没入了年轻修士逐渐冰冷的身体之中，但夺舍过程并未结束。接着只见那黑衣圣人自己的身躯逐渐的萎缩，如同一颗饱满的果实瞬间干瘪。干瘪之后的黑衣圣人身躯凝结成巴掌大小，随后竟被年轻修士面貌的黑衣圣人直接吞入腹中。不久后，天门山入口外，一道年轻身影疾驰而来。等候在外面的众多东荒道统的大能、王者境修士目光微微讶异。这个时候了，还有人进入天门山吗？毅力可嘉，只可惜晚了，现在进去也得不到什么好机缘。黑衣圣人的圣魂7天夺舍禁术自然不是一群大能和王者能够看出玄妙的，这一秘法连天门山的规则都能够瞒过。无惊无险夺舍年轻修士的黑衣圣人直接进入了天门山。穿越入口的刹那，天门山的规则之力在他身上笼罩，有那么一刹那的狐疑，但终究没有将其抹杀。不过限制也仍然存在，但凡他敢爆发出真身的气机和力量，在那一瞬间他就会被天地抹杀。与此同时，远在中州神秘之地的俊美青年顾长歌本体睁开眸子，喃喃低语：道生果然留了后手，即便不能杀掉那个陈阳，坏他道心也足矣。某片古老遗迹之外，陈阳，又是这个陈阳。刚从古迹内走出的潘良嘶哑低吼，五指深深抠进身旁的古树树干之中，木屑簌簌而下。他胸膛剧烈起伏，眼中布满了血丝、惊怒、骇然，还有那蚀骨钻心的嫉妒，几乎要将他吞噬。就在刚才，他亲耳听到了一个传闻：陈阳斩杀了另一天命之子，吞噬魔体顾长歌的道身。彼时陈阳和顾长歌的激战，异象交锋，遮天盖地。虽然附近没有什么修士，可是在远处其他区域却有不少修士遥遥见证，因此消息已经传开。那些人言语之间充满了对陈阳的敬畏与崇拜，而他潘良堂堂吞星圣地正牌圣子，行走在天门山秘境中却如同透明。哟，这不是那个吞星圣子？什么吞星圣子？就他也配？陈阳现在连吞噬魔体道身都能斩杀，早已是无冕圣子，他最多给陈阳提鞋。这倒是，不说吞噬魔体道身，
就说把日月魔教的云峰打成无能的魔子，这个战绩就是他远远做不到的。路过之人见了他，也最多投来一句惊讶，随后就是嘲讽和不屑。所有的光芒，所有的赞誉，全都聚焦在了那个本该是儒鼎体制的陈阳身上。凭什么？他不就是靠着那体质才会被追捧？凭什么？潘良内心在咆哮。这些天下来，直到现在，他历经艰辛也才挣的4道天宫，其中仅有2道是极品，余下2道上品。不，我才是吞星圣子。潘良内心咆哮，状若疯魔，想到了当初选择他成为圣子的关键人物圣女于雪静。于雪静既然选择我，那我才是圣子，我要他亲口向天下人承认，陈阳现在比我强又如何？他就是没被选中。他发疯似的开始寻找于雪静的踪影。殊不知此刻的于雪静在陈阳大战结束之际，就拼尽了所有的力气朝着其所在位置赶来，可当他赶到之后，陈阳早已带着洛熙和戚婉婉离去。又错过了吗？于雪静立在一处孤潭之畔，一袭白裙胜雪，身姿窈窕曼妙，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月宫仙子。清澈的潭水映照着她清丽绝伦的容颜，眉如远山寒带，目似秋水横波，肤光如玉，清冷圣洁。她只是站在那里，便仿佛汇聚了天地间所有的灵秀之气，令人自惭形秽，不敢亵渎。此时的她身影是那样柔弱，那样凄凉孤独，她神色落寞，充满了无奈与苦涩。为什么？你是在故意躲着我吗？对不起。一抹清澈晶莹的泪珠在她的眼角滑落，如雪的清风吹拂而过，将那一滴泪水带向了远方。于雪静收起泪水，凄凉与萧瑟逝去，她攥了攥玉拳，眸子中仍旧燃着希望。她坚信自己一定能找到，哪怕对方在躲着她。于师姐。山的另一边，望见于雪静身形的潘良目露激动之色，他强压下内心的躁动，急奔而来。于雪静步履如风，眸光清淡，丝毫没有去看那潘良，只是自顾自地行走。他的世界仿佛只剩下了空寂和孤独，他的目标也只剩下了一个，找到陈阳。然而潘良不知何时已经拦在了他身前，看着他那冰冷如霜却又美得令人窒息的容颜，潘良下意识地生出一抹自卑。有事？于雪静红唇轻启，声音如玉珠落盘，却冰冷得没有一丝情绪。他的目光扫过潘良，没有半点波澜，只有一片疏离的平静，仿佛在看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陌路人。这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像是一盆冰水，将潘良心中最后一丝侥幸浇灭。他看到了他眼底深处那毫不掩饰的不屑，仿佛在说：你连与陈阳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巨大的屈辱感瞬间淹没了潘良，让他脸颊火辣，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扼住，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没事。既然没事，那就别再出现我眼前。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响起，顿了顿，更加刺骨。再有下次，我会杀了你。一抹森寒至极的杀机一闪而逝，潘良的身躯不由自主地站立。拥有4座极品天宫外加顶级异象的于雪静，足以斩杀潘良这个所谓的吞星圣子。话落，于雪静不再多看他一眼，已然转身，白衣飘动，消失在群山之后，留下潘良一人僵立在原地，感受着那刻骨铭心的屈辱与羞愤。婊子，贱婊子！无数积攒的屈辱、嘲讽、愤怒逐渐爆发的潘良双目变得血红，他漫无目的地在一处荒凉原野中穿行，心中的怨恨与不甘如同毒蛇啃噬着他的理智。什么清高绝世的圣女，无非是贪图那个陈阳的炉鼎体质。当初看不上他选了老子，现在又对老子视而不见。什么狗屁圣女就是贱货！潘良疯狂发泄着自己内心的怒火和怨恨，却没发现四周寂静的渗人，仿佛这片区域只剩下他自己。忽然一道黑影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从天而降，挡在了他面前。那是一个面容普通的年轻修士，但一双眼睛却深邃的可怕，没有丝毫年轻人的朝气，只有一片死寂的麻木与冰冷。潘良心神一凛，察觉到不妙，厉声喝道：你是谁？那年轻修士，或者说夺舍了这具躯壳来自九华殿的黑衣圣人，并未答话。他只是缓缓抬起手，一股远超天宫境的恐怖气机瞬间锁定了潘良，如同无形的牢笼，将他周身空间彻底凝固。潘良瞳孔骤缩，想要挣扎，想要爆发天宫，却发现自己在那绝对的力量面前，如同蝼蚁面对巨象，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无边的恐惧瞬间攫住了他。不，你不能！他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充满了惊骇与绝望。黑衣圣人面无表情，一只手如同铁钳般按在了潘良的天灵盖上，一股无法抗拒的冰冷彻骨的灵魂力量，如同狂暴的洪流，蛮横地冲入了潘良的识海。啊！灵魂被撕裂，被碾碎的极致痛苦，让潘良发出了不成声的惨嚎。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正在被迅速磨灭，如同风中的残烛。过往的野心、不甘、怨恨，对于雪静的痴恋，
所有的一切都在此刻显得如此可笑和渺小。他堂堂吞星圣子，竟要如此憋屈地死在这无人知晓的角落，甚至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而夺舍他之人甚至不屑于与他多说一句话。我不甘心。最后一丝意识彻底沉入黑暗之前，唯有这无尽的憋屈与怨恨凝固在了他涣散的眼瞳之中。没多久，一个新的潘良出现，那麻木的眼神中没有任何波动。他感受了一下体内被天门山规则压制着的力量，身影一闪，再次消失在荒凉的大地上。如今的天门山机缘争夺已经进入到了后期，各大秘境宝地、神秘古迹大多被人探索完了，也不知道叶兄和丹烟妹妹他们在哪儿。宋玉愁眉苦脸，这段日子下来，他也得了一些机缘，如今已是5级品以上品天宫，他估摸着自己挣不了第7道天宫。但是一想到自己那位出尘角色，若神仙姐姐般的丹烟妹妹，此刻或许在和妹夫弱水圣子做那种难以启齿的事情，他就感觉胸膛更加堵得慌。死鬼老爹，我恨你！宋玉也忍不住怒吼，但接着他却是看到了数十道人影掠过，每个人脸上挂着凝重和恐惧。诸位道兄，怎么了这是？宋玉忍不住询问。有人认出了宋玉是中州大黎那位游山玩水的世子，连忙喊道：宋兄快逃！那个吞星圣子潘良入魔了，正在胡乱杀人，想要逼陈阳出来与他生死决战。什么？宋玉闻言瞳孔一缩，却是浩然清风道：岂有此理！我宋某人生平最看不惯这种事，带我去会一会他。他身形化作疾风，朝着与这些人逃跑的反方向掠去，背后6座天宫虚影展现，让人目光一亮。那些修士犹豫了一下，原地等待着，也许宋玉能够击败对方呢。但没一会儿，道兄们快逃！那潘良入魔深重，实力恐怖。宋玉浑身狼狈地逃回来，身上还挂了彩。众人，于是一群人都在逃亡，关于潘良入魔的消息也就此扩散出去，在天门山内如瘟疫般蔓延，引发极大震动。此时的潘良周身魔气汹涌，眼目全白，戾气滔天，所过之处，无论是何门派弟子，皆被其以狠厉霸道的手段瞬间重创，甚至毙命。其出手之阴狠毒辣，与往日判若两人，那冰冷的杀意与纯粹的毁灭欲望，令人胆寒。起初，一些顶尖天骄闻讯，义愤填膺，纷纷前往阻拦，欲要镇压此僚，为同门报仇。但什么阿猫阿狗也敢伤我3大圣地的弟子，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俺们打不过弱水圣子，打不过陈阳，难道还打不过你吗？5行圣子驾驭5色神光，万雷圣子沐浴9天雷霆，太初圣子催动太初一气，3人怒气汹汹，是要为自家那些受伤的师弟们找回场子。然而，噗！一连3声，潘良仅仅是轰出一拳，那冰冷森然的威力瞬间轰飞3人，喋血半空。这家伙他妈开挂了吧？操！有古怪，咱们还是先逃吧。那还说什么？逃啊！看似滑稽的3人却只是缩影。东荒那一个个声名赫赫的天骄屡屡出手，却根本在潘良手中走不过一个照面。好一点的重伤逃走，惨一点的当场被击毙，这让他们忍不住怀疑，这潘良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噗！大眼圣子赵怀真狼狈逃走，脸色惊恐，直到符箓燃烧殆尽，带着他逃到安全之地，他这才大口喘气，伴随着吐血。这人有问题。传闻不断扩散，不少修士人人自危，变得恐慌起来，生怕遭遇入魔滥杀无辜的潘良。终于，一道煌煌剑光自天际而来，剑气冲霄，涤荡妖氛。蜀山传人徐长卿到了，他面容肃穆，身后古剑轻盈，凛然正气与潘良周身魔气形成鲜明对比。你当真是入魔了？醒来！徐长卿声如剑鸣，试图唤醒对方神智。然而，回应他的是潘良那双麻木瞳孔中闪过的一丝残忍，以及一道快如鬼魅的突劲。徐长卿瞳孔骤缩，古剑瞬间出鞘，斩出千百道璀璨剑帘，封锁身前每一寸空间。这是蜀山的首式剑诀，固若金汤。可潘良不闪不避，缠绕着黑红魔气的五指成爪，直直探入剑帘中心，吃了。足以搅碎金筋的剑帘，竟被他徒手生生撕裂。魔爪去势不减，瞬间破开徐长卿的护体剑气，狠狠印在其胸膛之上。噗！徐长卿如遭雷击，胸膛凹陷，鲜血混杂着内脏碎片狂喷而出，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骇。你不是潘良？潘良眼神冰冷，一步踏前，魔掌抬起，便要彻底了结这位蜀山传人的性命。生死一线间，徐长卿猛地捏碎了怀中一枚温养多年的古朴剑符。嗡！一道纯粹到极致的护体剑罡爆发，勉强挡下致命一击，同时裹挟着他化作一道血色剑虹，瞬间遁出千里之外，气息萎靡到了极点，已是濒死状态。潘良眉头微皱，想爆发更多的力量，却又感应到了天地规则的杀机，
不由得按捺住，未曾追击。他只能在目标出现的时候爆发那绝世必杀的一击。部分吞星圣地的男弟子听到潘良大发神威的战绩之后，立马过来谄媚巴结，帮着对方耀武扬威。陈阳，敢不敢出来与潘良师兄一战？潘师兄如今神功盖世，力压群雄，陈阳你若是条汉子就出来，我潘师兄得到了大地传承，谁人能敌？陈阳算个狗屁，我潘师兄天下无敌。外界观看金榜直播的无数修士忍不住咂舌，这个潘良不对劲啊，他是本人吗？怎么感觉变了个人？他该不会是被夺舍了吧？咋可能一下子变得这么强大？可惜之前没有他的画面，不然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东荒，凤羽生凝望着金榜直播，也感觉到了一丝荒谬。门下弟子有几分实力，资质如何，他还是能够判断的。这个潘良即便得到今天传承，短时间内成长起来，可行事风格又岂会发生这般变化？有人夺舍了他，而且目标是陈阳。凤羽生凤眸冷凝，一瞬间就想明白了。可即便是他猜测出来，也无济于事。他根本进不去天门山。此时的天门山内，咦，怎么又来一滴红尘仙情泪？陈阳眉头微皱，不由得惊讶。他刚才已经试验过了，每个女子只能贡献一滴，而洛熙和戚婉婉的已经被自己收取了。可刚才一阵少阴雪风吹来，携带着这一滴泪珠，让他相当不解。陈阳，痛！洛熙白皙玉手紧紧环着陈阳的胸膛，魅惑离眸中流淌出晶莹剔透的泪水，目光哀求。痛你还把我抱那么紧？陈阳无语地瞪了他一眼，随即温柔地推开他，但接着就听他道：不要拔出来！可恶，到底要干什么啊，这妖女！陈阳火冒三丈，在戚婉婉掩嘴羞笑中狠狠教训了洛熙一番。陈阳带着洛熙与戚婉婉二女刚离开暂居的山洞不久，便察觉到周遭气氛的异常，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远处隐约传来修士惊慌的议论声。完了，那个潘良已经彻底疯了，现在正在铜龟崖镇杀吞星圣地的同门，就为了把陈阳逼出来，真的是极度使人面目全非啊！他现在就是非要和陈阳分个生死高下。此人已经彻底入魔，病入膏肓，但凡有敢非议他或维护陈阳的修士，都被他随手碾死了。五行圣子、万雷圣子他们都败了，连蜀山徐长卿都差点陨落，太可怕了，简直像换了个人。那眼神可怕的让我现在都还发颤。听到这些声音，陈阳眉头紧锁。潘良自他获得系统崛起之后，压根就没把那个吞星圣子放在眼中过，可对方什么时候有了这种实力，连蜀山徐长卿都不是对手。事出反常必有妖。陈阳心头一沉，脸色难看起来，因为对方居然在以吞星圣地弟子的性命逼迫他现身，如此行径当真是暴虐无道，丧尽天良。而倘若他不出来的话，那就是对吞星圣地忘恩负义，对那些同门见死不救，会就此背上骂名。夫君，此事蹊跷。戚婉婉柔声道，美眸中带着担忧。洛熙也收敛了平日的魅惑，冷声道：那个潘良莫不是在这天门山得到了什么传承，所以才有这份底气去铜龟崖？陈阳目光冰寒，不管那个潘良是什么情况，既然因他而掀起杀戮，那他便不能坐视不理。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道清冷如仙的身影在听到了关于潘良入魔性情大变、残杀无辜和同门逼迫陈阳出来的消息后，瞬间就察觉到了不对劲。某处地势较高的位置，雨雪静白衣胜雪，容颜清绝，清风吹拂着她单薄的白裙，猎猎作响。视野之中忽然出现陈阳以及洛熙、戚婉婉三人的身影。陈阳，雨雪静内心欢喜，可接着好似想到什么，那双秋水般的眸子里闪过一抹难以掩饰的急切和担忧。那人不是潘良，陈阳你别去。他身化惊鸿，不顾一切地朝着铜龟崖的方向疾驰而去。他已然明白，此刻正在滥杀无辜、心性入魔的潘良绝不是真正的潘良，真正的潘良怕是已经死了。这个假的潘良意在陈阳。陈阳，有危险！铜龟崖地势险恶，如其名，传闻上古有两位圣人于此同归于尽，戾气千年不散。此刻崖顶平台之上，魔气森然，数十名吞星圣地的弟子被无形的魔所捆缚，丢在一起，人人带伤，脸上写满了惊恐与难以置信。他们望着前方那道魔气缭绕的身影，几乎无法将眼前这个煞神与昔日同门师兄联系起来。潘师兄，你醒醒啊！我们是同门啊，我们都站在你这边支持你，你为何要如此对我们？疯了，他真的疯了！潘良对同门的哀嚎与质问充耳不闻，他脚边还躺着几具气息全无的弟子尸体，那是方才试图反抗或咒骂的最凶之人。他目光空洞地扫视着远处不敢靠近的围观人群，声音如同两块生铁摩擦，冰冷的回荡。陈阳，再不出来，每过10息，我杀一人！话音未落，他随手一抓，一名弟子便被他隔空扼住喉咙提了起来，
那弟子双腿乱蹬，面色迅速青紫。远处围观的修士们无不脊背发凉，丧心病狂，简直丧心病狂！他连自己同门都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陈阳若来，只怕凶多吉少。就在那名弟子即将断气之际，一个冰冷震怒的声音传来：“住手！”3道流光破空而至，落在崖顶，显露出陈阳、洛曦与戚婉婉的身影。人群惊动，纷纷退开。陈阳目光如万年寒冰，死死锁定潘良：“我来了，放了他们。”潘良麻木的瞳孔微微转动，落在陈阳身上，那深处一丝被设定的杀机骤然亮起。他随手将那名濒死的弟子扔回人堆，如同丢弃一件垃圾。“你终于来了。”他的声音依旧毫无波澜。“你要战，我奉陪，与他们无关，立刻放人。”陈阳上前一步，周身气息隐而不发，鸿蒙五行眼界天宫和轮回往生涅槃天宫的虚影在背后若隐若现，引得周围空间微微扭曲。“放人！”潘良嘴角扯出一个极其僵硬，堪称狰狞的弧度。“好啊！”他猛地一挥手，那捆缚着数十名弟子的魔锁骤然收紧，将他们如同串在一起的石子般狠狠抛向半空。同时，他另一只手五指张开，一道凝聚着毁灭和吞噬气息的漆黑魔光瞬间成型，并非射向陈阳，而是悍然轰向空中那些毫无反抗之力的弟子。这一击若是落实，那数十名吞星弟子瞬间便会化为飞灰。“你敢！”陈阳目眦欲裂，他万万没想到对方竟如此歹毒，以放人为饵，实则是要当着他的面屠杀同门。此举不仅狠毒，更是要让他道心蒙尘。若眼睁睁看着这些同行弟子被杀，哪怕他再如何道心坚定，也不可能不受影响。电光火石之间，陈阳来不及多想，身体已先于意识行动。嗡！2大终极天宫爆发出璀璨霞光，他身形如电，瞬间出现在半空那群弟子下方。龙城镇河山异象展开，化作一片巍峨史诗的万古长城，硬生生挡在了那道毁灭魔光之前。轰隆！夹杂毁灭和吞噬生机的魔光狠狠撞在长城之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这一瞬，陈阳身躯巨震，喉头一甜，也同时明白了什么：你不是潘良，你是顾长歌的后手。他惊怒至极的怒吼发出，人群茫然呆愣。然而就在他就力刚去，心力未生，全部心神都用在抵御魔光和护持那些吞星弟子的一刹那异变在此时发生。潘良似乎早就等待着这个时机，他周身原本内敛隐藏欺瞒天地的气息如同火山喷发般轰然炸开，一股远超天宫境，凌驾于大能，甚至超越寻常王者的恐怖气息冲天而起。那是属于圣人的威压。圣人！远处洛曦和戚婉婉花容失色，想要上前，却被那骤然爆发的圣威死死压制，难以动弹。潘良的双眼瞬间变得漆黑如墨，没有一丝眼白。他抬起手，整个铜龟牙的煞气仿佛都被他引动，疯狂汇聚于他的指尖。那指尖处，空间不是扭曲，而是崩塌，形成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所有的光线、声音乃至神识都被吸入其中。一道细微、漆黑，仿佛蕴含着宇宙终极死寂的指芒，自那黑洞中悄无声息地射出。它没有浩大的声势，却快到了超越时空的界限。他锁定了陈阳，无视了他的2大终极形态天宫，无视他的意象，直指他的心脏。这是一位下位圣人燃烧残存圣元，蓄谋已久，无视天地规则的绝命一击。其目标并非直接斩杀陈阳，而是与陈阳同归于尽。轰！几乎在这道圣人级攻击发出的同一瞬间，天门山的苍穹之上风云突变，浩瀚无比的天威凝聚，一道粗如水缸、色泽混沌、蕴含着完整天地规则的恐怖劫雷，如同天罚之矛，带着抹杀一切的意志，朝着强行爆发圣人力量的潘良悍然劈落。天门山规则不容挑衅，但那道绝杀指芒已然发出，先于劫雷到了陈阳身后。陈阳刚刚救下那些吞星弟子，心神尚未平复，便感觉到一股令他灵魂冻结的死亡阴影自身后笼罩而来。那速度，那力量层次根本不容他反应，甚至连转动念头的空隙都没有。他只能感受到那纯粹的、绝对的死意，来自圣人的致命杀机。远处围观的所有人，洛曦、戚婉婉以及通过金榜直播看到这一幕的5块大陆无数修士，全都目光呆滞，大脑一片空白，仿佛看到了陈阳被瞬间湮灭的未来。就在这万籁俱寂、生死定格的一刹那，陈阳凄厉到极致，却又带着某种决然清韵的呼唤陡然响起，撕裂了凝固的空气。一抹纯白的身影仿佛燃烧了生命与轮回，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超越了思维，跨越了空间，如同扑火的飞蛾，义无反顾地挡在了陈阳与那绝杀指芒之间。看到那张清冷绝色脸庞的瞬间，陈阳瞳孔剧烈猛缩，心脏仿佛被什么狠狠一掐。
来人正是一路追赶过来的吞星圣女于雪静。她甚至来不及看陈阳一眼，只是张开双臂，用她那单薄的身躯为陈阳构筑成了最后一道，也是唯一一道屏障。噗，轻微却足以让所有人心脏骤停的声音响起，那道蕴含着圣人死志的漆黑指芒毫无阻碍地洞穿了于雪静的心口。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于雪静娇躯猛地一颤，绝美的容颜上瞬间失去所有血色，变得苍白如雪，又透出一种濒死的透明感。她艰难的，极其艰难的回过头，望向近在咫尺的陈阳，那双曾经冷如寒星，曾对他流露过复杂情愫的秋水明眸，此刻如同破碎的琉璃，倒映着他的身影。没有怨恨，没有不甘，只有一丝释然的温柔和一抹深藏眼底再也无法说出口的眷恋。鲜血如同盛放的红梅，在他纯白的衣襟上迅速晕染开来，凄艳夺目。陈阳，他唇瓣微动，似乎想呼唤他的名字，却只有更多的鲜血涌出。下一刻，他眼中最后的光彩消散，纤柔的身躯如同断了线的玉偶，无力地轻飘飘地从半空中坠落。白衣染血，青丝散乱，在空中划出一道凄美绝伦的弧线。不，陈阳的嘶吼如同受伤的远古凶兽，带着撕心裂肺的痛楚与滔天的疯狂，终于冲破了所有的束缚，震撼了整个铜龟崖。他无力而绝望地看着那抹纯白被血色浸染，看着他为自己挡下死劫，香消玉殒。那一刻，他的心脏狠狠战栗，他的世界仿佛随着那道坠落的身影一同崩塌了。几乎同时，轰！天地规则所画的天罚劫雷精准地劈中了刚刚发出绝杀一击的潘良。在那煌煌天威之下，他那夺舍而来的躯壳，连同其内隐藏的圣人残魂，连一丝抵抗都未能做出，便在刺目的雷光中瞬间气化，湮灭于无形。铜龟崖上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陈阳那绝望的咆哮还在山谷间痛苦的回荡。为什么？陈阳眼瞳血红，在那一瞬间冲出，接住了于雪静坠落而下浸染鲜血的躯体，他声音凄厉悲绝：你当初不是不喜欢我吗？为什么要替我挡下这一劫？不，顾长歌，我陈阳发誓与你不死不休。此时此刻，周遭所有人群呆若木鸡，大脑完全宕机，根本反应不过来。远处，洛西和戚婉婉捂住了嘴，美眸中满是震惊与悲伤。所有围观者，所有通过金榜直播看到这一幕的修士，全都呆立当场，心神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吞星圣女于雪静为救陈阳，挡住了圣人绝杀，香消玉殒。这一幕如同永恒的烙印，深深刻入了每一个目睹者的灵魂深处。接着他，外界，凤羽生玉手眼住嘴，泪水瞬间夺眶而出。他曾对于雪静说过，其与陈阳之间还有机会，因为他知道当初让于雪静选择潘良是圣地高层朱长老的授意，因为圣地正在与潘良背后家族所在的东荒三大商盟合作。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陈阳是极道重阳仙体，那不怪于雪静。可现在凤羽生从没想过自己辛苦培养的这个徒儿居然会就此香消玉殒。可更让他近乎窒息的是，徒儿于雪静是为了救另一个他同样无比重视的陈阳而死，手心手背都是肉。吞星圣女为了陈阳而死。中州、西漠、南疆、北原，无数女子泪目，或许她们也曾幻想有一天自己也会飞蛾扑火，也如于雪静这般为了那个他们在意的男子而死。没有为什么，没有必须的理由，他们没做到的事情，那个被无数人误会受尽委屈的女子做到了。等等，你们看陈阳要做什么？他这是畜生啊！吞星圣女人都死了，他难道还要兽性大发不成？非人哉，这陈阳简直不是人啊，他比禽兽还要禽兽。于仙子为救他香消玉殒，他竟然还贪图于仙子的尸体，畜生啊！噗啊，我与禽兽陈阳不共戴天。正当无数女修臣竟在悲伤和缅怀中的时候，许多男修炸锅了，金榜直播弹幕也沸腾了，只因在此刻的金榜直播画面中居然突兀变得黑屏。陈阳对周遭的一切声音乃至那毁天灭地的天罚劫雷都充耳不闻，他的世界里只剩下怀中这具迅速冰冷轻若无物的身躯。雪儿，撑住，你不会死的。他喃喃低语，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仿佛每一个字都带着血沫。手臂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几乎要抱不住怀中的人儿，却又死死箍紧，仿佛要将他揉进自己的骨血里，用自己的体温去驱散那致命的冰寒。他低头看着雨雪竟苍白如雪的脸庞，那双曾清冷如星也曾为他泛起涟漪的眸子紧紧闭着，长睫上仿佛凝结着冰霜，鲜红的血迹在他纯白的衣襟上绽开，刺得他双眼剧痛，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反复碾压，痛到无法呼吸。自责、懊悔如同汹涌的潮水，瞬间将他淹没。为什么没有早点察觉那个潘良的动机？为什么自己护住了那些同门弟子，
却没护住他？为什么没有在他冲过来的那一刻反应过来将他推开？如果他再强一点，如果他再警惕一点，如果无尽的如果化作噬心的毒虫啃噬着陈阳的理智。他的嘴唇失去了所有血色，干裂苍白，微微开合着，却发不出任何有意义的声音，只有粗重而破碎的喘息。雪儿，你不会死的，我是众阳仙体，我的本源能救你。陈阳无声地默念着，眼中只剩下怀里身躯冰冷的女子，我一定能救你。陈阳猛地抬起头，赤红的双目扫过四周，那眼神中蕴含的疯狂与悲痛，让周围试图上来慰问一番的人群瞬间如坠冰窟，下意识地后退，不敢与之对视。他甚至没有理会洛西和戚婉婉担忧焦急的呼唤，周身恐怖灵力爆发，化作一道扭曲空间的流光，抱着于雪静，以一种近乎燃烧本源的速度，疯了一般冲向铜龟崖深处，冲向那煞气最浓郁、人迹最罕至的荒僻之地。他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绝对安全的地方，他不能让他就这样离开。风声在耳边呼啸，却吹不散陈阳心头的阴霾与剧痛。怀中的身躯越来越冷，那冰冷的触感透过衣料，如同针扎般刺痛他的皮肤，也刺痛他早已千疮百孔的心。终于没入被浓郁死气与古老煞气笼罩的悬崖底部，一个被藤蔓遮蔽的狭窄洞口。没有丝毫犹豫，陈阳挥手震开藤蔓，抱着于雪静便冲了进去。洞内阴暗潮湿，弥漫着腐朽的气息。陈阳却顾不得许多，小心翼翼地将于雪静瓶放在一处略微干燥的地面上，动作轻柔的，仿佛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他跪坐在他身边，颤抖的手指轻轻拂过他冰冷的脸颊，感受着那微弱的几乎随时会断绝的生机。心如刀绞，我不会让你死的，雪儿，我不会让你死的。他反复念叨着，像是在对自己发誓，又像是在呼唤面前的人儿。即到众阳仙体，轮回往生，一定有办法，阴阳相济，涅槃重生。他的眼神从最初的疯狂与绝望，逐渐凝聚起一丝偏执到极点的光芒。他必须成功，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雪儿，原谅我。辞了。也就是在这一刻，金榜直播画面瞬间陷入黑屏。金榜直播不侵犯个人隐私，即将转播他人。外界充斥着铺天盖地的喧嚣和怒骂，无数怒喷斥责陈阳不是人的弹幕刷爆。畜生，禽兽，猪狗不如，他怎能这样做？连吞新圣女死去的尸体都要，畜生！我建议天道发布畜生榜，陈阳排在畜生榜榜首。谁赞同？赞同。畜生陈阳丧尽天良，尸体他都要，奸畜生！男修怒骂，女修们则是懵了。陈阳公子到底要做什么？陈阳公子不可能是那种人。是啊，就算陈阳公子想与吞新圣女温存最后一刻，也不至于。或许陈阳这是在救吞新圣女，你们信吗？各地的女修也想在弹幕上为陈阳解释，可这一次却盖不过那些谩骂，最终只能够选择暂时沉默。但他们绝不相信陈阳是那种目的，他一定有苦衷。于雪静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一个很漫长的梦，梦里她是陈阳的小娇妻，和陈阳做着百般恩爱的事情，陈阳对她百般温柔与呵护，用尽了一切来体贴她。梦境之中，云雾缭绕，仙葩盛开，仿佛置身于一片不受世俗纷扰的净土。于雪静感觉自己被一片温暖的光晕包裹着，所有的痛苦与冰冷都远去了。她缓缓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陈阳那张棱角分明，此刻却写满了无尽温柔与心疼的脸庞。雪儿，你醒了。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失而复得的珍视，指腹轻轻摩挲着他的脸颊，动作小心翼翼，仿佛他是易碎的琉璃。于雪静怔怔地望着他，美眸中瞬间蒙上了一层水雾。梦境如此真实，让他积蓄了太久的情绪终于决堤。陈阳，对不起，对不起。他哽咽着，泪水如同断线的珍珠，沿着苍白却依旧绝美的脸颊滑落。此刻的他褪去了平日清冷圣女的外壳，显得那般脆弱无助。我见犹怜。当初在圣地，我没有选择你，他泣不成声，那些压抑在心底的懊悔、自责与羞惭，如同潮水般涌出。他恨自己当初的妥协，恨自己让眼前的男子承受了那般屈辱与失落。陈阳的心仿佛被他的泪水浸泡，阵阵抽痛。他伸出手，用指尖轻柔地拭去他的泪珠，眼中没有丝毫的责怪，只有更深的心疼与愧疚。傻雪儿，不怪你。他将她轻轻拥入怀中，感受着她单薄身躯的微微颤抖，声音坚定而温柔。过去的一切，我从未真正怪过你，要怪，只怪我当初不够强大，未能让你义无反顾的选择。他低下头，额头抵着他的额，温热的呼吸交织。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没有保护好你，让你为我。后面的话他哽在喉间，无法说出，只是手臂收得更紧，仿佛要将他融入自己的生命。于雪静仰望着他近在咫尺的脸庞，看着他眼中那毫不作为的心疼与深情，听着他温柔的低语，
心中那块沉甸甸的巨石仿佛在瞬间被挪开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解脱感与巨大的幸福将他淹没。他没有怪自己，他理解自己，他甚至还在自责。陈阳，于雪静喃喃着陈阳的名字，主动伸出玉臂，环住了他的脖颈，将满是泪痕的脸颊埋在他的肩窝，感受着他坚实胸膛传来的温热与有力的心跳。这一刻，所有的委屈都化为了无尽的眷恋。以后不要再躲着我了，好不好？他在他耳边轻声祈求，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又蕴含着无比的认真。我找到你了，我不想失去你，我想在你身边。陈阳心中一荡，低头吻去他眼角的残泪，郑重承诺：好，从今往后你就是我陈阳的妻，生生世世我护你爱你，绝不负你。梦境之中，两人紧紧相拥，所有的误会与隔阂都在这一刻冰雪消融。于雪静依偎在陈阳怀中，绝美的脸上终于绽放出世然而幸福的笑容，如同历经风雪后终于盛放的雪莲，清艳绝伦，动人心魄。而陈阳只是静静拥着她，仿佛拥着失而复得的整个世界，眼中满是失而复得的庆幸与矢志不渝的温柔。某一刻，梦境之外的昏暗山洞，于雪静冰冷的身体中焕发出一抹炽烈的温热，一道极为璀璨，仿佛蕴含着无尽太阴大道力量的光团在她的丹田滋生，继而流经四肢百骸，在触碰到陈阳的众阳仙体本源的刹那，彻底的奔腾起来。漫天金色神霞在外面悄然汇聚，接着化作一片金色光雨瀑布，流淌进了那昏暗的山洞，将于雪静和陈阳彼此交融在一起的身体包裹。这一刻，陈阳眸子陡然睁开，一种极致的喜悦和幸福在他的眼中浮现。碧落玄阴仙胎，雪儿，我救活你了！陈阳内心无比激动，脸上洋溢着止不住的欢喜。此时的于雪静，那张美得令人窒息的苍白容颜上多出了几分血色，她恬静美丽的双眸闭合着，修长的眼睫毛微微颤了颤，好似即将苏醒。在那梦境之中，依偎在陈阳怀里的于雪静好似感应到了什么，本来挂着笑颜的清丽脸庞上浮现一丝不舍和失落。她扬起玉颈，支起身子，在陈阳的唇上一吻。陈阳，对不起，我要走了。其实我已经死去。于雪静嫣然一笑，青眸中挂着释然、解脱和仿佛临死前挣来的那一抹幸福。指望来生，我能第一次就坚定不移地选择你，一直陪在你身边。陈阳怔怔握住她的柔蹄，接着紧紧将她拥入怀中。傻瓜，说什么呢？你才不会死！没死魔于雪静心下悠悠，眸子终于合上。她知道这些都是自己死前的所有幻想和留恋，她终是为陈阳而死，她不后悔，她只是遗憾，遗憾自己未能和陈阳真正的走到一起，就这样阴阳相隔。来世再与君心同。山洞中，一抹泪珠从于雪静的眼角流淌而出，蕴含无尽哀婉和凄楚的低语倾响在陈阳的心头。陈阳内心哀伤自责，愈发惭愧，紧紧拥着怀中的女子。陈阳，那灵动狭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当于雪静睁开眸子的那一刻，居然再次看到了陈阳。看来我的梦还没逝去，又能多看一会儿你。他想抬起手抚摸陈阳的脸颊，却发现陈阳早已是满脸清泪，无声地哭泣着。这只是梦，陈阳，你别哭。于雪静心疼的呼唤，眸光明澈清亮。我们在梦里都不会死的。他试着动了动，忽然感觉到了什么，不禁视线朝着身下望去。当看到陈阳与自己彼此交融的那一刻，于雪静那张精致清秀的容颜上瞬间爬起一抹绚烂的绯红。陈阳，没想到我们能在梦里结为夫妻。于雪静神态羞涩，袅娜细语，做不成活着的鸳鸯，那就做梦里的鸳鸯，也算是此生无憾了。他握住陈阳的手掌，十指相扣，亲吻着陈阳的唇，陷入这迷蒙的似梦非梦之中。而陈阳也万般温柔地随他驱使，任何一种修炼姿态都在此刻毫无休意地展开。陈阳，好想和你一直这样恩爱，哪怕只是一场梦。直到这一刻，于雪静感觉周围的环境好像不是梦里的桃源仙境，而且她好像还感应到了自己的天宫。难道我没死？陈阳，我没死，我可以和你在一起了。于雪静在意识到自己还活着的刹那，无比的惊喜雀跃。她雪白的玉臂紧紧环住陈阳的肩背，小脑袋埋进陈阳的胸膛，似乎恨不得一直到天荒地老。可接着她就感觉哪里不对劲，如果他现在没死的话，那么等于@下划线@等于傻瓜，我说了，你不会死。就在这时，陈阳终于发出了一道温柔却又裹挟着揶揄的声音。他凝望着骑在自己身上的于雪静，眸子柔和，百般呵护。不用在梦里，我们现在就是鸳鸯。于雪静忍不住捂起瞬间滚烫一片的脸颊，只一眨眼，她那雪白的容颜便如同火烧云一般艳丽灿烂。她没想到这居然是真的，自己真的没死，自己复活了。那么之前的一切，她在梦里发生的那一切，都真真实实的和陈阳发生了吗？太羞人了，害羞了。见她如此模样，陈阳不禁调侃一笑。雪儿刚才和我尝试了那么多种修炼知识，
不知道感觉如何？修行体悟应该很好吧？于雪静羞红了脸，依旧把头埋在陈阳的胸膛，蚊子般小声的羞涩低语：“陈阳，你快别说了，我没脸见人了。”陈阳笑了笑，抱着他坐了起来，目光温柔地望着他：“雪儿，看着我。”于雪静缓缓松开捂住脸颊的小手，羞涩又忐忑地与陈阳对视。当无比近距离地感受到陈阳眼中那无尽的温柔与爱恋时，他脸蛋荡漾起一抹幸福的红晕。陈阳，于雪静眨了眨美眸，小心翼翼道：“你原谅我了吗？我没怪你，哪有什么原不原谅？不过你要听的话也行。”陈阳捧着她绝尘精致的脸庞，温柔道：“我原谅你这次为了救我而牺牲自己，但以后不许这样了，我不希望看到你受伤，知道吗？”可是……于雪静点了点头，却又忍不住想反驳。陈阳狠狠瞪了他一眼，霸气侧漏道：“我堂堂天命之子，难道还要你保护我不成？你只能被我保护，懂？再敢胡来，打你屁屁！”于雪静似是被吓了一跳，小心地揉着陈阳的胸膛，软软道：“不要打，亲亲好不好？”半个时辰之后，一股前所未有的碧落玄阴之力自于雪静体内轰然爆发，与他从陈阳那里得到的重阳本源激烈碰撞，却又在下一刻诡异的交融旋转，化作一个完美的阴阳道图，将二人笼罩其中。于雪静娇躯微颤，眉心处一点幽蓝色的仙纹骤然亮起，散发出古老而纯净的太阴气息。嗡嗡嗡，接连3道璀璨的光柱，裹挟着截然不同却又同出一源的强大道运，自他头顶冲天而起，直贯苍穹，代表着3座极品天宫。与此同时，陈阳的体内，他的重阳本源与于雪静的碧落玄阴本源融合出了一缕极为纯净、幽深、寂寥，似乎能埋葬生灵，让万物归于永恒的玄阴归藏之气。这是在于雪静死亡之时诞生的归藏气息与其体质觉醒，再加上陈阳的众阳仙体提供的生机结合而诞生，天地为一。这一刹那，陈阳体内一座全新的天宫虚影开始迅速凝聚铸就。这座天宫通体呈暗蓝色，仿佛由万古不化的幽冥玄冰铸成，宫体之上镌刻着无数代表着终结、安息、轮回的古老道纹。它静静悬浮，散发着让灵魂站立的冰冷与死寂，却又蕴含着一种尘归尘、土归土的终极宁静。太阴道极品最强天宫，玄阴归藏天宫。轰隆隆，山洞外已是雷声大作，天宫之结悄无声息的凝聚。走，我们去渡劫。陈阳握着于雪静白嫩的柔体，两人出现在洞口，接着身形冲天而起。此时此刻，两人引发的天宫之结景象刹那间就铺满了铜龟崖的上空，3道冰蓝月华与1道幽暗深邃的天宫虚影自那荒僻的山崖底部悍然升起，映照在苍穹之上，清晰无比地呈现在金榜直播画面之中。外界原本还在疯狂刷着陈阳畜生禽兽陈阳的弹幕，在这一刹那戛然而止。无数修士不论男女，不论修为高低，全都目瞪口呆地望着金榜直播中的景象。三道新的极品天宫，那是吞星圣女，她没死。陈阳身后那座暗蓝色的天宫，好恐怖的气息，那是什么大道的天宫？从未见过。难道陈阳带走吞星圣女是为了救她，就像是之前他涅槃一样？居然还能这样，真是亮瞎了我的狗眼，是我冒昧了。逆天，阴阳相济，起死回生，陈阳把吞星圣女给星号活了。此刻的外界，哪怕是圣人都震惊无比，因为吞星圣女于雪静硬扛了一位圣人的绝杀一击，哪怕那只是一个下位圣人，哪怕那是一个夺舍了他人之躯，未必能发挥巅峰状态的圣人，可依旧是圣人。天宫竟与圣人之间有着难以想象的天然的巨大鸿沟般的差距。已经死亡、生机都消散了的吞星圣女，怎么可能又活了？难道极道众阳仙体真的拥有可以阴阳涅槃，把死去的女子星号复活的能力？曾威压长生顾家、风华绝代的那9位女子，俱皆眸子锃亮。于雪静的复活100%与陈阳有关，极有可能就是被陈阳星号一种植物活的。来自星族的神秘女子也难掩脸上的激动，暗暗攥紧玉手，妹妹她或许有救了。绿裙摇曳，充满了危险，却又风情万种，笑容甜美迷人的女子舔了舔红唇。极道众阳仙体，真的是梦一般的体质啊！一袭白衣书香气，手摇折扇的绝色女子，薄唇轻轻勾起。一想到陈阳以后可能间我的诗，就有些兴奋呢。东荒大陆，劲儿他复活了。凤羽生秋眸晶莹透亮，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无论是陈阳还是于雪静，都是被他当作儿子女儿般看待的，丝毫不忍心看到二人陷入那般巨大的痛苦当中。金榜直播中的弹幕风向已然逆转，从滔天的骂声化作了无边的震惊与狂热。天门山铜龟崖上空，于雪静容光焕发，仙姿更胜往昔，
依偎在陈阳身侧，脸上带着幸福与羞涩的红晕。陈阳则身姿挺拔，一手揽着她的纤腰，目光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两人的身影看起来是那般绝配，宛若一对璧人，已是羡煞了天地。此刻，两人共同面对天宫之劫。轰隆隆，天雷之音响彻四方，在铜龟崖上空炸开。而这附近已然没有其他修士，只剩下洛熙和戚婉婉二人，他们一直守在这里，等待着陈阳归来。当看到陈阳和于雪静身形再次出现的那一刻，当看到于雪静已然起死回生，如往日那般清冷绝尘，完好如初，洛熙和戚婉婉情不自禁湿润了眼眸。一个能够为了心爱的男子而献出生命，甘愿去抵挡那绝对致命一击的女子，还有什么可批判的呢？即便是他们也曾在心底幻想过飞蛾扑火，如同于雪静那般为陈阳抵挡必杀一击，可他们终究没有做到。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如于雪静。天宫之劫已然降临，于雪静多出了3道极品天宫，但其中有2道极品天宫的诞生是源于陈阳的极道重阳本源，不用渡劫；只有1道碧落玄阴天宫是其体质本源激活觉醒继而诞生的极品天宫，这才需要渡劫。而陈阳则是渡玄阴归藏天宫之劫。可惜红尘仙情类的数量还不够，不然倒是可以一起正少阴道天宫。陈阳喃喃低语，他要挣的天宫都是极品最强天宫，自然要用最好的唯一的极品道种，自然不可冲击。轰隆，陈阳本以为这一次能够安然无恙的渡劫，就像是之前挣青阳破晓天宫、挣终极形态天宫那样，不料这一次还是出现了人劫。漆黑的劫云之中，太阴之力如潮水般凝聚，化作冰棱、双剑、月轮，铺天盖地地砸向陈阳，要将他那正在凝聚成型的玄阴归藏天宫彻底冻结葬灭。一股令人心悸的凭空降临的冰冷刺骨到极致的杀意铺展开来，虚空仿佛被冻结，片片晶莹的冰花凭空凝结，缓缓飘落。我勒个去，又是人劫！陈阳在与人进行大道之争。哎，我为什么要说又？哦豁，想起来了，之前出现大道之争引来人劫的是弱水圣子。话说好久没看到弱水圣子的画面了，果真是温柔乡英雄种，也不知道弱水圣子的身体扛不扛得住，千万要节制啊！那女子是谁？是何方仙子？简直惊为天人。外界的金榜直播画面依旧将特写给了陈阳，因为此时的陈阳不仅在渡天宫之劫，更是产生了大道之争，引来了人劫。此刻洛熙、戚婉婉发现这一状况后亦是相当吃惊，包括同样也在渡劫的于雪静，他们的视线纷纷凝望向陈阳的人劫方向，一道身影就在这漫天冰晶与雷霆交织的背景中悄然浮现。那是一位着素白宫装的女子，不染尘埃，身姿高挑曼妙，仿佛集天地间所有清冷灵气于一身。墨发如瀑，仅用一根简单的冰晶玉簪松松挽起，几缕发丝垂落颊边，更衬得肌肤胜雪，晶莹剔透，近乎透明。她的容貌极美，是一种超越了世俗，近乎道韵的完美。眉如远山寒带，目似秋水寒星，琼鼻挺翘，唇色淡如初樱。然而这张足以令日月失色的脸上却没有丝毫情绪波动，只有一片亘古不化的冰封。那双清澈见底的眸子倒映着雷霆与劫火，却不起半分涟漪，仿佛世间万物皆不能入他眼动他心。他仅仅是站在那里，周身便自然流淌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以及一种仿佛生来便凌驾于众生之上的高傲与尊贵。他不是刻意摆出姿态，而是其存在本身就如同九天玄冰，凛然不可侵犯。那是谁？好美的女子，但也好冷。她身上的气息是太阴大道，感觉极其的纯粹恐怖。人劫，陈阳正太阴道最强天宫引来了大道之争的人劫，对手竟然是个女子。外界通过金榜直播看到这一幕的修士们瞬间哗然，议论纷纷。无数男修瞪大了眼睛，既惊艳于那女子的绝世风姿，又好奇陈阳会如何应对。毕竟他面对的可不是顾长歌那样的凶厉魔头，而是一位清冷如仙、我见犹怜的女子。哼，长得好看又如何？敢阻我陈阳公子正道，便是敌人。有狂热的女修立刻表忠心。就是陈阳公子，千万不要被她的外表迷惑啊！不过陈阳公子会对这样一个女子下重手吗？若是击溃了对方的天宫，等同于坏了对方的一条道。也有女修喃喃低语，神色闪烁。然而东荒大陆部分了解情况的圣地，亦或古世家等不朽道统的修士，则是面色微凝，目光古怪而凝重。她是广寒阙的女子，还是瑶台广寒宫的传人？啥意思？广寒阙不就是广寒宫吗？北域那座圣城中的风花雪月之地，无稽之谈。广寒阙只是广寒宫麾下的一个分支罢了。广寒宫那可是真正的，至少也是太古时代就存在的不朽道统，也可叫做瑶台。虽然屹立在东荒北域，但是非常神秘，
基本上没有人找得到。东荒北域，巍峨浩然的庞大城池，圣城当中，广寒阙。诸多广寒阙的女子看着金榜直播画面，也忍不住窃窃私语：是深宫内的那位冰魄仙子，传闻她已是广寒宫的传人。冰魄仙子竟然出手了，不可思议。据那边的一位师姐说，冰魄仙子根本就不在乎陈阳，似乎所谓的极道众阳仙体在其眼里不值一提。在东荒大陆的北域存在一个神秘之地，它隐匿于一片黑暗虚无之中，那里没有白昼，只有黑夜。漆黑的夜空之上有一轮明月高挂，像是一块白玉盘。有诗云：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传说中的瑶台仙境便是广寒宫这座神秘的道统所驻足屹立的地方，便是东荒的诸道统，能够找到瑶台仙境位置的也寥寥无几，且即便有人知晓一二，也不敢多言。这瑶台广寒宫和东海的那三大古老势力几乎是快一个级别的存在，异常的古老神秘。此时瑶台仙境之内矗立着的一座座宛若悬于明月之上的宫殿群中。不好，月师姐与陈阳存在大道之争，这可怎么办啊？陈阳连吞噬魔体顾长歌都击杀了，虽然只是道身，可那个顾长歌无比可怕，没有哪个天宫境的年轻修士能比得过，即便是月师姐也不行。而他现在对上了能击杀顾长歌道身的陈阳，瑶台仙境广寒宫的弟子们不禁忧心忡忡，这便是大道之争吗？即便是月师姐心若止水，也无法避开。虽然很不想月师姐的天宫崩毁，可那是陈阳公子，要是我也能和陈阳公子携手就好了。月师姐素来就不在乎陈阳公子的体质，自从天命榜公布以来，月师姐也依旧那般冷漠，不曾离开仙境。甚至我感觉月师姐好像还有些看不起陈阳公子。此时瑶台仙境中的某一处神秘的桂树旁，盘坐在这里的素白宫装女子峨眉冷凝，她身形冲上云端，与远在天门山中的陈阳隔空进行大道之争的交锋。只见她缓缓抬起了纤纤玉手，指尖一点寒芒凝聚，刹那间仿佛整片天地的太阴之力都以其为核心疯狂汇聚，一道凝练到极致，仿佛能冰封时空的太阴寂灭神光无声无息地射出，直指陈阳那尚未完全成型的玄阴归藏天宫。这一击没有丝毫烟火气，却蕴含着最纯粹的毁灭与终结之意。有点实力。陈阳瞳孔微缩，他能感受到这一击中蕴含的同源却排斥的强大力量，但他毫无惧色。太阴归藏天宫依旧昂扬直上，他双拳齐出，重阳之力奔涌，硬汉那道太阴神光。轰！冰屑与重阳血气四溅，陈阳身形微晃，全面上覆盖了一层薄冰，旋即被炽热的气血化开。他目光略显凝重地看着对方，这女子的实力远超他之前遇到的任何同辈天骄，甚至比徐长卿给他的压力更大。居然有一种类似顾长歌那道道身的感觉。你也是某个天命之子的道身？刺身。陈阳目光怪异地开口询问，背后玄阴归藏天宫的虚影愈发凝实，引动更多太阴劫雷，同时也引来了对方更加凌厉的攻击。素白宫装女子并未回应楚莹的话，她身姿翩若惊鸿，在雷霆与冰霜中穿梭，每一次出手都简洁到极致，却蕴含着恐怖的太阴法则，招招直指陈阳天宫要害，试图击溃陈阳的玄阴归藏天宫。而陈阳则是将重阳血沸腾强化过的肉身之力催发到极致，拳掌交错，硬汉对方的神通，战况亦是陷入焦灼大道之争，只能够动用那一座产生大道碰撞的天宫之力，以及其他的诸如异象、神通等的力量。换言之，大道交锋的双方各自只有一座天宫，其余便是本身实力。陈阳公子还是手下留情了，若是动用那史诗般的万古龙城异象，即便那个女子再强，也不可能是对手。没错，吞噬魔体尚且在陈阳公子的异象面前伏诛，此女又算得了什么？我感觉陈阳公子是心软了，陈阳公子你可千万不要这样啊！外界无数女修暗自祈祷，他们可不想看到陈阳因为手下留情而放弃挣这一道最强天宫。此刻那瑶台仙境的神秘女子，被称为冰魄仙子的广寒宫传人玉容也变得更加霜寒冰冷，仿佛因为无法击败陈阳而心生恼意。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人？陈阳却仿佛认定了对方有古怪，不禁开口逼问。陈阳自己就是天命之子，身怀极道众阳仙体，因而对同为天命之子的人物会有一种特别的直觉感应，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命契机牵引碰撞的影响。你不配知道。女子冷冽地吐出几个字，下一刻周遭虚空的温度骤然降低，她眸中寒芒盛放，气息陡然变得飘渺而古老。欲同我争太阴，那我便让你见识何为太阴之际，轮回之中。清冷幽寂的声音仿佛自万古传来，带着一丝亘古的疲惫与绝对的漠然。他素手轻抬，接出一个玄奥法印，意象金月照古人。刹那间，他身后的虚空扭曲变幻，一轮巨大清冷
孤寂的明月凭空浮现，月光并非皎洁，而是一种近乎惨白的颜色，洒下清辉，却带着进入骨髓的寒意。月华照耀之下，景象骤变，不再是铜龟崖，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荒凉古战场虚影，断脊残戈半埋黄土，旌旗破碎在风中呜咽，无数模糊透明的古老魂影在月光下茫然徘徊。他们身着不同时代的服饰，仿佛跨越了万古时空，被这一轮明月同时映照。更令人心神俱震的是，那月光仿佛蕴含着无形的寂灭之力，照耀之处，那些古魂虚影如同沙堡般缓缓消散，连带着他们存在的痕迹、执念，乃至曾经激荡的历史，都在这清冷的月光下归于虚无，仿佛从未存在过。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忆葬古人。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轮回寂灭之意，透过金榜直播，悍然冲击着每一个观战者的心神。无数修士仿佛亲眼目睹了文明兴起又覆灭，人杰诞生又陨落，在时光长河中，一切都如同那月光下的古魂，终将被轮回埋葬，唯有那轮明月冷眼旁观，万古不变。可不少心智不坚的修士闷哼一声，脸色发白，道心竟被动摇，生出一股人生渺小终归虚无的悲凉感。好可怕的意象，即便不如吞噬魔体顾长歌以及陈阳那般无敌的意象，却也必然是顶级意象中极其可怕的存在，居然直达到轮回，侵蚀人心神道基。此刻，一袭素白宫妆清冷若仙的女子立于明月之下，衣袂飘飘，宛如月宫神女凌晨，美得惊心动魄，却也冷得彻骨封魂。她俯瞰着陈阳，眼神中的轻蔑与不屑几乎凝成实质。等等，你是轮回永生体？陈阳的双眸瞳孔深处凝聚着一抹极致深邃的金辉，天道晶晶。这一刻，陈阳动用了他的重阳血才能激活的专属天赋，势必要查看窥探出这女子的深浅底细。当天道晶晶催动的那一刹，那绝色冰冷的女子在陈阳的面前便好似脱光了衣服，无任何的遮挡，一切秘密全部被陈阳窥见得一清二楚。居然还是个白狐，陈阳嘴角下意识地弯起，而对方似乎有所察觉，瞬间变得愠怒起来。你找死！女子眸蕴杀意，玉指一点，那蕴含着葬灭古今轮回之力的惨白月华，如同9天银河垂落，携带着埋葬万灵的寂灭气息，朝着陈阳及其玄阴归葬天宫席卷而去。